啊！昏暗的牢房，一位身穿着浅青色长裙的女子，那张脸血肉模糊。女人痛苦地抬起双手，捂着滴着鲜血的脸，难过、绝望地看向站在牢房外面身姿挺拔的男子。他，莫弘真，燕国的太子殿下，楚家的乘龙快婿，也是他楚妙一见钟情的白月光。他赌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为他嫁入了平南王府，动用自己的医术掏空了丈夫荣安世子的身子，帮助楚家与太子彻底击溃了手握重兵的平南王萧家。他以为皇上下旨抄萧家的时候，便是他回到楚家之日。可是他错了，他的父亲没有看过他一眼，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亲自命人剥下他的皮。这个时候楚妙才清醒过来，他只是楚家和太子的一颗棋子。可他不甘，他不甘！楚妙跪着，一步步走到牢门前，伸手抓住了牢笼，痛苦地嘶吼道：莫弘真，我真傻，我真是傻，我怎么傻到相信你还会要我？站在牢房外的男子眉目间透着一股厌恶感，看他走近，他往后退了一步，语气冰冷地说道：楚妙，要怪就怪你命不好，生来便是楚家的嫡女，却与姚雪阴差阳错，与他错换了人生。他替代了你，成为楚家的嫡小姐，你替代他，成了张安村一寡妇的女儿。生来尊贵有什么？活得贫贱下等。你还痴心妄想被接回楚家后，能够与姚雪换回身份，做姑的未婚妻。楚妙，你真是可怜，在姑心里，你配不上姑。姚雪虽是农妇所生，可她的教养是你连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的。若不是你懂点医术，你爹娘都不愿把你接回楚家。你在楚家就是个多余的，多余的。他楚妙忙活了一场，原来是楚家的耻辱，现在其废人亡，他们就巴不得让他死。楚妙痴痴的笑，又因心生悲凉而流下血泪。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母慈子孝，父兄仁义，不过是循循善诱，我为鱼儿。祝你皇室铲除百年忠烈萧家军，无耻，一群无耻之徒。楚家无耻，太子无耻，天界无耻，他更无耻。哈哈！他笑声震耳不绝，面目略带狰狞。这时，一道倩丽的身影从外头走入，他看到楚妙那张血肉模糊的面孔时，吓得花容失色，尖叫了一声。啊！莫弘真立刻回身，将那女子揽入怀中，抬起了另一只手，用宽松的衣袖挡在了楚瑶雪的面前，柔声道：瑶雪，你怎么进来了？她难道是二妹妹？不过是下贱之人，曾配作瑶雪的妹妹。来人，把那个女人的手脚砍了，舌头拔了，眼珠子挖出来，将残肢送给荣安世子，余下的泡在酒坛里。他引诱萧家谋反叛逆，罪大恶极，不配为人。惨叫声也从牢里传出，但没多久，声音消失了。他双目失明，口不能言，但他还能听得见外面的声音。莫弘真还来看过他一眼，他告诉他，在你12岁那年，不是姑把你从匪徒手里救回来，救你之人是你的丈夫萧荣景。楚妙，平南王府那样金尊玉贵的家庭，你纵使嫁过去了，也没想到什么福分。想来你天生命贱，是个无福之人，希望你来生投个好人家，别再遇到姑了。楚妙浑身痛，死对他来说成了奢望。他泡在高浓度的酒水里，生不如死，暗无天日。只知楚瑶雪每日都会到他跟前，向他炫耀他的美好人生。痛吗？痛，但痛到骨子里就麻木了。后来楚瑶雪没来了，外面响起了兵马踏城之声。他再一次听到楚瑶雪的声音，是他向萧荣景求饶，惨叫。她的丈夫萧荣景来了，他明明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萧荣景用同样的法子将楚瑶雪装进了酒坛子里，然后抱着她的躯体说：娇娘，我来给你报仇了。娇娘是他在顾家的名字。楚妙躺在他的臂弯，那张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脸缓缓划开了一抹浅淡的笑。他看不见抱着他的男人也失去了双腿，但这场战役他终究胜了，可他也晚了。弥留之际，萧荣景对他说：来生不做楚家女，萧家妻，只做你自己。对，他要做他自己。第2章，魂回一世，梦醒重生。哎呀，我可没推你啊，这乡下长大的怎么跟你做的一样？一道熟悉又令厌恶的女声在楚妙的耳边回荡开。楚妙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自己摔在了小竹林旁的小道里，撑在地面的双手袭来了火辣辣的痛。他一脸迷茫地盯着手，他的手不是已经被莫弘真砍了吗？现在怎么还在？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一个乡下来的也好意思带这株昂贵的玉灵钗。瑶雪，我把它抢过来给你了，我帮你带上。那尖酸又刻薄的声音震得楚妙脑袋嗡嗡作响，一段久远的记忆蓦地冲入楚妙的脑海。昭元帝54年7月初6，是他楚妙被楚家寻回的第2个月。这1个多月，楚妙在楚家上下人的眼中是一个忐忑、怯懦又胆小怕事的人。她本是楚家嫡长女，一出生就与明环村的村妇顾氏之女错换了身份，而眼前站在她面前，
身穿着紫霞晚宴裙的妙龄少女，正是那村妇顾氏之女楚瑶雪。楚家的人虽然把她接回来了，但并未对外宣布两人身份错换的事实。他们甚至为了稳固楚家嫡长女与太子的婚约，让她这个正牌的嫡长小姐成为了楚家嫡次女。而她的亲生母亲林氏还每日给她灌输楚瑶雪就是她的亲姐姐。养母顾氏在她早年亡故，在被楚家人寻回后，她一度以为可以像那些有爹娘的孩子过上完整的生活，不必再颠沛流离。可是到了楚家，她才发现她与丞相府格格不入，反倒是楚瑶雪更像楚家的人。她的穿戴住行都是楚瑶雪先挑剩下的。以前她不懂，后来她明白亲母林氏为什么对她这个亲生女儿那么冷漠，无非就是觉得她不懂琴棋书画，不懂大家闺秀的礼仪，觉得她上不得台面，丢了她在贵妇圈的面子。但是她依旧小心翼翼地讨好林氏，终其一生追求林氏的标尺。最终林氏冰冷的目光，刺骨的话语，让楚妙在下狱后彻底清醒了。如今这很远很远的记忆浮现脑海中时，楚妙的脸色怔住了。她重生了。今日本是她楚妙和楚瑶雪的生日，但她的身份位置被楚瑶雪代替，所以就成了楚瑶雪一个人的生日。林氏为楚瑶雪大办生辰宴，请了不少氏族贵人，却只字不提刚回楚家的她。眼前这三位正是楚瑶雪和顾氏与卓氏贵女，一个叫顾晶晶，另一个叫卓嫣然。她刚回楚家时，楚老夫人送了她一只压箱底的玉灵钗，这只钗子楚瑶雪觊觎了很久，楚老夫人一直没松口给她。楚妙一回到楚家就得到了玉灵钗，这让楚瑶雪每每在私下碰到楚妙时，脸色都很难看，言语阴阳怪气。但她再喜欢，那也是楚老夫人送的，林氏不敢硬叫楚妙让出来。顾晶晶与卓嫣然大概是从楚瑶雪这得知玉灵钗的事情，特意把她叫到楚家偏僻的后院小竹林，直接对她动手叫骂。抢夺她玉灵钗的人正是卓嫣然，晋安王的幼女。好，很好，既然上天给她一次重生的机会，那这一次就血债血还。第3章重生后她黑化了1。这样不好吧？这是我祖母给我妹妹的钗子，若是我祖母知道今日这件事情……楚瑶雪抬手正欲拿下头柄上的钗子，顾晶晶按住了楚瑶雪的手道：“她敢去跟你祖母告状，以后我们这贵女圈她就别想混下去。”说的就是你呢，乡巴佬，本小姐教你怎么说。卓嫣然双手插着腰杆，凶巴巴地说：“若是你祖母问起钗子的事情，你就直接说，这钗子太贵重了，还是姐姐更适合这钗子，所以我便自作主张把钗子送给了姐姐。你若是不这么说，往后这贵女圈就像顾姐姐说的那般，你休想再混下去。只要你敢来我贵女圈，本小姐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明白了吗？”卓嫣然的措辞在楚妙心里一字不差地过滤了一遍，这抢夺东西的借口与手段与前世一模一样。偏偏他上一世蠢，为了讨好林氏，怕得罪这些贵女，竟真的对楚老夫人这样说。当楚老夫人听到他自己心甘情愿把钗子送出去时，她眼底透着一抹失望之色。那时候楚妙不懂，她以为他只要让出来，祖母和母亲林氏都会很开心。如今细细想来，老夫人是希望他争一争的，而老夫人也不是无缘无故送他这枚玉灵钗。听楚老夫人身边的秦姑姑说，她长得像老夫人早逝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亲姑姑。那玉灵钗是她姑姑生前的陪嫁物，也是楚老夫人的一个念想，而她却把老夫人最珍视的东西轻易转送给了楚家这个冒牌货嫡长女。跟你说话，你瞪什么瞪？卓嫣然见她一直盯着自己，上前踢了楚妙一脚，但楚妙把自己的双脚缩回，从身旁拿起了一块尖锐的石块。卓嫣然吓了一跳，往后连退了几步，指着楚妙手里的石块道：“你要干什么？”楚妙看着楚瑶雪，略浅苍白的唇角微微上扬。楚瑶雪与卓嫣然一样，以为楚妙拿石头是要攻击之处，连忙着顾晶晶往后退。然而就在他们3人退出5步远时，楚妙突然转过石块，重重地砸在自己的头上。3人懵了，只见楚妙丢开石块，动作利索地爬起身往外跑，头部的伤很快流下鲜血，染红了他半边的脸。楚妙从小竹林跑到陈宴大院时，那院里的贵人们皆是被吓了一大跳。天哪，好多血！此时林子里的3人缓过了神来，可楚妙早已不见踪影。楚瑶雪惊道：“不好，他往宴厅跑去了，快拦住他！”3人及身边的贴身大丫鬟手忙脚乱往外追，可追出竹林小院时，哪里还有楚妙的身影？而就在林子里的贵女们都离开后，竹林后面走出了3道身影。走在前头的男子身穿绿衣长袍，约莫16、17岁的模样，脸蛋略圆润，他手里拿着一只烧鹅腿，啃得津津有味，一双眼睛盯着那走远的3名贵女，一边啃着肉一边吐槽：“我竟然在楚家看了一出好戏。老四，那卓嫣然是你的未婚妻吧？”说话的男人体型高高瘦瘦，面目清秀，不说话时一副书生之相，一张口说话
又遮不住纨绔子弟的风气。而走在最后面的男子打开山水折扇，一边摇扇子一边说道：“苏公子，我记得那顾晶晶是你下个月要过门的妻子。”那一副纨绔相的苏公子顿时垮了脸，但没一会儿，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贱兮兮的转头看向竹林里，那里还站着一名容颜如玉、身姿如松的翩翩少年郎。第4章重生后，他黑化了2。他穿着一袭玄紫色长袍，宽松的袖子，丝滑的衣摆勾勒着一朵朵白色腾云，绣工绝妙精美。精瘦有度的腰身挂着白玉云坠，偏紫色的玉穗垂落在身侧。细看那白玉云坠旁边还拴着一把精细致的匕首饰品。他两手负背，面向东南方位，那个方向正是楚妙刚才离开的方向。荣安世子，你对楚家刚寻回的2小姐有何感想呀？苏青南拿过了宋凌恒手中的山水扇，拼了命的给自己摇扇了好几下。我听我爹说，圣上有意赐婚你与楚家2小姐，你小未婚妻这招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还挺狠的。拿来吧你。宋凌恒夺回自己的扇子，宝贝似的收起来，说道：“的确够狠，但他也够聪明的。那一块石头砸在头上，应该不会破相吧？”萧又清丢掉手中的烧鹅骨头，跑过去拿起了楚妙刚才用过的石头，用尖尖的地方对着自己的额头比划了几下，顿时嘶一声，赶忙捂着自己的额头揉了揉头。这卓嫣然可真歹毒，竟敢拿如此尖锐之物砸楚家2小姐。三哥，我跟卓嫣然的婚事，自己去同娘说清楚。那一直没有开声的紫衣男子突然转身从林子西坛走出来，他直接越过3人，紫色衣袍随风卷起，泼墨般的黑发在空中荡起了丝丝缕缕的发束。他有书香公子的内敛之气，也有战神之后坚韧硬朗的风骨，更有着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气质。这燕京城内还能与荣安世子逞持的公子哥，怕也是找不到第2个了。父亲平南王是战无败绩的战神，母亲平南王妃是燕国首富之女，他的确有资本傲。萧荣景径直地朝着楚妙刚才离开的方向走去，他每走一步都像是有意避开楚妙溅在地上的血迹。楚家内院，楚妙受伤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楚老夫人耳边。秦姑姑接到楚妙的时候，楚妙的半张脸都被鲜血覆没，左眼黏糊的血沾住了。她跟着秦姑姑走入松清院，看到楚老夫人时，楚妙扑通跪下：“祖母，孙儿无能，没有护好祖母送给孙儿的玉灵钗，求祖母责罚。”楚老夫人看到楚妙脸上那半边血水，手握着虎头杖，蹭一下从软榻站起身，言语中带着浓浓的担忧：“尤琴，快把2小姐扶起来，让人去叫府医过来给2小姐看伤口。妙妙，旁的事情祖母已经派人去查了。”楚老夫人虽然年迈，但楚妙回来这1个月，林氏对楚妙的态度她都看在眼里。出去查此事的齐管事很快回来了：“老夫人，2小姐是从南院的竹林跑出来的，出来的还有大小姐、晋安王府卓4小姐以及顾家2小姐。”楚妙听到这3人，坐在椅子上的身子不自觉地颤抖。秦姑姑看到楚妙这般胆惊，心生不忍，把双手压在了楚妙的双肩，轻轻地拍，轻轻地安抚。楚老夫人坐回软榻，不怒自威，让大小姐把卓小姐与顾小姐一并请入松清院。第5章重生后，他黑化了3。齐管事应了一声是，便走出院子，带着楚瑶雪、卓嫣然、顾晶晶3人走入院子。那卓嫣然性子刁蛮，但也知道楚老夫人在燕京贵圈中是很受敬重的长者。进了屋子后，就规规矩矩向楚老夫人行礼。顾晶晶的脑子还没转过弯，但楚老夫人那表情着实把顾晶晶吓得不轻，连头都不敢抬，便也朝楚老夫人行礼。楚瑶雪却走前了2步，扑通跪下，双手捧着玉灵钗说：“祖母，这是妹妹邀请我去南院竹林时插在我头上的钗子。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祖母可能不会相信，可是瑶雪还是要自证清白。”楚瑶雪看也未看楚妙一眼，便继续说下去：“妹妹邀请我去南院的时候，卓小姐与顾小姐刚好在我身边，他们2人可以为我证明清白。妹妹给了我玉灵钗后，就自己摔倒在地上，然后拿起她身后的石块砸在自己的头上。她的伤不是瑶雪弄的，瑶雪可以发誓。对，楚老夫人，楚妙她真狡猾，当着我们的面耍手段，自己拿着石块砸了自己的头后，就一声不吭往外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楚妙在楚家受了天大委屈。”楚瑶雪的话还未说完，卓嫣然就抢先说道。一旁的顾晶晶听到2人的说辞，连忙点头附和：“我们的贴身丫鬟都可以作证，是楚妙自己砸自己的头，跟我们没有关系。”顾晶晶再一次强调楚妙的伤情。这头府里的府医已经替楚妙处理了脸上的血迹，找到了头部的出血点，正要替楚妙包扎头部的伤。可楚妙在听到3人的话后，倏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两眼含泪，也跪在地上，声音略显激动，又带着诉不出的委屈：“祖母，是姐姐身边的大丫鬟品梅叫我去南院竹林的。我刚走入竹林，那卓4小姐就抢走我头上的钗子，还把我推倒在地。”说到这，楚妙抬起双手，
亮出了双手手掌上的擦伤，哽咽的继续说道：“然后他把抢过去的钗子插在了姐姐的头鬓。姐姐说这样不好吧？这是我祖母给我妹妹的钗子，若是我祖母知道今日这件事情……”姐姐的话还没有说完，顾二小姐就说她敢去跟你祖母告状，以后我们这贵女圈她就别想混下去。卓四小姐跟着附和道：“说的就是你呢，乡巴佬，本小姐教你怎么说。”随后卓四小姐就叉着腰杆，凶巴巴的警告我：“若是你祖母问起钗子的事情，你就直接说这钗子太贵重了，还是姐姐更适合这钗子，所以我便自作主张把钗子送给了姐姐。你若是不这么说，往后这贵女圈就像顾姐姐说的那般，你休想再混下去。只要你敢来我贵女圈，本小姐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明白了吗？”我不答应，要姐姐还回钗子，可是在争执中，我不知道是谁砸我的头。孙女知道势单力薄，拼了命的往外跑。孙女害怕再晚来一步，可能就要被人打得醒不过来了。姐姐可以要走任何东西，可独独这玉灵钗孙女不能给，这是祖母给孙女的宝贝。祖母、孙女说的句句实话，若有半句假话，就让孙女死无全尸。第6章重生后，他黑化了4。死无全尸4个字落下时，楚妙只觉得手脚袭来冰冷的痛感。他不会忘记被莫红针下旨砍去4肢后放入酒壶里的撕心裂肺。前世他事事顺从，落得这样的下场。那这一世，他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前世想做又怕做的事情。楚老夫人听到楚妙最后一句话时，握着虎头杖的手轻微的抖颤了一下，面上浮现明显的震愕。老夫人奉信佛，轻易不会发誓。楚妙拿死无全尸来起誓，这对于楚老夫人来说，得花多大的勇气才敢拿自己来发誓。而楚瑶雪也在听到楚妙那一句孙女死无全尸的誓言时，脸色瞬间变了。没人比楚瑶雪更清楚楚老夫人对佛教的执着。老夫人唯一的嫡女死去后，就在自己的院子修缮了一座佛像，每日诵经文、抄经书。所以她刚才也想发誓言，想以此自证清白，却没想到楚妙比她还要狠。她不敢置信地转头看楚妙，眼神中充满着慌异与错愕，赶忙也说道：“祖母。”话到嘴边，守院的另一名管事嬷嬷匆匆走入。楚老夫人看了他一眼，那宋嬷嬷就来到楚老夫人身旁，弯下腰身，低下头，附在楚老夫人耳跟前，压低声音说了半天。说话期间，宋嬷嬷不时地看着嫣然、顾晶晶及楚瑶雪3人。楚瑶雪敏感地悬起一颗心，宋嬷嬷刚才那眼神。宋嬷嬷说完了，往后退了一步。此时楚老夫人的眼神越发的犀利。宋嬷嬷，你把刚才那4位贵人跟你描述的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宋嬷嬷向老夫人扶了一个身，便转身对着楚瑶雪、卓嫣然和顾晶晶行了一礼，说道：“大小姐，方才有4位贵人说，从南苑竹林的鱼月潭出来的时候，刚好看到大小姐、卓4小姐及顾2小姐与我们2小姐发生一点争执。”楚瑶雪呼吸一紧，顾晶晶则猛然瞪大双眼，卓嫣然蹙紧眉头，心直口快地反问：“是哪4位贵人？你让他们进来对质。”宋嬷嬷不恼不怒，温和回道：“4位贵人身份尊贵，恕奴婢暂时不能告知，但是老奴可以把4位贵人所看到的、听到的，告知老奴的那些话，讲给卓4小姐听听。卓4小姐、顾2小姐，你们听听可有误差？老奴也是替几位贵人传达话。”说到这，宋嬷嬷清了清嗓子，将4位贵人阐述的过程一字不差还原。贵人们说，当时他们先进了南苑竹林，观赏老夫人命人打造的鲤鱼池潭，而后不到1刻钟，就听到鱼潭外有女子的声音。他们深知男女不便见面，便没有从竹林小潭出来。正打算走小路悄悄离开时，却看见卓4小姐二话不说就上去抢走楚2小姐头上的钗子，顺势将楚2小姐推倒。随后卓4小姐就将钗子戴在楚大小姐头鬓，楚大小姐欲迎故纵，扭捏轻声地说：“这样不好吧？这是我祖母给我妹妹的钗子，若是我祖母知道今日这件事情……”楚瑶雪听到宋嬷嬷将她在南苑竹林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脸上的血色肉眼可见地褪去。而楚妙则缓缓抬头看向宋嬷嬷，眼眸波澜不惊。燕京有过目不忘，甚至听而不忘的唯有一人，平南王府的荣安世子，她前世的丈夫萧荣锦。第7章重生后，他黑化了5。宋嬷嬷继续说道：“大小姐话音止住，接着顾2小姐就理直气壮说她敢去跟你祖母告状，以后我们这贵女圈她就别想混下去。”接下来宋嬷嬷所说的与楚妙当场复述的场景话语一模一样，只字未差。最后宋嬷嬷话锋一转，楚2小姐不答应啊，便去抢回自己钗子，几人起了争执，卓4小姐就拿起石块砸在楚2小姐的头部。“你胡说！”卓嫣然顿时尖叫否认，情绪非常激动：“我没有砸她，是她自己砸的。”楚妙头部的伤已经包扎好了，被秦姑姑扶着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卓嫣然指着她的时候，楚妙挺直了腰背，反驳道：“方才我与你们对峙的时候，宋嬷嬷并不在院里，现在宋嬷嬷却能将南院发生的事情以及你们说过的话
一字不差地说出来，那又作何解释？我承认我抢你差子，但我没砸你，现场如何你心知肚明。你们不要被这个乡巴佬骗了，他可有心计了。卓嫣然气坏了，语无伦次地否认砸楚庙的事实。然而，砰！拍桌的声音从楚老夫人那传来，卓嫣然的话音顿时止住。那坐在凤梨木椅上的老夫人面色沉厉，眼中带怒。卓四小姐口中的乡巴佬，是我这个老太婆嫡亲的孙女。卓嫣然被堵得一时找不到言辞。楚老夫人眼眸犀利了几分，你抢我孙女的差子，还动手打人，拒不承认，靖安王妃就是这样教养你的。今日莫说我这老太婆欺负你，你抢我楚家嫡女的差子，又动手打伤她，此事我会叫人禀报给你母亲。不要！卓嫣然很怕她这个母亲，她在王府最小，但并不是最受宠的，相反，她不学无术，性子不好，靖安王妃对她的管教十分严苛。可她忘了，纸包不住火。这会儿前院所有看到楚庙头破血流的那些贵妇们，大都查到了一些因果，知道此事与卓嫣然和顾晶晶脱不了关系。但楚老夫人铁了心不给卓嫣然半分脸面，卓四小姐也不必在我这老太婆院里喊冤，你伤人就是不对。宋嬷嬷，你把卓四小姐亲自送到靖安王妃面前。至于顾二小姐，她转头眸光找不到一丝温度，送顾二小姐回顾府，将顾二小姐在楚家说过的话告诉顾家老夫人。顾晶晶身子一颤，她那祖母若知道她在外面惹了事，还不得把她皮给掀了。一想到这，顾晶晶害怕地抓住了楚瑶雪的胳膊道：楚老夫人，是瑶雪怂恿我与卓四小姐去抢玉灵钗的。她说不管动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恐吓楚庙心甘情愿地拿出玉灵钗，还能让她避免被您责罚，她就会带我们去见太子殿下，将来她做了太子妃，便让太子殿下指我们为妃嫔。荒唐！顾晶晶的话彻底让楚老夫人动怒了，她拿起了一旁的茶杯，扬手挥向楚瑶雪。泡着茶水的杯子顿时飞向楚瑶雪，重重地砸落在楚瑶雪的胸口。楚瑶雪闷哼了一声，吓得弯下身子反驳道：祖母，我没有，是顾二小姐她诬陷瑶雪。我没有诬陷她，卓四小姐可以作证。顾晶晶一口咬定。卓嫣然对楚瑶雪刚才默不作声，没有替她辩解的事，心里不平衡。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因楚瑶雪几句话挑起来的，凭什么她可以独善其身？我就是听信了楚瑶雪的话，才去抢夺楚庙头上的发钗。你们！啪！楚瑶雪气愤地想要反驳，但楚老夫人已经先起身，一巴掌狠狠打落在楚瑶雪的脸庞，然后面红耳赤，严厉呵斥：东宫选妃之事，又岂是你一介女子能指手画脚？如今还未嫁入东宫，就敢口出狂言，到底是林氏把你骄纵坏了。今日老身就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匡扶家规，也叫顾二小姐与卓四小姐看看，我楚家绝不会包庇纵容犯错之人。来人，拿戒尺来！不要，祖母，瑶雪没有，瑶雪冤枉。第8章，又见亲母林氏一。戒尺打的是口出狂言、满嘴谎言之人。楚庙清楚地记得，前世因为与楚瑶雪发生争执，林氏就罚他戒尺，用那韧性极好，像一把尺的戒尺扇他的嘴巴。他被打得嘴周红肿，门牙掉了一颗，嘴里都是血。那份痛与忌惮，令前世的楚庙更加怯懦，不敢再有丝毫反抗。今日不过是风水轮流转，也叫楚瑶雪尝尝受戒尺之刑的苦楚。张嬷嬷送上戒尺，老夫人拿过戒尺后，已经有人先按压住了楚瑶雪的胳膊、后背，定住她的身子。楚老夫人眼中尽是厉色，没有半分心软，扬起手中戒尺就重重拍落在楚瑶雪的嘴唇上。只听啪一声，顾晶晶与卓嫣然被这戒尺扇打出来的声音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好像那戒尺是打在了他们嘴巴上。楚瑶雪痛苦的尖叫啊！她挣扎身子，扭动脑袋，嘶喊着林氏：娘，快来人！楚老夫人见无悔过，反而盼着林氏来解救她，心中恼意更盛，怒火冲天的喝道：今日不管谁来，都解救不了你。你身为楚家女，我楚家的家归你，置于何地？你与太子殿下的婚约，那是皇家恩赐，你怎能拿着与太子的婚约去干强盗之事，还带着外人欺负你妹妹？我今日若不罚你，让你脑子清醒清醒，他日楚家便要毁在你手里。楚瑶雪的确没有悔过之心，她来松清院的时候就去让人找林氏，算算时间也快到了。她心里更多的是不服气、愤怒，但她不能反抗，她得像个弱者一样，才能让林氏更加心疼自己。祖母，瑶雪知错了。啪啪啪的戒尺鞭打声在屋里传到院外。楚妙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真是替自己的祖母不值。在楚家还能守住楚家家规的人，也就只有祖母了。可祖母不知道，半年后她因去福林寺烧香，从寺庙的百步梯摔伤，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她的亲生父亲楚相成了朝中最大的奸佞，残害忠良，祸害百姓，
令燕国险些灭国。没有了祖母，楚家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成为皇亲国戚。而祖母一心想护住的他，楚妙，不争气的成为了这些佞臣的棋子。这时，一群人浩浩荡荡从外面走入，为首的妇人身穿喜庆的紫红色长裙，珠光宝气，通身官妻富贵气质。那就是他的亲生母亲，贵妇圈里人人都称赞的一品夫人林温婉。他看到楚瑶雪被2名婆子按压在地上，林温婉哪里还顾自己的贵妇形象，箭步冲入屋子，挡在了楚瑶雪的面前。娘，住手！林氏抓住了戒尺，今日是瑶雪的生辰宴，他还要出去接见宾客。你用戒尺打他，岂不是毁了他的脸？娘叫他这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娘就算心里有气，要罚也要等到外头的人离开后再罚，家丑不宜外扬啊！这还是外人指证你这个女儿，他还怕家丑外扬出去吗？楚老夫人狠狠地甩开了戒尺，戒尺顿时飞了出去，掉落在一旁。林氏转头看了一眼顾晶晶与卓嫣然，这2个孩子他能拿捏，但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先保下瑶雪。娘，你先消消气。儿媳来松清院的时候，已经了解到了南院竹林的事情。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到底就是几个孩子打打闹闹，不小心误伤了，没什么多大的事。你若是这样一闹，对瑶雪的终身大事及顾卓2家的颜面，可就不好看了。楚妙那孩子的伤养养就能好，最重要的是，娘若为此事气坏了身子，才是最不值得的。抽心的凉意在楚妙的心底一阵阵袭来，这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第9章，又见亲母林氏2。林氏从进来到现在，连个眼神都没给他，更是没有过问他伤势如何，反倒是在看到楚瑶雪嘴巴上的伤时，急于替楚瑶雪撇清过错，把楚瑶雪带着顾晶晶和卓嫣然欺负他的事情当成了过家家。楚妙对林氏早已心如死灰，不再有期待。可是重活一事，再见林氏对自己的态度时，他还是会感到心寒。不等楚老夫人爆发，楚妙就先站起身，言语淡然地说道：“是啊，祖母气坏了身子，才是最不值得的。我楚妙受的只是皮肉伤，祖母没有必要为了我，令顾卓2家颜面太过难堪。我自幼在外长大，随养母顾氏上山砍柴，从高处滚落摔断了腿，我没有哭。养母顾氏在我8岁时病逝，自此我被人赶出了村子，在外颠沛流离。急眼了，从野狗口中夺食，被野狗咬伤胳膊，也曾被乞丐追赶打骂，左臂脱臼。后来被一位爷爷收留，我过上了温饱的日子。随爷爷学医，上山采药，从石岩山崖坠过崖，9根肋骨断裂8根，我也不曾喊痛。现在我头部的伤，比起以前受过的那些伤，真的不算什么。我皮糙肉厚，回去养几日便好了。今日是姐姐的生辰，姐姐又是太子殿下的未婚妻，姐姐还要顶着一副好面皮出去接待宾客，我不过是被人抢走了一只钗子，砸伤了脑袋，养养就能好。话落，楚老夫人的心早已揪成了一团，一双眼睛被泪水模糊，声音哽咽地问：你怎么从未说过这些？对不起祖母，让你担心了。以前不说是觉得我终于有家了，我也可以像有父母的孩子一样被父母庇佑，现在突然说出来，是想告诉祖母，我承受过比这更重的伤，如今我这头上的伤真的不打紧，祖母不要担心我。他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用纱布包扎过的地方。是啊，比起被墨红针砍去4肢，挖去眼珠子，拔掉舌头，这头上的伤算轻的了。楚老夫人杵着虎头杖走向楚妙，然后心疼地抚摸他的脸。楚老夫人承认自己有私心，因为楚妙太像她那死去的女儿楚真。可是楚妙的遭遇又让楚老夫人清醒地分清了楚妙与楚真2人。楚妙是她嫡亲孙女，15年前她没有护好自己的女儿，15年后她要护好她唯一的嫡孙女。有请！楚老夫人命令道，把2小姐送到松清院西院，日后就让2小姐留在西院养伤。吩咐完后，楚老夫人又对楚妙说：妙妙，今日之事不是她林氏一人说了算，只要我还活着，这楚家的门风绝不能轻易被破坏，祖母我会为你讨一个公道。楚妙！楚老夫人心疼楚妙的遭遇，然而楚妙说了那么多，并没有激起林氏半点同情心，她冲着楚妙冷喝了一声。林氏觉得楚妙早不说晚不说这些遭遇，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就是在害她的瑶雪。林氏抱着楚瑶雪，脸上带着几分怒容：楚家是亏待你了吗？竟当着外人的面说这些不堪的过往，你怎么有脸说出在外面流浪，从野狗口中夺食的话？你不要名节，也别害了你姐姐。第10章，又见亲母林氏3。楚妙眼眸里的光一点一点熄灭，他看林氏的眼神再也找不到一丝温度。不，他本就林氏失望透了，如今只不过是在心底里彻彻底底与林氏母划清了界限。日后在复仇的路上，他再不会受母女之情所迷惑。楚老夫人面容怒红，正欲怒喝林氏，却被楚妙用力握住了双手。楚妙一个眼神，楚老夫人就懂了。她往后退了一步，
朝着楚老夫人微微扶了一礼，而后面无表情的转身面对着林氏，冷漠到没有一丝感情的问话从楚妙的嘴里问出口：“我自幼在外，身为亲生母亲的你在哪里？”楚妙，你这是什么态度？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林氏怒火攻心，并未发现楚妙的异常，就觉得他在老夫人面前学会耍心眼了。楚妙唇角轻扯，低声一笑：“楚家的确没有亏待我，但我若不被楚家接回来，凭我一身医术，也能自给自足，给自己温饱。我顾娇娘，何至于站在这里，被自己心心念念期盼的亲生母亲这般质问？你怀里的姚雪是你的亲生骨肉，我是什么？”他缓缓走向林氏，眼神表情尽是嘲讽。林氏这才意识到哪里不对劲。楚妙之前不敢这样看他，不敢用这样的语气与他说话，更不敢用这种犀利的眼神瞪看他。可纵使如此，林氏对楚妙的质问声并没有半点愧疚感。他捂着楚瑶雪的脑袋，护着楚瑶雪，蹙眉道：“你自然也是我的骨肉，可瑶雪她是你姐姐啊，所以只要是姐姐看上的东西，我都得让给她，包括本该属于她的人生。”林氏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他只知道楚瑶雪受伤了，急需处理。宾客还在外面候着，我暂时没有功夫跟你逞口舌之威，等回头他再来慢慢收拾楚妙。想到这，林氏转头对楚老夫人说：“娘，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吧。顾夫人和静安王妃就在松清院外候着，可别把事情闹得太难堪了。”楚老夫人攥紧了虎头杖，眼神凶厉：“林氏，只要你敢把姚雪带出松清院，我就会让你后悔你今日所做的决定。”林氏没有把楚老夫人的话放在心上，她扶起楚瑶雪，回道：“等姚雪生辰宴散去后，儿媳会带着姚雪回到松清院给母亲赔罪，望母亲体谅。来人，扶大小姐，快叫于府医给大小姐看伤。”林氏身边的人扶着楚瑶雪以及那跪在地上顾晶晶及桌嫣然，没一会儿就浩浩荡荡的离开。楚老夫人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待她双眼睁开时，她脸上怒色已经掩去了大半。尤晴，去收拾东西，我要带着二小姐去福林寺。楚妙猛地回头看楚老夫人，心头一抹涟漪微荡。祖母说要护她，并不是说说而已。囡囡，祖母带你离开楚家，你可愿意？楚妙点点头，祖母，孙女愿意。祖母向你保证，等你再回楚家时，一定是风风光光的回。楚妙垂下眼眸，握住了楚老夫人苍老的手。她已经不再需要楚家嫡二小姐的风头，不再需要得到林氏的怜悯与关注，也不再渴望那浅薄算计的父爱。她只要祖母好好活着。松清院外，爬入院墙的枣树里，坐着一名气宇轩昂的玄子衣少年。他将院内发生的一切及楚妙所说的每一句话尽连耳目。第11章，洒脱不羁的萧荣景一。从南院竹林出来后，萧荣景就跟到了这里。他只想确认一件事情：梦里那个四肢被人砍掉、装入酒壶的女子，是不是眼前的楚二小姐？他明明看不清梦里惨死之人的真容，可在南院竹林第一次看到楚妙的时候，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错觉。他不自觉地把楚妙带入梦里的那个女子。就在这时，楚妙从屋子里走出来了，他身后跟着几名松清院的婢子，其中一人扶着他的左臂。萧荣景的目光顿时定格在楚妙的身上，他与他虽离得远，可是习武之人的远视非常人所及。他能从这个角度清楚地看到楚妙那张清丽的小脸，还有那一双狡黠的黑眸。他走到院中时，突然停下脚步，仰头看向了枣树这边，正好盯着他藏身之处。两人隔着叠叠层层的树枝繁叶相望，就好像他知道他藏在这里。可就算如此，萧荣景的脸上也丝毫不心虚。这个梦纠缠了他整整1个月，他虽然看不清女人的面容，却记得女子的左眼下方有一颗红色的泪痣。小姐，身旁的丫鬟迎服唤了一声。楚妙回过神来，道：“我没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你留下来帮秦姑姑，我回清福院拿我的药箱便行。”入丞相府时，他只带着3套衣服和1箱行衣箱，走的时候他也没打算拿丞相府的一针一线。楚妙回到清福院，拿出自己的衣服，换下了身上这套林氏刚为他定制的芙蓉浅粉裙。干净利索的短裙让楚妙觉得更加自在。身后的窗门突然呼一声响起，一阵凉风吹拂过楚妙的颈脖，紧接着低沉醇厚的男音从窗地那头传来：“戏演得不错。”楚妙站在落地铜镜前，那道熟悉的身影刚好映在他的铜镜上。再见萧荣景时，楚妙的心情就像一面平静的湖，被一颗大石搅成一潭涟漪。他动作僵了僵，脸上的表情也凝住了，漆黑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铜镜里洒脱不羁、朝气蓬勃的萧荣景。这个时候的萧荣景还未因前往翁山朝匪被奸人暗算，落下病疾，成为体弱之躯。他还是那足以令燕京城未出阁的大家闺秀痴迷成狂的翩翩少年郎。可是很快，他将遭遇不可逆转的伤痛，内力丧失一半，双腿重创，昏迷整整3个月。而他楚妙
则被太子哄骗，家族利诱，以冲喜新娘的身份嫁给了当时还在昏迷的萧荣景。但前世两人并不是以这种场合见面，他也不曾爬过他的窗，他们是在南苑竹林见的第一面。那时他的御林差被抢，因懦弱怕事，不敢计较追究。楚瑶雪三人轮番威胁后，便先离开了南苑竹林。他则蹲在地上委屈低泣，而萧荣景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站在他面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燕京金才艳艳的荣安世子，他只觉得他贵气又好看，衬得他楚妙更像一只小丑。他以为他也是来羞辱他的，谁知他却对他说了一番话：哭什么？别人能抢走的东西，你也能再把它抢回来。第12章，洒脱不羁的萧荣景2。萧荣景的话并未能让前世的他醒悟，他当时心情原本糟糕透了，萧荣景又用这漫不经心的语气对他说这样的话，他对萧荣景的第一印象大打折半。他抹着眼泪站起身说：用不着你管。然后他收起眼泪，跑出了南苑竹林。如今这一世，两人相见的方式不同，但萧荣景那份潇洒不羁的贵公子气质却丝毫未变。楚妙拢回思绪，转身盯着萧荣景道：多谢荣安世子为我作证。楚妙感激不尽。他从窗上跳下来，顺手又关上了窗门。若非楚妙了解他心性，早就把他当贼人打发出去了。他自顾自地坐在靠窗的茶位椅，修长笔直的背部慵懒倚靠在梨花木椅上，英俊绝美的容颜勾起了一抹很浅的笑。他的眸光黝黑明亮，锋芒犀利，像是在审视什么。不，他在看他的脸。半晌后，萧荣景抬起手点了点自己左眼下方的位置，问道：天生的？楚妙一愣，回头瞥了一眼铜镜，萧荣景所指的位置正是他左边眼睛下面的红色泪痣。收留他的爷爷告诉过他，女子在这个长痣不好，说他命苦，多灾多难，日后要多行善积福，才能消除业障。可到了楚家，被富贵迷了眼，失了心，杀了人，不得善终。他回过神来，天生的有什么问题吗？萧荣景哦了一声，倒没有问题，只是想起了前几日一位高人提到过的事。他口中的高人应该是他们平南王府一位懂得天文地理、精通玄术的谋士吧。高人说这里有痣的女子很爱哭，更有一个荒唐的说法，这样的女子前世还有未尽的缘分。楚妙身子微微一僵，若是上一世有人跟他说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这人在胡扯。可是重生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前世今生，只是这未尽的缘分不知是指哪一方面。萧荣景抬起手抵着自己的下巴，又细细地观摩他左眼角的泪痣，道：不过高人也说，泪痣长在左眼角的女人聪明好学，智商绝顶，遇事绝不退缩，善于攻心。在南苑竹林，他的举动的确让萧荣景大开眼界。别人以为他杀敌1000，自损800，在他看来，楚妙不简单。这样的人若到了战场上，一定是一把杀敌的好刀。楚妙不自觉地拧眉。萧荣景跑到他的院子，就是为了来确认他左眼角的泪痣。不对啊，他这样的身份，什么世面没见过，怎会因为这小小的一颗痣这般上心？莫不是同他一样重生了？可若真的重生了，他大可不必这么关注他眼角的痣，因为他整个人都不曾有过丝毫变化。萧荣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想借着他眼角的痣威胁他？他在楚家无权无势，他也犯不着威胁他什么。楚妙左想右想，始终没想通萧荣景的目的。但这一世与上一世不同，这一世他们回到了起点，他不再是他的妻子，不能再像前世那种方式与他接触。我不信命。楚妙柳眉有了一丝松展，我只信我自己，还有多谢荣安世子的提点。萧荣景剑眉微挑。楚妙继续说道：做一个不退缩、善于攻心的女子，也未必是坏事。第13章，洒脱不羁的萧荣景3。萧荣景扯开薄唇，轻笑了一声，然后端起了一旁凉掉的茶水，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楚妙看了一眼，阻止道：茶水是昨夜的，杯子也是我平日用的。萧荣景未做任何回应，甚至在楚妙的话还未说完时，将杯子里的茶水一口饮尽。楚妙嘴角僵了僵。这时院外传来了秦姑姑的声音：二小姐，你收拾好了吗？老夫人叫奴婢过来帮忙。楚妙盯着萧荣景看，眼神示意萧荣景该离开了，然后又朝着门外的秦姑姑道：秦姑姑，我已经收拾好了，马上好。萧荣景已经打开了后面的门，身子轻盈地跃上窗台。楚妙想到半个月后，萧荣景将会被昭元帝派去翁山剿匪而惨遭重创的事，脚步下意识地朝萧荣景的方向走了2步。荣安世子，小心身边有鬼。萧荣景回头看他，漆黑的眸子波澜不惊。你说本世子身边有小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越是荣安世子认为很亲近的兄弟朋友情，越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不要把你的背交给除了父母以外的人。楚妙不能当面对他说，半个月后他
他会被昭元帝派去翁山剿匪，更不能当面告诉他会在翁山遭身边人的毒手，九死一生。重生的事情本就很不可思议，他得等一个机会，再把那幕后小人的消息暗中传递给他。萧荣锦反问他：你学过医？楚妙点点头道：学过6年。医术如何？十分精湛吗？他医术如何，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可知白骨，死可一针见阎王。若没有这样的本事，他的父亲楚正德和太子莫弘真也不可能选中他。但是楚妙并没有正面回应自己的医术如何，他说：若有朝一日荣安世子用得上我，可以来找楚妙。一句清淡的回应，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窗台上。楚妙在他离去后，快步上前关上了窗门，连他自己都没发现，那微微苍白的唇瓣勾起了一道很浅的弧度。他关上窗门后，并没有任何动作。他在想，就这么离开楚家，让楚瑶雪继续顶着楚家嫡长女的风头，过他的生日宴，实在是太便宜了。从他重生归来的那一刻开始，就应该是楚瑶雪的地狱。他转身走到行医箱前，从里面拿出了几瓶药粉，倒入了一个黑色瓶子里，轻轻摇晃了几下，再将那黑色瓶子收进了衣袖内袋，这才走出了房间。秦姑姑，我好了。秦姑姑看了一眼被楚妙身上简朴中短裙，暗暗摇头。看来二小姐是真的生夫人的气了，夫人也做得太离谱了。虽说大小姐是亲养长大，但二小姐毕竟才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秦姑姑没说什么，便与楚妙一前一后离开清福院。只是刚走出没几步，楚妙又道：秦姑姑，我忘了拿祖母送我的紫金手串，你先回松清院，我马上过来。不等秦姑姑回应，楚妙就急匆匆地往清福院赶。直到确认秦姑姑先回松清院，楚妙才从清福院走出来。此时他手里拿着一只细软的竹枝，那枝杈上长着几片青葱的竹叶片，风一吹，叶片便往东南方向摇曳。他缓缓往松清院而去，路过楚瑶雪的芙蓉阁时，风向突然转变，叶片转向北，正好是半宴大厅方向。楚妙暗暗勾唇，趁着四下无人，拿出了自己配置好的药粉，倒在掌心。摊开手掌时，风卷起细腻的粉末，飞向北边。第14章惊鸿舞，惊艳4座1。楚瑶雪喜爱用百花做香囊，那些东西应该很喜欢，只是今日吃宴的人恐怕也要遭殃了。药粉散去后，楚妙快步离开，那道玄紫色的身影也在暗处默默看着这一切。待楚妙走后，萧荣锦对暗处的隐卫道：去告诉平南王妃，四公子吃伤了身子，上吐下泻，晕倒在楚家茅房，本世子提前把人送回去了，让他早些回王府。暗处的隐卫嘴角一抖，四公子在茅房里吃美食，也不可能晕倒在茅房。萧荣锦又道：在暗中观察楚府，有任何异动第一时间禀报本世子。话落，萧荣锦脚尖一点，身子踩着比手指还细的竹枝叶，飞离楚家。丞相府的暗卫丝毫未察觉到萧荣锦进出过丞相府内院。前院大厅，喜色满园，宾客云集。这就是身为楚家嫡长女的尊荣，但不属于真正的楚家嫡长女楚妙。楚瑶雪脸上带着绣工精湛的面纱，重新上了眼妆，被林氏从内院带到宾客面前。雪儿，你别害怕，有娘在你身边，你今日就跟着娘，娘不会让你在众人面前失了脸面的。林氏安抚的低声说道。楚瑶雪的嘴是被楚老夫人打肿了的，无论用再厚的胭脂水粉，都无法掩盖她高肿起来的嘴巴。林氏才让她以面纱示人，这样也保留了身边燕京第一美人及第一才女的神秘感。楚瑶雪委屈地靠着林氏道：娘，你相信阿雪吗？我没有对妹妹那样。林氏想到楚妙刚才的态度，眉头深深蹙起。一个除了会点医术却不懂得琴棋书画的女儿，不要也罢。等宴会结束后，他就找个由头把楚妙打发出府，带阿雪嫁入东宫，再把楚妙召回来，免得坏了这门婚事。娘会替你做主。可是祖母呢？楚夫人，这位就是你们府上的大小姐吧？真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啊！还是去年宫宴上见过楚大小姐展示惊鸿舞，那真是惊艳了整个燕京城呀！一群贵妇拉着自己的嫡女簇拥而上。楚瑶雪听到众人对自己的夸赞，心情一下子释然。她楚妙算什么东西，也犯得着她为这点破事而伤心。林氏享受着众人的追捧与讨好，将刚才发生的一点不愉快抛之脑后。今日雪儿也准备在生辰宴再展示惊鸿舞，以答谢诸位百忙抽空参加我大女儿16岁的生辰宴。林氏笑盈盈地说道。楚瑶雪眼眸娇羞，冲着众人扶了一个身。这时外头传来通报声，太子殿下到。楚瑶雪听到通报声时，下意识地挡了一下自己的脸。当摸到脸上的面纱时，楚瑶雪又松了一口气。只要今日不露脸，再养几日的伤，便能揭去面纱示人了。太子莫弘真穿着一袭墨色长袍走入大厅，那长袍胸口的骄蟒寓意着他的身份与威仪。满园女眷纷纷行礼，拜见太子殿下。
莫红真目光落在楚瑶雪的身上，看她面带飘纱，眼眸含媚，她脸上的神情不自觉的柔和。今日是楚家大小姐的生辰，诸位夫人小姐免礼吧。话落，众人附和，谢太子殿下。众人起身，莫红真的目光就没离开过楚瑶雪。刚才孤在外面就听到你今日要展示惊鸿舞。楚瑶雪刚要说话，林氏拉着楚瑶雪的手走前了一步，笑道：回殿下，阿雪近日染了风寒，这2日才好了一些。她本想唱一曲日落南山，可嗓子一直没好全，便改为惊鸿舞。你病了？楚瑶雪心虚的看了他一眼，可这一眼看在莫红真眼里，就像一只病还未好全的小猫，惹人怜惜。莫红真又道：惊鸿舞能跳吗？楚瑶雪点点头，轻微的发声：能的。好，姑也想再看看楚大小姐惊艳燕京城的惊鸿舞。众人纷纷找地方坐着，又或是站着，而莫红真则坐在首位。微风拂过院落，人们并未察觉到那细微的漂浮物悄然落在了满园。第15章惊鸿舞，惊艳4座2。楚瑶雪回厢房换自己的舞衣，身上散满百花香的花水。惊鸿舞的最高潮是可引蝶入院，与蝶为舞，因此而惊艳4座。她穿着红衣，一袭黑发全然散落在背后，墨发顺滑细绸长及腰部，脸上戴着一抹配有珠饰的面纱，双眼画着精致的蝶翼眼妆。她一出场，那一身装扮就惊艳了众人。贵妇们都以楚瑶雪为榜样，要自己的女儿向楚瑶雪好好学习。四周赞扬的声音让林氏很满意，也大大的满足了楚瑶雪的虚荣心。乐声渐渐响起，楚瑶雪在偌大的院中舞台翩翩起舞，她的舞姿伴着满园花香，与百花争艳，惊叹声、鼓掌声不时的传开。莫红真眼神温柔地盯着楚瑶雪，林氏趁着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楚瑶雪身上时，转头看了一眼莫红真的方向。见莫红真那痴迷的神情时，林氏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楚庙的事情没有耽误了瑶雪的前程，想必今日过后。爷，你看天上那是什么？听说惊鸿舞可引蝶，那一定是蝶群被吸引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很快，1只、2只、3只，甚至一群又一群黑乎乎又密密麻麻的东西，快速地涌入丞相府大院内。其中有一只黑蜂落在了一名贵妇的手背。那贵妇看到黑蜂时，尖叫了一声：啊，是黑寡妇！黑寡妇是最不吉利、折人极痛的风类。那贵妇一下子跳起来，将手背处的黑寡妇狠狠甩开。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人的大叫声：黑寡妇！好多黑寡妇！是楚大小姐引来的，快叫她停下来！啊呀，快走开，快走开！大批黑寡妇飞入院内，群攻身上散发着百花香气的楚瑶雪。楚瑶雪因为驱赶萦绕于周身的黑寡妇，不小心扯掉了自己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红肿的嘴巴。5岁孩童顿时指着楚瑶雪道：她的嘴巴被蜜蜂蛰肿了。众人听到孩童的声音，一边赶黑蜂，一边看向楚瑶雪的方向。那黑蜂才刚刚入院，楚瑶雪的嘴巴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被蛰肿了？这分明就是戒尺刑罚而成。快，大家往屋里躲！有人机灵，抱着孩子跑入旁边的厢房。院里的人四处乱窜，走地快的很快脱离现场。可楚瑶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批一批黑蜂前扑后涌围着楚瑶雪，嗡嗡嗡的蜂群声在院里震耳欲聋。楚瑶雪只觉得浑身上下快痛死了，哪里还顾得着自己脸上的形容？她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尖叫：娘，救命啊！快走开，走开！林氏早已坐不住了，他吩咐身旁的莲嬷嬷道：快救大小姐，快！听说黑寡妇的毒针很毒，万一瑶雪的脸被毁了，林氏可不敢想，上哪再去找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儿。莫红真抢在下人救楚瑶雪之前，先脱去外袍，飞上舞台。他甩动外袍，想以此驱走楚瑶雪身上的黑寡妇，谁知那些黑蜂连他也一块攻击。一开始一小片，最后成群成片附上他的身体。楚瑶雪与莫红真抱成一团，这下更多人慌了。快救太子殿下！几名宫中侍卫冲上舞台。与此同时，一名手里拿着叫花鸡的圆脸少年，另一只手里拎着刚从茅坑里掏出来的 fan， 径直走上舞台，把 fan 泼向了楚瑶雪与莫红真的方向。第16章惊鸿舞，惊艳4座3。那粪水如天女散花一般，在院中舞台散开的瞬间，围在太子四周的侍卫们纷纷缩起鼻子，低头嗅自己肩上衣物那一片片湿哒哒的异物。这是什么？好臭！那原本群攻太子与楚瑶雪的黑蜂，只在一瞬间就飞离了院子。平南王府四公子萧幼卿顿时跪在地上，一副惶恐不安的姿态认罪，求太子殿下降罪。方才草民见毒蜂黑寡妇涌入丞相府，便想到了3年前草民的三哥曾在北疆运用过的引蜂术。那黑寡妇最喜欢花香，而北疆一带是黑寡妇出没之地，草民的三哥借着黑寡妇的剧毒，用花香引黑寡妇到战地。
我方战士为赢得那场战役，满身满脸涂抹牛羊鸡粪，甚至是茅坑里的人粪，以5000人兵力战胜对方5万人马。所以草民便第一时间赶到丞相府的粪坑，掏来这一桶驱风之物。草民自知有罪，不敢邀功，求太子责罚草民，只要能救太子殿下，草民万死不辞。说完，萧右卿把手里的叫花鸡放到嘴里，用力咬紧，然后两手举高，冲着莫红珍方向俯身贴地，瑟瑟发抖的跪拜。而莫红珍此刻的脸色别提有多难看了。他方才一直抱着楚瑶雪，当那一桶粪水浇过来的时候，那污秽之物尽数落在了他头顶和肩膀，那一股味啊，他可能都能把刚出世喝的第一口奶吐出来。当然了，他怀里的楚瑶雪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是背对着萧右卿的，粪水浇落时，他暴露在空气中的肩膀背部直接接触那异物。当萧右卿说浇在他身上的驱风之物是丞相府茅坑里的玩意，楚瑶雪当下推开莫红珍，还朝着莫红珍那边狂喷口中秽物。噗，这一喷就直接喷到了莫红珍的脸面口鼻。本就面色如灰的太子此刻对楚瑶雪再无耐心，甚至还露出了厌恶之色。全福公公吓坏了，天啊天啊，萧右卿你怎么敢，你怎么敢，我定要叫皇上杀了你的头，快送太子殿下洗漱更衣。这时太子身边的谋士赶紧出面阻止说，太子殿下，那黑寡妇的风真是剧毒，少量被蛰不足为患，若像刚才那一大批黑风久久停留在殿下身上，殿下的四肢恐就要废了。那份物的确是驱赶黑风的好法子，当年荣安世子也的确利用黑寡妇的喜好引风入战，就连荣安世子也亲自涂抹驱风之物迎敌而上，才保住了北疆11座城池，击退天奴人。莫红珍以贤明入主东宫，他心里恨不得把萧右卿五马分尸，然而他不能杀他，反而还要好好的感激他，加赏他。谋士又道，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扶太子殿下回厢房洗漱，再好好检查过身子，及时拔出风毒针。快扶太子殿下去洗漱。林氏早已吓破了胆，此时也找回了一点理智，定要好好伺候太子殿下。就这样，莫红珍被粪水熏得难以张口，只任由下人扶着他去偏院洗漱。至于楚瑶雪，他被黑风蛰得太厉害，整张脸又红又肿，就在刚才口喷秽物时就晕倒了。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在楚瑶雪身上，低声细语，议论纷纷。就在这时，林氏身后的关嬷嬷突然惊呼，这不是二小姐吗？第17章惊鸿舞，惊艳4座4。老奴刚才就觉得大小姐的惊鸿舞哪里不对劲，肢体僵硬，舞步错乱，完全不像之前大小姐在宫宴起舞时来去自如。二小姐之前在后院偷走了大小姐一只簪子，被老夫人用戒尺刑罚过，没想到二小姐竟知错不改，顶替了大小姐的生辰宴，却招惹来黑寡妇，险些害了太子殿下。关嬷嬷这番话落下时，林氏忐忑的心情顿时像杵着一根定海神针，瞬间冷静了下来。那舞台上的人早已被黑风蛰得面目全非，谁敢说她是楚家嫡长女楚瑶雪呢？只要把所有的错推到另一个女儿身上，瑶雪还是燕京第一才女，还是太子的未婚妻。若是让人知道晕倒在舞台上的是长女，那楚家与太子的这道婚约恐怕就毁了。他本就想将楚妙送走，眼下就是楚妙为家族贡献的时候。林氏顿时板着脸，一脸生气的样子，怒斥道，楚妙，没想到你为了出风头，竟不惜一切代价欺上瞒下，如今还给家族蒙羞，惹出这等祸事。夫人，奴婢看二小姐已经被黑风蛰晕了，二小姐脸上的伤恐怕不轻，就当时责罚了二小姐，眼下还是让人把二小姐扶回清福院，治治脸上的伤，看看还能不能挽救一二。关嬷嬷每次提到二小姐这个称呼，就会故意喊得很大。林氏心里是很着急楚瑶雪脸上的伤，关嬷嬷的话无疑给了现在的处境一个台阶。林氏故作气恼说道，把二小姐送回清福院，派人去马上找到大小姐。是。关嬷嬷顺理成章跟着舞台上的楚瑶雪一块离开半宴大厅。而刚才黑风出没，大家都没有了用餐的心情，再加上那舞台上飘来一股子屎味，面对桌上再多的美食，他们也咽不下去。只是众人也不是傻子，那舞台上的人被黑风蛰得面目全非，一个婆子是怎么认出那是楚家二小姐的？虽然有人质疑，但是谁也不想出头去得罪楚家。很快林氏就送走了宾客，各家贵人临走的时候，林氏还送个大礼，算是变相的封口费。此时松清院那边很快就得到了前院出事的消息，以及林氏用楚妙的身份顶替召来黑风被黑风蛰得面目全非楚瑶雪。楚老夫人当下气得剧烈咳嗽，这林氏他竟敢嗨咳。祖母，楚妙从外面走入，听到楚老夫人的咳嗽声后，一个箭步冲了进来，跪在楚老夫人身侧，梳理老夫人的后背，同时按压她锁骨中间窝的穴道。楚老夫人很快稳定了下来，但她还是气林氏不顾亲生女儿楚妙的名节，把楚妙推出去。气楚妙何其无辜，
一出生就被换了人生，流落在外吃尽苦头，好不容易被家族接回，却要被亲生母亲这样糟蹋。走，祖母一定给你讨一个公道回来。楚老夫人握住了楚妙的手，就要起身。楚妙立刻按住楚老夫人，道：祖母，最好的公道就是让世人认清我楚妙的身份，要一次杜绝此事。林氏把楚瑶雪才情及自身的荣辱看得很重，但凡有利用价值，他不会放过一点机会。楚老夫人看着楚妙，听出了他话里有话：孩子，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我陪祖母去福林寺行医，救济百姓。楚老夫人晃了一下神，老眼泛着泪光，苍老的手攥紧了楚妙的手，一下子明白了楚妙的用意，道：有请，东西先不用再收拾了，马上安排马车，我跟小姐直接去福林寺，要快，要赶在林氏赶来阻拦之前，把楚妙带离楚家。第18章，宋军远行，望君平安归依。而他们前脚刚走，后脚林氏就赶到了松清院。松清院院门紧闭，由其管事守门。来人，闯进去捉拿克星二小姐。林氏得到了楚丞相的首肯，顾不得礼仪尊长，势必要将楚妙从松清院带出来，送离丞相府。他不光要送走楚妙，还要大肆宣扬的送，让满城都知道，今日在楚瑶雪的生辰宴上，是他的二女儿楚妙为了出风头，顶替姐姐跳惊鸿舞，反引来黑寡妇。齐管事为了拖延时间，与林氏在松清院外纠缠许久，才把林氏放进去。另一边，楚老夫人的马车已经出了城门，一直在暗中观察楚家动向的那双眼睛，很快回到了平南王府御景院。因为刘光单膝跪首，向背对着他的萧荣景汇报：世子，属下按你的吩咐，让四公子驱走了黑风，太子与楚大小姐都染了一身污物，太子殿下当场黑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至于楚家大小姐，他们是如何处置楚二小姐？萧荣景手里拿着自己的佩剑，用擦拭剑柄的帕子来回擦抹剑刃，对刘光口中的楚大小姐、太子殿下丝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只小可怜。太子殿下被扶回偏院后，楚夫人身边的嬷嬷对着晕倒的楚大小姐喊了一声二小姐，楚夫人也当众认定晕倒的是楚二小姐。刘光道：和萧荣景冷笑了一声，剑刃上映着他英俊不凡的脸，漆黑的眸子比剑锋还要犀利。楚妙还真是个毒辣的小可怜。楚夫人得到楚丞相的允许，带了不少人去松清院捉拿楚二小姐。不过楚老夫人早在1刻钟前带着楚二小姐离开了楚家，前往福林寺。刘光道：这时门外传来萧家萧管事的声音：世子，有战报，王爷要世子准备前往翁山剿匪的行装，立刻到军营集合。萧荣景收起利剑，修长挺直的身子，缓缓转身问：那楚妙已经到了何处？楚夫人派人去追的时候，楚二小姐与楚老夫人的马车刚好出城门。据属下所知，楚老夫人身子不适，根本不适合快马赶路，若是楚夫人的人再快些，很快就能追上楚二小姐。萧荣景薄唇上扬，那不羁张扬的笑容隐藏着一抹狡黠的算计。出城剿匪，燕子岭。楚老夫人明显气促。楚妙让人在竹林小道停下马车，然后从秦姑姑手里拿来药物，喂给老夫人喝下。楚老夫人粗粗地喘了一口气，抓住了楚妙的手道：不要停下来，你娘那个人不会轻易让你就这样离开的。祖母，楚妙是要带着健健康康的祖母走，而不是让祖母陪着楚妙受苦。若因楚妙而连累了祖母，楚妙宁可被他捉回去。你的身体不适合再赶车，休息吧。听秦姑姑说，自从她的姑姑离世后，祖母就患上了心疾之症。心疾是不育之症，需要静养。楚妙不要祖母的身体再受损，可楚老夫人的想法也跟她一样，她也不希望楚妙再受到任何伤害。祖母没用，但是也不是没有万全之策。有请，奴婢在。你带小姐坐后面那辆马车，先去福林寺，寺中有人会保护小姐。我与宋嬷嬷先停留休息，等我身子好些，再慢慢赶路过来。楚老夫人吩咐完后，握紧楚妙的手：妙妙，听祖母的安排，祖母不会让自己有事，祖母还要看着妙妙成亲生子呢。楚妙喉咙一梗，这一句成亲生子是多么沉重期望，答应祖母，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自己。楚妙看着老夫人，正要回话时，悠悠竹林的尽头传来了踏啦踏啦的马蹄之声，众人心弦瞬间绷紧。第19章，宋军远行，望君平安归二。快走，孩子！楚老夫人太了解林氏此人，楚瑶雪是她的心血。从楚瑶雪懵懂启蒙时，就被林氏逼着学习琴棋书画，样样要比别的女子出色。为了巩固楚瑶雪未来太子妃之位，林氏绝不会轻易放弃养女。而作为对琴棋书画不太精通的楚妙，就成了林氏可弃的废子。更重要的是，林氏背后他的儿子楚相撑腰，他们都是被权贵熏心迷了眼。秦姑姑拉着楚妙的胳膊道：小姐，先走吧，夫人不敢拿老夫人如何？祖母要先保重自己的身体，切莫为了楚妙伤了根本。你还要看着楚妙成亲生子的。楚妙一边往马车外走一边说。
楚老夫人含泪点点头。楚妙与秦姑姑很快上了后面那辆下人用的马车，先行离开。而在楚妙离开后没多久，萧家军赶上了楚老夫人的马车。为首的男子身穿黑色战甲，手拿飞鹰踏云佩剑，腰上别着一串白玉云坠，头戴铁质盔甲，浓黑的发都收进了头甲底下，露出俊美精致的五官。来到马车前时，萧荣景拉紧了缰绳，停在楚老夫人的马车旁，问：“不知是楚家哪位贵人出行？”楚老夫人听到外面的声音，一颗焦虑的心缓了缓，手紧紧地捏着佛珠道：“老身古氏。”萧荣景抱拳作揖：“小辈见过楚老夫人。不知楚老夫人是要往何处去？小辈正要去翁山，若是顺路，可让人护送楚老夫人。”他彬彬有礼的问候，博得了楚老夫人的好感。荣安世子在燕京的名声，就与楚瑶雪在燕京的名声一样，都是站在高处的顶尖人。他跟他的母亲平安王妃打过交道，但荣安世子却鲜少在他跟前来往，只在宴会时受过他几个晚辈礼。因此，萧荣景给楚老夫人的印象是谦容有礼的贵公子。今日不成想，倒是个知人情世故的孩子。老身这身子暂时不适合赶路，不过老身让身边的人先送老身那二孙女去福林寺上香，若有萧家军庇护，必能让楚庙平安到达福林寺。虽说这一带还算安全，但夜快来临，深林小道也有虎狼出没。我派2个属下护老夫人左右，正好前往翁山与去福林寺顺路。老夫人且安心休息好身子，再赶路。说完，不等楚老夫人答谢，萧荣景就留下了2个引卫护送楚老夫人，而他扬起鞭绳，快马加鞭追赶前方的马车。踏踏踏的声音快速拂过，楚老夫人下意识地掀开帘子往外看。宋嬷嬷说：“荣安世子看起来挺好相遇，人又懂事又有礼，若是谁嫁给了荣安世子，那一定是去平南王府享福的命。”楚老夫人心头一动，平南王与平南王妃只生了一子萧荣景，其余6子皆是战场将士遗孤，但他夫妇2人将这些孤子当成了嫡子来培养，可见平南王夫妇为人心善。妻子中成年的孩子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从未听到后院传出乱七八糟的糟心事。若是他的妙妙能嫁入平南王府，就不必处处受制于他的母亲林氏。只是姻缘天定，他不愿再像当年逼迫自己女儿那样自以为是的替楚妙选夫婿，最后未必就幸福。且看妙妙的造化了。第20章，送君远行，望君平安归3。马蹄声渐渐临近，楚妙所乘坐的那辆马车拼了命的往前追，车夫连头都不敢回。秦姑姑抱紧了楚妙的身子，用自己的身板做肉墙，替楚妙挡住几次碰撞。楚妙攥紧了秦姑姑的衣物，眼底尽是对林氏的滔天恨意。无论是祖母还是秦姑姑，前世都没落的好下场。就算林氏真的把她捉回去，她也有办法反咬林氏一口。可她不想让祖母担心。外面突然传来吁的声音，是熟悉的声音。马车顿时缓速，最后慢慢的停下来。秦姑姑心头一跳，对车夫道：“怎么停下来了？”车夫没有回应。这时，马车帘子从外面被人挑起。楚妙抬眸看向马车外挑起帘子的飞鹰踏云剑，那是萧荣景的佩剑。帘子半开，一双明亮漆黑的眸子映入楚妙眼中，那张再熟悉不过的俊颜赫然出现。车夫行礼：“奴才见过荣安世子。”萧荣景坐在马背上，微微歪侧脑袋，说道：“本世子受楚老夫人所托，护送楚二小姐去福林寺，刚好顺路。”秦姑姑松了一口气，对着萧荣景点头行礼道：“多谢荣安世子护送，若能与荣安世子的军队随行，那就再好不过了。”他眉宇飞挑，楚老夫人也是这么说的。今日怕是过不了燕子岭了，你们随本世子的军队到前面燕子谷留宿一夜，燕子山豺狼虎豹不少，可要跟紧了。萧荣景放下帘子时，朝楚妙那儿瞥了一眼，帘子落下，楚妙心情复杂的盯着飘动的帘子。萧荣景带着这么多人马，是要去哪里？翁山剿匪也还需半个月，难道是提前了半个月？马车走了将将1个时辰，停在了燕子谷。楚妙找了个借口，去了前面的小溪打水洗脸。萧荣景刚好在他左手旁不远处的岩石上站着，他手里拎着水袋，畅饮了几口。楚妙看着溪水中男人的倒影，他不知道的是，萧荣景也在看着他水中的影子。2人的目光间接性的接触，萧荣景看了一眼楚妙的影子，就拧紧水袋，潇洒恣意地坐在岩石上，问：“你还有没有药？”楚妙疑惑地看他：“楚府请封入翁。”楚妙眼皮子跳了跳，又被他发现了。你要用它来做什么？他看了眼萧荣景后面的萧家军，又要打仗了吗？萧荣景说：“翁山的山匪近期频频作乱，皇上派我前往清理干净。”楚妙心头猛地一跳，真的是去翁山。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在萧家军里，那个坐在大树底下的少年郎脸色微不可察地变了，竟然提前了整整半个月。最重要的是，萧荣景此次剿匪依旧带上了他。萧荣景也察觉到他神色不对，刻意回头看了看树底下的宋凌恒，
眼眸微暗，回头又道：“用来剿匪，应该能一次剿匪干净，你觉得呢？”有。楚妙起身道：“不过听说翁山多的是蛇蚁，倒不如引蛇蚁入翁山匪窝，助世子一臂之力，你觉得呢？”“不错。”他指了指对面的小竹林，道：“我在那等你。”“好。”他转身回到了马车，打开行医箱，给萧荣景配了引蛇药，还有一瓶镇毒丹。他想，若萧荣景真的遇到什么不测，这镇毒丹可以帮他一二，为他拖延生命时间。第21章，送君远行，望君平安归寺。当然，最好不要再受伤了。他又拿了一些处理外伤用的药物，拿一块小布囊包扎好，这样他可以带在身上，随时取用。很快，他拿着装好的医用药物去了燕子谷后面的密林。萧荣景就站在竹林旁，他小跑过去，把包好的药物双手递上：“荣安世子，这里面有引蛇药、镇毒丹，还有外伤所用之物的药物及包扎伤口的东西。你把这白带子绑在腰上或腿部，随身携带。”萧荣景接过沉甸甸的东西，盯着楚妙看了看，反问道：“你这是在关心本世子吗？”楚妙神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说道：“就当是封口费啊。若萧世子日后再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事，还望海涵。当然，也是感谢萧世子今日2次出手相助。第一次，他没有揭发他在南苑竹林的行为；第二次，他让萧老四掏了一桶粪浇在那一对狗男女身上。于情于理，他都得好好感谢他。拿这个想堵住本世子的嘴，本世子会不会太吃亏了？”萧荣景一边说，一边却将那布囊系在腰上。沉重的战甲刚好将白色布囊遮得严严实实。楚妙微微笑道：“我说过，若日后萧世子用得上我，可以找我楚妙，我是医者。你就这么不盼本世子好？”萧荣景低笑了一声，他还未见谁封口送药的，或者欢迎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去找他这个女郎中治病就医。这若是换成别人，早把他扫地出门了。但他总觉得楚妙像能预判什么。楚妙笑了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回应他这句话。翁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嫁给他后，熟悉地掌握着他的身体状态。他比谁都清楚，萧荣景在那次重伤后留下了多沉重的残疾。他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情有多焦虑，他盼他平安归来。他往后退了一步，道：“你我本是萍水相逢，但相遇即是缘。我楚妙自然盼着好人平安，可谁又能保证，在你每一次征战时，你所保护的那座城里，没有恨不得你埋尸占地的人呢？犯我之人，我必千倍奉还；但与我有恩之人，我也可以拿命相报。我给世子的东西，自然希望世子永远都不会用在战场上。”一番话说完后，楚妙作揖行礼，缓缓转身离去。萧荣景站在原地，细细地品察他话中的意思。看来翁山剿匪，剿的不是一般的匪，剿的是他萧家军。深夜，楚妙靠着马车休息时，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的正是萧荣景遭人暗算，中毒倒下的场面。那人手拿胳膊粗大的棍子，敲碎了萧荣景的双膝，划断了萧荣景的手筋，震碎萧荣景的丹田，废他四肢，让他成为一个废人，将他推下陡峭的斜坡。楚妙想在梦中拉他一把，阻止他往下滚，可是他只能在梦里眼睁睁地看着萧荣景滚落，最后一头磕在了大石上，不省人事。楚妙绝望地唤道：“萧荣景！”他猛然睁开眼睛，就见那熟悉的面容赫然撞入他的瞳眸，让他分不清是前世还是今生。他一把扑过去，抱住了蹲在他面前的萧荣景。第22章，送君远行，望君平安归伍。他一把扑过去，抱住了不知何时出现在马车里的萧荣景，泪如雨下。梦太真实了，不，这或许就是萧荣景当时遭遇的。他内力超群，武技屈指可数，唯有他最信任的人才有机会近身毒害他。他没想到他当时是这么惨的，可他已经够惨了，他却以一个棋子的身份靠近他，给他光，温暖他最黑暗的日子，让他信任他，将自己全盘托付给他，而他却是捅他最深的那一个人。他也用着同样的手段下毒毒害他的父亲平南王，令平南王武力尽失，万箭穿心而死。他眼睁睁地看着平南王妃进入狼窝，名节尽失，最后跳落高崖自尽。还有他的兄弟们，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他才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再伤害你了，阿锦。你要好好活着，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活着。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我不会再做别人的棋子，不会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要好好活着，对不起。他小脸抵在他肩膀，泪水一颗颗打落在他肩头战甲上，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萧荣景一时间愣住了。秦姑姑去外面的小溪打水煮吃时，楚妙一个人在马车里。他路过马车，听到马车里有人唤萧荣景、阿锦的字眼，于是就上马车一探究竟。如今楚妙这副模样，倒叫萧荣景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双手摊开，呈现半蹲跪姿，一动不动，只有眼珠子在轻轻地移动着。嗓音低沉又小心翼翼地问：“
在跟本世子说话吗？近在耳边的声音拂过楚妙的耳畔时，楚妙的哭声戛然而止。他瞪大双眼看了看四周，随后又低头看下身边的人，那冷冰冰的战甲刺激着他细腻的肌肤。他猛地抬起身子，从梦中惊醒。楚妙抬起双手擦拭满脸泪水，我刚才又梦游了。萧荣锦，如果我刚才说了什么胡话，你不要当真啊。我这个病好多年了，爷爷跟我说是因为我养母去世受到了刺激。楚妙擦完眼泪，略显尴尬。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一堆话噼里啪啦往外吐。可萧荣锦却一脸茫然。你养母叫阿锦？萧荣锦反问道。楚妙再次一愣，我刚才喊阿锦。萧荣锦重重点头，黝黑的眸子散发着肯定的光芒。楚妙揉了揉太阳穴，道：我养母不叫阿锦。那谁是阿锦？收养我的爷爷有一只老黄狗。哼，萧荣锦薄唇抖了几下。那你家的狗不应该随你姓楚或是别的姓吗？怎么也姓萧？楚妙刚从噩梦中惊醒，一时间脑子没转过弯来。萧荣锦没好气地说，不光跟我祖上同姓，还随我同名，也叫萧荣锦。楚妙听到这话，顿时就觉得自己随便扯的谎言有些离谱了。不是，他想解释，我刚才做噩梦了，我梦见。想清楚了再说，你梦见的到底是狗还是人的萧荣锦？本世子可一点都不好糊弄。第23章，送君远行，望君平安归六。楚妙被堵得哑口无言。这萧荣锦的确不好糊弄，别看他一副狂傲不羁的模样，他内心却十分缜密。既然他刚才听到他在梦中唤他的名字，那萧荣锦一定会对他起疑心。他总不能说他梦见了前世的他。他看了看他，萧荣锦也看他。他见他久久未回应，在他抬眸看他的时候，剑眉轻挑，薄唇上扬，似乎在告诉楚妙，他有耐心等他解释。楚妙也破罐子破摔了，道：我刚才的确梦见了萧世子。萧荣锦眉峰再次一挑，轻嗯了一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不过不是什么好梦，我也记不清了，但是爷爷曾经跟我说过，梦跟现实是相反的。楚妙在此祝君从翁山凯旋。话音刚落下，萧荣锦俊颜突然凑近了楚妙的脸。楚妙吓了一跳，身子重重往后一靠，后脑勺也贴在了马车板上。你梦见本世子了。两人面对面，相隔得很近很近，彼此的吐息喷洒在彼此的脸庞，两股气息融为一体。这种感觉，萧荣锦竟然一点都不讨厌。相反，楚妙身上没有人工花香，却有一股淡淡的药草气息，跟他母亲身上那股清淡的药草味很相似，让他觉得很亲切。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楚二小姐对本世子是过忧而有所梦，还是过思而有所梦？你莫不是？他停顿了一下，轻轻地吐出后面的几个字：喜欢本世子。楚妙的心砰砰地加速跳动着，面上的燥热绯红一瞬间从颈部窜上耳背。若是换成别的女子，一定马上推开了萧荣锦。然而，楚妙眼底涌动着泪光，不争气的又落泪了。被他喜欢有什么好的？他可是罪大恶极的毒妇。可萧荣锦却这么开心，虽然他的欢喜只是一种调侃，他还是觉得一点都不好笑。萧荣锦看他泪水涌落，眉梢上那一抹笑意渐渐散去，身子往后退，蹙眉道：只是开个玩笑。楚妙低头擦了擦泪，我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报？翁山是埋我1000萧家军的陷阱。萧荣锦觉得定是楚丞相那有什么谋划被楚妙听到了，所以楚妙才会对翁山剿匪一事如此敏感。而萧荣锦问出这番话的时候，楚妙也猛然想到了合理的解释。对，他必须告诉他，宋凌恒是太子的人，包括整个宋家都已经倒戈在太子那一边。我之前在我爹书房里找书，我爹与太子进书房议事的时候，不知道我在里面，我听到他们在谋划翁山剿匪一事，太子殿下意欲借助宋公子的手除掉你。楚妙语气沉重地说道。萧荣锦眼眸里的光渐渐暗了下来。我看萧世子是个不错的人，不希望有人死掉。他攥紧衣物，其实这件事情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我几乎每夜都会做同样的梦。我刚才就是梦见萧世子遭人毒手，那人是你亲近的兄弟，他却在你背后把带了剧毒的剑捅入世子的心口，在世子动弹不得时敲碎世子的双腿，废除世子的双手，还有震碎了世子的丹田，然后把萧世子你推下崖。将沉重的心事说出口后，楚妙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这样提示他这一次就不会再受伤了吧。第24章，楚家女妙手回春衣。马车外头传来了秦姑姑的声音。楚妙回过神来，萧荣锦已经起身，他抬起手，像摸孩子一样把大掌覆落在他的头部，轻笑了一声道：我不会辜负了你一番美意。说完，他撩开他身后的布帘，打开马车后门的栓子，在秦姑姑上马车之前推开了马车后门，飞跃离去。翌日晌午，楚妙到了福林寺。
而林氏派来捉拿楚妙回去的那一群家仆，昨日被不明来路的黑衣人打劫了。那一群人不光劫走了10几个家仆的车马，还将他们衣物扒去，只留一条蟹裤倒挂在树枝头上，喂了一夜的蚊子。到了第2日清晨，才有人从上面挣脱，急急忙忙就往楚家赶。林氏看到一排狼狈不堪的家仆时，脸色都变了。他拿起了桌上的花瓶，恶狠狠地砸向他们，低吼道：“你们这群废物，我不是让你们把二小姐带回来吗？你们怎么成这副模样？我让你们抓的人呢？”一名家仆抱住了扔过来的花瓶，跪着哭诉：“回夫人，奴才本来已经快追上老夫人的马车了，可是谁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那群黑衣人拦截下了奴才们的马和马车，将奴才衣物扒去，捆在树上。奴才好不容易才挣脱下来，第一时间回府向夫人禀报情况。那群黑衣人身手了得，定是练过家子的杀手。夫人，这怕是老夫人留的后手。”林氏气得面容通红。一名身穿着朝服的中年男子双手负背，从门外快步走入大厅。一旁的管事上前接过了中年男子头顶上的官帽。林氏见此，快步迎前道：“老爷，让楚妙跑了。”楚正德径直地走到茶椅前，端起茶水大口饮尽，这才说道：“我刚进门就听到夫人大发雷霆。老爷，我这不是着急雪儿吗？如今只有弃楚妙保雪儿，才能稳住与太子殿下的婚约。妾身这也是为了老爷和楚家打算，要不然……”我知道。楚正德轻轻放下茶杯，眼底的锋芒微闪了一下。娘带着楚妙离开燕京也好，回头你找个人假扮成楚妙，从正门抬出去，这样路过的老百姓就会知道，昨夜引黑寡妇入楚家的是楚妙，克星也是楚妙。到时我楚家就对外宣布，楚妙煞星孤命，克父克母克兄姐，需送往福林寺受佛光镇压，才能镇住他一身煞气，保燕京老百姓不被牵连。林氏听到这番话，心头一颗大石重重落下，然后长长的舒出一口气，露出了笑容道：“还是老爷有法子。夫人就是心急乱了分寸。阿雪的脸怎么样了？”林氏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了大半。霍太医和李太医从楚瑶雪身上拔出了100枚黑风毒针，特别是她的脸几乎被毒针折得密密麻麻。就算毒针被清理干净，可残留的毒素会令她的肌肤硬化，很难恢复到从前的状态。若想完全治好楚瑶雪的脸，她必须找到5年前曾治好一丑女的艳衣。第25章，楚女有药，妙手回春2。林氏收好自己的情绪，道：“霍太医说毒针都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只要好好治疗，不会有什么大碍的，老爷放心吧。”“太子也很关心阿雪的伤势，下个月中秋节，皇后要大办赏月宴，你要在阿雪的伤势上多用点心，到时让阿雪以真面目示人，再跳惊鸿舞，这样就能完全堵住一些人的猜测，也能挽回楚家昨日尽失的颜面。至于楚妙呢，他作为父亲，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为他所用。太子有别的想法，你也要叫人去福林寺宽慰宽慰他，他如今只能依靠楚家，将来还是有别的用处。”楚正德说完，便理了理自己的朝服，然后起身。林氏跟着出去，道：“是，老爷，楚妙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若不是他流落在外，我也不会让他去顶这份罪，受这份委屈。”没多久，路过楚家左丞相府的老百姓看到一群婆子担着架子从大门走出来，那躺在担架上的女子面目全非，痛苦哀吟。围观的人隐隐听到女子叫唤：“娘，娘，楚妙知道错了，娘你不要丢下我。”林氏从里面走出来，板着脸严厉的呵斥：“妙妙，你偷你姐姐的簪子，又打伤你姐姐，假扮成她参加昨日的生辰宴，妄想出风头，却引来大批黑寡妇，差点伤了太子殿下及参加晨宴的宾客。娘不敢再留你，今日一早娘特意找到青天监的王天师算过你的八字，你命中带煞，是煞星孤命，若继续留你在府上，还不知会先克死谁。你若是克死我这个母亲，算我认栽，谁让你是生的一块肉？若是克了你祖母或你爹爹，又或是你姐姐，我身为你的母亲，良心难啊！”林氏的话语吸引了更多的旁观者，流言如虎。特别是楚家这样的权贵之家，出了一个天孤煞星，那真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很快，楚家二小姐是天孤煞星之命的事实传遍整个燕京城，甚至传出城外10里8乡，就连3岁小儿都知道楚家的二小姐楚妙生来命贱，是孤女之命，有克父克母克兄姐之威。远在福林寺的楚妙已经搭好了一枕棚，她走到就枕椅上，轻轻抚摸上面的枕脉垫子，眼底闪烁着一抹澄澈的光华。上一世，她一身医术用在萧家，算计他们摧毁萧家人的身体；这一世，她要用这一身医术救良善之人，谋一条属于她的生路。就在这时，一个纸条丢在她面前。楚妙愣了一下，纸条丢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只觉得眼前浮过了一道影子，有人扔下纸条后就跑了，而且还是一个身手了得的人。她拿起纸条跑出一枕棚，朝着那人消失的方向快速追去，
很快就转到了福林寺后山的一棵古树旁。楚妙环扫四周，并未立刻拆开纸条，而是对那人喊了一声：“出来，我知道你躲这里。”前世他双眼被墨红针挖去后，听觉特别敏感。那人扔下纸条后，就是往西的方向离开。片刻后，一位身穿着黑色暗卫服、身形娇小的身影从古树后面走了出来。推荐作者名下同类型完结书《团宠皇后重生了》，女主秦曼娇，男主楚瑶。第26章：楚女有药，妙手回春3。刘盈，萧荣景身边的隐卫之一，他擅长搜集情报、反杀计谋，是隐卫中排名在第3位的顶尖杀手，可见他的实力。但是他竟然出现在这里。想到刘盈刚才丢给他的纸条，楚妙立刻拿起纸条摊开。这纸条很细但很长，上面写着密密麻麻却字体工整的信息，都是这2日燕京城传的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与他有关。刘盈已经走到楚妙面前，拱手作揖道：“属下刘盈见过楚姑娘。”楚妙一脸疑惑：“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刘盈道：“主子说楚姑娘对主子有救命之恩，理应以命相报。主子要刘盈跟随在楚姑娘身边，任由楚姑娘调遣。主子说，若楚姑娘不愿留下刘盈，刘盈就自裁谢罪，不必再回隐卫营。”楚妙眼皮子狠狠跳了2下，这还真是萧荣景能干出来的事。说他对他有救命之恩，这就离谱了。他本想还前世恩情，他却用救命之恩回报。不过眼下这刘盈，他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刘盈见他久久未回应，抬眸瞥了一眼楚妙手里的纸条，道：“这是属下这2日搜集到的燕京流言。2日前的清晨，楚夫人让2名婆子担着1名被黑风折得面目全非的女子，顶替楚姑娘你的身份，在众多老百姓的面演了一出好戏。如今整个燕京城及城外的10里8乡都知道，楚姑娘你是天孤煞星，被送往福林寺受佛光镇压。”楚妙再次低头看手里的纸条，唇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冷意。林氏从未让他失望过，这一次也一样。刘盈又道：“属下还打听到了另一件事情。”“什么事？”楚妙抬眸看刘盈，反问道。“楚夫人在暗石花重金寻找燕一的下落。”楚妙听到这句话，差点没笑出来。燕一啊，他曾帮1名14岁的女子治好了左半边脸上的黑块斑，因而被人誉为燕一。这些年，他以燕一的身份治好了不少躯体上因天生或后天而染上斑点的女子，名声越发响亮。前世为了讨好林氏，他把自己研究的保养药品尽数奉献给林氏与楚瑶雪。他们只知道他调的药膏可以让肌肤回春，却不知他另一重身份。也就只有送上药膏的时候，林氏才会对他和颜悦色。如今他把他的药拿去喂狗，都不会让楚瑶雪染指半分。不过他倒是想到了另一件事情，金皇后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办赏月宴，身为燕京第一才女、第一美人，又怎肯放过这次出风头的机会呢？黑寡妇毒针虽不致死，却不容易治，想必林氏急了，才会跑到暗石花重金寻找燕一。楚妙心情大好道：“刘盈，在你主子回来之前，我暂时先留你，等你主子回来之后，我会送你回去，亲自跟他说清楚，保你性命。”刘盈跟着他没有前途，只有在萧荣景那才能发挥他的技能，而且他也不想再欠他前世的债金生还，他帮他不过是在还债，哪来的恩情？楚妙又道：“接下来我要你帮我办几件事情。第一，去暗室拿下林氏的赏金，我有药，这赏金不拿白不拿，至于要吗？第二，让燕京城那些流言持节发酵，我希望入宫参加中秋节赏月宴的贵妇贵女们，谈及到楚二小姐引黑寡妇入楚府的事件时，还能津乐道。林婉婉，你这么渴望保住楚瑶雪，那这一次我就让你做白日梦去。”第27章：楚女有药，妙手回春4。第3件事，他看了看刘盈，又说道：“找到那个顶替我的姑娘。”“是，楚姑娘。”刘盈转身就要去办楚妙吩咐的3件事情，却又被楚妙给叫住了。“刘盈，等等！”刘盈脚步微顿，回头看了他一眼，便又回过身问道：“楚姑娘还有何事要吩咐属下？”楚妙瞳孔深深地看着他，道：“你自己也要小心。”刘盈轻愣了一下，他们隐卫如同影子，只有服从命令和死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却从未有人让他们小心，因为隐卫营里不允许有别的情感存在。“是，姑娘。”楚妙刚走出福林寺西谷院，就听到秦姑姑在找他。他快步迎前道：“秦姑姑，楚妙在这。”秦姑姑循声而来，拉着楚妙的手道：“奴婢还以为小姐你迷路了，特意出来找你。老夫人已经到了福林寺。祖母现在在哪里？”“一来就去了福林寺娘娘宫上香祈福。”“那我们去找祖母。”楚妙赶到娘娘宫时，楚老夫人双手拿着3支香，潜心祷告。楚妙站在一旁，双手合十，不敢打扰。
等楚老夫人停下了嘴里的念叨时，才缓缓睁开双眼。一旁的高僧接过了楚老夫人手里的香。楚妙唤道：“祖母。”楚老夫人听到身后的声音，在宋嬷嬷的搀扶下，转过身看向楚妙：“妙妙，快来给七娘娘磕头，让七娘娘保佑你。”楚老夫人照了照手道。楚妙温驯的点头，走到蒲殿前。可是她并没有跪在府殿上，而是跪在了粗糙的地板上。楚老夫人及身后秦姑姑与宋嬷嬷皆震惊地看着楚妙。独独那站在楚妙面前的高僧杜晨方丈，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娘娘宫内一时间鸦雀无声，唯有楚妙对着七娘娘磕头的声响。她每磕一下头，便会抬直身子，双眸深沉复杂地看着七娘娘，心里却在对着七娘娘说：若七娘娘能庇佑世人，请求七娘娘护我祖母百岁安康，荣安世子毫发无损的平安归来，萧家百年基业，余生顺遂。她许下了心愿，连磕了10下头，额头泛着微红的疮面。杜晨方丈掐着佛指：阿弥陀佛，施主，七娘娘已经听到你的诉求。楚老夫人道：有请，扶小姐起来。秦姑姑走过去，把楚妙从地上扶起来。楚老夫人看到她额头上的磕伤，心里既安慰又心疼，有心就好，七娘娘定会庇佑我妙妙平平安安的。楚妙扯开唇角笑道：祖母长命百岁，楚妙就能平平安安。我可以好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为你入魔。这一世，她要尽自己所能保护祖母。外头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楚妙的思绪被拉拢回来，她耳朵敏感地抖动了几下，隐约听到外面传来一妇人的大喊声：快拿药啊，长公主的要放在谁身上？长公主。楚妙眼底光芒微闪，道：祖母，外面好像有人出事了，我先出去看看。如果没有记错，长公主每月18会来福林寺上香。18是个特殊的日子，长公主的驸马是在3年前7月18战死在北阴谷，所以每个月的18日，长公主都要来福林寺上香，点长明灯。楚妙走出去后，秦姑姑与宋嬷嬷也扶着楚老夫人走出娘娘宫。而他们离开后不久，娘娘宫内走出了一名身穿子母丹长裙的贵妇。她好奇地看了眼楚妙离开的方向，道：杜晨方丈，我之前抽的签，你再想想办法帮我儿度过危机，保我三子平安归来。说话的贵妇正是萧荣景的母亲平南王妃安氏。杜晨方丈微微一礼，道：阿弥陀佛，施主，此劫7度，公子可平安归矣。第28章，处女有药，妙手回春舞。平南王妃重复念着杜晨方丈说的话，此劫7度。她一脸疑惑，可我儿并未娶妻，何来妻？公子得2世姻缘。平南王妃猛然想起到刚才对着七娘娘磕头的楚妙。她一开始找杜晨方丈解签的时候，杜晨方丈眉头紧锁，只留给了她一句话：此子心脉俱损，形同废人。平南王妃差点急晕了过去，几番求杜晨方丈破解危机，杜晨方丈皆是摇头说道：天命不可违，施主回去寻个好的神医准备准备吧。可是一转眼，那杜晨方丈便说此劫7度，公子可平安归矣。那是不是在说他儿的有缘人出现了，是他帮三子度过此劫了？大师，方才那女子是不是我儿的有缘人？她可以帮我度过劫难？阿弥陀佛，施主，姻缘天定，天机不可泄露。平南王妃的一颗心跳得很快，她心里已经认定楚妙就是杜晨方丈所说的妻，是他儿的妻。她双手合十一拜：那我不问三子的事情，只问刚才那跪在地上磕了10下响头的女子。杜晨方丈依旧摇头：不可说，不可说。平南王妃见什么也问不出来，便让人去捐赠大笔香火钱，离开了娘娘宫。杜晨方丈身后的小僧好奇地问：师父，之前那签不是不可解吗？为何又突然解了？杜晨方丈语重心长地说：2世姻缘，2重命格，他呀是地狱来的魂，来给人渡劫的。另一边，楚妙已经跑到了娘娘宫外的亭子里，四周把守着不少侍卫，拦截前来围观的香客们。楚妙赶到的时候，2名侍卫拿着红缨枪挡在他身前，道：这是长公主休息的亭子，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楚妙看向亭子内，2名女医、4、5名婢子和嬷嬷为守在一位美妇的身旁。她身穿一袭素青色的长裙，脸色苍白，唇如纸色，已经不省人事。她就是燕国长公主昭元帝的妹妹莫红珍的姑姑，如林氏这般年纪。其中一名女医给长公主喂了2颗药和水，可长公主并未吞下药丸与水，反而注外流。另一名女医则面色凝重地替长公主把脉，见长公主并未吞下药丸，女医眉头紧锁道：在位。楚妙一眼看出了端倪，阻止道：长公主已经闭气了，这个时候喂药是喂不进去的，你们要把她放平，让力气大的人按压长公主的胸腔，也就是心脏位置，先让长公主恢复气息。还有，长公主四周不要停留太多人，阻碍气流，不利于救治长公主。2名女医及亭子里的下人纷纷看向楚妙。你是何人？扶着长公主的宫嬷嬷问道。
楚老夫人已经赶过来了。宫嬷嬷，是老身。宫嬷嬷是认识楚老夫人的。楚老夫人，宫嬷嬷，此女是我楚家第二小姐楚妙，她之前在外头便随一位神医学过医，懂得一些见识。长公主，这情况不能耽搁。楚老夫人虽然并未见识过楚妙的医术，但是她相信她。可燕京城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宫嬷嬷一听到楚老夫人说眼前的女子就是天孤煞星楚妙，顿时多看了楚妙两眼。楚二小姐，显然她的语气并不相信楚妙，甚至看楚妙的眼神多了几分质疑。第29章，楚女有药，妙手回春六。楚妙见宫嬷嬷的反应，心如明镜。宫嬷嬷，你问问你身旁的女医，长公主的脉搏是不是越来越弱？在耽搁一刻钟，长公主的瞳孔也会慢慢扩散，到那时候便要时无医，大罗神仙也难救回长公主。楚妙前世与长公主并无过多接触，只知她因驸马离世而将自己关在公主府内，只有每个月18日才会走出公主府去福林寺上香。当然，在她嫁入平南王府第2年，这位长公主病死在了自己的床上，无子无女，夫君早逝，也算是个苦命的人。她要救她，长公主会是她回燕京之路的助力。宫嬷嬷看向周女医，眉头紧锁问道：长公主身子如何？宫嬷嬷，的确如楚二小姐说的那般，长公主咽不下药，滴水未穿，脉象越来越弱。宫嬷嬷脸色大变，那要怎么治？她言语中带着几分威胁，若长公主有什么3长2短，皇上定不会放过你们。宫嬷嬷，让我来。楚妙看长公主情况越来越不好，不想再耽搁下去，楚妙用自己的性命做担保，若救不回长公主，楚妙便自尽在长公主坟前。楚老夫人呼吸一紧，回头看楚妙，妙妙你。祖母，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爷爷曾跟我说过，救人第一。楚妙的眼眸中没有一丝怯懦与退步，宫嬷嬷从她的眼中看到了自信和坚定。她咬了咬牙道：放楚二小姐进来，你们都退下。拦着楚妙的侍卫放下了红缨枪，宫嬷嬷则用自己的外衣垫在长公主的身下。楚妙来到了长公主身旁，跪在她的左侧。亭子内的人群很快疏散开，只剩下楚妙与宫嬷嬷陪在长公主身边。楚妙从一名女医的药箱里拿出了一排针针，扎落在长公主的头顶、眉心，以及她的左腕还有脚心，连成了一个7星阵。站在亭子外面的2名女医皆是震惊的瞪大双眼。外行人不懂得何为7星阵，可他们作为一名医女，对7星阵却有几分了解。7星阵是圣医宫现任公主所创，她的每一针都扎在人的重要命脉，稍有偏差，便能一针要了病患的性命。可若是运用得好，便能让血气回流，冲击闭合的命脉，有起死回生之效。但他们太医院却无人敢用这种针法，因为2年前曾有一名太医动用7星阵致死了一名妃子，被昭元帝株连9族。从此太医院无人敢再提起7星阵针法。楚妙那行针手法一气呵成，落针时没有半点停顿与犹豫。待7星阵形成，楚妙把长公主的头侧到右边，然后双手放落在长公主的心口，重重压了几下，顿时就听到噗一声，长公主嘴里吐出了好几口血块。周女医身旁的白女医欢喜大呼：淤血吐出来了，淤血吐出来了。楚妙又压了好几下，直到长公主不再吐出淤血为止。此时长公主悠悠醒来，她睁开双眼，就看到一张面目清秀的小姑娘跪立于她身侧。宫嬷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满脸关心的询问：长公主，你吓死奴婢了？楚妙道：可以把长公主扶起来，继续给长公主喂药。2名女医拿着药和水给长公主喂下药丸。宫嬷嬷不时地抚摸梳理长公主的背，过了好一会儿，长公主才顺过气来。她抬头看向楚妙的时候，刚好看到站在亭子外面的楚老夫人。楚老夫人，楚老夫人给长公主行礼，老身拜见长公主殿下。宫嬷嬷将刚才的情况告诉长公主。长公主，你刚才的情况真的太凶险了，药喂不进去，谁也咽不下，是楚二小姐突然赶到，将长公主体内的淤血引出。楚妙也向长公主行礼。楚妙拜见长公主殿下。楚妙，长公主一脸意外，这2日她到哪都能听到楚妙这个名字，她在燕京的名声实在太过响亮了。可眼前的楚妙却与燕京传的不一样，她的脸并不像被黑寡妇摧残过的。长公主盯着楚妙那张秀丽的面容，指着她的脸道：你的脸。第30章，楚女有药，妙手回春期。长公主身在皇室，在看到楚妙的脸完好无损的时候，立刻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她缩回了手，亲手打破这尴尬的局面，态度温和地说道：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医术与阅历，这是本宫的福气。宫嬷嬷将本宫那一套翡翠珍珠耳环赏给楚二小姐。多谢长公主赏赐。楚妙大大方方的行礼。长公主对她的大方得体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楚妙算了算时间，
差不多1刻钟了。他把长公主身上的银针拔掉，等银针都收好后，楚妙问道：“长公主，你感觉现在身子如何？”长公主捂着自己的胸口，长长的呼了一口气，道：“方才本宫走到了这座亭子时，就感觉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现在呼吸顺畅多了。还有，之前本宫心口一直觉得有颗大石压着，现在也暂时好了。”楚妙道：“那是久郁后积堵在肝脏的淤血，如今淤血吐出来，长公主的症状便能得到缓解。但是心病还需心药医，逝者已矣，生者悲痛。若要亡灵在九泉下安息，长公主还是要看远一些，好好活着。”宫嬷嬷脸色煞变，自从驸马死后，谁都不敢对长公主提及此事。这孩子，呵呵呵。长公主笑了，宫嬷嬷神色更加僵凝。公主这是，你小小年纪怎会懂得这些东西？长公主许久未露出笑容，她看楚妙的眼神越发的柔和，又想起了近日燕京城传的流言蜚语，长公主顿时明了了。在过去的15年，楚家从未透露过还有一个嫡二女。就在1个多月前，楚家突然对外宣布，一直体弱多病的楚二女回楚家了。这15年里，谁知道楚二小姐在哪里呢？还未等楚妙回话，长公主罢了罢手道：“本宫要先找个地方休息下，等本宫身子好些，再邀楚老夫人和楚姑娘品茶。”楚老夫人与楚妙纷纷向长公主行礼。长公主在宫嬷嬷和婢女的搀扶下离开了亭子，挡在亭子外面的侍卫也快速撤离四周。待他们走了很远，长公主突然开口说道：“这楚家看起来有猫腻啊！楚二小姐明明好好的，楚家为什么要传她引来黑寡妇，还按她一个天孤煞星的罪名？”宫嬷嬷说：“怕是那天生辰宴上跳惊鸿舞的人并非楚二小姐。”长公主眼眸微闪：“你多留意一下楚老夫人那边，本宫看那孩子聪慧得很。”是，长公主。另一边，长公主离开后，原本围观在亭子外面的香客们皆被楚妙的医术所吸引。秦姑姑引他们到义诊棚免费看医，这些香客大多是附近的老百姓，能够免费看病，大家自然乐意。不管有病无病的人都跑到义诊棚瞧个一二。义诊棚每日爆棚，有因长公主而来，有慕名而来。前来免费看诊的老百姓都是抱着试试的心理，还有些将家中重病的亲人直接扔在义诊棚，死马当活马医的。老百姓们试了10天半个月，竟然发现楚妙还真有2把刷子。他就回了3个一只脚踏进棺材的年轻人，从阎王手里拉回了一名已经断气了1刻钟的老者及噎食的孩童。他几乎无所不能，简直是在世先医。因此越来越老百姓是因慕名而来。而福林寺也不知何时传出了有仙医的事情，最后传入了燕京城内。第31章，萧荣锦的梦里有楚妙医。秋色微凉，弦月高挂，刘盈带着赏金从窗外跳落。楚妙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从洗浴桶里起身，拿来衣物穿上。刘盈说道：“姑娘，拿下了楚夫人的悬赏金，共有500两黄金。”他双手呈上金票。楚妙穿好了衣物，就从屏风里走出来，扫过刘盈手上的票子，道：“你等我一下。”他并没有立刻去拿金票，而是转身找自己的药箱。他把几日前就配好的药从药箱里拿出来，回到刘盈身边道：“告诉那人，此药是急效药，只可在需要场合使用。药效仅能保留2个时辰，药效过后，肌肤会被打回原形，不可多用。至于治伤之药，还需再提炼1个月，等药膏提炼出来，会另送过去。而这些票子，他早有计划。”又从抽屉里拿出了100来张的药方，交给刘盈。这些人吃的方子都是名贵的药材，需要吃了10几贴。你就用这500两黄金去买药，再以仙医之名送给药方上的人。是。刘盈将金票和1叠厚厚的药方全塞进自己的衣襟内，又向楚妙禀报道：“姑娘让属下找的那个女子，属下找到了。不过她在来福林寺的路上就被楚家的婆子活埋了。属下找人挖出了那女子的尸体，并且扣下了护送女子前来福林寺的3名婆子。姑娘打算如何处置？”那女子死了吗？楚妙问道。属下把人送到了一户村户家里养着，暂无性命之忧。刘盈道。楚妙点了点头道：“回京时将她也送回去。”刘盈做了一揖，便离开了楚妙的房间。屋子里一瞬间又安静了下来，他盯着微微摇曳的烛火发了一下呆。窗外的夜风吹得面颊微凉。楚妙转身走到了窗前，双手握住了窗门，轻轻关上。然而一只带着血的手突然握住了快要关上的窗门。楚妙猛地一愣，还未反应过来，那窗门就先被外面的人打开。一张熟悉又疲惫不堪的俊颜赫然撞入楚妙的瞳眸。他脸上有一道刀口，嘴角有些红肿，额间染上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就连眼白也有些微红。楚妙看到离开将20多天的萧荣锦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脑海里划过了一个字：血。他的手、脸都是血，怎么会流那么多血？他赶紧伸手握住了萧荣锦的胳膊，想用自己的力量把他往屋子里拽。
心情焦虑又不安地说道：“你先进来，我帮你看看。”萧荣锦一只手撑在窗台上，快速从外面翻到了房间，然后倒在了地上。楚妙先去关好窗和房间门，才回到萧荣锦身边，蹲下身子触摸他沾了鲜血的手掌，问：“你伤到哪了？”萧荣锦哼了一声。楚妙看他的状态不对，急得胡乱扒他的战甲，扯开他的腰带，按前世记忆寻找他曾经受伤的位置。可就在快扒开他里衣的时候，萧荣锦猛地抬手握住了楚妙的小手。第32章，萧荣锦的梦里有楚妙2。不是我受伤。楚妙动作一顿，那你手上的血？萧荣锦的伤不在皮肉，在心里。他用另一只手撑起了自己的身子，靠在墙上，一脸的失魂落魄。楚妙！他有气无力地唤了他一声。楚妙好像看到了那个丧失了一切生机的萧荣锦。她刚嫁给萧荣锦的时候，他便是这样一副看淡生死的样子。你说的对，他轻喘了一口气。他的剑上抹了剧毒，引我到翁山最陡的坡，从身后捅我。流光及时射箭，打下了他手中的剑，但他还想把我从坡上推下去。我砍了他一只手，这血不是我的。楚妙垂眸盯着被他握紧的手，被萧荣锦低落的心情所感染。宋凌恒与他同龄，一起上过学堂，一起打过架，一起被长辈罚过，也曾一起上过战场，有过生死之交。可这样的兄弟背叛了他，对于萧荣锦来说，那一把剑其实捅在了他的心。你说我要不要把他交出去？杀害萧家世子，宋凌恒的声誉算是毁了。楚妙垂下眼眸，面容沉静地说道：“死一人和死一族，你要怎么选？死的那个是你家族人，包括你的父母、兄长、弟弟们。”萧荣锦抬眸看向楚妙，两人四目相对，久久未有开声。突然，他的身子往他面前倾来，疲惫的俊颜抵在了楚妙的肩膀。楚妙身子僵了一下，伸手推了推他道：“你的脸受伤了，我帮你处理一下，你去坐好。”说完，他就直接把人推开，起身走到外面，收拾好自己的行衣箱。再回到卧室时，就看到萧荣锦躺在了他的床榻上。楚妙眼皮跳了几下，来到萧荣锦身边道：“你怎么能睡在我的床上？你先起来去那里躺着，那里有一张罗汉床。”他伸手扯萧荣锦的衣物，用力将他往外拉拽。萧荣锦一动不动，嗓音略显慵懒的开口唤道：“楚妙，别闹。”他动作微顿。萧荣锦闭着双眼，一条胳膊搁在额部，又道：“我为了见你，跑废了4匹马，5、6日没怎么合过眼。”楚妙怔住了，他盯着萧荣锦疲倦的面容，问道：“你见我干什么？我在福林寺好好的。”他拿开胳膊，睁开双眼，双手交叠在胸口，挑眉对上他的眼眸。刚才的失落早已被他敛去，不见少年失魂落魄的模样。他薄唇轻扬，眉梢微挑，说道：“为了早日回来给你报平安，怕你担心我又做噩梦。”楚妙，你说奇不奇怪呢？萧荣锦黑眸异常的明亮，本世子也曾梦见过你。梦见我？楚妙把行衣箱放在旁边的小方桌上，一边打开行衣箱，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梦见我什么？”“我不告诉你。”萧荣锦的唇角弧度越发张扬。楚妙回头瞪了他一眼：“我也没有很想知道，把你脸靠过来。”萧荣锦自觉地把脸靠在床边，微微侧头面对着楚妙。楚妙拿出棉布清理他脸上的伤口，那红彤彤的小嘴却不自觉地撅起，被萧荣锦看在眼里。他低嗤一笑：“你生气了？我为什么生气啊？”他赌气一般的回道。萧荣锦看得出来，他有一点生气，不过那不是什么好梦，比他梦见他还惨。其实也不是不能说的，我怕说出来你会不好意思。楚妙眼皮子暴跳了2下。我梦见。第33章，萧荣锦的梦里有楚妙3。我梦见你穿着一身喜袍，嫁给了我。楚妙听到这一句话，手上的棉布微微的抖动了一下，瞳孔里的微光悠悠闪动。清理他伤口的棉布稍稍用了点力度。萧荣锦嘶了一声。楚妙猛然手道：“弄痛你了？你说呢？”他可怜巴巴地盯着他。楚妙动作有些不利索的收起消毒棉，侧过身子道：“我帮你处理好伤，你就赶紧离开。我这院里有不少暗卫护卫盯着，若是被人抓到你，对你我名节都不好。”萧荣锦轻哼了一声，表示不满。他一只手搭在床沿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楚妙的行衣箱，没有要回应的意思。楚妙拿了别的药给他敷在脸上，又道：“还有，你把刘莹也一块带回去，她是你的人。本世子又没娶她，怎就成了本世子的人？”楚妙柳眉蹙起：“萧世子，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你也不必拿救命之恩还什么恩情，我不过是不想燕京城损失了一名将才。你们萧家子弟是我们燕国老百姓未来的希望，身为隐卫，他们是你们的助力，怎能让隐卫跟着我一介女子跑腿？”说话间，楚妙动作娴熟的把药粉撒在他脸上的伤口。萧荣锦跟楚妙相处不长，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便能猜出楚妙这个人说一不二。
把他惹急了，怕是又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但萧荣景心里却有别的打算。行吧，等你回京后，本世子会让刘盈回应为营复命。楚妙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萧荣景这么好说话。他很快把他身上的血迹处理干净，催促道：“我帮你处理好了脸上的伤，你早些离开。”萧荣景不缓不慢地从床榻坐起身，理了理自己身上的战袍，最后才起身往窗口走去。他轻推了一下窗门，窗微开。萧荣景回头看楚妙：“楚妙，你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楚妙，你问这做什么？”“好奇。”楚妙低下头，将带血的棉布塞进一个小袋子里，轻声回道：“顾娇娘，顾娇娘，娇娘。”萧荣景低沉的嗓音拂过楚妙的耳畔，他抬头看向跳上窗台的男人，男人对着他轻唤道：“别人叫你楚妙，以后本世子就唤你娇娘。”萧荣景说完便消失在窗台，留下楚妙哭笑不得。“萧荣景，这一世我不来招惹你了，可你这样唤我是想干什么？”他双手搭在窗台，目光眺望夜空的月色。漆黑的夜，危机四伏。萧荣景身影如鬼魅一般掠过万灵丛，突然一个闪身，躲入了最黑暗里。一群人手拿着火把，缓缓往福林寺去。萧荣景望向为首的中年男子，狭长的锐凤眼微微眯起，转身又折返楚妙的住所。女子正欲关窗，萧荣景眼疾手快挡了一下，快速地握住了楚妙的手。楚妙愣愣地盯着被大掌抓住的手，抬头看向萧荣景：“你怎么又回来了？”“本世子瞧着事情不对劲，你爹带了一群人来福林寺了。方才本世子进你院子时，并未感受到杀机，出去的时候，万灵丛中危机四伏。你跟我走。”他是战士，武者，对这些存在的危机很敏感。他的直觉告诉他，那些人是冲着楚妙来的。第34章风盘逆转，楚家双输一。好。楚妙几乎没有犹豫，便点头应下。这倒是让萧荣景很意外了。他抓住了他的细肩，把他从里面带了出来。落到他面前时，他卷起自己的披风衣，覆盖在楚妙娇小玲珑的身躯，有力的长臂搂过他的腰身，将小小的他完全纳入自己的羽翼里，带着他离开此院。窗微落，萧荣景带他穿梭过了万灵丛。楚妙一只手搭在他的胸膛，小脸贴着他冰冷的战甲，心却不受控制地乱跳着。他的空气都是他熟悉的气息。很快，他们穿过了万灵丛，躺到了一个古树后面的亭子外。他的父亲楚正德已经带着人走上了福林寺，正往楚老夫人的院子赶去。而跟随在楚正德身后的高管事却并没有继续跟上，而是带着另一批人去了另一个院子。那个方向正是他这半个月居住的位置。楚妙道：“你能不能带我过去看看？”萧荣景低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便重新搂着他飞到了屋瓦上。他把他放在了结实的石梁上，自己蹲在一旁，动作轻缓地揭开瓦片。楚妙一眼就看到楚老夫人坐在罗汉椅上，面容绷紧。他的父亲楚正德上前给楚老夫人见识：“母亲。”楚老夫人冷笑了一声：“啊，老楚丞相大驾了，让你这么晚还跑到福林寺来见我这个老东西。”楚正德道：“母亲，儿子是来赔罪的。儿子知道温婉做的实在有些过分。”“错了。”楚老夫人盯着他道：“你媳妇儿不是有些过分，她是太过分了。外人不知道楚妙才是你的亲生骨肉，可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了。妙妙这10几年流落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头，你这个做父亲可曾问过？可临时倒好，为了那个不是楚家的养女，这样糟蹋自己的亲生女儿，老身到了九泉之下，真是没脸见列祖列宗了。”楚老夫人往自己老脸重重拍了2下。楚正德说道：“是，这都是儿子的疏忽。儿子只知一头埋在正事上，委屈了母亲和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是来接母亲和那孩子回去的。你当真还想要你这个女儿？”楚老夫人反问道。楚正德说：“母亲，你怎能用这样的语气来质问我？妙妙可是我唯一的亲生骨肉，我怎么能不要她？”这时，一名家仆端着茶布进来。楚正德端起了刚泡好的茶水，走到楚老夫人面前，双膝跪下道：“母亲，中秋快到了，儿子不希望母亲在外头。”他双手端着茶水，递到楚老夫人面前：“我给母亲带了母亲平日里喝的龙井茶，若是母亲能原谅儿子，就抿一口；如若不能原谅儿子，儿子便长跪不起，直到母亲原谅儿子，随儿子回家。”楚老夫人深皱眉头，久久未回应，直到茶慢慢变凉，楚老夫人才长叹一口气道：“我要你对外澄清，妙妙是克星一事，让林文婉给妙妙道歉。还有，日后妙妙就留在松清院，她的嫁妆我会给她准备。林文婉若对她不上心，老身也不求她。”楚正德回道：“我都依母亲的。”老夫人听到儿子的话，拿起茶水喝了半杯。楚正德殷勤地接过茶杯，可楚老夫人喝过茶水后就昏迷了。跪在地上的楚正德站起身，对身后的家仆说道：“把老夫人背下山送回楚家，告诉夫人好好照顾老夫人，若老夫人醒来大闹，也由着老夫人，顺着老夫人。顺便告诉高管事，他
他那边可以行动了。是，老爷。楚正德转身走出了屋子，坐在屋顶上的楚妙心里微凉。无情没过楚正德，临温婉了。娇娘，耳边炙热的气息洒在他冰凉的小脸。楚妙恍惚了一下，回过神来看向萧荣景。萧荣景搂过他的腰身，道：你爹要杀你，你要不要跟我回去？楚妙释然一笑，说道：不用，有人会带我回燕京城，你把我送到长公主居所后面的林子，将那群杀手引过来追杀我。萧荣景，这丫头玩得这么开吗？第35章封盘逆转，楚家双输2。但是萧荣景不赞同楚妙的做法，你没有内力，也没有武力，本世子就是把你放在长公主所居的院子，那些杀手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要了你的性命，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不，楚妙当下否认了他的话。萧荣景不了解楚正德，他还会不了解自个这个亲爹吗？两世为人，楚正德、林温婉是个怎样的人，他临死的时候早已看穿。楚正德不是想要杀我，楚妙眼眸微眯，他是想要捉拿我，将我囚禁起来。楚正德正是上升的机会，他需要家族出一个太子妃，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干出谋杀亲生女儿的事情。压制他楚妙的法子有千千万万，楚正德不会把自己推向刀尖，而把他囚禁起来就不一样了。他有很多借口不让他这个女儿走到人前，就比如他是天孤煞星，老百姓都害怕神鬼之说，楚正德再放出他被邪虫附体的谣言，那他被囚禁起来的事情就完全合理了。再帮我一次，楚妙说道。萧荣景薄唇一勾，带着他飞离了此地。夜越深，风越凉，穿梭过竹林时，寒风刺骨。楚妙也不知是风吹得他心凉，还是心凉令他躯体生寒。到了万灵丛，萧荣景将他放在暗处，低声问道：你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长公主身边有一名暗卫叫从印，把楚正德今夜来福林寺带走我祖母的事情传递给他，顺便回我的居所放一把火。我爹这么迫不及待地对我动手，怕是皇室有所动静了，世子要小心皇家末世。这一世他改变了萧荣景命格，不知他以完好的躯体回燕京后，昭元帝和太子又会出什么损招。萧荣景理了理他碎碎的毛发，调侃道：这么怕我出事？楚妙微微扬起小脸：你是我从翁山救回来，我可不想就这么白白被人糟蹋了，后会有期。萧荣景话落，他快速地跑出了黑暗。丛林后面的小院突然蹿起了大火，惊动了梅园小院的主子。长公主被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问道：外头是什么声音？长公主，是楚二小姐的院子走水了，宫嬷嬷守在床帘外面。长公主掀开帘子说：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那孩子怎么样？从屋子里出来了吗？已经派人去查探了，还不知什么情况。寺里的僧人都赶往小院救火了，长公主要起来吗？起，她好歹是本宫的救命恩人，本宫要去看看。宫嬷嬷伺候长公主洗漱，约莫1刻钟的功夫就走出了梅园小院。那片竹林都被烧着了，火光冲天上，将黑夜照得映红。2名僧人抬着一个担架，从左边的小道快速出来。宫嬷嬷一眼就看到躺在担架上的楚妙，吓得心脏砰砰狂跳，那是楚二小姐。长公主快步走前道：楚二小姐怎么了？快把她带到本宫的院子，让女医过来替她看看。走在前面僧人回道：回长公主，小僧遇见楚二小姐的时候，楚二小姐正好被一群黑衣人追赶。楚妙从担架上扑通滚落，她头发凌乱，白净的脸颊上被烟火熏得漆黑，胳膊处还有几处刀伤。她跪着走到长公主面前道：长公主殿下，求你带楚妙去找祖母，我怕那些歹人会对我祖母下手。说完，长公主身边的顶臣暗卫从暗处飞落，来到了长公主身边。他正是驸马留给长公主的人，从印。第36章封盘逆转，楚家双输3。从印是暗卫，若非紧急情况，绝不会轻易现身。他暴露在人群，那就说明有很危急的事情。长公主道：从印，今夜的事情你可知道？回长公主殿下，属下抓到了楚丞相身边的管事，今夜的火是楚丞相带来的人所放，楚老夫人已经被楚丞相的人背下山，平安离开福林寺。长公主及宫嬷嬷皆是表情僵住了。楚丞相来过，他还派他身边的管事放火烧了自己女儿的院子，那就意味着楚丞相想要杀了二女儿楚妙。这样的做法让长公主倒吸了好几口凉气，她一脸不忍的垂眸看向楚妙，却见楚妙仿佛被人抽空了身体里的力气，重重跪坐在地上。大概是从影的话令楚妙受到了刺激，楚妙此时的身子剧烈颤抖，嘴里发出了泣不成声哽咽，眼泪如泉眼之水不断落下。她断断续续的哭着说道：是我爹爹，是爹爹啊，爹爹，爹爹也不要我，爹爹不要我了。她崩溃的大哭，眼中尽是绝望与悲哀，脑海里浮掠过了前世楚正德那冷漠无情将她下狱的场景。楚正德在她面前是一位慈父，
那时候他以为他是楚正德的亲生骨肉，他定不会看着他死在里面。可楚正德却以他魅惑平南王府众人为由，将他剔除族谱。他的哭声响彻整个夜空。长公主望着他娇小颤抖的背影，楚妙把自己卷缩成一团的模样，令长公主想起了自己那1岁夭折的女儿。若是她和驸马的孩子还活着，也如楚妙这般年纪了。都说虎毒不食子，这楚家的做法真是让她匪夷所思。长公主的心莫名的揪成了一团，有一个声音似乎在召唤着她。她迈开脚步，缓缓走到楚妙面前，蹲下身子扶起了她的双肩，拿出自己的帕子为楚妙擦拭脸上的泪水与污垢。孩子，你在楚家受了什么委屈？能跟本宫说说吗？本宫明日带你回燕京，当面质问你的父母亲。长公主道。楚妙扁了扁嘴，摇头不语。长公主很佩服她这份气度。楚妙在楚家的遭遇，长公主在这半个月里早已查得清清楚楚，可她什么都没说。她一把将楚妙揽入怀里，就像搂着自己的女儿一般，抚摸楚妙的背。他们若真不要你，本宫愿收你做义女，你随本宫回长公主府，你的事儿本宫管定了。长公主的话音落下时，楚妙哭声更加激烈。躲在暗处的萧荣景轻叹了一声，又把自己弄伤了，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他看楚妙被长公主领入院子后，便也离开了福林寺。天微亮，楚正德骑着快马赶回楚家。林氏着急地等了一夜，听到院里的动静，立刻开门迎接。楚正德走入屋子，林氏就问道：老爷如何？楚正德走的时候，不知福林寺着火了，他一路快马加鞭赶回燕京城，暂时未发现高管事失踪了。母亲已经在回京的路上，楚妙也交给了高管事处理，此刻应该到了庄子上。这段时间他不会再出现在燕京城了。皇后有意在中秋节后商议太子殿下与阿雪的婚事，你那里处理的如何？林氏想到从暗室得来的药，含笑道：阿雪的伤没什么了，可以如期出席皇后娘娘的赏月宴，到时再跳惊鸿舞，惊艳全城。阿雪的名声绝不能受损，皇室不会要一个有克星之名的太子妃，所以克星只能是楚妙。楚正德又说道：等阿雪嫁入东宫，再把楚妙接回来。是，妾身全听老爷安排。一想到楚瑶雪很快就要当太子妃，她这个做母亲的站在贵妇圈里别提有多风光，想到那些对头恨她直咬牙的场面，他们也就只能干瞪眼看她顺风顺水了。第37章封盘逆转，楚家双书4。8月15，中秋佳节。芙蓉阁内，品霜看了看剩余不多的药膏，再看看坐在铜镜前已恢复容貌，甚至比之前还要美上几分的楚瑶雪，走上前说道：大小姐，夫人买的药膏快用完了，小姐刚才抹在脸上的药膏也只能顶半个时辰，现在离宫宴还有一段时间。楚瑶雪脸色一沉，转头看了看品霜手里的药膏，这就是林氏从暗室求来的药膏。她的脸原本又红又肿，不成圆形，可是在涂抹这个药膏后，不到2刻钟时间，她的脸就恢复到光洁无瑕，比玉还细腻。唯一的坏处是药膏只能保持2个时辰，她害怕再看到那张丑陋的脸，于是在药效过去后，立马又给自己涂上。林氏给她药膏的时候，几次叮嘱她一定要省着点用，没想到一下子见底了。楚瑶雪一巴掌打在了品霜的脸上，怒道：你怎么不早说，本小姐可是今日宫宴的主目。品霜颤巍巍地跪在地上。楚瑶雪看她手里拿着药膏，再三警告道：给本小姐拿紧了，若是摔在了地上，本小姐要你好看的。品梅，你去把药膏拿过来看看还能顶多久，只要撑过今日宫宴，等她跳完惊鸿舞后，立刻戴上面纱离开皇宫，再等上1个月，燕一就能把治脸的药膏制成。她与太子殿下的婚事也不可能在1个月定下来的。品梅拿过药膏，打开瞧了2眼道：大小姐还能再用上一次。楚瑶雪暗暗松了一口气，那就足够了。她又看向铜镜里的自己，你看看我这脸是不是比昨日小了1圈，看起来更细腻光滑了。品梅连忙拍马屁：大小姐本就天生丽质，再加上燕一的药膏辅助下，小姐的皮肤就越养越白皙。楚瑶雪心情大好，她知道皇后有意在中秋节后定下她与太子的婚事，等她把脸养好，嫁入东宫后，再慢慢收拾楚妙那个小贱人。大小姐，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楚瑶雪在婢女的搀扶下走出了丞相府。林氏看到面容焕发的楚瑶雪，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阿雪，快来母亲这。楚瑶雪上了马车，林氏拉着她的手，盯着她的脸看，待会入了皇宫，娘带你到那些贵妇贵女面前走一圈。好。林氏温柔地抚着她的脸：娘给你的药膏还剩多少？楚瑶雪眼眸光滑微闪，垂下眼眸道：我都有听娘的，只有出门的时候用。皇后对外面的流言还是有几分质疑的，只要你以现在的状态见她，你跟太子的婚事便定了。林氏说道。楚瑶雪信心满满，这次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那样娘就放心了。楚家的马车停在了宫门前，许久未露面的楚瑶雪
成为了今日的瞩目。贵圈里的那些人虽然不懂医术，却都知道被黑寡妇折过的人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肌肤。楚瑶雪从马车里走出来的那一瞬间，惊艳了不少男女。是楚家大小姐，楚家大小姐还真是燕京城第一美人，那脸蛋嫩的能掐出水来。楚二小姐可差点把楚大小姐害惨了呢。听说楚二小姐被送出府的时候满脸脓疮，也不知现在如何了。夸赞、巴结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林氏享受着这样的围观与言论。至于有人提到的楚庙，林氏自动忽略而过。一直到金流大殿，那赞美讨好的声音不减反增。原本早早到金流大殿的贵妇，因林氏与楚瑶雪的到来，大多起身去看个究竟。还有些贵女因楚瑶雪细腻如玉的肌肤，而向楚瑶雪讨教保养之法。这里面独有一贵妇镇定地坐在原位，冷眼笑看林氏母女。平南王妃为了打听楚庙的事情，在福林寺低调地住了半个多月，昨夜才赶回燕京城。这当中猫腻，别人不知，她可是心如明镜。这时外头传来了通报声：长公主殿下到。第38章封盘逆转，楚家双输舞。金流大殿，众人纷纷起身相迎，齐声行礼道：拜见长公主殿下。长公主今日穿着一袭暗红色的长裙，盛装出行，红唇妆再现。这是在驸马死后，长公主第一次盛装出席宫宴。她已经许久未到过这种场合了。众人行礼的时候，忍不住悄悄抬眸瞧上一眼。她端庄却有着一股韧劲，当年凭着一己之力护下了先皇的圣旨，拥护昭元帝上位，是位燕国奇女子。她的出现令全场场面安静下来。长公主搭着宫嬷嬷的手背，缓缓走入金流大殿。她目光掠过众人，最终停留在了为首的林氏身上，道：免礼。谢长公主。众人纷纷起身。长公主微微抬额，眸光微闪，一双漂亮的凤眼含着笑意问道：本宫还未走到金流殿，就听到诸位夫人热议，不知燕京城又有什么新鲜事儿，说来给本宫听听。说话间，宫嬷嬷已经扶着长公主走到了长公主所坐的位置。到场的众人也纷纷落座。其中王夫人笑容嫣嫣地说道：回长公主，臣妇等都在向楚夫人讨教养女儿的秘方。这楚大小姐被楚夫人养得越发水灵，那脸蛋啊，腹肌啊，似能掐出水来。众人的目光再一次落到楚瑶雪的身上。面对他们的赞赏，楚瑶雪的心快要飘上了天。长公主也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向楚瑶雪的方向，凤眸的笑意不减，可眼底却暗流一抹冷冽，声音温和的也赞许道：楚大小姐不亏是燕京城第一美人，出落得亭亭玉立。本宫还听说楚大小姐跳的一支惊鸿舞可招引百蝶与百花争艳，不知今夜的赏月宴上能否看到燕京第一美人的舞姿。楚瑶雪从座位上站起身，扶了一个身，声音娇软的说道：长公主殿下，臣女今夜准备的正是惊鸿舞。此声落下，席位上众人的议论声再次高涨。众人无不在讨论上一年赏月宴惊艳全城的惊鸿舞。楚大小姐的惊鸿舞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也就只有楚大小姐能做到与蝶为舞。楚瑶雪被夸得面焦红，甚至脸颊两边隐隐袭来刺痛。楚瑶雪敏感的抬手抚了一下脸，这才想起药效快过了。一直默默站在长公主身后，身穿着婢女装，面带轻纱的楚妙，眼尖的注意到了楚瑶雪的举动。楚妙唇角不自觉的上扬，以楚瑶雪现在的肌肤状态，她给的药膏怕是所剩无几了。而在楚瑶雪准备找个借口退下金流大殿时，外头却突然传来通报声：皇上驾到！太子殿下到！皇后娘娘到！皇太后到！贵妃、朱妃嫔及诸位皇子、王爷纷纷跟在昭元帝身后。楚瑶雪看到殿外浩浩荡荡走入的人群，下意识地退到了林氏身后，趁着起身行礼时拿出了面纱戴在脸上。殿内行礼声一阵阵传开：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昭元帝坐在了龙椅上，抬手一罢，众卿平身。谢皇上！皇妹，朕以为今年的中秋赏月又看不见你。昭元帝看向长公主，言语温和地说道。长公主轻笑回道：回皇兄，臣妹近日遇到了贵人，受他指点，也应该走出来看看了。金皇后道：那日后皇妹可要多入宫来，陪皇嫂聊天说话。皇嫂放心，一定的。长公主说完，下意识瞥了一眼楚庙的方向，话音一转，又将话题扯到了楚瑶雪的身上。听说楚大小姐的惊鸿舞惊艳四座，皇妹特意入宫观舞。昭元帝、皇后、皇太后以及太子和诸位妃嫔齐刷刷地望向楚瑶雪那边。楚瑶雪吓得瞳孔放大。第39章封盘逆转，楚家双输6。楚瑶雪吓得瞳孔放大，潜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手也不自觉地抬起，摸了摸脸上的面纱。太子莫弘真眼眸微眯，试探性地问楚瑶雪：阿雪，你今日可有准备惊鸿舞？他也想看看
楚瑶雪那张脸如何？听说被黑风折过的人，肌肤再难恢复从前。他手上到现在还残留着几个硬茧一样的鼓包。楚瑶雪很优秀，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放弃，但他也不能忍受让一个丑女嫁入东宫，做他的太子妃。而莫红珍的话正好给了楚瑶雪台阶下。他重新调整自己的情绪，镇定地走到金流大殿中，行了一个礼道，回太子殿下，臣女今日特意准备了惊鸿舞，承蒙长公主厚爱，臣女这就去准备。好。莫红珍扫过他的面纱，道：还是接了面纱来跳，免得再被有心人替代了。楚妙。楚瑶雪道：是，臣女心里有数，下去准备吧。赏月宴开始，大家品茶喝酒，观赏圆月，歌舞升平。约莫半个时辰，一道身穿着华丽白衣，裙摆熏染了粉色色调的女子，从金流殿外握着红绫飞袭入大殿舞台。女子嫦娥扮相，头顶上卷缩着一只白兔，落到舞台时，她脸上流珠面纱自然落脱，露出了精致细腻的美貌。坐在席上，众人一瞬间被舞台上女子的装扮及仙人之姿所吸引。激昂的喧哗之声蓦然响起，是楚大小姐啊！她又重新改编了惊鸿舞。她今夜跳的是嫦娥奔月吧？你瞧她头上的那只玉兔，红色的眼睛与天宫上的玉兔颇有几分相似。这楚大小姐还真是当得燕京第一美人之称，还是楚夫人教女有方。你看那不在身边养的楚二小姐，差点将楚大小姐拖下水呢。伴随着众人的夸赞声，楚瑶雪越发的自信飞扬。她脚下的舞步顺畅柔美，头顶上的白兔跟着节奏从她的肩膀沿着她的胳膊滑落到地上，然后围着楚瑶雪转了好几圈，最后竟成精一般立起了身子，对着昭元帝拜了拜。昭元帝看到这一幕，开怀大笑。金皇后也被楚瑶雪这一出所惊艳，再加上她讨得了皇上的开心，于是心里也跟着骄傲了起来。这是太子的未婚妻。玉兔送福，燕国兴盛，祝贺皇上与天同寿。金皇后笑道。众人也跟着举杯同庆，玉兔送福，燕国兴盛，吾皇与天同寿。哈哈！昭元帝也拿起酒杯，笑道：好一个与天同寿！来，敬今夜圆月，来年风调雨顺，百姓康乐。哼！众人举杯同饮。林氏抿了几口酒杯里的酒水后，看向舞台上的楚瑶雪，脸上的神情越发的柔和。他就知道他的阿雪不会让他失望，也只有阿雪有这样的天赋，编排出这样的舞姿。楚妙镇定地扫过林氏，算了算时间，快了。舞台上，楚瑶雪快速旋转着，那旋转的速度就像一个陀螺，又快又稳。粉白相间的彩云长裙随着她的旋转而飘扬散开，彩铃也如自由奔放的野马在空中浮动。宾客席位的后方突然窜出了一只大老鼠。第40章风盘逆转，楚家双输妻。啊，不知是哪家夫人，吓得从席位上立马窜起身，尖叫道：老鼠！1只、2只、3只。那些大老鼠从后面的草丛窜进了金流大殿，他们跳上了酒席，抱着酒席上的食物一通乱啃乱窜，把吃着酒席观赏嫦娥奔月的贵人们皆是吓得不轻。还有一只大老鼠直接跳上金皇后的头顶，滋滋大叫，场面一度失控了。金皇后被老鼠惊吓得浑身冒汗，快把她赶走，快！舞台上的楚瑶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沉迷在玉冕招兔的舞姿中，等99只玉兔上台，那才是真正的惊艳四座。然而一道尖锐的声音阻止了他的脚步，快让他停下来。说话的人正是长公主，快让他停下来。长公主站起身，指着舞台上依旧翩翩起舞的楚瑶雪。可鼠患未退，另一波危机又陷入金流大殿。只见夜空中突然袭入不明群体，朝着金流殿狂涌而来，嗡嗡嗡的声音响彻整座大殿。曾参加过楚瑶雪生辰宴的贵妇贵女们一眼认出了那异物是个什么东西，是黑寡妇。黑寡妇。这时听到嗡嗡声的楚瑶雪也敏感地停下了脚步，可还未等她理清楚现场的情况，就有人指着楚瑶雪的脸说：娘，楚大小姐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楚瑶雪看那女子指着自己的脸，赶忙抬起自己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颊。她的脸怎么了？而众人发现黑寡妇并没有袭击他们，而是在金流大殿的舞台上空盘旋。至于那些大老鼠，已经被前来的太医用药驱散，用火引退。于是众人的目光被盘旋在楚瑶雪头顶上方的黑寡妇所吸引，也被楚瑶雪那红肿鼓包、面目全非的容颜所震撼。林氏猛地瞪大双眼，也是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楚瑶雪那张鼓着大大小小红包的脸。那哪里还能看出楚瑶雪的原貌？这分明就是一个满脸长疮包的怪物。楚瑶雪见众人用着异样的目光看向自己，转身看向林氏道：娘，我的脸怎么了？林氏呆愣住了，他甚至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这脸丢的可真够彻底，彻彻底底，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娘，
你说话呀！楚瑶雪越来越慌乱，而她头顶上的黑寡妇瞬间袭向她。楚瑶雪大叫：啊！别靠近我，别靠近我啊！黑寡妇缠着她，她跑到哪里，黑寡妇就跟到哪里。她不想再被黑寡妇折伤自己的身体，她享受着被众人追捧的风光。然而那些黑寡妇像中了魔咒一般，死死地缠着她。她一脚踏空，从舞台上砰一声摔落。与此同时，昭元帝隐忍着怒意命令道：快驱黑风救人！只见3名太监各提着一桶粪泼在了楚瑶雪的身上。黑寡妇闻到臭味，快速散去。而坐在酒席上的莫红珍看到楚瑶雪身上的污秽之物，脸色顿时铁青，胃里涌动着恶心之感。楚瑶雪是要不得了。第41章，风盘逆转，楚家双输8。他只要一跟他在一起，就会想起他曾经也被人泼了一桶粪，足以让他恶心一辈子。而黑寡妇散开后，工人又拿了好几桶清水浇洒在楚瑶雪的身上，把楚瑶雪身上的污物冲洗干净。还有的工人跪在地上，把地面上的污物一点一点擦拭掉。此时昭元帝与金皇后的脸色早已难看到了极致，底下的臣子、妇人们和贵女公子哥皆在窃窃私语，那楚大小姐怎么突然变成那样子？吓死人了！那张脸与她之前反差太大了，也不知怎么变的法子，将自己变成那副鬼模样。我听说被黑寡妇折伤的人脸上会长这样的茧包，因为就算毒针除掉，也很难将毒素完全清理干净。他会不会之前用了什么特效药？暗示就有协议卖某种急效药，丑八怪抹了可以立刻变美，但只能保持3-2个时辰。莫非上一次的生辰宴其实就是楚大小姐自己引来的黑寡妇折伤了脸？上一次是不是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次就是楚大小姐自己引来的。她还将蜀患引到金流殿，那楚大小姐怕是个不祥之人。不祥之人4个字刚好落到了昭元帝与太子殿下的耳边。楚瑶雪已经被工人清理干净，抬到了殿前。黑风虽然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太久，可她从舞台摔下来时把双腿摔伤了，再加上出了这样的事情，楚瑶雪直接撞晕过去了。那些不堪入耳的褒贬之词让楚瑶雪想死的心都有了。这是她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可是她在跳舞的时候，蜀患和黑寡妇同时出现。这一次别说翻身，恐怕日后连站在这个地方的机会都没有了。不，她不甘心，这一切本该是她的。几名太医纷纷上前查看楚瑶雪的伤情。没多久，霍太医起身，金皇后气势汹汹地问道：她怎么样了？给本宫仔细瞧过她的脸，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霍太医行了一礼，回道：回皇后娘娘，楚大小姐的脸是黑风毒针残留的毒素所引起的硬疮包，应该是之前用过某种药物把硬疮暂时软化，现在药效已过，硬疮再次恢复，才导致楚大小姐在起舞途中突然爆起这些红疮。此前微臣曾与李太医、连太医研究过黑风毒针的破解之法，目前微臣与几位太医考察，黑风之毒并不会致人身死，但其留下来的疮却可以伴人终身。这时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长公主反问道：霍太医的意思，楚大小姐之前被黑风折过，这伤能查出有多久了吗？霍太医道：这般大小的硬疮少说也有将1个月了。1个月？众人恍然大悟，那这1个月里满燕京城传的沸沸扬扬的流言岂不是要被推翻了？长公主又问：霍太医对这样的硬疮也束手无策吗？微臣只能缓解，并不能完完全全治愈，整个太医院都没有这样的典例。霍太医道：那好。长公主当着众人的面回头对身后穿着婢女服的楚妙道：你可有法子？众人目光齐刷刷地落到楚妙的身上，莫红珍也下意识地抬眸望向楚妙。第42章，风盘逆转，楚家双输9。楚妙扫了一眼楚瑶雪，她很清楚这是长公主在为她铺路。她双眸自信，言语坚定地说道：长公主，我能去掉她脸上的硬疮，至于能不能恢复原貌，对于现在的楚瑶雪来说，美貌已经不能为她提升任何价值。从今夜开始，楚瑶雪将会是她脚底下的泥泞。皇室绝不会让一个引来蜀患和克星黑寡妇的女子做未来的皇后，就是连一般权贵之家都不会再考虑楚瑶雪。长公主微微点头，转过身子对昭元帝说：皇兄，这个孩子便是臣妹的贵人。臣妹在上个月18日去福临寺时，因干预积血而不省人事，身边的2名女医束手无策，若再晚一步，臣妹恐怕就不能坐在金流殿与皇兄一起赏月了。是这孩子用自己的性命做担保，救了臣妹一命。昭元帝也如同众人一般，好奇地看向楚妙，不如就让这孩子试试看吧。长公主道。昭元帝很宠自己这个妹妹，当下就应了，准了。楚妙从长公主身后走到殿前，她从自己的衣襟里拿出了一包又细又软的金针。几位太医看到她摆放在一旁的金针时，皆是被金针的大小所吸引。那金针犹如头发丝那么细软，
没有几分深厚的功底，根本不可能将那金针扎入人的穴道。他看上去也不过10几岁，难道是想用这金针除掉楚大小姐脸上的硬疮？楚妙抽出第一针金针，落到楚瑶雪头顶，第二针落到她眉心。当中几位太医屏住了呼吸，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错过了楚妙的针法。那细软如发的金针在楚妙的手里却如同普通的银针，动作行云流水，很快他就完成了第4针。而他的第4针、第5针在楚瑶雪的左胳膊。随后楚妙将最后2针落在楚瑶雪的脚底板处。霍太医看到这一幕，倒吸了几口凉气，这是七星阵，姑娘是要打通她全身气脉，引血快速往上逆流。楚妙眼眸含笑，浅浅点头。众人就见金针落下后没多久，楚瑶雪脸上的硬疮慢慢充血，她的肌肤因为充血被撑得薄透。楚妙又拿起一枚金针，捅破了那些充盈着血水的包，脓血瞬间覆满楚瑶雪的脸，而那些原本肿胀的硬疮慢慢扁平。连太医大呼了一声：妙妙蛙！这七星阵针法将气脉都打通了，血往上引，这样就能把硬疮里的毒素也一起冲出来，再涂抹活血化瘀的药膏，硬疮就能完全消失，后期再好好养护，这脸应该是能养回来。李太医也激动的不行，七星针法呀，他们都不敢再用七星针法，因为几年前那名老太医就是因七星针法而被株连9族的，可如今七星针法却在一个小姑娘手里重现。霍太医也心情激昂的问：姑娘，你这针法是何人教的？是我爷爷。楚妙扫过楚瑶雪，起身走到殿前道：皇上，硬疮的脓血和毒素已经排除，只需像连太医说的涂抹活血化瘀之药，便能慢慢恢复面容。声音落下后，林氏敏感的竖起耳朵，只觉得那声音好熟悉。昭元帝被几位太医的举动所吸引，问道：朕看你医术不错，你叫什么名字？为何戴着面纱，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楚妙顿时跪下，当着众人的面坦然地抬手拿开面纱。当他露出真面目时，林温婉与楚正德皆是瞪大了双眼。第43章封盘逆转，楚家双输时。楚妙！现场唯一见过楚妙的顾晶晶和卓嫣然皆是面色一变，特别是卓嫣然脱口而出的唤了一声楚妙。静安王妃立刻拉住了卓嫣然的手，不让卓嫣然多管闲事。楚妙双手交叠于前，不露半点怯懦之色，声音响亮的回道：回皇上，民女名叫顾娇娘，自幼丧母，跟随爷爷学医6年，近日在福临寺义诊，承蒙长公主召福，才得以到金殿见见世面。她谈吐从容，娇小身影挺直，虽是穿着一身婢女服，可她的气度却叫在座不少权贵都很舒服，不卑不亢，不骄不作。这时不知是哪位贵妇突然起身说道：臣妇记起来了，方才臣妇就觉得这姑娘眼熟，原来是之前臣妇去福临寺上香时免费放诊的那位仙医，臣妇亲眼看她就回了一个咽下气的老人，当时那老人身体都凉透了。众人纷纷朝说话的贵妇瞧去，那坐在云屏帐前满身富贵的妇人正是平南王妃安氏。这1个月前往福临寺上香的贵妇也不只有平南王妃一人，但平南王妃先提及福临寺的仙医，那些前往福临寺上过香的妇人渐渐有几分印象，点头附和。还真是福临寺免费放诊了1个月的仙医，难怪他有如此魄力。他在福临寺这1个月接诊了不少老百姓，救治了不少买不起药的病患，当得起仙医这名誉。赞扬的声音越来越多，林氏与楚正德的脸色就越发难看。楚妙从头到尾都没有正眼瞧过他们，而让他们意外的是，楚妙的医术并非他们所想的那么不堪。长公主理了理衣物，突然起身走到了楚妙的身旁，对着昭元帝扶了一礼。昭元帝道：皇妹，你这是？皇兄，不瞒您说，臣妹今日特意把她带入皇宫，是想借着今日众臣及家眷皆在，收娇娘为义女。臣妹无儿无女，独居公主府，若能将娇娘留在身边，膝下承欢，这公主府也能热闹几分。更重要的是，娇娘懂得医术，臣妹有疾在身，若能留娇娘在身旁，臣妹也能舒心不少，求皇兄成全。长公主行着礼，并未起身，而席位众人热议高涨。世人皆知，自驸马死后，长公主过着无欲无求的生活，能得她一眼的贵女都能叫那户世家沾沾自喜好久。如今长公主当着众人的面收楚妙做义女，这是何等风光的事。昭元帝知她身子体弱，又怎么舍得拒绝？他抬掌一扶道：皇妹，你先起来，朕允了你的要求，容你收她做女儿。多谢皇兄成全，娇娇快向皇上谢恩。长公主这一声娇娇，犹如一把尖利的刀子，狠狠地捅进林氏的胸口。一直躺在地上装晕的楚瑶雪简直快要被气吐血了。就在方才楚妙揭开面纱时，楚瑶雪偷偷打开眼缝看了他一眼，知道楚妙回来了。可当听到长公主要收她为义女时，楚瑶雪的心态彻彻底底崩了。
楚妙，他凭什么？楚妙谢恩的声音在楚瑶雪耳边如同魔咒，萦绕不绝。谢皇上封赐，臣女定不负皇上厚望，好好照顾长公主。语毕，席位上众人也纷纷起身，向长公主贺喜，恭喜长公主，喜得贵女，恭喜长公主，喜得贵女。报！一名禁军从金流殿外快步走入，他双膝跪下，两手拿着翁山的战令，当众汇报，禀皇上，荣安世子携1000萧家军歼灭翁山匪徒。宋副将在剿匪时不慎跌落鬼峰崖，不知所踪。荣安世子以自身为诱饵，涉险入翁山匪窝，拿下整个翁山地形图。萧家军入营，成功救出荣安世子，但荣安世子四肢经脉被断，不省人事，如今已送回平南王府。第44章萧荣景危，楚妙夜探王府一。啪啷一声，平南王妃手里的筷子重重摔落到了地面，刚才带喜笑颜开的神情，如今一片苍白，身子也摇摇欲坠。身旁的平南王下意识地扶着他，众人的目光也一致看向平南王的席位。没有人发现，这当中还有一人脸色瞬变。楚妙很震惊，他前几日才在福林寺见过萧荣景，他的身体除了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痕之外，并无任何重创。这会儿的伤又是怎么弄的？楚妙的心跳得很乱，但他不得不让自己强行镇定下来。想起萧荣景不是那么鲁莽之人，那他身上的伤就是他自己弄的。想到这，楚妙微微抬眸看向昭元帝的方向。平南王手握重权，功高盖主，萧荣景此举是在护萧家。若这一次昭元帝不得手，那很快他们就会对萧家其余人动手。皇上，臣父身子不适，想先行退下。平南王扶着平南王妃走到殿前。昭元帝一副痛惜的模样道：平南王、平南王妃，你们不要着急，朕让霍太医、李太医、连太医及太医院几位元老随你们出宫回王府看看世子。荣安世子是我燕国未来栋才，朕绝不允许他有半点事。霍太医、李太医、连太医3位太医纷纷上前举手作揖行礼。昭元帝继续道：无论如何，你们都要给朕保住荣安世子的性命。皇上，微臣定当尽力挽救荣安世子。父皇。莫弘真突然起身，也走到了殿前，说道：荣安世子是为了翁山一带的子民才受此重伤，而臣愿带父皇去平南王府看望。好，朕允了。昭元帝又宽慰了平南王夫妇几句话。平南王、平南王妃，有什么需求，你们尽管入宫来跟朕说，需要什么名贵的药材，尽管从太医院调出去，总之先保住荣安世子要紧。谢皇上关怀。平南王妃带着哭腔的声音谢恩。临走的时候，他特意回头看了一眼坐在长公主身旁的楚妙。他知皇权有变，昭元帝不再信任萧家，所以昭元帝派的太医和太子，他一个都不信。但皇上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让楚妙随他一道回王府瞧瞧，那就意味着皇上并不希望他儿复苏，甚至恢复身子。平南王妃攥紧了帕子，不甘却又无奈的快步离开了金流殿。而在平南王妃离开后，楚妙微微侧眸，用眼角余光扫过平南王妃离去的身影。他似乎好像感应到了来自于平南王妃的诉求。萧荣景应该知道自己这么做必定会引来大批太医，所以他只能真的把自己的手脚筋都挑断了。萧荣景，你真是个疯子。这场赏月宴随着翁山一事快速收场了。楚瑶雪被楚家的人抬出皇宫，楚妙则与长公主同坐轿撵回长公主府。长公主却一眼看出楚妙心不在焉，她以为是因为楚家的事情令她至今伤怀，这她能理解，那楚家毕竟才是她的亲生父母。长公主拉着楚妙的手道：娇娇。楚妙猛地回过神来，转头看她：长公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唤本宫一声母亲。长公主温和地说道：不过本宫愿意给你时间，你先回楚家与你父母好好谈谈，还有你祖母，她是真心护着你的，你别让你祖母失望了。楚妙眼底微光一闪，如此她就有借口借着祖母的手去平南王府探究一番。她露出甜甜的笑容，回道：多谢娘亲成全女儿思念祖母之心。那一句娘亲可真是叫到了长公主的心坎里。第45章萧荣景危，楚妙夜探王府2。长公主是真心觉得楚妙乖巧懂事又聪明伶俐，大智大慧，只是父母不慈，她怜惜她的才能，想将她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如今这一声娘亲，仿佛令长公主看到了自己那1岁夭折的孩子。她温柔地抚了抚楚妙的脸：本宫安排人悄悄把你送进去，等你想认回你父母亲的时候，本宫再入宫同皇上解释清楚，让你回楚家。今夜你也看到了，你姐姐是不可能再成为太子妃，但太子与楚家的婚约还在，你父母若想要把你从流言中捞出来，还是很容易的。太子也是本宫看着长大，有担当，还是未来的一国之君，如若能看着娇娇嫁入东宫。娘亲！
楚妙阻止长公主继续说下去，我志不在此，只想身边的亲人平平安安。这正是长公主欣赏楚妙的地方，她不虚荣，不名利，她随遇而安。有些地方真是像极了她。好，你的婚事本宫不会轻易替你做决定，但是本宫会为你准备丰厚的嫁妆，将来若有喜欢的人，你也可以同本宫说。长公主温和地说道，多谢娘亲为女儿打算，不要谢来谢去的。你要适应你是浮云郡主的身份，你是本宫的女儿，长公主府也是你的家。楚妙心情复杂，可她从未将皇亲贵族当成自己的家，她不敢了。若长公主知道她要颠覆这王朝，还会对她慈眉善目吗？好了，你下去。轿辇停在了一个巷子里，楚妙下了轿辇，就上了另一辆马车，回了楚家。她走的是后门。好巧不巧的是，在回内院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也刚从皇宫回来的林氏及楚瑶雪。楚瑶雪一看到他，整张脸面目狰狞。楚妙，你这个贱人，扫把星，你还敢回来，都是你害了我。说完，楚瑶雪就扑向楚妙，想要撕了他这张脸。楚妙侧身一躲，楚瑶雪整个人扑到了草地。品梅、品霜赶紧上前扶楚瑶雪，而楚瑶雪站起身后，又欲扑向楚妙，撕碎楚妙的面皮。然而林氏却在楚瑶雪扑向楚妙的时候，挡在了楚妙面前，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楚瑶雪的脸上，怒道：闭嘴！楚瑶雪被打懵了，她捂着满脸脓血的脸庞，一脸不敢置信地看林氏。娘，你打我！林氏脸色阴沉至极，她都快被楚瑶雪气疯了。本是风风光光的去参加赏月宴，现在倒好，她成了整个燕京城的笑柄。你不要忘了，楚妙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当着我的面骂楚妙贱人、扫把星，那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养母放在眼里？林氏气冲冲的怒吼，再不顾什么贵妇形象。楚瑶雪僵在了原地，站在林氏身后的楚妙却低嗤一笑。林氏听到那一声充满着嘲讽的笑声时，下意识回头，双手握住了楚妙的胳膊，想同他重修母女之情。可林氏的手刚伸过来，楚妙就往后大退了一步，道：楚夫人，你别急着认亲，我今夜回府是给你带了礼物的，什么礼物都不如你平安回来的重要。妙妙，娘让人给你准备吃的，你今夜就留在娘的院子，娘教你规矩，省得你去了公主府什么也不懂。林氏又往前了一步，楚妙则退后3步，冷冰冰地扫过楚瑶雪。公主府的规矩自有长公主教导，我今夜是特意回来看望祖母，你倒不如把楚瑶雪的脸治好了，兴许她还能再给你争光。听到争光2字，林氏脸色铁青。第46章，消融警微，楚妙夜探王府3。他现在恨不得把楚瑶雪踢出楚家，再不要跟他有半点关联，省得再丢了楚家的脸面。林氏也知道之前对楚妙的态度不太友好，而他也很有自信地认为楚妙脱离不了楚家。就算他现在有长公主撑腰，可若是多一个丞相府这样的世家做后盾，他将来的姻缘也会比别人好上1000倍。比如嫁入东宫做太子妃。妙妙，娘知道之前对你严苛了些，可是娘也是……不等林氏把话说完，楚妙就扭头转身走了。留在原地的林氏嘴角肌肉不自觉地抽动了几下，身后的刁嬷嬷安慰道：夫人，小姐刚回来，闹点小脾气也是正常的，这证明小姐心里很在乎夫人和老爷，只要夫人好好劝一劝，这小孩子闹一闹，睡一觉就好了。再怎么说，夫人才是小姐的亲生母亲，都说母子连心，小姐怕是回来试探试探夫人你的态度的，给小姐一点时间吧。林氏听到刁嬷嬷的话，心情才缓和了一些。她回头扫了一眼楚瑶雪，见她脸上的脓血，眼底再找不到昔日的柔和。宋大小姐先轻福院。轻福院？楚瑶雪以为她记错了，娘，那是妹妹住的院子。林氏眼眸一冷，看向楚瑶雪，你妹妹在外15年，都在替你受苦，娘叫你让出芙蓉阁，你也不愿。那一声自称娘，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捅进楚瑶雪的心脏。她该认清现实了。从她在金流大殿引吐失败，反招来黑风与鼠患的时候，她就不再享受独一份的嫡长女优待。她若不想被楚家的人赶出去，从现在开始，她就得学会忍让。楚瑶雪平复心中的恨意与不甘，扯开了一抹僵硬的笑容，道：是，妹妹在外吃苦受累，现在妹妹回府了，理应给妹妹最好的补偿她过去的15年。林氏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瑶雪，你能这么想就好。你要明白你现在的身份，皇后是绝不可能再让你嫁入东宫了，但是不怕，还有你妹妹在，只要她嫁入东宫，将来娘一样可以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世家。门当户对的世家哪有东宫太子妃尊贵？她什么都能让，但独这个，他们不给，那她就自己争。楚瑶雪心里这么想，但面上不敢泄露半分。是，阿雪听娘的安排。林氏见她柔顺的模样，又想到她是她亲手养大的，心情又缓和了些。待大小姐回院子，
近日留在院子里好好养伤，养好了为止。松青院，祖母。楚妙冲入了院子，院内无人，他又往佛堂奔去。秦姑姑看到楚妙时，不敢置信的惊呼：“小姐，你回来了！”秦姑姑，祖母人呢？老夫人在里面，你快劝劝老夫人，她好几天没好好进食了。秦姑姑带着楚妙走入佛堂。楚妙看到楚老夫人的时候，楚老夫人正跪在佛像前，面前摆放着的膳食一口未动。楚妙鼻子一酸，快步走上前，跪在了楚老夫人面前：“祖母，老夫人，小姐回来了。”楚老夫人缓缓睁开双眼，看到跪在她面前的楚妙时，楚老夫人也震惊了：“妙妙，你怎么回来了？你爹他没把你怎么样？”楚妙端起面前还有些余温的汤，说：“祖母先把这喝了，我再慢慢告诉祖母。”楚老夫人端起汤，一口一口喝完。第47章消融景微。楚妙夜探王府4。等楚老夫人喝完了汤，楚妙又端起了旁边的饭，挖了一勺子道：“祖母乖，先吃饭，吃了饭才有力气陪妙妙。”秦姑姑看到这一幕，眼眶红了，她跪下来接过了楚妙手里的饭，说：“小姐，奴婢来喂老夫人吃。”老夫人一边听一边吃，不然她哪来心思用膳呢？对，尤琴说的对，祖母吃就是。楚老夫人点头附和。秦姑姑开始给老夫人喂饭，老夫人就乖乖的张嘴吃。楚妙并没有把福林寺走水的事情告诉老夫人，只挑了一些能说的。其实我爹没把我怎么样，只是不希望我在中秋节前回到燕京，于是命人将我送到另一处庄子。我不想去，我想找祖母。长公主知道后，拦下了那些人，把我一起带回燕京，还收了妙妙为义女。我现在是皇上封的浮云郡主了。秦姑姑和楚老夫人都怔住了，两人回头看她：“长公主收你为义女，皇上还封你为浮云郡主了？”楚老夫人一脸意外：“长公主，她怎么会？”秦姑姑说：“我们小姐心善，在福林寺义诊救了那么多老百姓，长公主大概是看在这一点，所以收了小姐为义女。再加上长公主无儿无女，长公主在收小姐为义女之前，肯定做了考虑的。这是咱们小姐的福气啊，老夫人，以后有长公主庇佑，老爷和夫人也不能随随便便把小姐送出去了。”楚老夫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对，谁说我的妙妙是扫把星？妙妙她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楚妙只是简单的交代自己成为长公主义女的事情，至于其余的事，她相信老夫人会自己去查。祖母，妙妙还有一事想求祖母。楚妙拉着楚老夫人的手说道。楚老夫人问：“什么事？你只管说来。”赏月宴刚开始没多久，就有禁军报荣安世子回燕京的事，但是他似乎身受重伤，不省人事了。皇上派了好多太医过去。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不合规矩，但是楚妙想说服祖母。他跪在楚老夫人面前，双手抓住了楚老夫人的手。楚妙12岁那一年上山采药，不慎从悬崖摔落，断了8根肋骨，引来了狼群，险入狼口。楚老夫人倒吸了几口凉气：“我动弹不得，无法驱走狼群。刚好荣安世子所带领的一支军队路过那山头，驱走了狼群，救了楚妙一命。此事荣安世子恐怕早已忘了，但是楚妙一直铭记在心。如今荣安世子为了老百姓而身负重伤，不知生死，楚妙想夜探王府，查看究竟。”楚老夫人的脸色慢慢变得凝重起来。男女授受不亲，楚妙此举的确不妥，但救命之恩涌泉相报，再加上1个月前荣安世子主动护送他与楚妙平安到达福林寺，他又如何拒绝得了？你要祖母怎么帮你？长公主的人在楚府后门等候着孙女，孙女想借着秦姑姑帮祖母外出买素子，我乔装成小厮，随秦姑姑从大门离开，到了平南王府后，我自有办法潜入府邸。楚老夫人眼中多了一抹犀利果敢。荣安世子是为百姓而伤，你是为救人而去，祖母送你出去，等你回来。第48章消融景微。楚妙夜探王府5。深夜，竹林沙沙作响，老夫人望着离开的身影，手中佛珠不停转动。齐管事从前院过来，向老夫人汇报林氏与楚妙刚才发生的冲突，以及让楚瑶雪让出芙蓉阁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件事，小姐把之前夫人用来顶替小姐身份的家仆女送回府上，小姐让那婢子与夫人说，那婢子才是夫人的2小姐，夫人气得不行。楚老夫人扯开唇角一笑，嘲讽道：“林氏错把榆木当明珠，却不知明珠在手里，随小姐去吧，你们仔细盯着大门，保证小姐平平安安回到我身边。”是。宋嬷嬷与齐管事异口同声。平南王府灯火通明，婢子们端着一盆盆的血进进出出，气氛压抑阴郁。萧家6子皆在昭明阁陪伴养母平南王妃。这时王府的萧管事走入院内，附在平南王妃耳边低声说道：“王妃，王府后门来了个能掐会算的半路仙医，说能救世子一命。”萧管事说话很小声，只有平南王妃才能听见。平南王妃猛地一激灵，下意识扫过内室里那10余名太医和太子莫红珍，再看看他的6个儿子，强作镇定：“
缓缓起身，随萧管事一道出门。走出昭明阁后，平南王妃急切地说道：“你快引我过去看看。”萧管事领着平南王妃一路走到紫厅台，王府的后门。他回来禀报的时候，就已经把人先请进紫厅台，毕竟这是关乎着世子安危的大事，他怕人走了。还在廊亭，平南王妃就看到远处站着的一道娇小身影。那人穿着粗糙简朴的衣物，体型偏瘦弱，没有半点医者之姿，完全就是后院小厮的装扮。但平南王妃不敢轻视，她快步走前，到了那小厮面前时，那人转身，当着平南王妃的面，开门见山地说：“楚妙见过平南王妃。”楚妙！平南王妃深吸了一口气，瞪大双眼看楚妙。她脸上涂抹了一种药粉，使其看起来面色偏黄，容貌也是普通小生的外形。但若是仔细去瞧，还是能从她的眉眼认出楚妙来。浮云郡主！平南王妃又惊又喜，她就差跪下来求他救救萧荣锦。楚妙压低了声音道：“荣安世子曾救过我一命，又在1个月前护送我与我祖母前往福林寺，我来还恩，不知平南王妃可信得过楚妙？”“信得过，信得过。”平南王妃双眸含泪，想起了杜晨大师说过的一句话：“此劫7度。”她越发相信楚妙就是她儿阿锦的有缘人，要不然她不会出现在这里。好，请王妃不要声张，腾一点时间让我进去瞧瞧世子，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他要知道萧荣锦现在是什么情况，需不需要他帮助。确认完后，他才能放心的离开。太医与太子进去有半个时辰，他们也快出来了，我带你进去。平南王妃抱着感激的心情，领楚妙进了昭明阁。楚妙再次踏入昭明阁的时候，前世的回忆汹涌袭来。这个院子曾困了萧荣锦整整3年，也困了他整整一生。可再一次踏入昭明阁，他的心境早已不似前世往日，充满着幽怨。他抱着对生的希望，对未来的憧憬来找他了。第49章萧荣锦危，楚妙夜探王府6。娘，几位太医已经为3弟检查好了，此刻前往前院木香亭讨论药方与治疗方案。爹爹让你过去一趟。一位身穿着黑衣束腰长袍的男子从屋子里走出来，快步来到平南王妃面前。他皮肤略显黝黑，五官棱角分明，双眼明亮，浑身散发着武士之气。他正是萧家长子，平南王从战场带回来的遗孤萧荣启。萧荣启10岁就随平南王入军，11岁上战场，历经沙长达10年之久，至今尚未娶妻。他记得前世萧荣启娶的那个女子并非良人。平南王妃停下脚步，转身对楚妙说：“你去打盆热水给世子再擦擦身，别碰到世子的伤处。”是。楚妙压低声音回道。萧管事带着楚妙一块走。萧荣启回头看了一眼楚妙的背影，只觉得眼生得很，但又想到他是母亲带在身边的人，便没有多问。平南王妃与萧荣启一边问：“太医们是怎么说的？”萧荣启垂眸，眉头蹙起，3弟4肢经脉全断，肋骨重创，头颅还有创伤，连太医诊断的是3弟颅内可能有淤血，淤血不散，3弟有可能会一直昏迷。萧荣启说了一半的真话，另一半并未说。太医告诉他们，就算萧荣锦苏醒了，以他4肢经脉断裂的状态来看，日后恐怕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人。萧荣启忍不住暗暗攥拳。平南王妃听到他的话后，什么都没再问。他清楚太医的话不可全信，他现在只信一人，只要楚妙没给他的儿子判死刑，他就相信他的儿子还有救。屋内，萧管事守在房门外。楚妙端着一盆热水走入房间，屋子里散发着浓郁的腥血味。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榻上的男子，他衣着单薄里衣，双手放在背面上，一双手腕圈着一层白纱布。楚妙凭着呼吸快步走向他，这才看清他憔悴又苍白的脸色，他的心脏猛然一紧。就算知道这些伤是他自己弄出来的，可也是实实在在的伤在了身上，痛入了骨，好像也痛在了他的心里。他放下热水盆，坐在萧荣锦身边，握住了他的手，快速揭开他手腕上的纱布。然而冰冰凉凉的大掌突然反握住了他。楚妙下意识抬头看向男人，萧荣锦不知何时睁开了双眼。你醒了？楚妙心情复杂地问道。萧荣锦苍白的俊颜上划开了一抹笑意。娇娇，你爱看我啊？不过你这样子着实有些丑，我差点没认出你来。一句娇娇差点让他破防地哭出来。前世新婚夜，萧荣锦揭开他头纱，唤他娇娇的时候，楚妙别开脸，不冷不热地说：“我叫楚妙，以后也叫楚妙。”他厌恶顾娇娘这个名字，自然也不喜欢别人唤他这个名字中的叠名。他觉得只有楚妙才能让他在楚家找回一点位置。顾娇娘只是寡妇之女，回到楚家认识太子，看过了万千繁华后，他觉得顾娇娘3个字是他人生的耻辱，眼眶热泪盈盈。楚妙为了掩饰，猛地低头，这才发现萧荣锦的手竟然可以握住他的手。那他的手
第50章，萧荣景威，楚妙夜探王府妻。他立刻掀开他手腕处的纱布，仔细检查，血口子里的经脉看起来全断了。可是爷爷曾说过，还有一种药可以治人经脉如同发丝，形同断裂。萧荣景的经脉看似断了，可是有一处却连着一根肉眼很难分辨的细丝。他用药物制造了一场假象。看出来了？萧荣景笑问。楚妙没有回应他，他伸手又揭开了他另一只手腕处的纱带。他从血口子里找到了那一根细丝，他可以确定萧荣景经脉并未断开。你跟暗室那些邪医做过交易？楚妙有些生气地问道。萧荣景犹豫了一下，点头道：听说是个好东西，我就买回来试试了。谁知道把王府的人都吓坏了，皇上还兴师动众的让半个太医院的太医出来为我看诊，太子也亲自来探我。最重要的是，他看了看楚妙，笑容灿烂，把你也招来了。楚妙看他脸上的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气，就是气啊。他的言语让他有种自闯贼窝的错觉。他当下起身，准备不再管他了。萧荣景在他站起身的瞬间抓住了他的袖子，眼巴巴地看着他。但我肋骨是真的断了，你要不要看看？楚妙哭笑不得，问他怎么断的。他犹豫了一下，不能说是吧？也不是不能，只是我怕你会心疼。萧荣景一副为难的样子。楚妙拽回自己的袖子，你我非亲非故，我不过是以一名医者的身份查探一二，你是我谁人，我还心疼你。萧荣景叹了一口气，好吧，但你要保证不能偷偷的心疼。楚妙，他以前怎么没看出他脸皮这么厚？不过看萧荣景现在的状态，他的担心怕是多余了。我从福林寺山头滚到山脚下。楚妙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疯了？那些太医也不是吃素的，我这身伤怎么来的？他们一验便知，区区9根肋罢了，养个10天半个月就能恢复。我本想着要不要如你所说再废掉一双腿，可是想想我若是没腿了，日后怎么娶世子妃，是吧？他说到世子妃的时候，特意瞥了楚妙一眼。而楚妙听到他这般惊心动魄的策划时，眼皮子狠狠地暴跳了几下。你若是想，我倒是可以帮你废了这双腿，毕竟一个完全不能行动的废人，才能让昭元帝和太子更加放心。他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地吐出一句话：你是认真的？认真的。楚妙认认真真的点头，脸上表情凝重。萧荣景下意识地夹紧双腿，我若是双腿被废了，日后谁还愿意嫁给我？楚妙，萧荣景这脑回路很清奇啊。你想什么呢？我是说，我可以用药让你双腿暂时失去知觉，到了夜晚子夜，你便能恢复双腿知觉，下床行动，不会影响你将来娶妻生子。儿孙满堂。儿孙满堂。他喜欢。那我要怎么报答你？萧荣景笑问。不用了。楚妙从衣襟里拿出了自己的金针，掀开他的被子说，不过是举手之。话还未说完，楚妙就快速地拉回被子，涂了黄粉的小脸上炙热燥红。第51章，萧荣景威，楚妙夜探王府8。萧荣景的底下只穿了一条亵裤，一双腿赤条条的。虽是前世夫妻，但现在他们只是未婚男女。更重要的是，在楚妙的心里，萧荣景与前世的萧荣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此时少年英才，他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这样看着他，让他很尴尬。你怎么不早说？楚妙没好气地怪上了萧荣景。萧荣景有些无辜了，他怎么知道他突然掀他被子？不过这有什么，迟早都是要看的呀。你们医者面前不是不分男女吗？萧荣景反问。楚妙嘴角僵了僵。对，医者面前不分男女，他刚才那举动显得他做贼心虚了。他上前拉开了被子一角，只露出了他的双膝，然后摆好了金针，在他双膝处落满了金针。萧荣景的双腿很快失去了知觉，特别是膝盖四周麻麻热热，已经不受他的支配了。约莫快要2刻钟，楚妙收回金针说道，你现在动一下试试。动不了了。萧荣景说。楚妙满意的点头道，动不了就对了，动不了就说明有效了，你不用担心，明日子时你就能动了。你要记住，能动的时候一定要下地活动。说完，楚妙就将他手腕的纱布绑回去，又耐心的交代，暗示的药别用了，你让刘莹明日到明医楼来，我会给你配一些急效药，不伤你身子，还能瞒天过海，让世人都以为你成了一个真正的废人。如此，昭元帝在短时间内便不敢再对萧家其余人动手，毕竟昭元帝很看重自己的名誉，若是萧家的人接二连三的出事，难免不会被天下人猜忌。他束好了他手腕的纱带，正人起身。萧荣景快先一步扣住了楚妙的手腕，你要走了？我祖母为报你护送我到福林寺之恩，将我悄悄送出楚家，我允他只在王府待2刻钟就得回，如今时辰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老夫人把你送到这里来的。他似乎抓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信息，楚老夫人竟然同意他夜探平南王府，为他治病。
是，我祖母知道你身受重伤，又知我懂医，便同意让我来看看。至于旁的事情，想必不用我交代你了吧？帝王疑心重重，萧家总要做出应变法子。楚妙真心忠告，以萧荣景的智慧，想来很快就会有应对的法子了。楚妙，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萧荣景始终抓紧她的手，就如同他在梦里梦见她一样。他想一直抓着她，不让她坠入深渊。我之前说过，我也梦见过你，可是不止一次，我梦见了你无数次。咱们两个莫非前世有缘？我觉得你前世一定是嫁给了我，要不然我不会对梦中人心心念念。心心念念这4个字，在楚妙的心里荡开了异样。他垂眸看着躺在床榻上的男人，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愧疚情绪，他轻笑了一声道：“你也不怕只是亡你全族的孽缘？孽缘也是缘，你若前世真的灭我全族，那今生今世我非缠你不可。”他剑眉微挑，言语调侃道：“把你绑在本世子身边，给本世子儿孙满堂。”第52章，莫红珍对楚妙的心思一。楚妙听到这话，心里酸涩难受，面上严谨到找不到一丝表情。他静静地看着床上躺着的男子，心底里浮上了止不住的寒意。他还是那么傻，那么天真，对待男女之事那么纯粹。在他的世间，大概就只有爱与不爱。前世他倾尽所有爱护他，这一世他不敢，他没有理由去接受这样的真情，因为他不配。他抬起另一只手，掰开了他的手掌，说：“时间不早了，我该回了。”他没有阻止，放他离开了。但是在楚妙转身的那一瞬间，萧荣景的眼底划过了一抹无奈。那小丫头似乎不太好骗。圆月高挂，莫红珍从平南王府出来后，第一时间回正前殿向昭元帝汇报萧荣景的事情。是由连太医亲自检查，确认萧荣景的4肢经脉断裂，头颅有重创，酒类全断，他双手已无知觉。至于他的腿，连太医说需要等萧荣景苏醒后再仔细检查。不过就算醒了，连太医说也很难再恢复到从前。昭元帝听到太子的话后，眉头微微皱起，似乎不太满意这样的结果。宋凌恒呢？昭元帝问。儿臣问了，宋凌恒与萧荣景一块从翁山鬼崖摔落，萧家军及宋家的护卫并未找到宋凌恒，目前还在寻找他。莫红珍道。昭元帝说，若是荣安世子成了一个废人，恐怕会影响到萧家军了。太子知道昭元帝想要怎样的结果，讨好的说道：荣安世子现在进食用药都是经过太医院之手，想要一个完好的人变成废人也是轻而易举，何况现在是他自己躺在那里，父皇能留他一口气，已是对他们萧家最大的恩赐了。做事要小心点，别露出马脚了，毕竟平南王府还有其余人在，只是除掉了一个，还有其余6子，个个身手不凡。再加上平南王在外威名赫赫，想要一下子连根拔掉这个眼中钉，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父皇放心，其余人就交给儿臣。莫红珍对除掉萧荣景一事胜券在握，他现在最关心的还是与楚瑶雪的婚事，需早日解除，另觅良缘。今日赏月宴，楚家大小姐在众目睽睽下引来蜀焕与黑风一事，不知父皇作何打算？莫红珍问。昭元帝一听到此事，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大好的日子引来那么晦气的东西，对于一国之君来说是个不祥之兆。国不立无福之女为后，嫁入东宫的太子妃必须是端庄贤惠，最重要望国运，否则岂不是让他国笑话了？你与楚大小姐的婚事，正会让你母后去安排解除，再另寻适合的女子为太子妃。莫红珍想到了今夜赏月宴上另一个楚家女，楚妙回楚家那日，她也在的，而且他觉得楚妙喜欢他。今夜他的才能与果敢，令莫红珍第一次刮目相看，再加上他还是姑姑看中的人，他想拉拢楚相的势力，那楚妙就是不二人选。父皇，儿臣心中有一人选可以顶替楚大小姐。第53章，莫红珍对楚妙的心思2，还可以继续与楚家的婚约，安抚楚丞相。昭元帝眉头微挑，哦，是何人？楚家2小姐，如今的浮云郡主。昭元帝眼眸里的光微闪了一下，眉眼间尽是疑惑。你说浮云郡主就是楚家2小姐？正是。可她不是这些日子在燕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天姑煞星。码字还未说完，昭元帝就想到了什么，恍然大悟。他猛地拍了一下桌，眼中浮动着一丝恼意。这楚家早就知道楚大小姐不祥，是想借用楚家嫡次女来以假充真，保楚瑶雪继续做你的未婚妻，竟连朕都敢欺瞒。他最讨厌欺骗他的人了。莫红珍立刻跪下，替楚家也是替楚妙说话。父皇，儿臣知道，儿臣维护楚家会招惹父皇生气，可是父皇今夜也看到了，那楚家嫡2女并非普通女子，她的医术连太医院几位元老都赞不绝口。儿臣自认为要娶太子妃，端庄贤惠自然是要有的，可若此女还有别的技巧，岂不是比那些只会吟诗作对、琴棋书画的女子强多了？况且这些才艺往后还能慢慢培养起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浮云郡主之前在外就名声赫赫，
以仙医之名被老百姓追谤，如若将她收入皇室，成为皇家儿媳，为父皇所用，岂不是能借着浮云郡主的仙医之名尽收民心？莫弘真滔滔不绝地分析了一大堆。昭元帝听完后，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一些。莫弘真又继续说道：“回头再找个借口，帮楚家澄清近日传的天孤煞星一事，到时谁还敢说仙医是天孤煞星？”昭元帝眼眸微眯，顿时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谋略都不输他年轻时，颇有他年轻时的心胸。太子能事事为家国设想，朕很欣慰。那莫弘真微微抬眸又道：“此事让儿臣去处理。”去吧，萧家那边也要盯着。莫弘真走出正前殿时，楚正德已经在殿外跪了整整2个时辰。莫弘真起飞到楚正德面前，居高临下的看他，道：“孤已经向父皇求情，也向父皇坦白浮云郡主的身世。父皇对你们楚家的作为十分生气，但念在浮云郡主功绩赫赫，抵过了你的罪名，不做处罚。孤与楚家大小姐的婚事是成不了了，但你们楚家可以想办法弥补。浮云郡主的仙医之名足以入东宫为主，你可知该如何做了？”楚正德先是惶恐，然后震惊，最后是虚惊一场。他恭恭敬敬地向莫弘真行礼，多谢太子殿下给罪臣一条生路，多谢皇上不杀之恩，微臣定尽忠职守，回去后好好教导二女儿，将来为皇上为太子殿下尽一份力。明日本宫会亲自去一趟长公主府，你们楚家内院的事情最好给姑处理好了。莫弘真的言语中有安抚，也有敲打，但他对楚正德的态度总归是满意的。他双手负背，快步从楚正德身旁离开，脑海里浮现着挥之不去的身影，让他迫不及待地盼着天明与楚妙见一见。第54章，莫弘真对楚妙的心思3。天微微亮，燕京城大街小巷都在传一件事情：1个月前，在福林寺免费放诊、免费送药的仙医，原来就是长公主的义女浮云郡主。还有一个小道消息，这浮云郡主还是楚夫人的嫡儿女。据说之前被送走的那一个根本就不是楚二小姐，而是家仆之女。那家仆之女先前就在楚二小姐跟前伺候，因手脚不干净，欺负人楚二小姐自小在庄子长大，平日里都穿着楚二小姐的衣服头饰。楚夫人才把被黑风折得面目全非的家仆之女当成了自己的二女儿。而这楚二小姐其实在楚大小姐生辰当日就与楚老夫人先去了福林寺，根本就没参加过生辰宴。这就离谱了，竟把家仆之女错当成了自己的二女儿，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母亲。也怨不得楚夫人认错，那楚二小姐回楚家也就将3个月，之前一直在庄子养着。名医堂药铺，楚妙从茶巷走出来，每一个茶枣店铺，每一个摊位都在议论他与楚家的那点事。楚妙冷漠地走过茶巷，走到了名医堂药铺。这名医堂是平南王妃名下的产业，他直接把药方给了药铺掌柜，然后进入了礼堂的休息室。刘莹早早在此等候。姑娘，楚妙从衣襟里拿出了2瓶药，递给他。白瓶子的是解暗示邪医的药毒的解药，服用后你家主子的经脉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蓝瓶子是断经脉之物，不会对身体有损伤，药性温，无毒。是。刘莹接过2瓶药。楚妙压低声音问道：“你家主子现在如何了？”天未亮就醒了，连太医为主子检查双腿，发现主子双腿毫无知觉，连太医说若连续服药3日还是没有知觉，主子的腿恐怕就废了。主子知道自己双腿无用了，性情很暴躁，摔了好几碗药。刘莹的声线一时压得很低，楚妙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人听到自己双腿残疾后的反应。不得不说，萧荣锦还真能演。那楚妙想到了另一个人，平南王妃现在如何？刘莹微怔，抬眸多看了楚妙一眼。楚妙知道隐卫天生敏感，更别提专门搜集信息的刘莹。平南王妃以泪洗面，晕了好几次。楚妙又从自己的衣襟里拿出了粉色瓷瓶，说：“这是治平南王妃的药，你亲手交给他，他若问起是谁给你的药，你可以如实的说。这一世除了萧荣锦之外，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平南王妃。”从明医堂出来后，楚妙就直接回了长公主府。宫嬷嬷早早去了她现在所住的谢水阁。郡主，长公主让奴婢带你过去量身定做几套衣服。好。楚妙跟着宫嬷嬷去了长公主的院子。长公主请来的绣娘是燕京明绣坊的名手，官家贵妇们想要从明绣坊定制一套衣裳，需排个1年半载。长公主一句话就把明绣坊所有绣娘都请来了。楚妙走入锦绣阁，向长公主请安，女儿给母亲请安。长公主满脸笑容的上前牵起了楚妙的手，道：“你如今是郡主身份，不能再穿着这些衣服了。本宫让人给你定制几套，命人2日内赶出10套成衣，供你更换。”谢娘亲。楚妙乖乖的任由绣娘量身。明绣坊的房主一个劲儿的夸赞楚妙长得伶俐可人，夸得长公主心情愉悦。长公主府里的下人们已经有1年半载没见长公主这样开心笑过了。
他们现在不光把楚庙当成主子，还把楚庙当成了自己的祖宗。管姑姑从门外走入，向长公主通报：“长公主，太子殿下来了。”不过，管姑姑看了一眼楚庙，又道：“太子殿下还带着楚夫人一块来。”楚庙听到后面那句话，柳眉不自觉的一皱。第55章，莫弘真对楚庙的心思4。长公主下意识回头看向楚庙，然后抬手摆了摆。屋内绣娘纷纷退下。长公主走到楚庙面前道：“娇娇，你娘应该是来接你回去的，你怎么想的？”楚庙看向长公主道：“图利不为母，图谋不为父。娇娇心里，楚家里只有祖母是娇娇的亲人，娘亲要赶我回去吗？”长公主听到她这番话，别提有多高兴了。人都是自立的，她已经完全将楚庙纳入自己的羽翼，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养着。谁想把这么乖巧伶俐的孩子送回去？只要你不愿意，没有人可以逼你回去。但是她毕竟是你生母，我会去见她，让她死了那条心吧。本宫亲自带你过去。长公主拉着楚庙的手，走出了锦绣阁，前往烟云台院子。太子与林氏坐在大厅。楚庙与长公主走入大厅时，林氏和太子皆起身相迎。弘真见过姑姑，给姑姑请安。臣妇拜见长公主，长公主千安。林氏行礼。楚庙则低垂眼眸，面无表情地向莫弘真行礼：“臣女拜见太子殿下。”妹妹不必多礼。莫弘真一双眼睛像盯在了楚庙的身上，恨不得从里到外由上至下的看透楚庙这人。可他身上那一股神秘感却让莫弘真十分着迷。初见他时，他显露唯唯诺诺的神态，像一只丑陋的野鸭子。如今这野鸭子竟不知不觉中一鸣惊人，看来他还是小瞧了他。长公主清楚林氏到来的目的，再加上她心里厌恶林氏的做法，不屑与之多谈。她回头看楚庙，说道：“娇娇，你与你母亲好好谈谈，这里不会有人打扰你，也没有人能逼你做任何事情。”“是，娘亲。”楚庙声音响亮清脆，深深地刺痛着林氏的心。她才是她的亲生母亲，可现在她却叫义母叫得那么亲密。楚庙这是故意气她的。对，妙妙一定很在乎她这个亲娘的看法，才会当着她的面这样叫唤长公主。长公主听到那一声娘亲后，脸上笑容敛不尽，心情大好的走出前厅。莫弘真也跟着长公主出去。这大厅就只剩下林氏与楚庙二人。楚庙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面色冰冷的说道：“说吧。”林氏看着自己的女儿，快步走前了2步。然而楚庙却突然回头，那淡漠的眼神震慑住了朝他走来的林氏。林氏脚步顿住了，干巴巴的笑道：“妙妙，你别这样看着娘亲，娘今日是特意来接你回家的。虽说你是长公主的义女，还是皇上赐封的浮云郡主，但也没有常年住在义娘府上的呀。还有呢？”楚庙挑眉反问。林氏看他并未拒绝，以为他答应了，继续说道：“娘亲已经为你澄清了天孤煞星一事，如今街头老百姓都在歌颂你先医之名，太子殿下与楚家的婚约不会解除。当然，你大姐姐如今也没有资格成为未来的太子妃了，你很快就会嫁入东宫，做未来最尊贵的女人。皇上与皇后对你也十分满意，最重要的是，他也很满意。”楚庙盯着他看了半晌，随手拿起旁边的茶杯，把玩着茶盖，轻吐出一句话：“你是不是还未睡醒？”第56章，莫弘真对楚庙的心思5。魏娘昨夜一夜未睡，对你既愧疚又欣慰，你总算没有辜负娘的期望，天一亮娘就起来收拾了。太子殿下也是天刚亮就来了楚家，谈及到楚家与皇家的婚事，可见太子殿下对你上心。你看你现在既是浮云郡主，也是我楚家的嫡女，将来嫁入东宫做太子妃，何等尊贵，何等的福气。林氏越说心里越激动，他要把楚瑶雪丢失的脸面从楚庙身上找回来，到时把楚庙带到贵圈，他倒要看看谁敢看轻他。最让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太子妃之位。楚瑶雪嫁不成了，楚庙可以顶上去。楚庙做了太子妃，那才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不比那浮云郡主还风光吗？楚庙冷笑了一声：“是不是我不愿跟你回去，你便会一直来长公主府？”林氏走到了他对面的茶椅，坐了下来道：“我是你母亲，我来看我的女儿怎么了？连皇上都不能阻止，何况你是我的女儿，你不在我跟前尽孝，会被人拿捏住画饼。当然，娘不是不让你留在长公主府，你是浮云郡主，长公主府还是要回的，可也不能不回楚家。将来嫁入东宫，你是要从楚家大门嫁出去的。浮云郡主这个身份，可以为你添一把助力，肯定也要讨好长公主。”楚庙痴痴的笑了，笑自己前世竟然为了这玩意去讨好他。他回过脸，眼眸泛着浅薄的泪光，反问：“若我跟楚瑶雪一样，让你丢脸了，做不成未来的太子妃，你还会要我回楚家吗？”林氏并未将他这番话放在心上，如今燕京城的人都称赞他的二女儿是活菩萨在世仙医，他又怎会给他丢脸？瑶雪只是娘的养女，
你才是娘的亲生女儿，无论如何，娘都不会放弃你的。是啊，不会放弃他。只要他身上还有一点点利益价值，林温婉与楚正德就会倾尽所能的压榨，直到他再无价值。所以，他若不跟着林氏回去，林氏就会不停的骚扰他，打搅长公主。楚家背后有太子支撑着，他一直留在长公主府，难免林氏不会拿长公主来做文章。权衡之下，楚妙想到了一个万全的法子。好，楚妙别开脸，冷冰冰的说道：“我可以随你回去，但你以后不许再到长公主府来。”林氏欣然大喜，激动的站起身道：“娘向你保证，绝不会打扰长公主，但你也要听娘的话。回府后，娘会给你安排琴师、画师、舞狮和骑师，还会请燕京最好的老师教你认字写诗，你都要认真的学。”楚妙心中冷笑，不屑。同样的路，还想用同样的手段逼迫他。很好，那他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丢脸丢到姥姥家。大厅门打开，林氏脸上覆满了笑容，想拉楚妙的手，但被楚妙躲开了。长公主看到楚妙出来，上前握住了楚妙的小手，问：“聊好了吗？”还未等楚妙回应，林氏就迫不及待地宣示自己的主权。回长公主，臣妇已经与妙妙解开了心结与误会，这些日子臣妇要感谢长公主照顾妙妙。长公主淡漠地扫了一眼林氏，看林氏那得意的表情，长公主知道楚妙要跟林氏回楚家。她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也并非要强绑着楚妙。娇娇回去后，母亲会让人把制好的诚意送过去给你。不用了，娘亲，女儿每日晌午都会过来给娘亲请安，倒是再一件一件的试过。长公主露出欣慰的笑，好，你如今身份不一样，身边要多留几个伺候的下人，本宫让管姑姑随你回去，再支配4名大丫鬟，6名2等丫鬟，回头再从人牙子那买些粗使的婆子。林氏眼皮子狠狠抖了几下，长公主这做法是在打她这个亲生母亲的脸啊。第57章，莫弘真对楚妙的心思6。林氏嘴角微抽了几下，上前一步对长公主说道：“长公主殿下，这些事情臣妇已经替妙妙安排好了。”长公主对待林氏态度漠然，说话的语气也没有丝毫温度，轻轻的回怼道：“那是你的心意，本宫不希望本宫的娇娇离开长公主府后被人欺负，有本宫身边的人替本宫看着，本宫放心。”说话时，长公主理了一下楚妙，并搅换碎发。林氏感觉自己被内涵到了，脸上的表情也隐隐有些绷不住。妙妙是回自己家，怎么会有人欺负？若是真的有人敢看轻妙妙，我这个做娘的第一个不答应。呵，长公主嘲讽冷笑，别开脸，懒得跟林氏套近乎去吧。楚妙行了一礼，便与林氏走出了长公主府。而楚妙走到长公主府门前时，才知道楚家竟然派了一个仪仗队来接她回去，这还真像林氏的手段。巴不得全燕京的人都知道，她还有一个女儿，正是长公主府的浮云郡主。楚妙心中冷意森森，上了林氏安排的那辆马车。坐上马车后，林氏对楚妙说道：“你怎么能跟长公主说每日都回长公府？娘不是不让你回，长公主府自然是要回去的。可接下来的行程会很赶，娘希望你学会才艺后，再好好与长公主联络感情。1个月后，娘会请燕京贵女到楚家桃园赏花，让你多认识权贵之后，多结交人脉，这有利于你日后嫁入东宫。”嫁入东宫。楚妙听到这4个字，眼眸微微眯。她没有当面拒绝林氏自己绝不会嫁给莫弘真的心，但是心中早已有了计划。莫弘真与林氏一样，最看重女子的世家与才情。她楚妙前世一味地追随莫弘真，迁就楚瑶雪，掩盖了锋芒。如今先医之名，却能助莫弘真收揽天下人心。她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做她的春秋大梦呢。林氏见她没有回应，只当她听进了自己的话。回到丞相府后，林氏看了一眼先回到丞相府的莫弘真，道：“妙妙，太子殿下好像有话要跟你说。”楚妙微抬眸，看向那站在屋檐下的男子。他身穿玄蓝长袍，双手负背而立，腰筋挺直，气宇轩昂，好一副衣冠楚楚的禽兽。这时他就看到楚瑶雪面带薄纱，站在莫弘真身后的亭子，隔着面纱，他都能感受得到楚瑶雪心中的不甘与愤意。楚妙提着裙摆走上台阶，来到了莫弘真身旁，行了一礼。莫弘真对楚妙的态度很满意，他柔声唤道：“姑听姑姑唤你娇娇。”那姑，太子殿下，长公主唤的是臣女的闺名，非父母丈夫也不会有人唤一个女子的闺名吧？楚妙说话婉转，暗示莫弘真自重。林氏眼皮子抖了几下，妙妙，你怎能这样跟太子殿下说话？莫弘真出声维护：“是姑疏忽了，那姑唤你楚妹妹吧。臣女上头还有一位姐姐，不知殿下唤的哪位楚妹妹？”楚妙，林氏心里急了，语气重了一些。莫弘真抬手阻止林氏训斥楚妙，不怒反笑道：“不爱，姑就喜欢楚妙妹妹这样的性情。”楚妙唇角划开了一抹无比灿烂的笑容，
眸光却淡淡的瞥过莫红真身后亭子里的楚瑶雪，微抬下颚道：“多谢太子殿下抬爱，若无别的事，臣女就先回院休息。”话落，楚妙扶了一个身，便干脆利落的转身离去，身后跟着一大群从长公主府跟随而来的下人。林氏看到这一幕，心中怒火隐隐发作。第58章，莫红真对楚妙的心思七。林氏心中怒火隐隐发作，在碍于太子殿下在此，林氏便强忍了回去。等到楚妙走远了，林氏才小心翼翼地与莫红真道歉：“太子殿下，楚妙初回楚家，许多规矩不懂，臣妇已经请了不少管教嬷嬷，定会让楚妙改头换面，下次绝不会再发生如此无礼的事情。”莫红真望着远去的楚妙，俊逸的脸庞勾起了一抹笑。楚二小姐是真性情，楚夫人不必太过严苛。林氏见莫红真并未动怒，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还是要多谢太子殿下的宽容与谅解。今日小女之错，臣妇身为母亲也有过。无论如何，妙妙的身份与别的贵女不同。莫红真倒没有再说什么，毕竟在她眼里，楚妙能保持几分真性情的同时，也要守皇家规矩。现在那么多人盯着楚妙，她自然希望自己未来的太子妃是个完美的人，在她面前可以真性情，可人前保持着贵女应有的金贵，才不会失了大体。她双手负背，微微点头，没有停留多久便离开了，根本不知道楚瑶雪一直站在她身后的亭子，远远看着她。等莫红真离开后，林氏心里还是恼怒楚妙对莫红真的态度，那可是太子殿下，旁的贵女倒贴都来不及，她竟然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她这是想干什么？林氏绝不允许楚妙坏了皇家这门亲事。她转身就朝着楚妙刚才离开的地方快步走去。楚瑶雪见此，对身后的品梅说：“快回清福院。”林氏回楚妙原来所住的院子时，楚瑶雪刚好从清福院里走出来，她一副什么也不知的样子，上前给林氏行礼：“娘，你来了，女儿正要去给母亲请安，你妹妹没有回来。”按理来说，楚妙若是回院子，首先回的是清福院，因为她还未告诉她已经让楚瑶雪让出芙蓉阁的事情。楚瑶雪一脸茫然：“妹妹回来了吗？”林氏听到这话，就知道楚妙没回清福院，她应该是去了松清院了。她气势汹汹往回走，准备去松清院要人。楚瑶雪在身后唤住了林氏：“娘，你怎么了？是不是妹妹她惹了娘？”林氏眉头一蹙，并不想楚瑶雪多管她跟楚妙的事情。她回头看楚瑶雪，见她脸上带着面纱，说道：“你还在养伤，除了清福院，别到处乱跑。特别是近日太子频频出入楚家，她不允许楚瑶雪再对太子对任何心思。”楚瑶雪暗暗苦笑，神情却不敢露出半点不满：“是，女儿知道了。女儿是想跟娘说，妹妹好不容易回府，娘与妹妹之前发生了一点误会，如今妹妹回来了，娘尽量先安抚好妹妹的情绪，等妹妹气消了，再好好教妹妹规矩，切不可急于一时。毕竟妹妹现在的身份不同以往，若是妹妹在我们家住的不舒心，又跑回长公主府去，长公主还会以为妹妹在自个家受委屈了呢，咱可不能让外人拿了画饼呀。”林氏听完这番话，怒意丝毫未消，但是冲动感压制了半分。楚瑶雪的话令他猛然清醒，长公主那架势看起来是分分钟要把楚妙抢回去，所以他现在可不能冲动行事。如此一想，林氏看楚瑶雪顺眼了不少。他走前握住了楚瑶雪的手，叹了一声道：“若是楚妙有你那么听话，娘根本就不用操这份心了。”楚瑶雪低垂眼眉道：“娘，阿雪自知如今的地位，阿雪盼着楚家好，娘好，希望娘与妹妹早日解开误会。”话虽这么说，楚瑶雪心里恨不得楚妙继续作妖。第59章，莫红真对楚妙的心思八。只有楚妙继续做，林氏心里才会想起她这个养女的好。林氏现在的确对楚瑶雪感到惋惜。楚瑶雪身后的品梅轻声说道：“夫人，大小姐先前跳惊鸿舞都不曾发生过那种事情，为何近2次跳惊鸿舞都引来黑风？”品梅，你怎么突然提起此事？楚瑶雪严厉呵斥。然而品梅的话却让林氏多了一个心眼。对啊，瑶雪自小参加了不少宴会，为何独独这2次出了意外？奴婢就是好奇，二小姐不是懂医吗？奴婢也是听家中哥哥说的，暗示邪医可以治出引飞禽走兽的药，会不会是有人故意陷害大小姐，想搅黄了楚家与太子殿下的婚事？品梅脸上挂着满满的疑惑，楚瑶雪面上的怒色更深了几分。你说就说，怎么提到二小姐？二小姐与邪医有何关系？品梅低下头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说道：“奴婢只是好奇，大小姐2次都出事了，还都是在大场合，奴婢就是觉得像是有人不算好的。”林氏脸色渐渐沉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只道：“阿雪，你先回院子养伤。娘，你莫要听品梅在那胡言乱语。妹妹虽懂医，但我相信妹妹绝不会与暗示邪医有来往，也许真的是阿雪时运不济。”楚瑶雪垂下头，抬手抚摸自己的脸，眼中含着盈盈泪光：“
阿雪就是怪自己不争气，浪费了娘亲那么多心血。不过好在还有妹妹，娘亲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莫须有的事情与妹妹心生间隙。阿雪这就回去好好养伤，娘也不用担心我的身子，我会听娘的话，好好用药。说完，楚瑶雪扶了一个身，便退回清福院。而楚瑶雪的一番话，令林氏脑海里浮现了养育楚瑶雪的点点滴滴和过往。他一手教捧到大的阿雪，什么时候受过这般委屈？如今却要迁就流落在外、性子养野的楚妙，还要叫阿雪搬到这小院子里养伤，遭到府里下人的白眼与唾弃。林氏感觉有什么在割他的心，他咬了咬牙，对身后的刁嬷嬷说：“让大小姐回芙蓉阁养伤，用度按从前的算。”刁嬷嬷，那二小姐住在何处？林氏想到楚妙刚才对太子的态度，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道：“让二小姐搬到我的院里，正好我可以时时刻刻监督她，教导她，省得她再像以前那样没规没矩。”夫人消消气，二小姐再怎么说还是夫人的亲生女儿，慢慢教，二小姐会明白夫人的苦心。刁嬷嬷劝慰道。林氏眯起双眸道：“她若不是我的女儿，我早就把她赶走了。被太子看上是多大的福气，她竟然给人甩脸子。”林氏一边说一边回自个院子。他原本是要去找楚妙的，现在他打算先理一理自己的情绪，免得真的一时冲动处罚了楚妙。而回到清福院的楚瑶雪，唇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品霜从院外走入，向楚瑶雪汇报：“大小姐，夫人要你回芙蓉阁，二小姐安排在夫人的院子居住了。”品梅开心地说：“大小姐，夫人果然还是心疼你的。”楚瑶雪狠狠地折断了一旁的盆栽，冷笑：“只要林氏对她还有一点点念想，就有回转的余地。太子妃之位，他不会轻易放弃的。”第60章，楚妙，本世子看上你了。松清院。楚妙回到松清院后，就陪楚老夫人。他为楚老夫人做了全身检查，了解楚老夫人现在的身体状况。秦姑姑在一旁说，老夫人近半年出现了嗜睡的症状，心急痛也比之前厉害，就说近2个月吧，老夫人的心急发作了近7次，以往是半年发作一次，吃的也是同一位府医开的药，现在吃药好像也不顶什么事。老夫人晨起后不到1个时辰便要休息。这会儿老夫人听到二小姐回府了，才一直撑着。小姐，你医术那么厉害，不如你为老夫人重新开一个方子试试。楚妙坐在楚老夫人身侧，安静地为楚老夫人把脉，当然也把秦姑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听进去。楚老夫人靠在罗汉椅，眼神泛着困倦，但很明显她一直在撑着瞌睡。尤琴，我这身子骨，我知道人老了总会有病痛的。楚老夫人安慰楚妙，能够在晚年得一孙女在膝下尽孝，她已经很满足了。她的女儿楚真在世的时候，也如楚妙一般，坐在她身旁，每日都要拿她手腕来练手号脉。后来女儿楚真医术渐有起色，便跟着她那老师傅外出接诊。楚妙收回手，问秦姑姑：“祖母吃的药可否给我看看，我才好另外开方子给祖母。”药一直是夫人那边送来的，只有残余的药羹，没有方子，没有药渣。秦姑姑转身从外面拿来剩余的一点药羹，回到楚妙身边。楚妙接过了药碗，闻了闻，又用手指抹了一下药物残羹，放在嘴边尝了一下味道。楚老夫人赶忙阻止：“囡囡，怎么能尝祖母的药？没事，这药方对祖母现在的病情的确没什么成效。病患的病情时时在变，药方也需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来调整。如若祖母从生病起一直服用这个药方，倒也无过，但也绝非治病之方了。”楚妙又问：“秦姑姑可知道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府医之手？夫人娘家那边请的赤脚神医，如今的马府医，老夫人有什么头疼脑热，也是这位马府医给老夫人看。”秦姑姑将实情说出。楚妙放下药碗：“药非毒药，药方也非绝命之方，但祖母一直这样吃，病绝对好不了。那以后就吃孙女开的方子，孙女会亲自给祖母熬药。咱们先把祖母的气虚症调理调理，再来治心急症。”楚妙的脸上洋溢着自信，他有信心可以调理回祖母的身体。但林氏所为到底是何意呢？他那亲生父亲又是否知道马府医的做法？他不信，身为一名医者，不懂得按证调整药方。楚老夫人看他从容的样子，点头道：“好，祖母听囡囡的。不过祖母……”楚妙握住了老夫人的手背，为了避免一些争执，马府医的药也别拒绝了。孙女不想因为一剂药方扰得鸡犬不宁，但是别再喝马府医的药。楚老夫人的瞌睡越来越严重，她轻轻地点了一下头，道：“好，祖母知道了。祖母，孙女扶你回房休息吧。”楚妙与秦姑姑一同扶老夫人回屋子躺下，二人看着楚老夫人睡过去后，又一同走出屋子。秦姑姑问道：“小姐，你刚才说的马府医的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楚妙摇了摇头，道：“那药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以祖母现在情况，药方已经不能控制祖母的病情，所以我才不让祖母再用了。那小姐开的药方要不要奴婢出去抓药？”“不用了，
还是我亲自来？从抓药到熬好药，一手到位，他才放心。秦姑姑，你看着祖母，我先走了。秦姑姑扶了一个身，送楚妙走出院子。而楚妙刚走出院子，就看到林氏身边的刁嬷嬷站在院外。他上前行礼道：“二小姐，夫人让奴婢过来接二小姐去夫人的蓝景轩，日后就在蓝景轩与夫人同住同吃。夫人说这样可以联络小姐与夫人的母女之情，当然更方便管教二小姐。”这话他没说。第61章，楚妙，本世子看上你了二。可是林氏什么心思？楚妙重火两世又怎会看不透？林氏急于促成他的18般才艺，将他培养成第二个楚瑶雪，好为他脸上贴金，让他在贵圈里重振口皮，出尽风头。楚妙心里冷笑，面上却没有拒绝。既然他那么想要再养出一个才女，那他就成全林氏。到了蓝景轩，果然如楚妙所料，林氏早已将琴师、画师、棋师、舞师请来，当然还有插花师、礼仪嬷嬷、文人界里的才子，这都是为他楚妙准备，也是楚瑶雪曾经的才艺大师呀。林氏已经把之前的气压下去了，他看到楚妙走入蓝景轩，笑脸相迎道：“妙妙，快去见过你的师傅们。”好。楚妙挑了一下眉，在林氏的带领下走到了那些师面前。几位才艺大师纷纷夸赞楚妙长得伶俐可人，而琴师直接拿起了楚妙的手，仔细看了个遍，笑道：“这双手倒是生得巧，若是好好学琴，定也能学成一番成就。不知二小姐可曾学过琴，或者懂得一些有关于琴的初级知识？”林氏听到琴师的问话，颇有些尴尬了。一个在外漂泊，跟随不知哪路的也医学医术的女儿，哪里懂得琴？楚妙若是懂，她也不必那么忧心，生怕她带不出贵圈，丢了她的面子。林氏正欲解释时，楚妙来了一句：“学过。”林氏嘴角一僵，红颜琴师最不喜欢撒谎的人，楚妙有没有学过琴，等会一试便知。他可是花了大价值，请了好久才把红颜琴师请回来的。妙妙，你什么时候学过？没学过也没关系，红颜师傅不喜欢撒谎的孩子，你快跟红颜师傅说实话，并跟你师傅道歉。林氏急红了脸，说道。楚妙不想接下来一直被困在蓝景轩练琴、练画、写字，所以他得让林氏知道这些东西他都学过。为了讨好曾经那个他一心盼着回头看他一眼的母亲，他在楚瑶雪学各种才艺的时候跟着偷偷的学。嫁到平南王府后，萧荣锦以为他对琴棋书画各种才艺很感兴趣，还特意重金聘请了名师。他日日苦练，学会了这些他从不喜欢的东西，并学至精髓。他的师傅还夸是位天赋极高的人。而他在学有所成后，亲自作曲弹给林氏听，林氏却把他做的曲转手拿给了楚瑶雪，让楚瑶雪出尽风头。这些都历历在目啊。楚妙微仰头，语气比刚才重了几分：“我学过。”你……林氏还想说什么？红颜琴师先说道：“正好我今日带了琴，不如你试试，我看你学了几成，才好帮你调整调整。”说完，红颜琴师就让丫鬟摆琴。琴摆好了，楚妙没有丝毫畏缩，反而大大方方地坐在古琴前，双手落在古琴上时，楚妙食指在琴弦上乱拨动了一通。林氏听到音律不齐的琴音时，心中的怒火顿时窜上脑门，朝着楚妙那疾步而前，正准备出手把楚妙从古琴前拉起来训斥一番时，琴音突然缓和有律，循循渐进，音色灵动舒缓，可以让路过的人忍不住停下来聆听一番。林氏脚步一顿，脸色震惊地盯着楚妙的背影。第62章，楚妙，本世子看上你了三。林氏一脸震惊地盯着楚妙，耳边却认真地聆听着出自楚妙之手的曲目。这是他从未听过的曲子，曲调虽充斥阴郁、低沉、黑暗，可是从楚妙手里弹出来的琴色却像山间涓涓流水声，舒畅、婉转、绵延不绝。听曲之人无形中在脑海里勾勒出了一幅残破又充满着硝烟的山河画面，让人深陷其中，悲痛家国王的滔天恨意。一曲不长，却叫人意犹未尽。琴音缓缓收尾时，在场所有人都没有立刻缓过神来。楚妙不爱琴，但惜琴。他抚了抚琴弦，眼底水光潋滟，重活一世，恍若如梦。他收回自己的手，站起身道：“这样可以吗？”他清脆的声音荡开时，红颜琴师与林氏同时回过神来。当然，这两人也是最激动的。妙，这首琴曲出自哪位琴师？娘以前怎么从未听过？林氏激动的手不是手，脚不是脚，脸上的表情实在有些滑稽。是，楚妙刚才的功底不比楚瑶雪差，甚至更胜楚瑶雪。楚妙态度淡然地说：“我闲来无事，随手做的琴曲。”红颜琴师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怎样的变态才能随手做出熏染了家国仇恨的琴曲？人情合一，令人身临其境啊！琴师的态度不像刚才那般不紧不慢，
那二小姐将此曲命名为什么？楚妙垂下眼眸，仔细想了想，这首曲子的确是他刚才有感而作。至于取名为什么呢？楚妙脑海里想到的便是萧荣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梦境，他轻吐出了2个字。红颜琴师拍手称绝，当着林氏的面连连夸赞楚妙。楚夫人，二小姐可是个好苗子啊！以二小姐现在的资质，完全不输当年的大小姐。二小姐若好好利用这首曲子，将来必定名扬天下。他想说的是，以楚妙现在的资质，恐怕连他都要让3分。可他是燕京赫赫有名的琴师，自然不愿意降低身份，捧高了他人。林氏听到红颜琴师都这样说，激动到差点手舞足蹈，他脸上的笑容都快收不住牙齿，双手握紧了楚妙的手，宝贝似的抚摸道：妙妙，娘真的不知道你会弹琴，娘若是知道你会，哎呀，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娘以后会对你好，你也要爱惜自己手，就算你会，也不能骄傲。1个月后，娘会邀请各家贵人参加你的宴会，娘要正式向燕京城的贵夫人们、嫡女们好好介绍你。对了，你除了会弹琴，还会别的才艺吗？林氏问出这句话时，楚妙后面的画师、骑师等都用着期待的目光盯着楚妙。楚妙抬手理了理自己的鬓发道：我会听娘的安排，跟着各位师傅们好好学，虚心讨教。林氏眼底有些失望了，但很快他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没有关系，你弹古琴那么厉害，娘相信你，只要肯用心，其他才艺也定不会输给别的贵女。楚妙唇角勾起了一抹似有似无的笑，眼底却暗涌着狡黠的算计，道：放心，1个月后，我楚妙绝不会让燕京城贵圈失望的。你有这份心，娘就放心了。那就从现在开始，你随这几位师傅好好学习。林氏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楚妙自然不能让林氏失望，他还要借着这些人将他的18般才艺打响满燕京。而这一天，林氏感觉幸福感来得太快。事实证明，楚妙不光会做曲谱、琴棋书画、笔墨写诗，样样精通，且每一项都得到了很高的赞誉。那些师傅都想跪下来认他为师，但他们为了自己的饭碗，硬着头皮去教楚妙这样的变态学生。那原本因楚瑶雪的惊鸿舞而陷入流言蜚语的楚家，如今被楚妙的18般才艺扭转局面，下至平民，上至皇后都知此事。燕京的第一才女就这样易主了。于是皇室有意让楚二小姐为未来太子妃的传言，也随着楚妙这波才女之名传遍燕京城。萧荣景才躺了1天，外面流言蜚语传了好几波。当听到皇室有意将楚妙赐给太子的时候，萧荣景躺不住了。第63章，楚妙，本世子看上你了4。深夜，琴音渐渐散去，林氏守着楚妙练琴练到很晚，才回自己的主院。长公主身边的管姑姑看在眼里，暗暗心疼楚妙有一个这样的亲娘。若是郡主在长公主身边，哪里需要被逼着学这些东西？管姑姑，把灯熄了吧，我累了。是，郡主。管姑姑吹灭了屋子里的灯，退出了房间。楚妙的确有些累了。这一天，林氏连吃饭都在给他讲饭桌上的规矩和礼仪。虽然那礼仪他前世都学过，但是被束缚的感觉真不爽。但又想到只要坚持1个月，他就自由了，便觉得一切都值得。窗门外传来咻咻的声音，没一会儿就响起了很轻微的咯吱声。楚妙听觉十分敏感，在窗门处传来动静时，下意识地回头看向窗户，猛然就见一道身影蹲在窗台上。没一会儿，那道身影不动声息地跳落到他的屋子，窗门自动带上。楚妙掀开床帘，坐起身。黑暗里的那道高大身影压低声音道：是我，萧荣锦。楚妙震惊：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那人没有回话，但却径直地走向他。来到他面前时，他直接就倒在了他身上。楚妙低呼了一声，抬起双手接住萧荣锦，但是萧荣锦牛高马大，全身力量都往他这边倒来，他哪里扶得住他？于是2个人都倒在了床榻。他滚烫的脸贴着他的额，炙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根。楚妙眸光轻颤，抬手抚摸萧荣锦的额头，下一刻就被他高温吓得坐起身。他借着窗台缝隙里投进来的月光，看向面前的男人，道：萧荣锦，你发烧了？没有。怎么会没事呢？你断了9根肋，怎么能跑到这里来？你现在还发着高烧，不在床上躺着好好休息，你是想折腾死你自己？手被萧荣锦紧紧地握住。楚妙低头盯着被他握紧的手掌，心里一股气冲上脑门。你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别让平南王妃担。楚妙，他声音虚弱，但是语气却很严肃。你想嫁入皇室？楚妙声音被他打断，喉咙里像梗着一根刺。想啊，这可是他奋斗一世才得到的，他前世做梦都想嫁给莫红珍，想成为他的女人。他骗萧荣锦的感情，骗他喝下自己配的一碗又一碗慢性毒药。可是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楚妙不知为何会觉得心很疼。
好像自己的心口被人挖了一个血窟窿。他睁大双眼看着楚妙，又问道：“你会不会嫁给太子？你就为了这个来？”楚妙反问：“萧荣锦一脸委屈，又不自觉地皱眉：“我觉得我有必要来一趟。你看你提醒我翁山一战，又为我的伤而乔装打扮潜入王府。你若说你没看上我，那本世子可看上你了。”心里的那一面湖被萧荣锦最后一句话狠狠地搅乱。楚妙深吸了一口气：“我爹是太子的人，太子是皇室，皇室容不下你萧家，那我爹便是你萧家的对家。你看上对家的女儿，就不怕将来娶了我，我毒害你萧家满门。”所以萧荣锦的大掌收紧楚妙的小手，反问：“你会嫁给我吗？”第64章楚妙，本世子看上你了5。楚妙愣住了，她怔怔地盯着眼前的男人。他曾是她的丈夫，也曾撑起一片天，可是现在她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萧荣锦见他迟迟没有回应，便换了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换一种方式问你，你会嫁给太子吗？”“绝对不会。”萧荣锦话音落下的瞬间，楚妙就斩钉截铁的回应。他苍白的俊颜漾开了一抹不自禁的笑意，这比楚妙回答他会嫁给他还要开心，因为刚才楚妙在听到他问这个问题时，是毫不犹豫的给了他答案。他揉了揉他的小手道：“就算现在很艰难，本世子愿意为一个人谋一个未来。你身子很烫，你得赶紧回去找王府良医为你给药，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楚妙没好气的教训了一番。萧荣锦轻轻的按了一下胸口肋骨，就是这里有点痛，断骨之痛不比皮肉之伤。他听到这话，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了。楚妙看出来了，萧荣锦是打算赖在他这里，可这怎么行？这可是林氏的蓝景轩，谁知道林氏会不会突然闯进来？他见他也没说话，便低声说道：“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帮我看看没？王府的人我还是不太放心，我现在能相信的只有你了。”“哪有那么夸张？若非他前世嫁给了他，知道他王府内有不少能信的勇士，怕就要被他给骗了。”他抽回自己的手，很严肃地跟他说：“你要时刻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废人，虽然你手脚没废，可是在外人眼里，你形同废物。而断骨也是真实的，你带着我跑来跑去，折断的肋骨很容易扎进你的内脏，导致不可预估的后果。萧世子，你不要作践自己的身体，这世上除了你的父母亲人，没有谁值得你这样牺牲，就算是你未来的枕边人。”萧荣锦看他真的生气了，挣扎着坐起身，扯开薄唇低喃：“好了好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楚妙真的成了本世子的妻子，比我母妃还要啰嗦。”楚妙小脸瞬间煞红，好在屋子偏暗，萧荣锦并没有发现。不过有一句话我不赞同。萧荣锦说：“我将来肯定会对我的枕边人很好很好，我们萧家就出不了负心汉。”楚妙心头一紧，的确，萧家不出负心汉，不出叛徒。可正因为萧家这份风骨，才让外面的女子有机可乘。在他失神片刻，那炙热的大掌抚摸上了楚妙的脸。楚妙猛地回过神来，萧荣锦已经坐起身，月光正好打在他的脸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和苍白的唇，病容十分明显。楚妙的心还是揪成了一团，他是真的伤了，却还特意跑过来问他与太子的事情，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开他。他别开脸说：“你躺着，我去拿药。”“好。”等到了想要的答案，萧荣锦端端正正地躺在床榻中间。楚妙摸着黑找到了药箱，回到床榻前就看到萧荣锦竟睡过去了。他掀开了床帘子，让窗外的月光投在床榻上，这样他就能清楚地看到萧荣锦的伤势了。他揭开他的衣襟，查看他的伤，却见他伤口又红又肿。楚妙眼眸顿时一沉，他的伤比之前更严重了。第65章楚妙，本世子看上你了。6. 断肋之处有明显的淤血，若不将淤血引出，萧荣锦这高烧怕是很难退下来。看来是有人不光想废了他的双手双腿，还想借此机会利用断肋之伤损伤他的内力，让他彻底成为一个废人。楚妙咬了咬，看着脸色如纸的萧荣锦，暗道：“萧荣锦啊，萧荣锦，这是我前世欠你的，这一世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再失去你最重要的东西，武力才能护好他与他的家。”他拿出了一把很小的刀，推了一下萧荣锦。萧荣锦哼了一声，有气无力地回应他。楚妙说：“我要帮你把断骨处的淤血划开，引出淤血，这会很痛，可你现在在我的闺房，绝对不能喊出声来，否则楚家的人便会以贼人乱闯楚家后院为由，乱棍打死萧荣锦。到时就算荣安世子死在楚家，平南王府也没理说去，总不能是他楚妙把萧荣锦绑到后院来的。”萧荣锦眉头皱了一下，依旧没有睁开双眼。“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喊出声来，你开始吧。”“可是你这样子我不太放心。”萧荣锦睁眼了，他抬头看了看四周，然后从一旁拽过了被子，用嘴咬紧，浓眉对着楚妙微挑了一下，示意楚妙可以开始了。
楚妙哭笑不得，但他动作麻利，干脆快速地划开了好几处肿起之处，乌黑的淤血瞬间从划开处涌出来。随后楚妙便开始在他胸口穴道施针，18枚金针落下，淤血流得更快。萧荣锦的额头也密布着豆大的冷汗，湿了一大片的衣襟。楚妙看他身子隐隐颤抖，不自觉地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道：“再忍一忍，快了。”放出了淤血的伤比之前更红。他拔掉金针，拿出药粉撒在了萧荣锦的伤处，对萧荣锦说：“世子，你回到王府后，要告诉平南王妃，别让太医院的人掌控你的伤。你要想办法让平南王妃拿他们的错处，让老百姓知道你的伤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让舆论逼得他们不敢再对你下黑手。”萧荣锦眼底光芒犀利了几分。我知道了。好了，我已经帮你把淤血放出来了，你腿上的药效也差不多了，得赶在不能动弹之前回到王府。太子的人今日肯定会密切关注你们萧家，你切莫露出了马脚。楚妙认真地对他说。萧荣锦坐起身，低头看了看身上的伤，道：“还真有点痛，知道痛就好，下次别再乱来，楚家可不是随便出入之地。他父亲由太子授意，暗中培养了一批虎头军，是将来用来对付萧家军内那一批精锐隐卫的绝杀，实力不会太差的。”萧荣锦揉了揉眉头，挺无奈地说道：“本世子就躺了1天不到，外面流言风风雨雨，更离谱的是，皇室竟然选中你做太子未婚妻，这是非得让本世子急得仙官才盖。本世子若不来趟，燕京的荣安世子恐怕享年17了。”“呸呸呸，怎么能乱诅咒自己？”楚妙急眼了。萧荣锦轻笑了一声说：“被急死了，你说冤不冤枉？”“的确冤。”可楚妙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楚妙用力抽回自己的手，转过身子收拾药箱，轻声回道：“太子看不上一个无德无才的贵女，皇后更看不上一个不听教的儿媳妇。我楚妙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身后的男人一个翻身，从床榻上下来，他站在楚妙面前，扣好了腰上的腰巾。月光照耀下，他的身影高大耸立，丝毫不像受了重伤的人。他唇角勾起不羁的笑容，垂眸看楚妙，嗓音低沉，却透着一股诉不出来的温柔。“娇娇，再会。”窗微开，站在他面前的男人只在眨眼的功夫消失了，只留下他躺过的余温。第66章，金皇后召见楚妙一。天微亮，坤令宫，莫弘真下了朝会后，便前往坤令宫给金皇后请安。金皇后端庄温婉地笑道：“皇儿，你与楚家的婚事，你父皇已经同母后说了。你父皇说是你与你父皇提议，由楚二小姐代替楚大小姐继续这场婚约的。可是那楚二小姐不是一直在庄子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吗？虽然赏月宴那日，楚妙的医术惊艳了整个太医院，但皇家要的是太子妃，而不是一个只会医术的女医。”莫弘真耐心地解释道：“母后有所不知，这楚二小姐才是楚家的一张王牌。近日楚妙大显才艺之事在燕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众人都对此议论纷纷，十分好奇，想一睹楚妙的才艺大展。莫弘真这2日每日都会去丞相府听楚妙在兰轩亭弹奏琴曲，对楚妙越发的喜欢。外行人都听得出来，他的琴技比楚瑶雪更胜一筹。何况太子莫弘真也是懂得琴技的，他对自己选中楚妙而感到心情愉悦，想与金皇后好好分享楚妙此人。这秦二小姐卧虎藏龙，为人低调，连楚夫人都是近2日才知她曾学过琴棋书画，就连宫规都是一点就通。此事臣亲眼见识，绝不会有错。而他还自创了一首名为《梦境》的琴谱，受到红颜琴师大赞，琴技不输于楚大小姐，甚至有过之。金皇后听到自己的儿子都对楚妙赞不绝口，对楚妙此人更加好奇，真有如此天赋的女子。母后，能被姑姑看中并收为义女的楚二小姐，母后觉得是平凡人吗？莫弘真笑着反问道。金皇后眉目多了一丝柔和，这燕京城多少贵女，也无法让长公主动了心思收作义女，这楚妙怕是的确有过人之处，本宫倒想亲自见一见她。你留下来，今儿晌午就邀请楚夫人和楚二小姐共用午膳，本宫要看一下楚二小姐到底有多不凡。莫弘真笑道：“一定会令母后心满意足的。”金皇后微微点头，希望可别再发生楚大小姐那样的事情，赏月宴可真是令本宫难忘。对了，楚瑶雪现在如何？楚夫人不让她离开院子，留在府内养伤。莫弘真现在提都不想多提楚瑶雪，她的心思都在楚妙身上。金皇后只问了一句，也没有再提到楚瑶雪了。金皇后召见楚妙用午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楚家。林氏不是第一次赴金皇后的膳宴，但以前都是带着楚瑶雪入宫赴皇后的宴席，如今要带着楚妙见皇后，她心里难免有些紧张担忧，怕楚妙忘了规矩。懿旨传完后，林氏让人给传旨的工人打发银钱，便去找楚妙。然而刁嬷嬷却说，二小姐天还没亮就出了院子，奴婢以为二小姐是去给老夫人请安，可是刚才奴婢去松清院找二小姐的时候，宋嬷嬷说二小姐的确来给老夫人请过安，
但请完安就从后院离开了。走了。林氏听到这话，声音拔高，她一个闺阁女子，怎能不经我这个母亲的同意就随随便便离开楚家？这成何体统？她还当楚家是乡野之地，没规没矩，快派些人出去悄悄找回来。她才高兴没2日，楚妙又给她惹这糟心的事。而楚妙此时就在明医堂拿了好几张方子，抓了不少药。这当中有楚老夫人用的药，也有她准备炼成药丸，再转手卖到暗室的药丸，当然还有她偷偷为萧荣锦配的药方。暗室的药价很高，她可以赚取不菲的佣金。以前她不懂利用自己的医术为自己谋财傍身，现在她很清楚，想要对抗皇室，她需要很多钱，招买属于自己的势力，为自己办事。她已经在暗室看好了奴人，只要卖了手上提炼的药，便能挑选自己心满意足的杀奴。杀手界犯了过错的杀手，被势力所遗弃。他亲自拎着大包小包，与管姑姑一块走出了明医堂，正准备前往长公主府时，却被突然到来的马车拦下了。林氏掀开帘子，怒气汹汹地下了马车。第67章，金皇后召见楚妙2。而他刚才还未下马车的时候，就看到楚妙手里拎着的10几个药包，这才导致林氏怒火攻心。他给楚妙安排了那么课程，他不是天一亮就起来刻苦学习，反而把心思花在了这些药包上，这让林氏觉得楚妙他不务正业。楚妙！林氏声音尖锐，又充斥着怒意。从马车下来后，他便提着裙摆快步走向楚妙。楚妙则一动不动地站在明医堂前，眸光扫掠过明医堂前往来的老百姓和好奇的目光。在林氏走到他面前时，楚妙冷不丁地来了一句：“是想在这里吵一架？”一口怒气冲上脑门，却因楚妙这一句话又生生地压了下去。林氏就差没咬碎自己的银牙，双眸恼怒地扫过楚妙手里的药包，最终还是没有当街教训楚妙。跟我上马车，皇后娘娘要召见你。说话时，林氏已经先转身，先上了马车。管姑姑上前说：“郡主，要不还是奴婢来拿着这些药吧？”不用了，管姑姑，她不敢拿我怎么样。楚妙说完，也朝林氏的马车走去，上了林氏的马车。车咕噜咕噜噜的响起，马车先回楚家。可楚妙带着那些药包上马车的时候，林氏就已经忍不住的发作了。楚妙，你到底想什么？这些药谁让你拿的？你以为你还是以前没有教养的乡野丫头，还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楚妙不理会林氏，因为他太了解林氏了。只要林氏认为好的，就想把所有人和事都掌控在自己手里。以前是楚瑶雪，现在是他。我在跟你说话，你有没有用耳朵听？林氏气急败坏，不顾自己贵妇形象，一下子站起身去抢夺楚妙手里的药包，想要将药包撕烂。然而楚妙早有提防，在林氏扑过来的瞬间，他下意识地伸出了一条腿，将一旁的药包推到了背后。扑通！哎呀！楚妙绊倒了林氏，狠狠地摔在了马车里。林氏头上的珠钗因身子大幅度的跌落而掉落在地上，手上的翡翠手镯绿如意也因磕到坐榻碎成了2截。林氏看到掉在地上的绿如意，心疼的大叫了一声：“我的绿如意，这可是我去拍卖堂重金拍下。”他捡起绿如意，差点气晕过去，也没聊着滔天怒火。你刚才……他看向楚妙伸出来的那一条腿。楚妙不但没有半点心虚，还在林氏看他的腿时镇定地收回脚，道：“我不是故意的。”林氏被急得牙打颤，然后从地上爬起来，气恼之下早已把楚妙这2日的表现抛之脑后，冲着楚妙大发雷霆：“楚妙，我是你母亲，你是楚家的千金，没有我这个母亲的允许，你是不能踏出楚家大门半步。我是从后门走的。”楚妙微微抬起下巴，林氏指着楚妙，手指剧烈晃动：“你别以为你情技了得，院里的人都夸你，我就会对你百依百顺。今日我先放过你，皇后娘娘要召见你，邀你我入宫用午膳。你给我回府把这一身脏臭的衣服换了，还有你腰上挂的药囊也不许带，不准让皇后娘娘闻到你身上一点药味。记住我这2日教你的规矩，稍有差池，我饶不了你。”他讨厌楚妙身上散发着一股药味，只有药罐子和缠绵于他的老人才会有这种难闻的味道。楚妙别开脸，轻轻理了理自己的鬓发，理都懒得理会林氏。很快的，也就1个月，林氏便会对他弃如敝履。第68章，金皇后召见楚妙3。马车停在楚家大门，楚妙拎着药包先从马车里下来。林氏心口依旧堵着一口气，也快速的下马车。只是他在踩着马扎准备下来的时候，那马扎的腿直接折了，林氏从马扎上扑通翻落。哎呦喂！夫人！刁嬷嬷和马车四周的下人都惊吓坏了，众人纷纷涌前去扶林氏起来，还有人回头叫唤楚妙：“二小姐，夫人摔了，你快帮夫人看看。”楚妙一只脚刚迈过门槛，听到后面的动静，转头往后看了一眼，道：“还能走吗？若是不能走，就把夫人抬进来，省得叫人看了笑话。”你……林氏脸色青一片紫一片。
楚妙这是现学现卖，竟跟他这个母亲拿捏起了规矩。可是林氏刚把左腿放在地上，左脚腕处袭来了钻心入骨的痛啊！痛痛痛！快扶本夫人回院子！刁嬷嬷与另一名婢女扶着林氏回院子。楚妙走到林氏面前，道：“把夫人的鞋袜脱了。”刁嬷嬷知道楚妙懂医，便按照楚妙的指示去做。等林氏的鞋袜被脱去后，楚妙走前抬起了林氏的左腿，两指在他脚踝处压了压。林氏顿时疼得尖叫：“楚妙，你快住手！我……”咔嚓一声，还没等林氏缓过神来，众人就听到林氏的骨头疙瘩的响起，那惨叫声也瞬间从林氏嘴里传开。他第一次在下人丢了形象，愤怒地瞪看楚妙，呵斥道：“楚妙，你……”楚妙松开了他的腿，道：“只是脱臼，我把你把他掰回去了。”林氏嘴角微颤，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左腿。刁嬷嬷赶紧为林氏重新穿上鞋袜，随后扶着林氏站起身。林氏走了一圈，发现左腿没有刚才那么痛了，勉强能走几步，状态还不错。于是冲到嘴边的话又生生的憋了回去。又想起金皇后要召见楚妙，林氏半点都不敢耽搁：“你随我回院子，把你这一身衣裳给我换了。”林氏疾步走出前院大厅，回了蓝景轩。楚妙不紧不慢地跟随在林氏身后。管姑姑看在眼里，默默地记在心中。等他回长公主府后，再把林氏的行为告诉长公主。郡主在楚家，可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蓝景轩，林氏与楚妙快要走到蓝景轩院门时，院内传出婉转优美的琴声，音律正是楚妙之前弹的《梦境》。林氏脚步猛地一顿，伸手阻止刁嬷嬷及身后的人大肆喧哗扰断琴音。楚妙也随着林氏停下脚步，静静地听着那属于他的《梦境》。但曲之人复制了音律，又甚加了自己的元素，使这首《梦境》多了一丝欢快。前世他一直做楚瑶雪的影子，太熟悉楚瑶雪的琴音了。这首《梦境》是楚瑶雪弹的，他还真是天赋秉异啊。而林氏则凭着呼吸走入蓝景轩内，就见楚瑶雪坐在景轩亭内弹琴。她身着一袭鹅黄色长裙，头上鬓发别着一只黄眉钗子，脸上戴着面纱。微风吹拂下，薄纱轻微浮动，令此刻的楚瑶雪看起来宛如9天仙子降落于世，听于景轩亭谱乐弹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林氏看到这一幕，心跳得好快，一阵疼惜，一阵惋惜。若是瑶雪没有在赏月宴出那样的事，她又何至于受楚妙的气？第69章，金皇后召见楚妙寺。琴音完美收尾，楚瑶雪还沉浸在琴曲中，闭着双眼，久久未睁开。林氏心情复杂地看着养女。楚瑶雪不是最优秀，但一定是最听话、最好学的。你看楚妙做的《梦境》，她只要听几遍就能完整的弹出来，这一点她就觉得比楚妙强。啪啪啪，鼓掌的声音从林氏身后传来。林氏猛地回过神来，转头往后看，那拍掌之人正是楚妙。而楚瑶雪也在听到鼓掌声后睁开双眼，看向林氏的眼神多了一丝不安与拘谨，赶忙从坐垫站起身，走出景轩亭子，向林氏请安：“女儿给母亲请安。”女儿刚才看到妹妹的琴放在景轩亭，一时兴起，于是便过去弹了一曲，请母亲惩罚女儿。女儿没有严守母亲的规矩。话落，楚瑶雪就弯曲双膝，准备跪下。林氏下意识地伸手扶了她一下，道：“你没错，那把琴原本就是为你定制，现在你让你妹妹，你刚才弹的是你妹妹做的曲子。”楚瑶雪缓缓起身，看向林氏身后的楚妙，一副崇拜的模样，点点头道：“阿雪在芙蓉阁听到这首曲子后，这2日连做梦都在回荡着这首琴曲的音律，这才拿着这把琴小试了一遍。”说到这，楚瑶雪往楚妙那走了一步，问楚妙：“妹妹，不知姐姐弹的对不对？姐姐能不能弹你做的曲子？当然，我只在家里弹。”楚妙唇角轻轻一勾，细眉微挑，满不在乎说道：“你想怎么弹都可以。”林氏看他慢散的表情，便以为楚妙对自己的琴技十分傲慢。学艺之人最忌讳自骄自大，楚妙这种态度必须杜绝。楚妙，请端正你的态度，也尊重你的琴和你的音谱，没有人会喜欢跟骄傲自大的人结交。你待会入宫，给我谨言慎行。刁嬷嬷，快带2小姐进屋子，把身上的药味洗干净。说到药，林氏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楚妙手里拎着的10几包药，等他走了，他就让人把这些药扔了。而楚妙又怎会不知林氏的心思？他转身把药拿给了管姑姑，跟着刁嬷嬷进了屋子。衣服是长公主刚定制的，楚妙换下了身上的衣物后，刁嬷嬷立刻卷起衣物往外走。楚妙板着脸问：“你要把我的衣物拿到哪里去？”刁嬷嬷受了林氏的意，理直气壮地回道：“夫人说这衣物沾了药味，穿出去不吉利，让奴婢把衣裳拿出去烧了。”呵！楚妙看向四周的下人，都是林氏身边的人。长公主的人在屋外。
楚妙穿着里衣，拿起妆台前的剪刀，扫了一眼林氏给他准备的锦衣长裙，道：“你敢烧一件，我就把屋子里能看的衣物都剪了。”这刁嬷嬷急眼了：“二小姐，夫人也是为你好，你是有几条狗命，敢烧长公主亲自为本郡主定制的衣裳？”楚妙面露凶狠，走近刁嬷嬷，伸手一把拽过了刁嬷嬷手里的绿袍长裙。这是长公主昨日送来的。林氏也敢叫人把衣物给烧了，当真是不把长公主放在眼里，还是故作不知衣物是出自长公主之手。刁嬷嬷见衣物被抢夺回去，一时没了辙。楚妙抱着衣物朝外头唤了一声：“管嬷嬷，带着公主府婢子进来伺候本郡主。”“二小姐，夫人让奴婢伺候你洗漱。”刁嬷嬷道。楚妙眼眸犀利，面色极厉，一字一句的说道：“请唤我服云郡主。”第70章，金皇后召见楚妙武。刁嬷嬷心头缩紧，她第一次见楚妙这副要吃人的表情，拿着郡主的身份威压她。可不得不承认，楚妙这言语神态，着实把刁嬷嬷吓得不轻。她就怕楚妙真的动起格来，耽误了入宫时辰，于是赶紧转身准备离开屋子，向林氏汇报，却被长公主的人拦下来了。林氏安排在屋子里监视楚妙的下人，一个都没能走出去。他们站成一排，看着管姑姑指挥长公主安排给楚妙的下人伺候楚妙更衣梳病。而林氏丝毫不知道楚妙这边发生的事情，他回屋后也匆匆忙忙地换上诰命服与金冠。等楚妙从屋子里走出来时，时辰也差不多了。林氏见他并没有换下身上的衣物，又欲发作：“楚妙，你的衣物。”楚妙冷冷地回对：“若是再花时间回去洗漱，皇后娘娘恐怕就等不到我们用午膳了，得等我们一块用晚膳。但娘娘传的是懿旨，我们没有按时赴宴，便是抗了皇后娘娘的旨意。你确定要我回去换？”林氏嘴角肌肉频频抽动，上了厚厚胭脂的脸上依旧难掩他怒色。两人僵持了一会，林氏便恶狠狠地瞪看刁嬷嬷道：“你多备些香囊，给二小姐去身上的药味。”他压下了心中怒火后，急匆匆地往外走。上了马车后，林氏又一阵唠叨，当然是告诉楚妙，万万不能将乡野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举动搬到皇后娘娘面前，定要在皇后娘娘面前落下好印象。还告诉楚妙，太子殿下也会留下来用膳，不可再像上一次那样对待太子殿下。林氏好话歹话说尽，又用言语威逼利诱。楚妙全程垂头游神，他在盘算买沙奴的银钱。暗室的交易有暗室的规矩，暗室交易必须用暗币，像楚老夫人、林氏又或是长公主送给他的首饰或是银钱，在暗室是无法直接交易，需要去钱庄兑成暗币，才能拿到暗室买沙奴做其他交易。而且他不能用他们给的东西去换成暗币，这样很容易被人查出他的身份。今日抓的10几包药，除去萧荣锦和祖母的，剩下有8包是用来炼成药丸。蓝景轩并不是炼药的好地方，林氏也不允许他占用学艺的时间去捣鼓那些药。祖母的松清院也并非长久之地，长公主府就更加不可能了。他得找个只属于他自己的院子，安置院子、安插眼线、谋划未来都需要人手。最后他还是决定先买沙奴，而他必须在转月初前提炼出药丸，到暗室的奴室买下一人。楚妙，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楚妙微微抬头看了一眼林氏，点头道：“明白了。”林氏越看楚妙越觉得不靠谱。就这样，林氏在忐忑与焦虑中带着楚妙走入皇宫。坤令宫殿外，宫人从里面走出来道：“楚夫人，浮云郡主，皇后娘娘让你们进去。”林氏应了一声，在迈入坤令宫前回头看了一眼楚妙：“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从宫门到坤令宫你都问了800遍了，我能不记住吗？”两人一前一后走入殿内。到了殿中时，林氏行着标准的礼仪，向金皇后莫红珍行礼。跟随在林氏身后楚妙也大方得体，丝毫不露怯懦，嗓音响亮清脆：“臣女楚妙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拜见太子殿下，祝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坐在一侧的莫红珍由上至下打量楚妙，她一身绿袍长裙，衬得她肤色发白剔透，娇颜细腻。这身装扮惊艳了莫红珍的双眼。第71章，金皇后召见楚妙6。她不同于楚瑶雪，楚瑶雪的美充满着攻击性，而楚妙的美像温室里的高岭花。她需要花点心思去猜楚妙此刻在想什么，这份欲望足以勾起一个男人的征服欲。金皇后道：“平身吧，刚好到了午膳时辰，楚夫人与浮云郡主就留下来陪本宫边用膳边聊。”“谢皇后娘娘赐膳。”林氏与楚妙异口同声地说。而林氏听到楚妙与自己默契的声音，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很快，宫人们端着膳食进来。金皇后从凤仪起身走向膳厅，林氏上前跟随其后，楚妙也走在林氏的身侧。金皇后坐下来后，看向对面站着的楚妙，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道：“
之前在赏月宴，本宫没有好好看清你，今日一看，浮云郡主是花容月貌之姿，有福之人。林氏带着笑容看向楚妙，楚妙扶了一个身，乖巧又大方的回应：娘娘过奖了，臣女不过是寻常之姿，能入皇后娘娘的眼，被长公主收为义女，又被皇上封为浮云郡主，乃是皇家给臣女的恩赐。若无皇室，何来如今的臣女？而来有福之说。一番话下来，这份体面的话语落下，金皇后与莫弘真心情大好，就连林氏入宫前的那一腔怒火也瞬间消散了。还好这孩子有救，知道自己在皇后和太子面前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金皇后的确被楚妙这一番说辞逗得连笑了几声。浮云郡主是个聪明伶俐的，本宫一瞧就喜欢，难怪太子殿下也在本宫面前夸奖你。金皇后此时的心情确实很不错。第一次正式见面，楚妙给她的印象便是聪明、伶俐、端庄、大方。作为她皇儿的太子妃，这些外在的条件必须要有。坐下来吧，不必拘谨，就当一次家常便饭。金皇后倒一副和善的言情，可楚妙知道这块和善面皮下藏着恶毒的算计。皇后、莫弘真都是一类人。楚妙也一脸乖巧温顺，又不失仪态的与林氏一块谢恩，谢皇后娘娘赐座。母女二人坐了下来。莫弘真看向她左手旁坐着的楚妙，问道：楚妙妹妹喜欢什么菜肴？姑让人去御膳房做几道你爱吃的。林氏心头顿时一紧，回头瞥看楚妙。楚妙含笑点头，轻声回道：多谢殿下的美意，桌上膳食已是人间美味，臣女怎敢铺张浪费？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今日款待，已叫臣女受宠若惊。莫弘真轻嗤一笑，看向楚妙的眼神越发的温柔。楚妙妹妹无需客气。她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却不认为楚妙这样回应她有什么不对的，这才是贵女该有的体面。金皇后想试探楚妙的桌上礼仪，看了一眼站在楚妙身旁的嬷嬷，脸上却笑盈盈地说：快别光顾着说了，但嬷嬷好好伺候浮云郡主。是，皇后娘娘。但嬷嬷恭敬地给楚妙行礼：浮云郡主，就让奴婢伺候你用膳。有劳了。楚妙点了一个头。金皇后、莫弘真都开始用膳，楚妙这才开始示意但嬷嬷自己要的膳食。皇宫贵人用膳，食不言，寝不语。从金皇后拿起筷子后，殿内就一片安静。桌上的每一道膳食，用膳之人只能要3次，要到了这次数，工人便会将膳食端走。林氏用膳的时候心惊胆战，生怕楚妙一个不小心就忘了规矩，发出碗碰碗，或是勺碰碗，又或是筷子碰碗的声音，这在皇家是不允许的。而金皇后在用膳时不时地看向楚妙，她以为楚妙第一次与她这个后宫之主共用午膳会很紧张，可楚妙的神色丝毫不露怯懦，神态落落大方。但嬷嬷有几次故意拿错了膳食，她都不动声色的享用，用膳时嘴不露齿，细嚼慢咽，当真是贵女中的典范。而金皇后在观察楚妙的同时，莫弘真又怎么愿意错过楚妙的一举一动？这可是她亲自选中的女子，她自然希望楚妙样样都比别人好。别的贵女可以做到10分好，而楚妙便要做到11分好，甚至更多。当然，金皇后与莫弘真的察言观色都在楚妙的算计之中。第72章，荣安世子中毒了1。这时，太子身边的大太监全福快步走入大殿，他来到莫弘真身边，弯腰垂头，在莫弘真耳边说了几句话。楚妙依旧镇定地吃着碗里的食物，可是敏感的听觉还是让他捕捉到了一些信息。荣安世子服用了连太医的药后吐血晕迷，已经有2日未苏醒。平南王妃意识到不对劲，特意让王府的良医检查太医院开的药，发现药物与荣安世子所用的膳食相克，导致荣安世子伤情加重。如今被派遣到平南王府的太医都回到了皇宫，跪在正前殿喊冤，昭元帝让太子过去一趟。全福汇报完后便往后退了一步。莫弘真放下筷子，俊逸的脸上不动声色，唇沟带着一抹温和的笑意，对楚妙说：楚妙妹妹，姑恐怕要暂时失陪了。楚妙放下筷子，殿下能抽空与臣女和臣女的母亲一同用膳，臣女已经开心了。金皇后也放下了筷子道：是不是你父皇找你？若有事就尽快过去吧，别让你父皇久等了。至于楚妙与太子的婚事，金皇后心里有数了。林氏也客套了几句，莫弘真便起身离开了昆令宫。当然，太子离开后，楚妙被金皇后身边的嬷嬷使开了，留下林氏一人单独谈楚妙。林氏心情忐忑，生怕金皇后不满意楚妙。金皇后也的确有敲打林氏的意思，楚夫人，本宫特意使走你女儿，留下你一人，想必你心里有数。臣妇不敢妄自揣测皇后娘娘的心思。林氏一副惶恐的样子。金皇后低嗤一笑，偷梁换柱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赏月宴那日的事情本宫就不同你追究，毕竟太子很喜欢楚二小姐，本宫也不愿意捧打鸳鸯。听到金皇后后面那一句话，林氏心情大好，面上露出了难掩的喜色。
能得太子殿下的垂爱，是楚庙与楚家的福气。林氏恭维地说：“臣妇定不会再辜负娘娘的厚望，一定把楚庙培养成出色的太子妃，交到太子殿下手里。”金皇后摆了摆手，一脸严谨地说道：“这门婚事成不成，你先别急。听说你要为楚庙举办接尘宴，本宫还要再看看楚庙的表现。听说他琴棋书画、笔墨写诗，样样精通。那就在那日，当着整个燕京贵圈，让本宫看看你的二女儿与别的贵女有何不同。等接尘宴结束后，再宣太子与楚二小姐婚约一事，本宫拭目以待。你们楚家可别再让本宫失望了。”林氏心情颇为激动，皇后虽未立刻答应对外宣旨定下楚庙与太子的婚事，但是皇后的话已经有7、8成成事了。只要楚庙在她的接尘宴那日发挥得像平时一样好，甚至更好，那太子妃之位就是楚庙的。是，臣妇记住了。方才楚庙的一举一动，本宫都很满意。她做的。金皇后停顿了一下，端起旁边的餐后茶，抿了一口，放下茶杯后又继续说道：“比楚大小姐更让人舒服，希望接尘宴她也一样出色。如果才艺没问题，楚庙会更适合做太子妃。”而金皇后的话让林氏整个人都快飘了。楚庙在皇后这里的第一关算是平稳顺利的通过了。从坤令宫出来，林氏看楚庙的眼神都比之前慈眉善目了不少。第73章，荣安世子中毒了2。上了马车后，林氏握住了楚庙的手，笑道：“妙妙，你今日在皇后与太子面前表现得很好，娘娘说下个月接尘宴会亲自来看你才艺演出，到时你定要好好表现，惊艳满燕京。”楚庙红唇微勾，不动声色地从林氏手掌抽回自己的手，别开脸，没有回话。林氏看他这副模样，又想起之前入宫前对楚庙的态度，便以为楚庙生气了。你还在生娘的气？林氏现在心情极好，就算楚庙不理会他，他都觉得楚庙越看越顺眼。你是娘的女儿，娘若不对你严苛一点，哪有今日？等你以后嫁入东宫，成了太子妃，你便会感激娘今日为你所做的一切。楚庙听着他唠叨，缓缓转头，脸上划开了一抹诡异的笑。林氏看到他这抹笑容，心里毛骨悚然，总觉得楚庙有时候很怪异。这时就听楚庙对他说：“你放心，接尘宴那日，我定不会让在场所有人失望的。”听到这话，林氏松了一口气。你能这样保证，娘就放心了。那接下来的日子，你可不能懈怠。1个时辰后，马车停在了丞相府。楚庙与林氏下了马车后，楚家内院的秦管事快步走到林氏身边：“夫人，平南王妃拜访。”平南王妃？林氏声音提高，脸上笑意瞬间荡然无存，2根弯眉也被他拧得变了形，然后重复说道：“平南王妃安氏。”秦管事暗暗抹了一把汗。秦管事是林氏身边的老人，知道林氏与安氏年轻时的一些恩怨，2人成亲后基本老死不相往来。如今这夫人的表情，看来平南王妃来的不是时候。是，正是平南王妃出自安家的。秦管事点了一下头，然后走到林氏身边，压低了声音悄悄说。在交代后面的事情时，秦管事还特意看了一眼楚庙。楚庙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丝信息：平南王妃来楚家是为了萧荣锦而求医的。这楚家值得平南王妃亲自来的，那就只有他楚庙，所以平南王妃是冲着他来的。而秦管事的话说完后，林氏像吃了火药一样冷笑道：“他休想！你们送2小姐回云锦轩，本夫人亲自去会会她。”林氏交代完下人，又叮嘱楚庙：“妙妙，你如今身份贵重，没什么事情就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省得被一些不怀好意之人盯上了。”楚庙垂眸，眼底划过了一抹华光。既然平南王妃求上门来，那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平南王府。他没有忤逆林氏，也没有答应林氏任何无理的要求，随着下人先进了楚家。林氏则直接去前院。刚走入大厅，林氏就看到身着一袭华衣、姿容雍容华贵、品貌端庄的平南王妃。她站在秀松盆栽前，静静地观赏眼前的盆景。10余年过去，林氏不得不承认岁月不败美人骨。平南王妃的容貌和大家闺秀的气质一直保养至今，这是她穷极半生想超越却始终被她压一头的外在条件。所以林氏才会对自己的女儿有一个执念。不解气的是，平南王妃生的是儿子。第74章，荣安世子中毒了3。哟，什么风把平南王妃吹到我这小庙来？林氏迈过门槛，声音透着讥讽。平南王妃倏地转身，林氏身后的一群下人纷纷向平南王妃行礼。平南王妃轻声说道：“免礼。”下人们起身后纷纷退到一旁。林氏径直地从平南王妃面前走过，坐在了自己常接待客人的主座上，开门见山地说道：“平南王妃若是来叙叙旧的，我这会儿还要督促我的女儿，恐怕没有多少时间陪平南王妃闲谈。若是为了我的女儿楚妙而来，那恐怕更要叫平南王妃失望了。我的女儿是长公主的义女浮云郡主，更是我楚家的掌上明珠，不是街头的赤脚郎中，容不得他人作践她的身份。”
平南王妃眉头微拧，心里早做好准备，知道他来此一趟不会太顺利，而他的确是有求于人。平南王妃说：“楚夫人，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听我说说我给浮云郡主开的诊金。”啪！林氏的羞耻感莫名的窜上脑门，历往的回忆瞬间浮上脑海。少在他面前提钱财之事，那是他的耻辱。他重重的拍桌，恼怒的瞪看平南王妃：“安氏，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能收买所有人，我们楚家还不至于让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到外面抛头露面赚什么诊金。”平南王妃双手攥紧，她知道林氏的性格，钱财、名利、权势她都看得很重，可她没想到林氏这次会这么硬气。但她的姐儿也是真的耽误不得，她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在楚妙身上了。平南王妃一想到自己的儿子浑身是伤、昏迷不醒的画面，眼底忍不住泛起了泪光，道：“温婉，我们的恩怨不应该牵扯到孩子，我没有别的意思，也并非要拿钱财去折辱你，我只是走投无路了。你也是做母亲的，我想你应该也能理解我的心情。我知道你心里还怨我，你想拿我怎么出气都行，求求你帮帮我儿子。”别！林氏当即否认平南王妃的话：“你有儿子，我可没有，所以我没办法理解你的心情。我只知道男女授受不亲，我绝不允许我女儿跟你去平南王府帮你儿子疗伤。你快走吧，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林氏声音带着明显的驱赶之意，不留半分颜面给平南王妃。平南王妃心生寒意，没想到林氏会做得这么绝。那我要怎么做？平南王妃，你听不懂我的话是吧？林氏面露着不耐之色，他一只手撑着茶桌，顺势站起身，眼眸犀利，又透着一股恨意。那我就说得再明白一点，你儿子的死活关我何事？他就是死了，那也是活该。谁叫你这么喜欢抢男人？现在报应了吧？那都是你做的孽。林婉婉，平南王妃不敢置信地瞪看林氏，她以为林氏再小心眼也不会这么坏，可是林氏刚才那一番话，让平南王妃真正的意识到林氏真的恨透了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诅咒她的孩子。平南王妃被气成了泪人，知道今日过来不过是白白给林氏羞辱，但她还是恨自己无能为力。她什么都没有再说，隐忍的委屈与抽泣令她双手剧烈抖动，步履艰难地往外走。林氏看着平南王妃颤巍巍的身影，心里一阵痛快，终于把憋了10几年的恶气还给了安氏。前厅小院，楚妙离林氏所在的院子很近，清楚地听到了林氏与平南王妃的谈话，看着平南王妃一脸恍惚地从里面走出来，楚妙的心情被这一幕深深刺痛。他轻折了一根绿枝，快步走向平南王妃。第75章，荣安世子中毒了4。在楚家府大门前，楚妙一手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平南王妃，小心！平南王妃猛然回头，浮云郡主，我随你去一趟平南王府。你，平南王妃一脸无措，你娘她，先有医女，后才是楚妙，你上门求医，我岂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走吧。楚妙扶稳平南王妃的身子，脑海里掠过前世的一幕幕。他是帮凶，那林氏就是刽子手。林氏对付平南王妃，可不远远只是嘴上诅咒。平南王府一朝败落，平南王妃就被林氏送进了军纪营，安氏不甘被羞辱，自毁身体，惨死在血泊中，支离破碎的躯体还被林氏拖到兽营，成为野兽腹中物，砍下的头颅打包成礼物送给萧荣景，残忍的手段不比莫红针差。而这一切，他楚妙功劳最大，所以面对平南王妃，他有愧有悔。上了马车后，楚妙不忍心平南王妃整日忧心萧荣景，心里百般权衡之下，最终还是决定告诉平南王妃真相。他握紧了平南王妃的手，道：“王妃，请看着我。”平南王妃含着泪水抬头看楚妙。楚妙说：“我给萧世子看过伤，他的伤是自己摔出来的。”平南王妃神情一怔。楚妙知道，若要告知真相，就得从一开始说起。萧世子提前回福林寺找我包扎过脸上的伤口，那时候他身体毫发无伤。他告诉我，他最好的兄弟要刺杀他，还查出此人是太子的人，问我要怎么做。我让他提防皇室。等我再次听到萧世子的消息时，萧世子已经身负重伤。平南王妃从楚妙的言语中找到了丝丝缕缕的信息。他的儿子曾经找过楚妙，他儿子的伤不是在翁山所伤，是皇室要除了他的。平南王妃很快冷静下来，反握紧了楚妙的手。那他现在的情况也是他自己制造出来迷惑皇室的？应该是的。楚妙点点头，语气沉重地说：“平南王妃，不要对外泄露了世子的情况，这关乎着平南王府的未来。”楚妙的话让平南王妃一时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在做梦，甚至她都要怀疑，这真的是林氏的女儿吗？怎么跟林氏一点都不一样？她半喜半忧，不知所措地抓紧楚妙的手，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帮阿锦？你娘她很不喜欢你跟平南王府有任何来往。”楚妙眼眸有些恍惚，不敢直视平南王妃。她不敢告诉她，因为有愧，
所以想帮助萧家挣脱开皇室这个牢笼。我说过，萧世子曾经救过我一命，我来还恩。至于你们大人跟我父母的恩怨，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我，他们是他们。楚妙态度坚定，不再像前世那般心性摇摆不定。到了平南王府，平南王的其余6个养子一脸震惊地看着平南王妃身后的楚妙，特别是四子萧幼卿，他指着楚妙结巴了半天，楚。长子萧荣启赶紧捂住了四子萧幼卿的嘴巴，看着平南王妃领着楚妙进去里屋道：“她现在不光是楚二小姐、浮云郡主，还是百姓称赞的仙医，应该是母亲请来看三弟的。”萧幼卿挣脱开萧荣启的手，心里腹诽道：“他不光是仙医，三哥还跟他合计坑了楚家大小姐和太子殿下一身屎，他差点被爹塞进茅坑里。”第76章，荣安世子中毒了5。屋子里，平南王妃命人关上房门。楚妙走入萧荣锦的卧室时，就看到萧荣锦面色乌黑，容颜憔悴，两眼窝微陷。短短几日时光，他好似经历了大半生的病痛折磨，瘦得有些脱相了。虽然知道这都是萧荣锦自己制造出来的假象，可是他为了让太医院按着他所想要的方向精准诊断他的伤情，有些伤害却是真实存在的。平南王妃站在一侧问道：“他就一直这么睡着？郡主，他真的不会有事吗？”楚妙放下行医箱，向平南王妃保证：“王妃放心，我一定不会让荣安世子有事。”他从被子里拿出他的手腕，认真地替他把脉，想知道萧荣锦给自己用了哪里药。暗室有卖奇药，只要你想要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楚妙从萧荣锦的身上诊断出了3种药理，一种黄鹤毒，一种归西丸，一种去魂丹。这3种药任何一种都不会致命，可若是3种药效同时服用，便会形成一种魂去神在、内力受损、毒血逆流的症状。黄鹤毒是等同于鹤顶红一样的剧毒，归西丸可以让人呈现假死状态，去魂丹那就厉害了，它可以在人昏迷的状态中保留着最后一个感官听觉。也就是说，萧荣锦现在虽然在昏迷状态，却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楚妙真的对萧荣锦好气又好笑。等他大计所成，苏醒过来的时候，萧荣锦这具身体恐怕就真的成了药罐子，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了。这家伙怎么就是不听他的话？他不让他去暗室，他倒好，一口气给他吃了3种毒药。平南王妃见他久久没有反应，心情不由又凝重了起来。郡主，阿锦他如何？楚妙收回手，将萧荣锦的手放在被子里，然后瞥在了一眼萧荣锦，道：“王妃，你想听实话吗？”平南王妃重重点头。那我如实说，萧世子的确是中毒了。平南王妃倒吸了一口凉气，她知道萧荣锦中毒了，但是刚才楚妙在马车里跟她说，萧荣锦的伤都是他自己弄的，平南王妃便以为萧荣锦中毒不过是假象。现在听到楚妙这样说，平南王妃的一颗心再次悬起。那阿锦他要怎么解毒？不用解毒。楚妙说。不用解毒？平南王妃一脸疑惑。那需不需要给阿锦开药？也不需要吃药。楚妙盯着萧荣锦，这种状态会持续半个月，现在只是中毒初发期，中期时萧世子会被剧毒折磨而彻夜难眠，高峰期萧世子会因剧毒而滴水难进，熬过去了，毒性会自行消散，不会要了萧世子的性命，但是会有些痛苦。平南王妃的心揪成了一团。萧世子这么做，想必王妃心里应该有数了，脱离皇室掌控萧世子的身体，王妃就用自己的人为萧世子开几副止痛药方，再加几味特殊的解毒方子，让所有人都以为萧世子是服用了王府良医的解药才挽救了性命，到时就用舆论告诉老百姓，萧世子险些被奸人害死，王妃定要将萧世子中毒之事闹大一点。皇室有权，萧家有民心，只要皇室敢明目张胆掌控萧家，杀了萧荣锦，那他们萧家也无需藏着掖着，他们要做的便是告诉昭元帝与太子，萧家的底线在哪里，才不往萧荣锦这般折腾自己。而萧荣锦的耳朵微不可察地颤动了几下，隐约可见那薄唇轻扬起一道很浅的弧度。第77章，荣安世子中毒了6。平南王妃完全不知道萧荣锦是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她震惊的是，楚妙竟然在教他如何反抗皇权。她不敢置信地多看楚妙2眼，对楚妙的心思又燃了起来。杜晨大师说的话不停地在他耳边回荡。此劫7堕，现在看来也只有楚妙守在了阿锦身边。那会是楚妙吗？可是太子看上了楚妙，皇室想要的人谁又敢抢？舆论之下，皇上就不得不拿几个人来谢罪，到时上断头台都是小事。只要太医院有人因萧世子中毒一事而死，往后就能狠狠地敲打太医院那些人，那萧世子这边就成了太医院的烂摊子，无人敢再接手。到时便是萧世子身体渐渐恢复之时，而皇室也会因为平南王府这一次的反抗有所警惕，虽然会把萧家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却能暂时让萧家风平浪静一段时日。
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安排往后的路。楚妙知道他的言语会引来平南王妃的猜忌，但有些话他得让平南王妃明白，他们的忠并不能带给他们一世平安，反而会加速他们死亡。皇室不要一个坚韧不摧形同铜墙铁壁的萧家，而是要一个有缺点可以让皇室抓到把柄的世家。然而楚妙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她在平南王妃眼里只是一个与楚家其余人不一样的女子，是来拯救她儿子的。平南王妃心里异常激动，但并未显露于色。她点点头道：我知道了，那阿锦所中之毒并无性命之忧。没有？那我还需要为他做什么吗？楚妙起身说道：要按我刚才说的做，哭闹怎么都行，自己的儿子快不行了，身为母亲应该早已失去理智，处于崩溃状态，这才是世人觉得正常的行为。你若不哭不闹，那就不正常了。平南王妃对他的心计心生佩服。这时门外传来了萧家吉子的行礼之声，拜见太子殿下，丞相大人。平南王妃猛地回头看向门，心头微紧。楚妙也在听到外面的叫唤声后，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可还未等他反应过来，面前的平南王妃突然跪在地上，抱住了他的身子，大哭道：郡主，郡主，你是仙医，你是在世华佗，他们都说你能把死人救活，我儿还未断气，他还活着，求求你帮帮我，救救我的儿。楚妙被平南王妃突如其来的一幕晃得身子一时没有站稳，摇晃了几下，但他很快就默契地配合平南王妃：王妃，我并不是什么仙医，也不敢自称在世华佗，世子的身体严重受损，半点都折腾不得了。可我一介女子，不方便日夜留在世子身边，你还是尽快找人帮世子再看看，只要好好护理，用对了药方，可保世子不死。平南王妃的哭声更大了，可是让阿锦形同废人的活着，这对她何其残忍！浮云郡主，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求求你帮帮我。楚妙伸手掰开平南王妃，背起了行医箱，就快步往外走。开门前，转头对平南王妃说：王妃，她内丹受损，恢复不到从前，就算是我也无能为力。至于萧世子的双腿，也只能等他醒来之后慢慢调理，兴许有机会站起来，但是概率的问题谁也不能保证。话说到这，楚妙打开了房门，刚好莫红珍就站在门前。楚妙刚才说的话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外面。第78章，荣安世子中毒了7。莫红珍脸色谈不上太难看，在看到楚妙打开房门时，她温和带笑道：楚妙妹妹，没想到你也在平南王府。楚妙拉了一个行医箱的袋子道：平南王妃上门求医，臣女作为医者都能替老百姓免费出诊治病，便过来看看荣安世子的情况。那你可瞧出了什么？跟姑说说。姑看到荣安世子受病痛折磨，于心不忍，本也是打算要不要带你一块过来瞧瞧，如今你已经瞧过了，那荣安世子到底如何？中的什么毒？莫红珍的言辞很有讲究，一边试探楚妙，一边又急于知道萧荣锦的状态。楚妙又岂会不知这两面三刀的男人心里有想什么？他叹了一声，摇头锁眉道：荣安世子所中之毒名为玄附，是一种特殊的药材，跟荣安世子平日所服用的膳食相克形成的毒素，具有很强的逆血倒流于心脉和丹田的功效，可以直接损伤人体的元气。若是普通人，怕是就此长眠不醒，甚至直接丧命。若是习武之人，丹田里的内丹可以抵御一部分毒素，保心脉不受毒液浸染，可保命。但丹田肯定会因此受损，这样的人就算苏醒后有可能保留一点余力，可很大机会不能再动用内力了。一旦他运行丹田，那丹田里的余毒便会被激化，引入心脉致死。还有一点，中此毒者，接下来的半个月是毒发期，中毒之人会十分痛苦，滴水难进，需要尽快找到解毒的方子。楚妙冷静地说着，他清楚莫红珍最想听到什么，那他就编一个谎言，让太子与昭元帝都相信萧荣锦废了，以此放松警惕。而莫红珍在听到楚妙这一番专业的阐述时，也丝毫没有怀疑楚妙，在他眼里，楚妙跟他是同一阵线的。但就算如此，莫红珍依旧表露的像痛失战神天才的悲伤之色，紧蹙眉头道：那腿呢？你刚才在屋子里与平南王妃说，荣安世子的腿也很可能保不住了，这样对他未免太过残忍了，你就没有办法治好他双腿，最起码让他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着。话虽这样说，可莫红珍他才不希望萧荣锦好手好脚的站起来呢。这一切都是试探罢了。楚妙摇了摇头，世子双腿经脉被断，再加上这次中毒，他身上断开的经脉会被毒素吞噬萎缩，根本不可能了。扑通！平南王妃重重跪在了莫红珍面前，崩溃大哭，求太子殿下为我儿做主，揪出下毒之人，求殿下做主。叩叩叩的磕头声一声声的回荡开。萧家的几个养子在看到平南王妃跪在地上时，也先后跪下，异口同声说：求太子殿下做主，严惩下毒之人。莫红珍先看了一眼平南王妃，而后转头看向身后的萧家六子，道：萧家百年忠烈，为民而战，
姑又怎么忍心看着荣安世子受尽折磨？此事姑会亲自与父皇禀报，定不会让你们萧家受这份委屈。你们快起来！”说到这，莫弘真转头对楚正德说：“丞相大人，你先带郡主回府，此事郡主做得很对，他能亲自来一趟，并仔细诊断荣安世子的伤情，给姑与父皇也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捉拿残害荣安世子之人。”“是，殿下。”楚正德行了一礼，便带着楚妙先行离开平南王府。上了马车后，楚正德面容严肃地问：“你对自己的医术有几成把握？”第79章，荣安世子中毒了8。爹爹，女儿不敢保证宫规礼仪学到最好，但女儿出诊的病例从未有误，也绝不敢有误。楚妙回话的时候，眼神坦荡，充满着自信，这令楚正德高看了他一眼。照你刚才那么说，荣安世子也不是没有希望的。楚正德反问。楚妙点头道：“平南王妃的娘家是首富，只要取得稀有昂贵的药材，还是可以拼一拼。那你怎么没告诉平南王妃，需要用哪些昂贵的药材救治荣安世子？”楚正德问道。楚妙知道楚正德也是在试探他，更准确地说，他也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荣安世子的事情。楚妙顿时摇头：“我不能说。”“为什么？”楚正德看他的眼神里闪烁着明亮的光华，想探清楚妙心里装着什么心思。“爹，平南王妃上门求医的时候，我是知道的。当时我在外面听到娘与平南王妃在争执，好像是因为以前的私事，娘很讨厌平南王妃，所以女儿认为咱们楚家跟平南王府萧家不太对盘。但我作为医者，既然有人求医上门，又是平南王妃这样的贵人亲自来，我怕咱们楚家被人拿捏住画柄，说楚家教养女儿见死不求，便自己做主随平南王妃来此一趟。这样外人也不敢再说我们楚家的不是。可女儿也清楚皇权之间的丝丝缕缕关系，所以女儿没有跟平南王妃说药材的事。女儿想问问爹，女儿可以救荣安世子吗？若是不能再插手，女儿方才给平南王妃的理由，想来她日后肯定不会再求上门来。若是能，此事爹不希望你一个未出阁的孩子插手，还有爹在呢。楚正德立即打断了楚妙的话：“开玩笑，就萧荣锦，皇上和太子都恨不得一个个收拾干净。”但楚正德又不能直白地对楚妙说，皇上和太子想弄死萧荣锦，你的做法很对。而楚妙这一番说辞，也让楚正德正视他这个女儿。先前对他擅自跑到平南王府的事情缓和了不少，也没有打算指责他自己跑到平南王府去。娘他，楚妙垂下头，双手攥紧了行医箱的肩带，轻轻地舔舐微干的唇瓣。娘好像很讨厌平南王妃，好像平南王妃年轻时抢了娘什么东西，女儿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着救人。女儿现在这样回去，娘肯定又会责罚女儿。楚正德听到这番话，眉头猛然一蹙。林氏与安氏年轻时的恩怨，他一清二楚，无非就是因为平南王年轻时看上了安氏，没看上他林氏。他心里莫名的烦躁。多年过去，没想到林氏心里还惦记着此事呢。你放心，此事没人敢责怪你。楚正德像赌气一般说道。楚妙眼底划过狡黠的算计，一脸温顺。马车刚停在丞相府，林氏就先掀开了帘子，脸色难看的冷盯着楚妙的方向。楚正德同样面色黑沉，但林氏并未察觉出楚正德不对劲，他的心思都放在了楚妙的身上。楚妙，你给我回院子。爹。楚妙忐忑不安地看向楚正德。楚正德道：“你随爹下来，别怕，有爹在呢。”楚正德先下了马车，楚妙后下。林氏就对楚正德一通告状：“老爷，你快管管楚妙，他不经我的同意，是我让他去平南王府为荣安世子出诊的，夫人有什么意见吗？”第80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医。林氏愣住了，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可思议。你让他去？楚正德没有理会林氏，转头对楚妙说：“你先进去，没有人敢找你麻烦。”多谢爹爹。楚妙挑了一下眉，看了眼林氏，便转身先回丞相府了。林氏指着楚妙，心里的怒火蹭蹭上涨。可还未等他询问楚正德原因时，楚正德也从他面前走过，不准备跟他解释，留下林氏一人在原地咬牙切齿。老爷这是怎么了？林氏意识到哪里不对劲，赶忙追上楚正德。接下来的日子，楚妙除了在云锦轩练琴、作画、写诗，便会在空闲时间给楚老夫人请安，每日还要花2个时辰回长公主府。他可以借着外出听街坊传平南王府的事情。听说那日他给萧荣锦出诊后，太子与皇上并没有立刻问罪连太医，而是让连太医给平南王道歉。连太医给平南王的解释是，他根本不知道萧荣锦服用的食物与他配的药物相克，并不是故意利用药物摧毁萧荣锦的身子。平南王妃听到这样的解释，一气之下带着六子前往武玄门，击响鸣冤鼓，要一个公道。燕京不少老百姓都去了武玄门。当今天子很看重民心，平南王妃利用力挽功绩，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他施压。昭元帝虽然很生气，
却不得不重视萧荣景中毒一事。连太医很快被捕下狱，送犯的牢狱。第二天就发现连太医用腰绳把自己吊死在了牢门上。此事彻底轰动了整个太医院，也令太医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心里清楚，连太医不可能自己上吊自尽，而是皇上要他死，以平息民愤，给平南王府一个交代。于是昭元帝想再派几位太医为萧荣景治病时，平南王府那烂摊子却没人敢去接手。谁也不知道荣安世子中毒是不是真的出自连太医之手，他们最怕其中有内情，下一把快刀斩向他们的头颅，因此惹得帝王暴怒。最后太子想到了一人，那就是楚妙。他想等到跟楚妙的婚事昭告天下后，派楚妙一同前往平南王府。他相信楚妙的医术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彻底废掉萧荣景，甚至萧家其余人。9月初8子时，楚妙乔装成男子从丞相府出来，直接前往暗室。这里是富人与穷人的交易市场，进来的人脸上都戴着面具或是易容。楚妙的目标很明确，卖药花暗币，去杀奴市场买一个杀奴。他第一次进来卖药，身份陌生，买家不知道他的药丸效果如何，只能换取最低价的暗币。但楚妙心里有数，手上的暗币足够买下那个杀奴。到了杀奴市场时，买卖杀奴的卖主正懒洋洋地坐在笼子上。楚妙走到面前，卖主问道：要买杀奴吗？都是顶级杀手，买回去想养成护卫、暗卫、亲兵都可以。我要他。楚妙抬手指着最后面那个笼子，笼子里的女子满身伤痕，头发凌乱，她是所有杀奴中伤得最重的。卖主看到楚妙指着那奄奄一息的杀奴时，猛地从笼子上面坐起来，不敢置信地问：贵人，你要买哪个？不是，这人傻了吧？那杀奴一看就快重伤死了，他要一个快死的杀奴回去当祖宗供着。但是对于卖主来说，有钱赚，不赚白不赚。楚妙，我要他。别看他快死了，将来他可是莫红珍身边的一把好刀。现在这把好刀他要了。第81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2。楚妙交了暗币，那个杀奴被放了出来，走到楚妙面前。楚妙只看了他一眼，也没跟他说什么，便径直地往外走。身后的杀奴默默跟随，直到快走出暗室出口时，楚妙才停下脚步。他微微侧头对杀奴说道：你这样子，我肯定不能把你带在身边。杀奴没有说话。楚妙继续说：先把伤养好了再来找我，至于接下来你要怎么生存下去，要怎么治好自己，那就要靠你自己了，我只给你10日。交代完后，楚妙迈开脚步准备离开暗室。身后的杀奴顿时开声：你就不怕我跑了？楚妙脚步微顿，轻嗤了一声：暗室的杀手，我放心，我也相信你不会以个人名义抹黑了整个暗室杀手界。话音落下，楚妙快步离开，回到了楚家。他换下了身上的衣物，倒头躺在软榻。守夜的那些婢子都被他用迷香放倒了，如今还睡得很熟。他刚一翻身，就察觉哪里不对劲，转身的那一刹那，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楚妙猛地坐起身，盯着床榻上的男人，皱眉低唤：萧荣景。他已经有半个月没看到他，听到最多的便是萧荣景毒发快死了，王府良医的方子换了好几道，都没能让荣安世子减轻痛苦，平南王妃终日在泪洗面。虽然这一切都是萧荣景制造出来的假象，但楚妙每每想起，心里还是会担忧他的处境，生怕他用药过度，真的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萧荣景慢吞吞地坐起身，捂着自己的胸口说：别那么激动，我就是过来睡一觉，明日天一亮就走。楚妙不由分说地解开他衣襟，熟练地像一位妻子为丈夫宽衣解带。偏偏萧荣景十分配合，他微微摊开双手，借着外面微弱的月光，盯着女子越发娇媚的小脸，轻笑道：别着急，慢慢来，我只是看看你的伤如何，你还是躺下来，我为你重新把脉。瞧他没个正形，楚妙没好气地说。萧荣景乖乖地躺好，两手大大的摊开着，还真是跟他一点都不客气。楚妙转身去拿行医箱，放到了床头旁，从里面找到了一枚散发着微光的夜明珠，这是长公主送给他的，他觉得大有用途，便顺手丢进了行医箱里。而令楚妙惊讶的是，萧荣景胸口的伤竟然快速的恢复了，虽然还是有创面，但他酒类已经长好。这才半个月吧？楚妙眉头不自觉地皱起，盯着萧荣景问道：你是不是又瞒着我服了什么药？没啊。萧荣景抬头看了一眼，怎么又查出了什么来？这胸口的裂骨之伤还疼吗？他轻轻按压他的肋骨。萧荣景恍然明白过来，你是怀疑我伤口愈合过快，是服用了暗示的药？萧荣景反问，然后得意洋洋地说道：这个不需要，我从小受伤都会比别人愈合得快，我说过这只是小伤而已，我有把握的。哼，楚妙冷笑了一声，所以你就一次性吃了3种毒药，也在你把握之中？
萧荣景俊颜荡开了一抹灿烂的笑容。我不是对自己有把握，我是对你有把握。第82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三。楚妙弯眉皱得更深，言语也激动了几分。你对我有把握？他挑了一下眉。你肯定不会放任我不管。楚妙好气又好笑，他到底哪来的自信，觉得他不会放任他不管？他就这么相信他会来救他？万一我不来呢？万一我是太子的人？万一我想害你，故意在你最虚弱的时候伤害你？你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我可是楚正德的女儿。他不希望他这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现在都还不清楚自己能走到哪一步。然而在他质疑自己，也在斥责他的时候，萧荣景突然握住了他的手。楚妙神色微愣，低头盯着他的手掌，气氛瞬间凝重了不少。萧荣景的声音也莫名的多了一丝紧迫感。你若想伤害我，就没必要结识我了。楚妙，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我感觉你需要盟友。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这一句话太沉重了。楚妙的心情复杂又烦乱。萧荣景捏揉他细软的小手，听说明日你母亲会为你举办接尘宴，我想过来再确认一件事情。我不会嫁给太子，我也不是太子的人。楚妙眼神坚定，仿佛看穿了一切，还没等他问出口，他就先回答了。萧荣景嗯了一声，一改刚才的严肃，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像个丈夫宠溺自己的小娇妻道：看出来了，我母妃和你配合得很默契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俩才是母女。娇娘，我醒来这几日，我母妃可没少在我面前悄悄念叨你呢。她说若不是长公主收你为义女了，她肯定要收你做干女儿。楚妙眼皮子狠狠地跳了2下。那你怎么说？萧荣景挑了一下眉道：我说做了干女儿就做不成别的了。我母妃点了一下头，说要给我找个世子妃，但是要我努力一下。你说我母妃这话是什么意思？楚妙脸颊微红，按住了他的手腕，为他把脉。萧荣景碎碎念了好一会儿，楚妙都没理会他。过了约莫1刻钟，楚妙收回了手，从行医箱里拿出了一瓶药，说道：这段时间你就吃这瓶药，它可以帮你悄悄修复身体，还能不被太医院的那些老东西看出端倪。夜深了，你快走吧。又赶我走？萧荣景捂着自己的胸口，我来此不容易啊。你，萧荣景，男女授受不亲。他不知道萧荣景怎么又看上他了，但他很清楚自己跟他现在的处境。如果2个人都理不清楚彼此结合的理由，皇室是绝不会允许他嫁入平南王府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当他每次走入平南王府时，前世过往，平南王府的崩塌都会浮上脑海，挥之不去。萧荣景没有再跟他开玩笑。他起身下榻后，从衣物里拿出了一把匕首，放到他的手上。楚妙低头看了看匕首，这是他的青龙斩，锋利度削发如泥，是他用短程刺杀所用。你收好了，我等着有朝一日，你带着青龙斩换我手上的火凤枪。青龙斩，火凤枪，一匕首，一暗器，一对鸳鸯绝杀器，男配龙，女配凤。萧荣景这话暗示的够明显，他有必娶她的决心。第83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四。萧荣景走了，楚妙却坐在床边，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他手里握紧了萧荣景留给他的青龙斩。青龙斩，火凤枪是先祖弟与萧家先祖共同打造的一门武器。这把青龙斩，别说削发如泥，便是削骨也如削纸。可他却用这把匕首刺伤了萧荣景，斩断了2人的前世情。他回过神来，拔出匕首，在月光的照耀下，匕首散发着锋利的光芒。前世的恩恩怨怨，他会还的。翌日，楚庙接尘宴，这是林氏正式向燕京贵圈介绍自己的2女儿回归家族而举办。宴会不亚于楚瑶雪之前的生辰宴，甚至还要隆重，因为长公主和金皇后都会到场。楚庙一早就被林氏叫起来，收拾妆容和挑选今日宴会所穿着的衣物。楚庙看着镜中的自己，奢侈、华丽、受人敬重，这些都曾是他楚庙梦寐以求想要的。如今他却觉得很讽刺，对现在的他而言，却是他想摆脱掉的外壳。林氏走入房间，看到焕然一新的楚庙，心情大好。娘之前一直没好好看你，如今打扮起来跟娘年轻时有8、9分相像。你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吧？楚庙最近在林氏面前很是温顺，这让林氏越发的舒心。娘，女儿知道，今日是娘特意为女儿举办的接尘宴，女儿等会要见的都是燕京城有头有脸、非富即贵的贵人们。娘放心，娘这2日教女儿的规矩，女儿都记在了心里呢，绝对不会让所有人失望的。楚庙学着楚瑶雪的声呛，眉眼温和又乖巧。林氏看楚庙乖巧懂事的模样，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的女儿很快就会与太子定亲，做太子妃了。娘会带着你，你听娘的就行。琴练得如何？娘还安排了写诗、作画、猜字谜的游戏，这些都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楚妙小脸含笑，可眼底却暗涌着林氏看不到的算计。这一场宴会，他会保证惊艳全燕京。林氏看差不多的，便带着楚妙走出云景轩。刚好来云景轩的楚瑶雪站在了另一条路，默默地看着林氏带着楚妙离开的身影。楚妙不知怎么的，突然就对林氏百依百顺，日日听从林氏的安排。现在林氏连多瞧他一眼的耐心都没有。楚瑶雪很不甘心，她不甘心，若接陈宴完美收场，那楚妙将会取代她成为太子妃。可这明明是她的。品梅说，夫人真偏心，只顾着二小姐，却没有给大小姐准备宴会穿的衣物。楚瑶雪什么话都没说，直接回了芙蓉阁。就算林氏给她准备衣服，她也不敢出去。当初极度羡慕她的贵女，如今还不知在背后怎么笑话她呢。云秀阁宴会大厅，贵女贵妇云集于此。林氏带着楚妙走入云秀阁时，活像一只开屏的公鸡，昂首挺胸，自信感爆棚。跟随在他身侧楚妙暗暗翻了个白眼，而众人在看到楚妙时，纷纷向楚妙行礼，见过浮云郡主。林氏扫过那些向楚妙行礼的人，心情别提有多美妙了。第84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舞。林氏似乎恨不得告诉全天下人，她的女儿不光才华横溢，还是皇上亲封的浮云郡主。楚妙默默地看了眼林氏那虚荣的嘴脸，大方得体地说：“诸位夫人千金免礼。”众人纷纷起身，然后王夫人、赵夫人、厉夫人等齐齐涌向林氏和楚妙。这样的场景多熟悉啊！前1个月的赏月宴，这些人还围着楚瑶雪各种恭维巴结，现在不过是换了对象，可是恭维的人却还是一样的。楚夫人好福气啊，2千金被长公主认作义女，封为郡主。这浮云郡主与楚夫人可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真像。皇后娘娘道，太子殿下道，长公主道。这时院外传来了宫人的通报声。林氏带着楚妙与众人先后走出大厅，到院前恭迎到来的金皇后、太子及长公主。臣父、臣女拜见太子殿下，拜见皇后娘娘，拜见长公主。异口同声的行礼在院里回荡开。金皇后一眼就看到身穿着浅蓝色长裙、妆容精致的楚妙。在林氏精心呵护下，楚妙的脸不似之前那般削瘦，反而多了几分福泽气质，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金皇后很满意的笑道：“平身。”谢皇后娘娘。众人起身后，金皇后领头首先走入大厅。今日的主角是楚妙，众人都迫不及待想瞧瞧楚妙的真本事，而金皇后自然也如此。她坐下来后，开门见山的说道：“本宫听说今日是楚家特意为浮云郡主回归家族而设的接尘宴，而浮云郡主在外生活长大，也成就了一身才华与医术。之前曾在福林寺免费义诊，救过长公主一命，因而被长公主收为义女，封为浮云郡主，还被百姓誉为仙医。近日更是流传出浮云郡主琴技出色，随手便可弹出一首新曲子。因此，本宫与长公主和太子特意过来观赏浮云郡主的过人之处。”金皇后滔滔不绝地念着楚妙的过往功绩，林氏面上越发的自豪。莫弘真看楚妙的眼神也透着一抹金光，这样的楚妙无疑才是太子妃最佳人选，才华横溢，还有医术傍身，足够帮她促成不少大事。皇后娘娘过奖了，二女儿的那些手艺不过是平日的乐趣罢了，哪有娘娘说的那般好。林氏虽然心里飘得很，但面上的功夫还是做得很足。她脸上带笑，言语谦虚，随后转头对楚妙说：“妙妙，这么多贵人，还有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及长公主殿下，都想听听你近日创的琴曲，你准备好了吗？”楚妙温顺地回道：“女儿准备好了。”下人抬着琴走入大厅，摆在了大厅中。楚妙起身走向琴台前，坐在凳子时，她微微垂眸，扫过自己的胳膊，便将双手轻放在琴弦上。被她拨动的琴音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在场所有人都跟金皇后一样，对楚妙所谓的极高的天赋抱着很大的希望。莫弘真更是双眼不敢眨一下，紧盯着楚妙那双白皙细腻的双手，而美妙的琴音也在楚妙双手的交织之下缓缓释放。然而这首曲目并未弹完，那琴音突然转变，发出犀利尖锐刺耳的鸣声。紧接着那琴音又更换成柔和舒缓的曲目，可每过一会，曲目再次转变，它甚至比之前还要杂乱，声色震耳。几次交换转变下来，林氏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他脸色像要吃了楚妙一般，却又在极力克制隐忍。从席位站起身时，林氏声音重了几分，喝道：“妙妙，你在干什么？试音也试得差不多了，可别让皇后娘娘久等。”啪砰！就在林氏起身的瞬间，楚妙像受到了莫大的惊吓，也跟着站起身。恰好在起身时，双膝不小心顶到了琴，琴瞬间掉落，发出了响声。楚妙双眼惶恐：“娘，你怎么了？”林氏暗暗咬牙。开场曲目就弹得乱七八糟，
琴还被他摔在了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错。楚妙他犯了大忌了。第85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6。若不是众目睽睽，林氏早就发飙。他走出酒席位，匆匆来到楚妙面前，正要低声责备楚妙为何失误时，楚妙突然踉跄跪下，面上的惊恐之色显露，双手扣住了林氏的胳膊，哭道：“娘，我不是故意的，娘你别打女儿，女儿会好好谈，你别打我。”惊慌失措时，楚妙衣袖垂向肘处，露出了一条条暗红色的伤痕。在座的宾客皆是盯着楚妙的胳膊，开始议论浮云郡主的手怎么了，像是被人虐打而成。而长公主在看到楚妙胳膊上的伤痕时，猛地从椅子站起身，道：“娇娇的手怎么了？”金皇后双眉一蹙，刚好还极好的心情，此刻被林氏和楚妙这一出搞得一落千丈。莫红珍更是一脸愕然：“娘，你不要打我，我会听你的话，你叫我弹什么我就弹什么，我可以编好多曲子，我再重新弹一遍给娘听，娘你听。”楚妙慌慌张张地爬到了古琴前，用扶琵琶琴的姿势抱古琴，另一只手则在琴弦上乱挥一通。琴音已经无法听了，他发出了让人难以入耳的乱音。林氏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瞬间被冲破，对他来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楚妙不知突然发什么疯，搞砸了接陈宴，在众人面前出丑。1个月前是楚瑶雪，时隔10天半个月，另一个女儿在同一批人面前出了这种事情，他所有的心血都被楚妙给毁了。你别弹了！林氏冲上前，一把抢过楚妙手里的古琴，狠狠地砸了出去。楚妙啊一声大叫，然后抱着脑袋四处乱窜，最后钻到了长公主所在的扇桌处，躲在了长公主的脚下。林氏看她毫无形象，整个人都崩溃了。而长公主却在楚妙钻到她桌子底下的时候，也蹲下身子，将楚妙抱在怀里，抬头质问管姑姑郡主她怎么了。管姑姑走前看了一眼林氏道：“回长公主，这20多日，楚夫人只让郡主睡2个时辰，便要起来学规矩，练琴、作画，还要学舞、学唱，甚至是逼迫郡主每日都要写10篇不同的诗。若是做得不好，楚夫人就要拿鞭条打骂郡主，郡主不让奴婢回去跟长公主说，怕长公主担心。”林氏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含血喷人，我什么时候打过她？”楚妙有时候虽然很气人，但林氏绝不敢动她分毫。未出阁的姑娘身上若是留了疤，就不值钱了。楚夫人还说郡主是学医，可以自己去掉身上的鞭伤。管姑姑又给林氏补了一刀，林氏气得快要晕倒，而四周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大。特别是那些见不得林氏好的夫人，听到林氏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还刻意拔高声音说：“长公主，浮云郡主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啊，臣妇听说精神压力过大会让人疯掉，郡主这情况得赶紧找个府医好好瞧瞧，及时调整郡主的状态。”说话的正是那王夫人。林氏猛然回头瞪看王夫人，她这是诅咒她的女儿有病。第86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妻。王夫人对上林氏的眼神时，故作被惊吓了一跳，哎呀了一声，忙扶起手帕，半遮自己嘴面，道：“楚夫人，你别这样看着我，我这也是有依据的。10几年前就有一位闺阁千金，被他母亲逼着学各种才艺，虽说那孩子天赋超群，可也耐不住长辈们长时间的精神压迫，最后那孩子直接疯了。”林氏简直快被王夫人气死了。王夫人口中的那位闺阁千金，正是出自她林家的姑娘，可她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怎么她没疯？而且她一直认为这是对楚妙好，怎么现在她成了大恶人了？林氏一直在不停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才没有当庭爆发出来。金皇后早已对这场接陈宴不抱任何希望，眉眼间露出了烦躁与厌恶。是的，经过此事后，太子妃之位与楚家女再无缘，哪怕楚妙才艺再出众，她都不会接受一个有疯病的女子做太子妃。而莫红珍眼色阴晴不定，最后又回归了平静。不能娶楚妙是她的遗憾，但并不代表楚妙对她没有用途了，她的医术就是最好的利器。如此一想，莫红珍心里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烟。她镇定地端起面前的茶水，动作优雅尊贵。林氏还想辩解：“皇后娘娘，长公主，臣妇没有，楚妙是臣妇身体里掉下来的一块肉，又怎舍得去打骂她？是，臣妇的确对她严苛了一些，可是像管姑姑说的那样，就太离谱了。”金皇后心里冷笑：“有没有还重要吗？”但面上金皇后还是做出了安抚：“楚夫人望女成才之心，本宫能理解。本宫看浮云郡主的确受到了惊吓，倒不如请太医为浮云郡主瞧瞧。”“请，必须请。”长公主一直将楚妙搂在怀里，听到金皇后的话后，斩钉截铁地说道：“至于旁的辩解，本宫不想听，也没心情去分辨是是非非。本宫只知道，本宫的浮云郡主在丞相府受了委屈，楚夫人若是敢喊冤来泼娇娘脏水，休怪本宫没提醒你，你们楚家之前对她做过的那些事，你可以攀龙附凤，但从今往后，娇娘的人生大事，衣食住行都由本宫做主，
就算是你是他的亲生母亲，也别想再伤他半分。本宫之前给过你机会的。长公主凌厉的话音重重落下，林氏连连倒吸凉气，只觉得整个人天旋地转。她不知为会搞成现在这样，不是楚妙。对，楚妙这些日子一直十分乖巧，让她放松了警惕，所以这一切都是楚妙谋划的，楚妙装的。她想害她，报复她这个母亲。不是这样的，是楚妙。林氏有些语无伦次。这时，长公主府内的女医被请入云锦阁内，她是宫中最年长的女医官，话语权颇大。宋医官走到楚妙面前，对长公主与楚妙行了一礼，就开始为楚妙把脉，然后又仔细查看楚妙的言行举止，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金皇后先开口问道：“宋医官，浮云郡主现在是什么情况？”第87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吧？宋医官恭敬回道：“回皇后娘娘，浮云郡主血气亏损，疲劳过度，再加上高强度的学习，导致浮云郡主产生癔症。不过浮云郡主的癔症是初发，只要重新调整浮云郡主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再服几贴药，便能恢复如常。往后也需要好好调养，不可再受外力的精神压迫，否则还会复发。”这番话一出，贵人们的议论声越加激烈，特别是王夫人似乎对自己猜中了楚妙的病因而十分得意。长公主始终搂紧了楚妙，满腔愤怒地说：“楚夫人，方才本宫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本宫再说一遍，也好当着众人以及皇后娘娘的面做个见证。本宫今日一定要带走浮云郡主，往后你不得再来长公主府寻她。她若回楚家，你不得以孝道或者亲生母亲为由，道德绑架她留在丞相府。林氏僵在原地，她现在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错的。她不甘心楚妙就这样毁了她的大计，可是陈妇的确是她的亲生母亲，作为孩子孝敬自己的父母，难道也不对？林氏说话时满口银牙磨得发紧。长公主扶着楚妙站起身，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楚家对这孩子做的事情，本宫一清二楚。本宫是看在浮云郡主的份上，才没有对你做什么处置。你是想让本宫将你曾经对楚妙做过的事情公众于世吗？”林氏身子一晃，险些没晕过去。长公主知道什么？楚妙又跟长公主说了什么？好啦，楚夫人，金皇后不想再待下去，本宫看浮云郡主状态不佳，这接陈宴啊，也就到这吧。现在要紧的是浮云郡主的身体，想来你近日也没办法好好照顾浮云郡主，那不如让长公主带回长公主府，好好调养一段时日。皇后娘娘，林氏不想放人，就算是锁在身边折磨打骂楚妙，也好过让楚妙跟着长公主回公主府过她逍遥自在的日子。就这么决定吧。这时莫红珍发话打断了林氏的话语，她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看了一眼楚妙，道：“方才宋医官说，只要好好休养，浮云郡主的病情便能养回来。她如今见了楚夫人，如同见了豺狼虎豹，若再留在楚夫人身边，不利于浮云郡主养病。”林氏心头一紧，皇后与太子说话都不留余地，看来是打算借此机会彻底的撇清与楚妙的婚约之说。长公主得到了皇后与太子的准许，立刻让人带楚妙离开楚家。而席位上的宾客虽然没吃上酒席，却看足了戏，个个带着八卦的心态拜别了林氏。金皇后与莫红珍早在宾客离开前先行离去，只有留在原地的林氏，整个人还处在一个很懵的状态。她好好的宴会，怎么就变成这样？一日之间，她彻彻底底活成了别人口中的笑柄。她为培养女儿成才，一个跳舞引来毒风，一个当众疯了。她林文婉这辈子都没像今日这般憋屈过。啪！云锦轩内，楚妙所住的屋子被林氏砸得一片狼藉。他几近癫狂地拿起一旁的椅子，狠狠砸在了花瓶、古董，还拿出剪刀剪掉了他为楚妙准备的一柜子衣物。院里的下人们第一次见林氏这般狰狞的面目。第88章，原来楚二小姐有病酒。林氏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中，都保持到极致的优雅，哪怕她手段凌厉，也只是面色微变，从容处事，不曾像今日这般失态。楚正德下朝后听到外面的议论声，第一时间赶回楚家，正好看到林氏疯狂砸打房中之物，下人们被他吓得跪在一旁，瑟瑟发抖。这时，一块古董花瓶的碎片快速地弹向楚正德，楚正德眼疾手快，闪躲了过去，也因此激怒了他。林氏，给我住手！啊！林氏不但没收手，反而砸得更疯。楚正德快步冲过去，一把抓住了他手里高举起的椅子，狠狠地甩在了一旁，然后一巴掌甩在了林氏的脸庞。啪！林婉婉！林氏扑通摔在了地上，地面上的瓷器碎片扎伤了林氏的双手，刺痛感也让林氏清醒了几分。楚正德站在他面前，怒喝道：“清醒了没有？你到底在发什么疯？为什么把事情搞成那样，害我成了朝中笑柄？”林氏听到楚正德的质问，心里委屈的不行。老爷问我，怎么不问问你的女儿楚妙？
本来好好宴会，他倒好，当着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的面装疯卖傻，耍我呢。他这个没良心的、养不熟的白眼狼，我恨不得从未生下过他。楚正德眼眸一沉，他最看重自己的仕途，如今一个养女，一个亲生女儿都不能为家族增光，他得另寻出路了。楚庙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近日你也不要再抛头露面了，留在府里照顾好娘，打理好后院。楚正德转身离开了。林氏猛地打了一个激灵，这才反应过来，楚正德刚才那番话是要软禁他。他起身追了出去：“老爷，你什么意思？”楚正德拧紧眉头，转身看了他一眼：“楚家不能没有儿子，我要你准备好院子，会有新人入府。”什么？这样的答案对林氏如今的处境无疑是晴天霹雳。当年他生楚庙时难产大出血，损伤了身子，之后几年再不能孕育。当时楚正德是怎么跟他说的？女儿也好，将来好好培养，也能为家族争一份荣耀。可他现在竟然跟他说楚家不能没有儿子。林氏疯了一般，猛地扑前，用力抓紧了楚正德的衣物。楚正德，你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管是谁生下孩子，都由夫人你来寄养，将来孩子也只认你这个嫡母。楚正德的一番话猛然点醒了林氏。楚瑶雪与楚庙都已是废子，可楚家如今在朝中的地位需要新鲜的血液来继承。好，林氏咬了咬牙，最终狠下心来说道：“那就去母瘤子。”楚正德从楚家出来后，就直接去了燕京北区一个隐蔽的宅院内。一位妙曼的女子从屋子里走出来，挽住了楚正德的胳膊，娇柔地唤道：“楚郎，你有好些日子没来看婉儿了，婉儿还以为你不要玩了。”楚正德垂眸扫过女子肚腹，再看看女子娇嫩细腻的小脸，温柔地抚上她的小腹道：“我在给我们的孩子谋划未来，他已经同意了。不过……”第89章，楚庙的命途再视为其一。楚正德扶着女子走入屋内，女子身子柔弱无骨地贴在楚正德身上，柔声细语地问：“楚郎，不管夫人要我做什么，只要夫人肯接纳婉儿，婉儿愿意伺候夫人。”楚正德握住了女子的手，放在唇边，他要去母瘤子。女子身子猛地一颤，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女子又恢复刚才的神情，只是那温柔体贴的笑容里带着几分委屈。她从楚正德身旁站起身，半跪在楚正德的双腿间，双手搂住了楚正德的腰身。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牺牲，婉儿愿意为楚郎留下骨血，交给夫人抚养。只是婉儿好舍不得楚郎，舍不得楚郎对婉儿的好，可婉儿的性命是楚郎救的，婉儿不会让楚郎为难的。她豆大的泪珠子落在楚正德的衣物。楚正德是极喜欢宋宁婉的，现在的宋宁婉就跟林氏年轻时的性格一模一样，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知他懂他。而林氏却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他将她扶起，搂在怀里说：“谁说要你去母瘤子？”他看了一眼在外面打扫的婢子，唇瓣凑近宋宁婉，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你乖乖听话，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那楚郎要婉儿怎么做？宋宁婉注意到了楚正德刚才的眼神，下意识地朝外面看了一眼。楚正德说：“可以让别的女子代替你，等你生下孩子，我把我们的孩子交到林氏手里，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你带着另一个孩子随我入楚家，到时我带你入府，就对外说你与夫人一同生下孩子，林氏也不敢奈你如何。”宋宁婉心花怒放，在楚正德的脸上亲了几下：“婉儿都听楚郎的，婉儿去给楚郎准备准备。”他起身往外走，对外面扫地的丫鬟道：“不用扫了，去烧几桶热水，随我到房里来。”是，姑娘。一个时辰后，楚正德从宋宁婉的屋子里走出来，上了轿子，准备去公主府看看楚庙的情况，中途却被太子的人拦下了：“楚丞相，太子殿下有请。”楚正德让轿子抬到一间茶馆，匆匆上了2楼的天字号厢房，推门而入。莫红珍正站在窗台前，听到后面的开门声后，顺手关上窗门。“微臣拜见太子殿下。”楚正德行礼道。莫红珍坐在茶桌前，面色难看的自顾斟茶，没有打算让楚正德坐下搂意思。他先饮了一杯茶水后，冷道：“楚庙是怎么回事？”楚正德诚惶诚恐地回道：“回太子殿下，微臣正打算去长公主府看看小女的情况。”连你也不知道？莫红珍不曾想过，这一切都是楚庙设的局，而是将所有的过错推到了林氏的身上。因为他觉得，以他的身份地位，楚庙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可偏偏出事了。楚正德道：“殿下，微臣知道微臣内夫人日夜监督小女练琴作画，但之前瑶雪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莫红珍眉头紧锁：“罢了，现在追究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姑的母后很生气，因此姑与楚家之前的婚事，父皇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解除，楚相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过姑知道，你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姑也还需要楚相辅佐，不能没有楚相，那楚庙也不是没有用处。你找个机会看看楚庙对你这个父亲的态度，如若能用，
那就让楚妙以女医官的身份入平南王府，接近平南王府的人，唯孤为你楚家所用。莫弘真说得很明白，既然楚妙不能做他的太子妃，那就利用他的医术做他手中一枚棋子。第90章，楚妙的命途再视为其二。而他派楚妙入平南王府，可不是真的要让他给萧荣景治病，他要利用楚妙的医术，一点点摧残萧家妻子、平南王等。平南王妃看起来并不排斥楚妙，所以他觉得楚妙是入萧家最适合的人选。楚正德自然听出了莫弘真的意思，是微臣一会出去就去长公主府看看楚妙的情况。楚妙她是微臣的女儿，就算她不能成为太子殿下的人，也是微臣楚家的人，微臣一门只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为太子所用。莫弘真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眼，端起茶水道：“去吧，别让姑等太久。”是。楚正德离开茶馆后，就直接去了长公主府。此时的楚妙回到了长公主为他安排的泄水阁，宋医官为他开了方子，他用过了药，躺在床榻。长公主守在他身边，他昏昏欲睡，贪恋这样的温暖，但他脑子里尚存一丝理智。他与太子、与昭元帝、与这皇权有仇，长公主身为皇室中人，绝不会允许外人侵犯他墨家皇权，连他楚妙也一样。这样的温暖只建立在他不会威胁到皇室。他与长公主终究不是一路人。这一觉他睡了整整2个时辰，醒来的时候长公主已经不在他身边了，是管姑姑守在他身边。郡主，你醒了？我怎么在这里？楚妙故作一脸迷茫。做戏自然要做全套，他的秘密必须要好好守着，特别是在长公主的眼皮子底下，他更要以一个弱者的身份藏好自己的前世之魂。管姑姑看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心疼地说：“郡主，以后没人敢再逼你练琴作画了。你现在回到了公主府，长公主府当着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的面，从楚夫人那把你要过来。”楚妙抬手抚着脑袋，额头冒着豆大的冷汗。我记得今天是我娘为我办接晨宴的日子，我只记得我在弹琴，之后的事情我脑子好混乱，是不是在宴会发生了什么事？宋医官说郡主过于劳累，生了病，不过只要好好休养，会慢慢恢复的，郡主不用担心。外面的事情长公主会替郡主解决，楚家的人也不敢再为难郡主。管姑姑说。楚妙听出了他的话外音，外面的事情是不是楚家有谁来了？管姑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如实说道：“丞相大人来了，有1个多时辰了。”我爹爹。楚妙猛地掀开了被子，从床榻起身。管姑姑赶紧伸手扶他：“郡主，你要去哪里？奴婢给你穿上鞋子。”我爹爹来了，我怎么躲着不见他？他重新坐回床榻，让管姑姑伺候他穿鞋更衣。等穿戴好后，楚妙在管姑姑的扶搀下走到了公主府的前院。楚正德原本打算先离开，等明日再回来看楚妙，没想到刚走出院门，两人就碰面了。楚妙脸色微白，看起来一脸憔悴，略显病容，好似一个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的人。楚正德眼眸微沉，眼底闪过了一丝猜忌与试探的打量。楚妙先快步走到楚正德面前，唤道：“爹爹，女儿不孝，女儿给爹爹丢脸了。星号，追叔叔有，新书需要呵护，可以动动手指头留言，催更评分。”第91章，楚妙的命途再视为其三。楚妙快走到楚正德面前时，双膝扑通一屈，整个人往前跌，两手搭在了楚正德的衣袖处，哭着认错：“爹爹，对不起，妙妙好像犯错了，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妙妙知道肯定是大错。”长公主从大厅走出来，看到楚妙哭得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心微微揪紧。楚正德对今日接晨宴上发生的事情的确十分生气，但碍于这是长公主府，再加上太子还有别的任务交给他做，楚正德强压下了心中的怒火，伸手将楚妙扶了起来：“你先起来，天大的事情有爹爹给你顶着。方才我也与长公主说了，你若想留在公主府休养，爹爹绝不拦着，也绝不让你娘跑到公主府来打扰你休养身子。”楚正德一脸慈父的说道。楚妙低头抹眼泪：“那娘她会不会再也不喜欢楚妙了？”楚正德拍了拍她的肩膀，转头看向长公主道：“长公主，可否让微臣与小女聊几句？微臣有几句话要叮嘱楚妙。”长公主面无表情，眼色不见喜怒：“本宫只给楚相1刻钟，浮云郡主近日还是多休息较好，不用太久，微臣就在私下叮嘱几句话。”楚正德说。长公主听完后便走出了院子。楚正德带着楚妙入了大厅，大厅的门并没有关上，但院门与大厅隔着一段距离，楚正德怕长公主多心，就索性敞开门，压低声音与楚妙交谈：“楚妙，你娘对今日的事情的确很生气，但你毕竟是我楚正德的女儿，你娘再生气也不敢拿你如何。你是楚家女儿，虽说也是长公主名下的义女，皇上封的浮云郡主，但你未被写入长公主名下族谱，这义女之名也只是名头罢了。你将来的幸福还是要靠我们楚家。太子虽不能再娶你为正妻，
却依然十分看重你。楚妙低垂着脸，听到楚正德那一句依然十分看重你的话时，左眉不自觉地往上一挑。他做着一副迷茫的模样，爹爹是说太子殿下可以娶女儿为侧妃？楚正德双眸微眯，认真仔细地观摩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和他的眼神，并未发现楚妙脸上显露任何异样。若是事成，自然不是问题的。楚正德双手负背，眼中尽是算计，成不成就要看你的觉悟。楚妙咬了一下唇瓣，好奇又期待地问：爹爹，太子殿下是想让女儿做什么吗？没错，太子殿下很看重你的医术，他说纵使做不成他的太子妃，他也不希望辜负了你这一身医术。太子殿下打算向皇上请旨封你为五品女医官，让你前往平南王府治疗荣安世子的伤疾。楚正德的话点到即止，这里毕竟不是楚家，隔墙有耳。他打算将楚妙先安排入平南王府后，再一步步引导楚妙摧毁萧家人，却不知楚正德这一席话全在楚妙的掌握之中。再试为棋，很好，这正合他楚妙的心意，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入平南王府为萧荣景调理损伤的身子。真的，我可以做女医官？楚妙一脸欢喜。楚正德看他表现，心里很满意，千真万确。你先留公主府养病，我会回去跟你娘沟通，回头你娘会亲自过来接你回楚家，到时我再安排你入宫面圣。爹爹，我能用医术为家族争光，是女儿的心愿，多谢爹爹为女儿解决今日之难，女儿定不会再辜负爹爹与太子殿下的厚望。楚妙往后退了一步，对着楚正德微微俯身，他小脸低垂时，唇角勾起了阴冷无比的弧度，仿若地狱的勾魂使者。第92章，楚妙的命途再试为其4。一刻钟后，楚正德从长公主府里走出来，上了马车后，楚正德又回到了茶馆。此时莫红珍还在茶馆里。楚正德拱手作揖，对着莫红珍轻轻一拜，道：太子殿下，微臣刚从公主府出来，那楚妙看起来的确病了，但病情无大碍，尚有理智在。微臣与他说了，殿下你十分看重他，要向皇上请旨封他为五品女医官，派他入萧家为荣安世子治伤疾。他得知殿下看重他，面露喜色，十分期待能为太子殿下鞍前马后，任由太子殿下调遣。莫红珍拿起黑子，自己与自己对弈。而楚正德说的是，他自认为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身为太子，能让他看重的人就得感恩戴德。楚妙这样的女子也一样。坐下来与姑对弈几局。是。9月12，夜色正浓，谢水阁窗台突然传来动静。楚妙敏感地睁开双眼，看了看窗台的方向，这时耳边传来了一道女子的传音：主子，是奴，杀奴，他来找他了。可他伤势那么重，他不是让他10日后再回来吗？楚妙立刻坐起身，轻轻打开了房门。他只觉得一阵风从他脸颊拂过，没一会儿，屋子里多了一道身影，单膝抱拳跪在暗处。楚妙顺手关上房门，转身看着杀奴，语气淡漠地说道：我不要一个带着伤的废物，我要的是能为我所用的杀奴。眼前的女子曾是莫红珍最厉害的一把刀，惨死在他刀下的萧家军不计其数，那萧家4子萧幼卿便是断送在他手里。他对他有恨，所以他没办法用正常人的态度去面对眼前的杀奴，但他知道暗示的杀奴很忠诚，奴可以完成主人交付给奴的任何任务。奴这几日一边养伤一边查了主人身边的人和事，奴以为主人现在很需要奴。杀奴说道。楚妙知道这个杀奴的能耐，他想要查的人没有查不到的。他在暗示的威慑力太强，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所以才会沦为杀奴。暗示杀手组织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告诉我，你查到了什么？楚妙反问。主人的父亲楚正德在外面养了一个武技，如今身怀2个月身孕。楚正德告诉林文婉，他要接新人入府。林文婉容不下新人，但同意去母留子。楚正德想保武技。金皇后有意在墨家选一名嫡女做太子妃，不日便要接入皇宫亲自教导。太子殿下在谋划杀了荣安世子，已经向皇上请旨封主人为女医官，有意借主人之手摧残荣安世子的身体，危害萧家人，夺萧家军权，再将所有罪名推到主人头上。杀奴将自己知道的信息一字不差告诉楚妙。楚妙冷静地看着他，看来你都把我的事情都查得一清二楚了。杀奴没有回他这句话。楚妙在他面前来回走了2圈，道：日后你就叫罂粟。罂粟与罂粟音色接近，赐给杀奴最适合不过。奴，罂粟谢主人赐名。太子在谋划的事情我知道。楚妙眼眸微光一闪，这件事情暂时先不用理会，这正是他光明正大入平南王府给萧荣景治伤的好机会。让他感兴趣的是楚正德的外甥宋宁婉，一个据说与他亲生母亲年轻时举止神态神似的武技。前世楚正德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说服林氏心甘情愿接纳他入丞相府，2人和和睦睦，共侍一夫，
旁煞他人。而林温婉的做法也奠定了他在楚正德心中不可的撼动的地位。萧家倒下之前，宋宁婉因与外男苟合，被楚正德活活打死。他不信宋宁婉前世之死没有林氏的手段促成。楚妙双眸眯起，像只狐狸一样散发着狡黠的锋芒。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去引林氏在这2个月内发现那个武姬的存在，离间楚正德夫妇。至于林氏知道后会如何处置宋宁婉，他想他这个亲生母亲绝对不会让他失望的。第93章，楚妙的命途再视为其武。是，主人。殷素并没有立刻起身。楚妙见此，问道：“你还有什么事情？”楚大小姐明日便要离开燕京，前往蜀州林家休养，是她自己主动要求离燕京的。楚夫人已经同意了，并安排了人马送她去蜀州。殷素不敢有半点隐瞒。楚妙听了这番话后，沉默地看着殷素，脑海里想的都是楚瑶雪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和性格。蜀州是富饶之地，林家父辈只出了他亲外祖父一个当官的，正好在蜀州任职。但对于小商户的林氏来说，能出一个当官的已经十分了不起的。若换做以往的楚瑶雪，他根本不屑在林家多待。既然他主动请求去林家，那林家肯定有他向往的东西。蜀州第一才女，不正是林家嫡长女林淑妹吗？他想他知道楚瑶雪想干什么了。做不成太子妃，他是想做侧妃啊。但以他现在的名声，他连一个妾室都不够格。倘若是换一个身份，以林家嫡长女的身份入东宫，那就够了。林家毕竟有点小钱，太子若将林淑妹收入东宫，那在结交人脉方面的经济支出，便有林家这座小金山支撑着。楚瑶雪又能如愿以偿地成为太子的人，至于往后的后宫之主是谁执掌，恐怕也在他算计之中。小小妾室又或是侧妃，根本就不是他的目标，他的野心一直是皇后。楚妙理清楚了思绪后，眼底划开了一抹笑意，问：倘若我让你去蜀州带一个人回来，你能做到吗？毕竟他还要处理林温婉与楚正德的烂事。殷素抱拳作揖道：主人放心，殷素在杀手界长大，手里有一些人脉，只要主人给那些人用金，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用金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安排一个人暗中跟随楚瑶雪，到了蜀州后，让他保护一个叫林淑妹的女子。如若她遭遇不测，便让她将林淑妹带回燕京，带到我面前来。楚妙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语气凝重了几分，接着又继续说道：我要活的，那人最好懂得医术。殷素道：奴一定按主人的吩咐去办，带回一个活的林淑妹给主人。去吧。楚妙转身朝床榻而去，身后的殷素眨眼的功夫消失在屋里。楚妙躺回床榻，看着微开的窗户，心情异常的平静。快了，萧荣锦、萧家，那些血债我都会一笔一笔讨回来。9月20，林氏送走了楚瑶雪后，调整好了心情，亲自来长公主府接楚妙。不过长公主并没有让她入府，林氏与楚家家仆、婢子都在府外。长公主亲自替楚妙梳头理鬓，帮她挑好衣物，整理外衣。楚妙抬眸看向长公主，住在长公主府这些日子，她能感受到长公主对她的宠护。一个不是亲生母亲，却比亲生母亲还要细心体贴。她看她的眼神，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好了，我们娇娇打扮一下，就是好看。长公主看着被自己打扮得粉粉嫩嫩的楚妙，忍不住捧着她的小脸，心情愉悦地说道：管姑姑说，郡主在长公主的调养下，这些日子气色也好了。长公主脸上的笑容敛去了一半，想到了公主府外的林氏。楚妙一眼看出长公主眼底的变化，问：娘亲，你有心事？长公主看着她道：本宫也不想瞒你，你娘今日天没亮就来公主府了，现在还在外面等候，你要见她吗？第94章，楚妙的命途再视为其6。楚妙皱了一下眉，沉默了片刻，便回道：我若是不见她，她毕竟还是我亲娘，最后就成了我不是。我不怕流言蜚语，但我怕连累了娘亲，连累整个公主府的声誉，最后殃及到皇上。我这浮云郡主还是皇上赐的，可娘亲若问我心里想不想见她，我说实话，我害怕见她。我一看到我娘，就会想起她让我练琴、作画、写诗的日子。虽然我跟她相处的很短暂，但我看得出来，我娘是一个事事都要求完美的人。娇娇自知做不到我娘心中那个完美的好孩子，嫁不成太子殿下。长公主为她的说法感到很惊讶。她知道楚妙聪明，但能活得像楚妙那么通透的人少之又少。你若不想回，本宫就叫人把她打发走。皇后都同意你留在公主府养身子，她不敢再拿你如何。长公主语气强硬地说，仿佛接尘宴的事情还发生在昨日。一想到林氏这些日子的做法，长公主心里气愤的不行。楚妙摇头道：娘亲，娇娇不能这么任性，我跟我娘先去看看，那还是让管姑姑陪你一同回去。长公主没有劝阻，记住本宫的话，你现在也是本宫的女儿，谁若是敢欺负你，本宫绝不饶恕。楚妙点头应了一声，便带着管姑姑一块走出长公主府。
林氏看到楚妙的时候，脸色依旧很难看。对他来说，楚妙只是失去了当太子妃的机会，他却要多一个麻烦去处理家事。这几日，楚正德不知从哪找回一个小姑娘，扔给他处理。林氏一想到那小丫头将会怀上楚正德的孩子，心里就一肚子气。于是他将这份怒意全推到了楚妙的头上。若不是楚妙坏了接尘宴的事情，没能如愿成为太子殿下的未婚妻，她又何必去安排人给自己的丈夫传宗接代？她表情冷冰冰地看了楚妙一眼，道：“你爹在宫门等你，随我上马车。”林氏扔下了一句话，就上了马车。管姑姑瞥了瞥林氏，问：“郡主，你要上哪辆马车？就楚家的吧？”当然，林氏坐着的那一辆。林氏现在肯定恨不得扒了他的皮呢。管姑姑担心他又受气，劝了一句：“要不去长公主的那辆马车，那是长公主给郡主安排的。”姑姑不用了，就坐楚家的吧。楚妙说完，径直上了马车。林氏顶着一张臭脸，看都不想看楚妙。楚妙故作着委屈，双手拧紧手帕，轻轻地唤了一声：“娘。”“你别叫我娘，我没有娘废物的女儿，你这蠢货，我怎么会相信你？”林氏一提起接尘宴的事情，面色就狰狞了几分。楚妙咬了咬唇瓣，眼圈微红：“我之前听说娘已经不能再生育了，我是娘唯一的女儿，唯一的骨血。若是娘连我这个女儿都不要了，日后若楚家有什么变故，娘该找谁依靠？爹爹还那么年轻，我怕女儿让爹爹失望，迁怒娘。然后你想说什么？”林氏语气冷森森，心情更加糟糕。楚妙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林氏的脑海里却回荡着挥之不去的身影。楚正德与那个小丫鬟在屋子里翻云覆雨的画面啊，他简直快疯了。第95章，楚妙的命途在世为其妻，她一直是贵妇圈里被别人羡慕的对象。楚正德身居高位，后院只有他一个妻子，连个通房都没有。林文婉也以为这样的状态会一直保持到他们入关，然后在人世间留下一段佳话。可这些日子，楚正德对自己的态度，他的心态早已崩了。不急，他必须忍着，等那个贱女人生下孩子，他第一个弄死她。楚妙一副惶恐的模样道：“娘，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楚妙自然希望娘好。”“你闭嘴，我好得很。”林氏心里虽是这样说，但心中的怒意却丝毫未减。这份怒意有对楚妙的不争气而愤怒，更多的是楚正德当下的做法让他膈应。林氏没有再跟楚妙说话，到了宫门后，楚妙就随楚正德入宫了。林氏望着楚正德的身影，脸色更加难看。他现在连看他一眼都觉得不耐烦了。而楚正德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权势利益、帝王军心。眼前的女儿对于林氏来说已经没有可用价值，可是对于他而言却可以成为他的铺路石。前往正前殿的路途中，楚正德面色严肃地说：“前些日子爹爹跟你说过的话，你可还记得？现在是皇上亲自要召见你，亲自封你为五品女医官。你可是知这五品女医官是多少太医院女医挣扎的职务？皇上看重你，可不仅仅只是因为你医术高明。”楚妙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软声细语地回道：“是，女儿记得爹爹说过的话，太子殿下要向皇上请旨封女儿为五品女医官，为朝廷效劳。这世上医术高明的鬼才很多，女儿是仗着爹爹的地位才会被皇上看重，女儿不敢忘怀。你能看得这么通透就好。你和楚家的生死是系在一块的，到了正前殿，你可要小心说话，说错一句都能让你脑袋落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楚正德语气比刚才更加严肃，甚至多了几分警告。楚妙的紧张感一瞬间被提升：“是，爹爹，女儿知道了，女儿会记住爹爹的嘱咐。”楚正德还是不放心，又多说了几句：“当然，你若让皇上开心了，立了大功，将来你想要什么赏赐，甚至是太子侧妃，都能因你。前提是你要为皇上与太子殿下效力。”“真的？”楚妙小心翼翼地询问。楚正德道：“真的。”楚妙摆出一副紧张的样儿，跟随在楚正德身后。到了正前殿，楚正德站在殿外等候。等了有一会儿，正前殿的大内总管崔公公走出来：“丞相大人，皇上让你带着浮云郡主入殿。”楚妙跟着楚正德进入正前殿。殿内，昭元帝坐在了蛇月奏折的金龙书案前，莫弘真站在昭元帝身后一旁协助昭元帝。楚正德与楚妙进入正殿后，异口同声地向那莫氏父子二人行礼。昭元帝放下了折子，眼眸中虽带着一丝批阅奏折后的疲惫感，却依旧犀利。他看向楚妙的眼神就如同在盯着一块猎物。“太子和楚相先下去吧，朕要与浮云郡主单独谈谈。”昭元帝道。莫弘真放下奏折，与楚正德一块退出正前殿。殿内只剩下楚妙与昭元帝。楚妙跪着，昭元帝则站着，一时间偌大的宫殿没有一点声音。不知多久后，昭元帝才开口道：“你可知朕为何召见你？”第96章，楚妙的命途在世为其8。
回皇上，臣女不敢对皇上有半点隐瞒。臣女的父亲告诉臣女，太子殿下很看重臣女的医术，因而向皇上请旨封臣女为五品女医官。臣女斗胆猜想，皇上是为了此事而召见臣女。臣女能得皇上与太子殿下的看重，心里受宠若惊。臣女愿意为皇上效劳。楚妙声音响亮，完全没了刚才面对楚正德时的怯懦和紧张，但也收敛自己的锋芒，一副求全求是、奉承阿谀的嘴脸。有求才能让帝王放心。昭元帝对楚妙的回应很满意，为朕效劳可不是光用嘴皮子的，你要拿出你的实力，让朕相信你可以胜任朕托付给你的职位。楚妙微微抬头，双手交叠于额前，眉眼间飞扬着对自己医术的自信感，回道：皇上，臣女不敢说在贵女圈里最好，但臣女敢担保自己的医术在太医院里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太医们治病救人不在话下，但臣女一针封喉，活人见白骨也是绝活，副手断生死，就看皇上想如何利用臣女手中的生死雹。昭元帝眼眸一眯，楚妙口中的生死雹着实震惊了昭元帝的心。他重新认真地打量楚妙，想要好好看清楚楚妙此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而楚妙知道昭元帝也并非完全对他放心，他在一步步试探他。既然你自称可断生死，那你能否让一个人慢慢死去，还能不被人察觉？说到这，昭元帝语气阴沉了几分。楚妙抬眸对上了昭元帝的双眼，像是在确定什么，但很快他就低下头回道：皇上是说连太医的事？连太医的死不正是荣安世子的事吗？彼此都没挑明白，但彼此心里都清楚对方指的是什么。平南王府查出药石相克，引发荣安世子中毒，这连太医也实在该死。朕问你，如若此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作何处理？昭元帝反问。楚妙微挑下巴，自信满满的说道：回皇上，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臣女的身上，臣女的家族楚家也绝不允许。昭元帝看他的神情，唇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他倒有些好奇，楚妙会用手段推倒萧家。昭元帝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楚妙，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朕都与你。臣女不敢要。为何不敢要？楚妙低垂眼眉，振振有词的回道：臣女的爹爹说，等臣女立了功才能要赏赐，到时哄得皇上开心，臣女想要什么皇上都会答应。臣女觉得现在不适合提。昭元帝听到这话，哈哈哈的笑了几声：你爹啊，真是老奸巨猾，朕倒是好奇你想要什么，你不妨先提出来，朕好好考虑一下。楚妙舔了舔唇瓣，滋滋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臣女自知接陈燕犯了大错，错过了与太子殿下的良缘，令臣女的母亲很生气。臣女的母亲到现在还在怪臣女在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面前失礼。臣女想在皇上面前立了大功后，再提赏赐，求皇上成全臣女。话落，楚妙双手抚地。昭元帝眼眸闪过了精明的算计。楚妙的话语引导性很强，足以让昭元帝猜出他的心思。他所求的是东宫的一个妃位。很好，有所求必有所因，人有欲望便好操控。好，朕不为难你，你且回楚家等着。谢皇上。楚妙起身往外走。昭元帝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没一会儿，太子走入殿内。昭元帝说：倒是个聪明的，不过还要再多看看，朕要确保万无一失。父皇，儿臣会派2个人随浮云郡主一同入平南王府，协助他完成父皇的大计。第97章，楚妙的命途再视为其9。次日，封官职的圣旨下达。楚妙这个名字再一次轰动燕京城，让那些原本因接陈燕取笑楚妙的官夫人们再也笑不出来。5品官职虽不是重臣大官，可是在太医院内，多少女医在底层挣扎，都爬不到5官女医官的职位，楚妙却随手可得，他何德何能呢？不过外界的舆论，楚妙可管不了这么多。他只知道，从他被安排入平南王府的那一刻，与世俗就已经离经叛道。莫弘真大概是想再好好收拢楚妙的心，在圣旨宣读完后，特意找楚妙到楚正德的书房私谈。楚妙表现得乖巧又自信，但又隐隐约约向莫弘真释放自己心底的爱慕之意。因此莫弘真对楚妙错失太子妃之位又惋惜又无奈。楚妙妹妹，姑要恭喜你成为太医院5品女医官，从今日起，你也是可以领俸禄有官职的女医了。莫弘真双手负背站在窗前，说话时俊颜含笑，浑身散发着温文儒雅的气质。楚妙双眸楚楚，眼底含着水光，轻轻扶了一个身，回道：微臣知道，微臣能有今日，全是太子殿下看重，有意提拔，微臣不敢忘了太子殿下的提携之恩。她穿着一身白色红袖领口的女衣服，头顶发鬓高梳，系着一圈红色发结，露出光洁的额头。窗台外，暖阳照射而入，映在她脸庞的光线衬得她肌肤如雪，细腻如玉。莫弘真看到这一幕，
心中微微悸动。他朝着楚妙的方向走去，停在楚妙身侧，垂眸仔细看他那白玉般的琼鼻，不自觉地抬起了手，用手背轻轻扫落在他的侧颜。楚妙敏感地往后退了一小步，弯腰俯身避开莫弘真的手道：“微臣愿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万死不辞。”莫弘真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不妥，但他却始终觉得他和楚妙不应该只是君臣关系，他们之间还可以有别的。楚妙，莫弘真丝毫没有避讳这烘托起来的暧昧气氛。别让孤等太久，孤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孤等的是什么？孤与你一个妃位。楚妙抬眸看他，两人四目相对。莫弘真又往他身前凑近，大掌扣住了楚妙的胳膊。孤不仅仅只是看中你的医术，将来你也可以依靠孤的肩膀，若遇到什么难事，便来找孤，孤会给你安排2个人一处宅子，你来，孤便在，孤永远为你留一扇大门。他的眼神越发的柔和，可是在莫弘真看不到的角落，却有一条毒蛇冷冰冰地盯着莫弘真的诡计。私下相授，他真是不留余地的在榨取他的价值，想让他为他办事，除掉萧家，又想要他的身体，待他厌倦之时，他这破败的身子所剩的只是一条烂命。偏偏他前世被莫弘真这份柔情蒙蔽。演戏吗？谁不会呢？楚妙面带娇羞，低垂眼眸回道：“是，楚妙定不会辜负殿下的心意。”莫弘真薄唇划开了一抹笑意，下一刻便松开了楚妙的手腕，道：“去了萧家，知道该怎么做吧？”不等楚妙回答，莫弘真先明确地告诉他，萧家佣兵20万，在外造势，有意谋反，破坏眼下的和平盛世。战争会让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孤与父皇不忍看到燕国老百姓受战乱之苦，所以你背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任务，还是千千万万条老百姓的性命。那些人当中，还有一部分人曾被你救治，你也不忍心他们丧失在战乱中吧？第98章，楚妙再入平南王府1。楚妙一副很惊讶的模样，随后便从那份惊讶中转变为不可置信，再渐渐化为愤怒。萧家人竟有这等心思？楚妙皱紧眉头，言语中带着满满的怒意。他们莫不是想利用自己手中的兵权，自己做燕国之主？陈国曾有炀帝带15万大军逼退安氏帝君，自立为帝，谁又能保证萧家无篡位之心？莫弘真道。楚妙的柳眉蹙得更深。楚妙一直以为萧家如外界说的那样爱民如子，没想到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利用民心，为自己造反而造势。楚妙攥紧双手，义愤填膺地回道。莫弘真双手负背，微微转身道：“所以孤觉得最适合入萧家的人非你莫属。”说到这，他抬眸看向窗外的天空。良久后，他垂眸盯着楚妙的双眸，待宁晨消逝倒下，便是孤纳你为妃时，楚妙，孤等你。楚妙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脑海里却不停地回放着他被莫弘真剥去脸皮、砍去四肢的画面，眼底深处早已暗藏杀机。他浅浅扶了一个身，作揖道：“楚妙愿为殿下谋一个太平盛世，只是这盛世不再为你漠视皇权而绽放。”好，孤拭目以待。燕京街道，车水马龙，前往平南王府的马车里，太子安排给楚妙的2个人也在马车内。2人身穿一青一粉的婢子服，楚妙认得2人，前世他嫁入平南王府的时候，莫弘真也给他安排了这2个眼线。他们是太子府邸的女医，懂得药理。青衣婢子叫艳福，粉衣婢子叫艳容，2人是一对双胞胎。他们不光是太子身边的女医，还是太子的通房，只是以婢子的身份替太子办事。艳福从衣襟里拿出了一瓶药，递给楚妙，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郡主入了平南王府后，将此药加入荣安世子的药膳里。”楚妙接过药，闻了闻，这是……妹妹艳容颇有些趾高气扬地回道：“这不是什么毒药，只是能让一个正常人变得脑子有些浑浑噩噩。说通俗一点，那就是变成一个傻子。太子想把荣安世子先变成一个傻子，楚妙又怎会闻不出此药的药性？艳福，此事是经过太子殿下的准许，浮云郡主照做就是，到时奴婢会在一旁协助浮云郡主。”楚妙攥紧了药，生怕这药在自己手里捏碎了。到了平南王府，平南王妃一早便接到了楚妙要以五品女医官的身份入府为萧荣景治伤及的圣旨，所以早早在门外等候。楚妙所乘坐的马车刚停下来，平南王妃就与一群家仆婢子上前迎候。楚妙下来时，四周围着平南王府的婢子嬷嬷们，还有平南王妃。浮云郡主，平南王妃。楚妙浅笑相迎，从马车下来，艳容艳福向平南王妃行礼。平南王妃应了一声，便让2人随楚妙一块入府。只是几人刚踏入平南王府，萧管事便从对面走廊匆匆赶来。他先是平南王妃与楚妙行礼，平南王妃见他来的匆忙，赶忙问道：“萧管事，出了什么事？”王妃，世子醒了，但是世子情绪激动，咬伤了好几个要伺候世子用药的下人。第99章，楚妙再入平南王府2。
平南王妃脸色微变，转头看向楚妙，眉头紧蹙起。这2日，阿锦醒来，知道自己身子废了，性情十分暴躁。浮云郡主，你可有法子让他安静下来？哪怕一会儿，能让他安静的吃口膳食也好。他近日有了用绝食来了断自己的念头，我要亲自去看看。这位管事带路吧。萧管事恭敬地在前头引路。楚妙很快到了昭明阁，此时屋子里已经安静下来了。楚妙走入萧荣景的卧室，却见一群下人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而床榻上，一面容削瘦的男子如同死物一般一动不动地躺着。他长发松落，乌发随意置在枕上或垂于地面，白色里衣染了黑色的药渍，脸上的胡渣块有半指长。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可是让一个天之骄子从此以残疾之身面对世人，楚妙心里还是会意难平。他是万千风华，众人追捧的月，但在末世皇权的压迫下，萧荣景不得不收敛锋芒，压下自己的万丈光芒，暗中筹谋。晏荣转头朝着楚妙看了一眼，眼中带着浓浓的暗示。楚妙对上了他的神情，又不动声色地转移视线，对平南王妃说：“王妃，你先把他们带出去，我亲自去开导荣安世子。”好。平南王妃领着屋子里的下人走出卧房，但是晏荣与晏福姐妹俩却没有要退下的意思。楚妙道：“你们也先出去。”晏福心里不满：“郡主，你一个人怎么留在男人的屋子里？若遇到什么麻烦，世子已是残躯，还能对本郡主做什么？你们先出去，本郡主知道该怎么办事。”楚妙语气强硬了几分。晏荣听到这番话，则是眉头微拧，随后就拉着晏福离开房间。楚妙关好了房间门，锁上门栓，然后看了一眼窗外守着的2人，对着床榻上的萧荣景喊了一声：“荣安世子，你若是想用绝食来了断自己，那本郡主劝你还是不要用此法。我这里有更快的，死得体体面面的毒药，你服用后睡上一觉，便能去见阎王了。只是我要警告你，轻生而死的鬼，生生世世无法轮回。你在人世间是解脱了，谁知道了到了黄泉地狱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遭什么罪呢？”床上的男人轻轻转动脑袋，然后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额，半个身子靠在高枕上，薄唇轻勾，随后就见他唇瓣一起一合。楚妙未听到他的声音，可是他一张一合的唇瓣却已经诉说了他想要说的话。娇娘，好久不见。楚妙无奈又觉得好笑，他们2个这样的算什么啊？合作伙伴。楚妙快步的走过去，拿起一旁的药碗道：“你若不想死，那就把这碗药喝了。”话还未说完，楚妙就站在萧荣景面前，松开了手中的药碗，碗瞬间砸到地上，随之传来的便是楚妙的大呼声：“啊，你快松嘴！”萧荣景看着戏精上身的楚妙，剑眉一挑，盯着女人拿起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嘴边，狠狠咬下去。等他松开自己的手时，萧荣景眼眸一暗，倏地坐起身，握住了被他自己咬伤的胳膊，好气又好笑的朝着门窗的方向吐出一个冰冷的字眼：“滚！”第100章，楚妙再入平南王府3。我不能滚！楚妙一边用力想要抽回自己的手，一边不忘继续演戏。荣安世子怕是不知道，我是奉皇上之命，以五品女医官的身份救治荣安世子的伤疾吧。今日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你是伤者、病患，我可以理解你的伤痛，可我也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像你这样胡搅蛮缠、寻死觅活的伤患，我也见过不少，但最后都在我手里服服帖帖的。我劝荣安世子还是别白费力气，药你是一定要吃，要怎么治，治不治得好你，那是我的事。但你若就此放弃自己，那我真要瞧不起你。哼！萧荣景冷哼了一声，可他的神情却与他言语不一。此刻他眼中尽是心疼，这小妮子下嘴可真够狠，细皮嫩肉的胳膊上落下了一圈带血红印子。他紧蹙眉头，半晌没有说话。楚妙继续说道：“我给世子一点时间，你好好想清楚。如若你还想再咬我来发泄你内心的不快，我可以做你的发泄之物。”萧荣景盯着他红色牙印，顿时炸毛了。他可没咬他，他舍不得。再说他咬的那些都是皮糙肉厚的男家仆，他堂堂男儿欺负一个女子，这成什么了？他没好气的反驳：“你是想利用此事败坏本世子的名声，说本世子借着残废之躯欺负一个弱女子？浮云郡主真是好算计。”楚妙抿嘴一笑，转头看了一眼门窗的方向，晏福与晏荣一直守在门前。他知道这2个人会把他在王府的一举一动都传给太子。他眉眼朝着门窗方向暗示了几下，萧荣景便也朝门窗看了2眼，知道有眼线在门窗上盯着。楚妙不缓不慢地回道：“既然世子还爱惜自己的声誉，那想来世子并非真的想寻死。我不敢说可以完全让世子像个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能治好你的双手，将来可以自己用膳或拿剑气防身，前提是世子愿意配合我。我多的是时间等世子答复，世子想清楚了再告诉我，我就在这里候着。”他搬起一旁的椅子，将行医箱放在桌旁，
坐在凳子上后，便打开行衣箱，自顾处理起了自己咬伤的胳膊。萧荣景则坐在床榻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白皙的胳膊处落下的牙印，剑眉不自觉地紧锁着。等他处理完后，楚妙又不紧不慢地拿出了艳福交给他的是香散，这是一种可以让人服用过后便很难戒掉的药物。暗室都买不到这种损阴德的药，莫红真为了彻彻底底地毁掉萧荣景，竟从西域买回了是香散。萧荣景盯着他拿出来的那一小包药粉，好奇地挑了一下眉。楚妙从行衣箱里拿出了写方子的纸笔，写下了太子莫红真的计划。此为是香散，服用之人会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幻象中，如痴如梦，叫人癫狂，难以戒除。太子命人交到我手里，让我在你的药膳中下此物。萧荣景夹起药包，薄唇勾起阴冷的弧度。他随父行军打仗，又怎会没听过西域是香散的厉害？没想到太子煞费苦心了。第101章，楚妙再入平南王府寺。楚妙又继续写下一横字：我可以配出与是香散一样气息的药粉，替换是香散，但我不方便出府。太子的人会时刻盯着我，那二人懂得药理，所以要劳烦世子去安排。我会写好药方，顺便再帮他拿一些他要卖到暗室的药材。世子还要另外安排可信之人，找一处隐蔽的院子炼药，以后用得到炼药房的地方还有很多，不知世子可愿相信楚妙？萧荣景拿过了他写的那一张纸，当看到楚妙写下的最后一横字时，他又挑了一下眉，拿过他手中的笔，在空白之处写下一个大大的信字。楚妙看到那一个快占满半页纸的信字，脸上不自觉地划开一抹笑。萧荣景突然握住了他的手，楚妙愣了一下，随后就见他握着他的手，借力驱使他手中的笔写下自己想说的话。府里的王郎中是我母亲的人，明医堂是我母亲的产业，我可以派王郎中去明医堂炼药。另外，本世子还会安排一些人手守着明医堂，你只管送药方和炼药的法子过去，此事完全无需你操心。至于太子那边，的确有些棘手，不过他既然那么想把我变成废人，我倒也不是不能配合的。到时就要请浮云郡主帮我打掩护了。至于那2个婢子，好办，好办。他想怎么办？楚妙回头看他，两人挨得近，他一转头，他的呼吸便浅浅地喷洒在他侧脸。楚妙赶紧转过脸，压低声音说道：我也有法子解决。萧荣景收回自己的手，回道：还是本世子的方法快，本世子已经安排好了，定会让他们自己闹着要离开平南王府。话落，萧荣景便躺回床榻，一改方才的语调，声音冷冰冰却又响亮地问：你方才说你可以治好本世子的双手？楚妙收好了两人写的字纸，放到行衣箱的最底下，回道：可以让世子提一些轻物，但若想恢复到从前，恐怕不大可能。不屑的低嗤声响起，两人四目相对，顿时觉得此情此景有些搞笑，但两人都很敬业地演下去。世子的双手手筋完全断裂，连双筷子都拿不起来，我能让世子手握佩剑，穿衣洗漱，自己用膳，就是最好的结果。楚妙说完，屋内又陷入一阵沉静。约莫半刻钟，屋子里传来了萧荣景又冷又低沉的嗯声。没一会儿，楚妙从屋子里走出来，燕福与燕荣退后了一步，守在院子里的平南王妃则上前询问：郡主，阿锦她怎么样了？王妃，我刚才已经替世子把锅卖，世子体内的毒素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只是手脚无法行动，我可以先治他的手伤。楚妙道：阿锦的手伤能治？平南王妃一脸欢喜。楚妙说：可以恢复4、5成，让世子能像正常人一样自理。那阿锦的腿？王妃，楚妙打断了平南王妃：上一次我就已经与王妃说过，世子的腿伤难以治愈，我也束手无策。不过皇上既然派我来医治荣安世子，我只能跟王妃说，我会尽力。荣安世子让王妃进去，他似乎有话要跟王妃说。好，有劳浮云郡主了。平南王妃回头对萧管事道：萧管事，你安排浮云郡主到雀兰院住下。是，王妃。萧管事应了一声，对楚妙道：郡主请。楚妙随萧管事前往昭明阁，这昭明阁与雀兰院是挨在一块的。萧管事带楚妙走入他居住的卧房后，便温和地说道：郡主，这是王妃特意安排的院子，方便郡主接下来给荣安世子医治伤疾。你看还有没有需要添置的？不用了。好。萧管事看了看外面，然后压低声音道：郡主，到了夜里最好不要离开院子。不要离开院子？楚妙一副不解的表情反问道：为什么？萧管事一脸难为情的简单交代了一下，总之亥时一到，郡主及2位姑娘不要前往东院。说完，萧管事便行了一礼，从楚妙身边离开。燕荣与燕福顿时对视了一眼。平南王府的东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第102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1。夜晚，风微凉，窗台下烛火通明。楚妙坐在窗台的书案前，打开自己的行衣箱，从里面拿出了不少瓶瓶罐罐。突然，身后的窗被人推开，
楚妙往后看了一眼，就见萧荣锦从窗外跃入，轻车熟路地走入屋子。他关好窗门，转身就朝着楚妙那走去。楚妙见此，赶紧也放下了自己面前的窗门，却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一脸无奈地说：“荣安世子，你走错房间了。”萧荣锦径直走到他面前，倚靠在他面前的书桌，拿起桌上的其中一罐药瓶，薄唇微勾：“我一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女子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便彻夜难眠。”楚妙拧眉，没有接他这番话。萧荣锦见他自顾自地捣鼓着瓶瓶罐罐，微微低下头，盯着楚妙看：“你在做什么？”“送给莫红珍一份礼物。”楚妙把桌上的每一个瓶子都打开，萧荣锦则好奇地看了眼手中的药：“你想制毒药？”楚妙指着桌上10几瓶药粉，道：“这些药单个挑出来是可治病的药，里面的成分都是我提前配置好的，并非什么毒药。但再好的药材，若遇到相克之药，就会产生剧毒。我要的是一种太医院都查不出来的药。”说到这，他眼底杀意浓浓。据我了解到，太子每日早朝都有去天香茶馆品茶，会见一些谋士的习惯，想要在太子的茶饮里下手，可以从天香茶馆着手。楚妙一边说，一边从瓶瓶罐罐里挑选出他想要的药粉，倒在了另一个药瓶里。萧荣锦则静静地看着他，他发现楚妙干活的时候最可爱了，特别是现在这副狡猾又阴毒的模样。他轻笑了一声：“你想杀了他还是废了他？”楚妙专心地配药，但也不忘了回答萧荣锦的话：“皇帝有6子，燕国历来船长继位，太子并非长子，但他占有着嫡子的名头。可嫡子身份并不足以让他成为储君。太子和皇帝一样，都很在乎自己的名誉，都是以贤德之名收拢朝中大部分臣子之心。”说到这，萧荣锦大概猜出了楚妙想法，他要乱其心智，碎了太子的贤名。这药，萧荣锦重新看着手里的药，难道跟是香散一样，可以把人变成傻子？楚妙终于抬头看他一眼，眼中意味深长：“你到时候就知道了。”说完，他低下头，拿起最后一瓶药粉，准备倒入另一瓶药瓶里时，就听萧荣锦语气凝重地唤了他一声：“娇娘。”还未等他应他一声，萧荣锦继续说道：“你为什么那么恨太子？”楚妙拿着药瓶的手轻颤了一下，他手中所有的动作都在这一刻停滞了。他再一次抬眸看他，眼眸中蕴含着复杂的神色。萧荣锦看出来了，他是真的恨莫红珍，但又难以告知真相。好了，我知道了。萧荣锦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药，等有朝一日，你觉得我可以完全信任的时候，再告诉我。他起身往一旁的软榻挪去。楚妙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药，轻声说道：“等我想好了，我会告诉你的。”窗外突然传来了细微的动静，萧荣锦敏感地竖起耳朵，往窗棂的方向看了一眼，冷笑道：“鱼儿上钩了，你要不要随我去看一出好戏？”第103章，锦妙联手，强强反击2。楚妙自然知道萧荣锦说的好戏是哪一出，他弹了弹手中的最后一瓶药粉，道：“好啊。”东院住着一个疯子，那疯子是10年前平南王从战场带回来的烈士遗孀，因丧失丈夫与孩子，那妇人渐渐疯了，起初还好，能用药物控制，近2年她的病情越发难以控制，只有平南王妃的话她能听进去，其余人若到东院必遭其攻击。于是平南王妃就不让下人送膳，而是自己亲力亲为。他今日让他叫平南王妃进屋子，怕是为了此事。楚妙将调好的药交给萧荣锦，道：“好了，你应该有法子让莫红珍吃下它吧。”萧荣锦拿过药，在手心里转动了2下，分几次？这一瓶分10次。楚妙又想到那2个婢子，最后又改了分量，1次吧，反正吃不死人的。哦，那就等着看成果吧。萧荣锦唇角划开了一抹邪笑，将楚妙的药收好后，便带着楚妙从后面的窗离开。东院，燕福道：“到了。”就是这里。燕荣看了一眼已经拴上门栓的院门，道：“果然有猫腻，亥时还没到呢，四周就已无人走动，也不知平南王在里面藏着什么。你留下来看着，我进去看看。”燕福道。燕荣听到这话，眉头皱了一下，不乐意了。若是燕荣发生有什么秘密，那就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跟他都是太子的人，凭什么功劳都他一个人占了？燕荣道：“还是2个人一块进去吧，万一里面有什么危险，我也能照应你1、2。这四周连个鬼影都没有。你还担心有人跑到东院来？之前那个管事不都说了，亥时不出院门，平南王府的下人肯定也不会过来的。”燕福脸色一沉：“那若是有人来了呢？”燕福，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燕荣咬牙看燕福：“我们都是太子的人，不论谁发现秘密，太子都不会落下我们其中一个。如若我们失败了，你想想，平南王妃会轻易放过我们吗？这里可不是太子殿下的府邸。”燕福恶狠狠地警告道。燕荣想到太子警告的话语，便只能不甘地说：“那你可别忘了我。”“放心吧，不会的。”燕福转身轻轻推开院门，
又提醒晏荣，若有人来就提前吱一声。知道了。院门被打开，晏福推门而入，晏荣赶紧上前把院门重新拴回去，然后便躲在院子旁边的小丛林把哨岗。他们不知道，萧荣景带着楚妙蹲在黑暗的大树里，静静地看着二人争执。约莫1刻钟，有一批人未打灯笼，脚步轻盈地朝东院走去。当晏荣发现来人时，已经来不及通知里面的人了。平南王妃走进东院院门时，晏荣快速缩回脑袋，躲进草井内。楚妙看到这一幕，眼眸微沉，道：“做姐姐的心思细腻，行事缜密，我们就借此机会将姐姐赶出平南王府。做妹妹的眼里只有情情爱爱，一心捞公攀龙上位，倒是可以利用一番。我们可以留下她，她不能把2个都弄走，否则莫弘真还会再派其余人来监视她，倒不如留下一个好拿捏的。”第104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3。看出来了。萧荣景搂紧了楚妙的腰身，生怕楚妙从树上掉下去，而后又缓缓开口道：“一个过于精明，一个过于蠢，但是蠢的招人喜欢，因为好控制。”院内，平南王妃刚踏入东院大门，就听到东院后面传来了一道女子的尖叫声。啊！平南王妃一惊，对身旁的嬷嬷说道：“快去看看。”2名嬷嬷，3名婢子和萧管事匆匆朝后园而去。平南王妃也不敢怠慢，紧随身后。可当他们走到后园时，就看到一位身穿着青衣的女子，双手掐着头发凌乱的妇人，将其按倒在井边。妇人呜呜挣扎，但她的挣扎让青衣女子的手劲更加阴狠。平南王妃花容失色，大声呵斥：“快住手！快把她拉开！”几名下人冲上去，把晏福和妇人柯氏拉开。当分离开2人的时候，柯氏一边躲在平南王妃的怀里，一边捂着自己的脖子，控诉晏福道：“要杀人，要杀人，他要杀人，他杀了我的孩子，还要杀我！”晏福已经让萧管事给控制，半个身子被萧管事擒在井边。当柯氏控诉晏福的时候，晏福才回过神来。这平南王妃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闯入了东院，他被平南王妃抓个正着了。晏荣竟敢害他！不过现在不是追究晏荣的时候，而是要想办法自保，否则太子不会让他继续待在平南王府，他还有可能被杀掉。不，我没有杀他，是他自己突然从屋子里跑出来，引我到井边，又趁我不备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不得已将他按倒在井边。晏福挣扎了2下，萧管事凌斥了一声：“我好像跟浮云郡主提过，亥时不要离开自己的院子，你好端端跑到东院来做什么？你可知他是何人？你杀了他，皇上斩你头颅都不为过。”晏福心头一颤，不敢置信地瞪看平南王妃怀里的疯子，咬了咬牙道：“是浮云郡主让奴婢过来瞧瞧的。”浮云郡主！平南王妃猛地抬头看向晏福，愤怒的眼神带着犀利：“本王妃不管你是受谁指使，就凭你私闯东院，本王妃定要追究到底。”说到这，平南王妃低头安抚怀里的柯氏：“别怕，没有人敢再动你一根手指头。不要走，我怕。柯氏抱紧平南王妃，像个孩子一样的抽泣，俨然是受到惊吓。平南王妃抚了抚她的肩膀，便吩咐单嬷嬷：“丹嬷嬷，你去请浮云郡主过来。今夜这事不解决好了，本王妃不敢再留任何外人在王府。许嬷嬷，你去找王爷和大公子、二公子，此事绝不能小小化了。”晏福听到后面那一句话，眼底卷起了惶恐。平南王妃是想借此事把事情闹大，这疯子到底是谁？至于他们平南王府兴师动众，许嬷嬷与单嬷嬷异口同声回道：“是。”2人快速走出东院，依着平南王妃的命令去传唤楚妙与平南王等人。而萧荣景与楚妙此刻还在树上，2人垂眸看向躲在院外的晏荣。那晏荣听到里面的动静后，静悄悄地离开。萧荣景勾唇一笑：“胆小怕事。单嬷嬷出来了，我要先回院子，接下来就该他出场了。至于晏荣，那好办，他若不想跟晏福一块被赶出平南王府，那就只能来找他这个浮云郡主了。”第105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4。萧荣景送楚妙回雀兰院卧房，而他并没有进去。此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楚妙回头看了一眼房门，转头对萧荣景说：“他来找我了，我跟我母妃提前打过招呼，你顺势而应，互相配合。”萧荣景站在窗外，含笑叮嘱。楚妙拉过窗门道：“我知道该怎么做。”说完，他就把窗门关上。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眸光幽凉地看向房门，然后快步走前，打开了房门。晏荣着急忙慌地说道：“浮云郡主，晏福他做了错事了，此事恐怕会累连到浮云郡主。若是叫平南王妃赶出了王府，我们在太子殿下面前都不会有好下场。”楚妙眉头一紧道：“你们做了什么事，连累到本郡主？”晏福他去了东院。事到如今，晏荣也不再拐弯抹角，他若想保命，就得想办法继续留下来。一旦他和晏福被赶出平南王府，他和晏福都不会有好下场。痛痛快快的死倒是一了百了，可若沦为娼妓，那可是女子一生的噩梦。楚妙冷道：“
先进来说。晏荣走入房内，楚妙关上房门，回身道：今日晌午，平南王府的萧管家便特意提醒，亥时不要离开院子，不要去东院。你们胆大包天了，竟敢私自去平南王府的院子，是当这里是太子殿下的府邸，可任意出入，还是仗着自个是太子的人，没把平南王府眼里？几句充满着威慑力的话语，震得晏荣心头大惊，这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和晏福闯大祸了。他面露慌意道：不是奴婢要去的，是奴婢的姐姐晏福，而且奴婢根本就没有进入东院，是晏福擅闯东院，被平南王妃抓个正着。奴婢还听晏福对平南王妃说，是浮云郡主指使的，这件事情不管郡主有没有参与，浮云郡主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你在威胁本郡主？楚妙语气阴冷了几分。晏荣以为自己吃准了楚妙，奴婢不敢。呵，楚妙冷笑了一声，你不是不敢，而是已经在做了。晏荣，本郡主若被平南王妃逐出平南王府，还是楚家二小姐，长公主的义女浮云郡主。可你若被遣送回太子面前，坏了太子殿下的大计，你觉得你还有活路吗？他走到晏荣面前，伸手恶狠狠地捏紧晏荣的脸。晏荣挣扎了几下，楚妙手劲更重，你求人就要有求人的姿态，而不是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威吓本郡主。话音落下的瞬间，楚妙也一脚重重地踢在晏荣的双膝。晏荣吃痛地屈膝跪下，你现在可以求本郡主了。楚妙收回手，用手帕擦拭刚才捏过晏荣脸蛋的手掌。晏荣不想死，但他觉得自己是太子的女人，将来是要做皇妃的，所以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如今跪在楚妙面前，他心里既不甘心又不愿臣服，却又不得不求楚妙。晏荣攥紧双手道：求浮云郡主给奴婢指条明路。楚妙用食指挑起晏荣的下巴，居高临下地盯着晏荣道：不想被赶出平南王府，坏了太子殿下的大计，就先把自己摘除干净，能明白我的话吗？第106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舞。是，奴婢明白。晏荣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也不敢再拿瞧。可楚妙觉得晏荣还不够明白，他用力捏紧晏荣的下巴，言语警告：本郡主不管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你给本郡主记住了，想在本郡主身上动心思，只会加速你的死路。今夜的事情可不是本郡主拖你姊妹二人下水，而是你姊妹二人意欲拖本郡主下水。太子可不是你们能愚弄的对象，会想不透事情的来龙去脉。你那点花花肠子能收起来最好，若不懂得收敛，日后必自毙。楚妙说完，便轻轻地收回自己的手。晏荣也着实被楚妙这番话吓坏了，他自然知道太子殿下是何等厉害之人。别看平日里对他姊妹二人温温柔柔，但他们清楚，太子这样的人并不似表面看到的那般和善。楚妙收回手后，晏荣重重地跌坐在地上。这时，门外传来了单嬷嬷的声音：奴婢善事，奉平南王妃之命，请浮云郡主前往东院一趟，王妃要当面与郡主对峙东院之事。单嬷嬷开门见山地说。楚妙回头看了一眼房门的方向，而后转头瞥了一眼晏荣，道：还不起来？晏荣赶紧起身，收拾好自己的情绪，便跟着楚妙走出房间。楚妙一脸不解地问：单嬷嬷，你们东院发生了什么事，要找本郡主对峙？单嬷嬷行了一礼，回道：有人指证浮云郡主，平南王妃只是想了解事情前后，故而让奴婢来找郡主，若事后有什么误会，平南王妃会亲自向浮云郡主道歉。楚妙心里有数，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他回头对晏荣说：我刚才配的药你可都收好了？晏荣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回道：是，奴婢都收拾妥了。那随本郡主一块去东院瞧瞧。楚妙说完，便跟着单嬷嬷去了东院。晏荣这一路走得很忐忑，心思千回百转，但他的思路却很明确，他要留下来。至于晏福会如何，那只能听天由命了，总好过自己跟着死。东院，平南王长子萧荣启，二子萧荣安皆在东院大厅，而晏福则被五花大绑跪在大厅中。楚妙看向平南王妃半搂在怀里的丰富柯氏，眼中风云涌动。柯氏是个聪明又可怜的女人，10年前丈夫及5个儿子皆战死在北辽，她前往北辽为丈夫儿子收尸，却只收回3具残尸和零散的物件。最大的儿子19岁，最小的孩子将11岁。夫家杨氏最后落得断子绝孙的下场，柯氏强撑着身子将尸骨送回乌州，硬是没掉下一滴眼泪。待杨家父子丧事过100日，柯氏便消失了。世人皆以为杨柯氏随杨家父子去了，却不知他被平南王救回，带到了燕京。经昭元帝默许，留在萧家后院。当年的杨氏荣耀与现在的萧家一样鼎盛。楚妙不知道柯氏心里清不清楚杨家父子没的真相，但他楚妙心里很清楚，当年昭元帝还处在新帝期，杨家军风头盖过新帝，百姓以杨家军为战神。这位极度心强又颇多猜忌的新帝，又怎会放过杨家军？第107章。
景妙联手，强强反击6。而柯氏俨然成了萧家的禁区。楚妙走入大厅，先是看向艳福，而后一一扫过厅内众人。厅内的气氛凝重压抑，偶尔能听到柯氏的抽泣之声。平南王妃开门见山地说：“浮云郡主，我很感激你特意到平南王府救世子一命，但是我们王府也有王府的规矩和不能去的地方。今夜我前往东院送膳食时，亲眼看到你的婢女跑到东院，险些害了人命。”说到这，平南王妃看向艳福，道：“萧管事，把他嘴里的东西拿开。”萧管事上前拿走了塞在艳福嘴里的布团。艳福的嘴巴得到解脱后，立刻冲着楚妙求救：“郡主，郡主，你要救救奴婢，是你叫奴婢去东院探一探的。”楚妙脸色一沉，怒斥：“无稽之谈！本郡主何时让你去平南王府的东院了？萧管事今日晌午提醒过本郡主，之后本郡主便一直待在房里。郡主，明明是你说要我探清楚这王府的形势，你才让奴婢和艳荣一块去的。我妹妹艳荣可以作证。”艳福看向艳荣，又道：“艳荣，你快与王妃说清楚此事。”姐姐，郡主让我们姊妹二人去郡主房里写方子配药，哪知我先去了，你却迟迟未来，害我与郡主忙到了夜里，也就刚刚才把明日柿子能用的方子里出来，你怎能平白无故诬陷郡主？你……艳福一脸不敢置信地瞪看自己的亲妹妹，眼眸视线又在楚妙的身上瞥了瞥。你，艳荣，我们是亲姐妹。艳荣跪下，对萧家的人说：“我们的确是亲姐妹，可是郡主没做过的事情，我如何能诬陷郡主？”艳福嘴角止不住地抽动着。他是何等聪明的人，又怎会看不出艳荣已经倒戈？可是他不能就这样被赶出平南王府啊，否则太子殿下又怎会放过他？郡主，艳福看向楚妙，楚妙压根不想再听艳福说下去，便直接打断了艳福的话：“艳福是我带入王府的婢子，如今她在王府闹了事，我也不会包庇，就看看平南王府想如何处置艳福，我愿意配合平南王府。”平南王妃的脸色稍微好了一些，这婢子如此诬陷郡主，我就想问问，郡主还敢留她在身边吗？楚妙冷冷地看了艳福一眼，道：“我原先看他姊妹二人懂得药理，可以协助我，怎会知道他是个不安分的？”浮云郡主，艳福急眼了，咬了咬牙，拿着太子的威仪威胁楚妙：“你可要想清楚要如何处置我。”他言下之意是在警告楚妙：“你要想清楚我是谁派来的人，你敢处置我，那就是对太子殿下不敬。”艳荣知道艳福的心性，此刻的他只觉得艳福愚蠢极了。他刚刚也曾用同样的方法威胁楚妙，可事实证明楚妙不傻。王妃既然将问题交给我，我自然不能让王妃失望。她坏了平南王府的规矩，我自然不敢再留下她。但我的确也不大好处置她，她的卖身契不在我手里，要发卖也好，乱棍打死也罢，总要让她从哪来回哪去。王妃以为这样处理如何？楚妙反问了一句，而后又接着说道：“当然，若将她现在乱棍打死，也是合情合理。”第108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7。艳福的身子剧烈颤抖，从哪来回哪去？那他还有活命吗？不，郡主！艳福终于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跪着走向楚妙：“郡主，不要赶奴婢走，奴婢知错了，求郡主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奴婢愿意为你做牛做马。”好，既然你说你知错了，那本郡主就问你几个问题。楚妙不慌不忙地走到他身旁：“你今夜去王府东院，可是本郡主指使你去的？”艳福满心惶恐不安，但并非失去了理智，他眼中带泪，一时间没有回应楚妙的话。回答本郡主也好给平南王府众人一个交代，知错了便要认错，否则本郡主怎么相信你愿意为本郡主做牛做马呢？楚妙道。而艳福又岂会不明白楚妙这番话无疑套死了他。他若承认楚妙没叫他去东院，那他就坐实了自己私自去东院反倒打一耙的罪名。反过来，他若指证楚妙指使他去东院，那么他跟楚妙还有艳荣都不能留在平南王府了。从东宫出来的时候，太子就再三叮嘱，定要协助楚妙，不可在平南王府惹是生非，警惕行事。如今1日不到，就因他而被赶出来，太子会放过他吗？怕是扒了他的皮，生吞他的心都有。反之，他若是讨好楚妙，好好认错，兴许还有一条活路。想到这，艳福情绪颇有些失控的摆了摆头：“不是郡主，此事与郡主无关。”他转头对平南王府众人说：“奴婢只是好奇，才偷偷跑到东院，谁知道这人冲出来，拿着石子打我，还掐我，我为了自保才把他按在井边的。”平南王妃顿时愤怒地喝道：“难道萧管事没有告诉你东院不能去？若是本王妃没有过来送膳，我可怜的姐姐是不是已经死在你手里了？”艳福被平南王妃的震慑力吓了一大跳，他知道自己理亏了。不是，我没有要杀他。那东院连王府的下人都不能靠近，一旦坏了这规矩，便乱棍打死。低沉又富有着磁性的嗓音从左侧的位置传来。楚妙微微抬眸，
看向站在左侧靠椅后挺拔如松的萧家长子萧荣启。他身穿一袭深蓝色的长袍，双手负背而立，眉间雷厉之气浓浓，眼眸如鹰。他的一句话几乎判了艳福死刑，可艳福却不自知。郡主，奴婢已经承认过错了，求郡主帮帮奴婢，奴婢不能失去女医的身份，奴婢向郡主发誓，日后定好好听从郡主的话。艳福将所有生的希望都托付给了楚妙。楚妙垂下眼眸，面无表情地宣布艳福的去向：你满口谎言，我又怎敢留你？还请平南王妃差人将他遣送回楚家，明日我也会亲自回楚家一趟，向家中说清楚此事，定不会包庇恶奴。艳福，你还不快谢平南王妃？平南王妃没有当场乱棍打死你，已经给了本郡主几分薄面。艳福一直摇头，他不能接受离开平南王府。当然，平南王妃也没指望他向自己谢恩。萧管事就按浮云郡主说的做吧。是，王妃。萧管事命两个婆子把艳福拖走。艳福大哭大喊，无非就是向楚妙求救。楚妙没有理会，这艳氏姊妹是促使萧家走向灭亡的一把快刀。他相信太子殿下会妥善安置他的去处。当晚，楚正德就传信入东宫，莫弘真接到了信，快马加鞭出宫，赶到了丞相府。见到艳福的时候，他脸上并未有半分怒意。第109章，锦庙联手，强强反击8。艳福跪在莫弘真面前，吓得早已说不出话来。莫弘真也不缓不慢地端起茶水，却把玩着茶杯盖，良久未开声。约莫半刻钟，莫弘真放下茶，语气不愠不怒：姑已经知道了，你有什么话想跟姑说的？艳福听到这话语，眼中含着楚楚泪光，无非就是喊冤的话：太子殿下，奴婢是被陷害的，浮云郡主与平南王府的人联手设计离间奴婢与艳容，这浮云郡主怕是……砰！艳福话还未说完，一阵强劲的风就将他的身子卷起，重重砸到了对面的圆桌上。啊！落地时，圆桌塌下，艳福只觉得身子被马车碾压过一般，疼痛无比。莫弘真的俊颜依旧不显半分怒色，他手指捏起茶水杯盖顶，道：姑不想听你无根据的猜测，楚妙如何，姑心里清楚，还用不着你来教姑如何做。艳福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殿下，奴婢说的是真的，奴婢不是无根据的猜测。这时莫弘真起身，眨眼功夫，他就来到了艳福面前，掐住了艳福的脖子，眼眸冰冷如寒雪：你可知你差点坏了姑的大计？楚妙是他精心挑选的棋子，他有很大的用处。今夜若是平南王妃将楚妙也一块赶出来，叫他上哪儿再找个比楚妙更合适的人入王府？这楚妙为人如何，莫弘真始终觉得他选中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毕竟任何人都会选择皇室，而不是一个异姓王萧家。楚妙若是够聪明，绝不会去选择萧家而跟皇室作对。艳福被莫弘真掐得说不上话来：太子殿，那东院住着的的确不是你该碰的人，姑知道东院住着谁，只是你没事先与姑打招呼，便私下闯进平南王府的禁地，姑要一条不听话的狗有何用呢？冷漠无情的话已经让艳福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他心神恐慌地瞪大双眼，身子不停地发抖着，嘴里再说不出任何求饶的话来。莫弘真轻轻地松开手，站起身道：姑送你去一个好地方，拖下去吧。一名身穿黑战袍、全副武装的神秘战士抓住了艳福的胳膊，将他扛到了肩膀上。艳福顿时大叫：不要！殿下，福儿是殿下的女人。眼前那黑衣战士便是虎头军。莫弘真是要将他丢到虎头军营，成为千人骑万人枕的女织。楚丞相走入大厅，莫弘真双手负背道：明日他会回楚家。楚妙带人传话，明日会回楚家一趟。好。莫弘真看着他，反问道：你了解你这个女儿吗？楚丞相神色微愣，自是明白莫弘真的意思，心中悬了几分，却不敢露于脸上。他很肯定地说道：太子殿下，小女入楚家时的人际关系，微臣早已查明。她养母顾氏早在她8岁时离世，在外颠沛流离多年，被一个老者收养学医。那个老者似乎是位有点手段的医者，住在长白山上，听小女说早已隐居不问世事。她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楚家和太子殿下。莫弘真神色微眯，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心里却埋下了猜忌的种子。不管楚妙可不可信，他总要找到一个可以牵制楚妙的法子，比如他的师傅，又或者楚老夫人。天还未亮，萧荣锦就事先给楚妙安排好马车，从王府后门直接去明医堂炼药，避开了还在屋子里睡觉的艳容。星号，宝宝们，最近催更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评论区还是空荡荡的，还没评分的宝宝花1分钟留下脚印吧。新书在推荐中，评论评分10分重要，求呵护。第110章，锦庙联手，强强反击9。楚妙上了马车，就看到萧荣锦也在马车里。他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出来了？你就不怕有尾巴？我也有事要办，正好顺路，到了明医堂，会有人带你
去明医堂后院，你只管跟着去，后面备了不少药材，你随便用。萧荣景倒是一脸正经地说道。楚妙哦了一声，坐在萧荣景左手旁靠窗的软榻。萧荣景瞥了他一眼，就抬手轻轻拍自己身旁的空位，坐过来，我有话要好好跟你说。楚妙，他看了看两人的距离，是关于我们两个长期合作的事，昨晚本世子想了一夜，本世子觉得有必须好好谈一谈。萧荣景道。楚妙应了一声，起身准备坐到萧荣景身旁的位置时，马车突然前行，他直接倒在了萧荣景的怀里，淡淡的药香扑鼻而来，萦绕于楚妙的心头。他低呼了一声，双手揪住了他的衣物，抬起身子从他怀里撤离。谁知萧荣景却厚着脸皮，把准备离开他怀抱的楚妙揽入怀里。楚妙同人微瞪，整个人又重新压到他的胸膛。你……他仰头看他，他低垂眼眸，眼中情笑。那就这样谈吧。他小脸瞬间红透，半跪的双膝被他提到了大腿。他此刻坐在他的腿上。楚妙挣扎，前世他双腿受伤，只在临死之前，他把他残缺不堪的躯体放在他腿上，可也仅此一次。像现在这样的姿势，楚妙不认为他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萧世子，我们两个既非夫妻，又非未婚夫妻，不合礼仪规矩，你放我下来。萧荣景镇定地看着他，言语中不显丝毫慌乱与轻浮。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蚂蚱？你才蚂蚱，你全家都是蚂蚱。楚妙哭笑不得地瞪他。萧荣景低嗤一笑，下一刻就把楚妙放到身旁的空位。好了，跟你开个玩笑的，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合作伙伴，你也是我萧荣景的。说到这，萧荣景就收住了话，薄唇上扬，无声的笑笑。楚妙抬头盯着他浅笑的侧颜，心里却在问道：我是你的什么？这时萧荣景回过头，对上他的双眼道：你相信我吗？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我想听你亲口说，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相信我吗？如果他不相信他又怎么会义无反顾地从前世走到他面前？他目光坚定地回道：我信啊。好。萧荣景从衣襟内掏出了一块令牌，塞到楚妙手里。你手里无人可用，我给你安排了6个隐卫，包括刘莹，他们个个都是精锐，可以帮你做你想干的事情。楚妙愣了一下，低头盯着自己手里的黑隐卫号诏令。这可是萧荣景的命脉，隐卫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精锐，他一口气就给他安排了6个隐卫，可真是不把他当外人。但是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知道一个因素就可以得到一股杀手势力，只是他缺点暗必用精。他直接把隐卫令塞回给萧荣景，道：我不需要这个，我想要的是明医堂的资源。明医堂里有药材，他们可以通过特殊手段得到许多药铺得不到的药品。萧荣景却觉得他身边无人傍身，不太安全。我觉得这跟你要明医堂的资源一点都不冲突，甚至我可以把整个明医堂都给你。楚妙眼皮子突突的跳了几下，这财大气粗的毛病又犯了。第111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时。世子，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白要明医堂的资源，我会给付银钱。楚妙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觉得有必要告诉萧荣景他接下来的打算。我也不怕告诉你我的计划。楚妙转过头，眼中带着闪闪发亮的光华。你的人你留着，我只要得到明医堂的资源，就可以炼出药丸，拿到暗室去换暗币，再到杀奴市场买下杀奴，为我效劳。我要的是一支太子和楚正德都不知道的一股势力，我打算用最短的时间内买下所有暗室杀奴。萧荣景微微侧头，薄唇的弧度越发的上扬。他没想到楚妙竟是这等野心，这倒是让萧荣景意外了。眼下我是安全的，太子要利用我这颗棋子先搞废你，再搞废你们萧家其余人，便不会对我痛下杀手。所以世子的隐卫还是留着，如若我真的需要，我会向世子求助。楚妙认真又严肃地说道。萧荣景对他也是越发的感兴趣，他迫切地想知道楚妙曾经经历过什么，让他如此痛恨自己的父亲和太子，却又害怕自己的步步紧逼把小女人给逼走了。虽然好奇，虽然不知道他经历过怎样撕心裂肺的痛，但此时此刻的萧荣景却是心疼他的。他长臂揽过他的双肩，娇娘。一句娇娘让楚妙的心再一次被柔化，他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回头看他。萧荣景说：你一定不要跟我客气。楚妙，这莫名其妙的话让楚妙哭笑不得，但萧荣景才不理会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他就想，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么个活宝贝，他怎么都要护好宠着。就像现在，你想要明医堂，我给；你想要人，我也给。如果哪一天你想要世子妃位，停！楚妙抬手捂住萧荣景的嘴。萧荣景直勾勾地看着他，果真没有再说下去，却搞得楚妙一脸尴尬。他快速地缩回手，说：我只想当下的事情。唉。萧荣景慢吞吞地抽回搭在他肩膀上的手，说：虽然这样的回答让我有点小失望，不过没有关系，铁棒磨成针嘛，
我可以慢慢磨。楚妙嘴角抽了几下。明一堂后院，萧荣景与楚妙进了后院，就分道扬镳了。王郎中已经在后院等候多时，楚妙对王郎中的秉性还是十分了解。上一世，王郎中为了萧荣景的身子，花费了不少功夫。最后，太子觉得王郎中碍事，就暗中派人在王郎中回乡探亲的时候，制造了一起不慎失足落水的事故，淹死了。他曾与王郎中有过很多次的分歧，他听命于太子，加害萧家人。那王郎中就是那个急于将萧家人拉上岸的良医。浮云郡主。王郎中行礼。楚妙道：不必多礼，世子已经同我讲了王郎中的事情，世子也将郡主所需的药材以及郡主的药方子送到老夫手里，老夫连夜赶到明仪堂，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郡主亲自过目。王郎中客客气气地说。楚妙跟着王郎中进了屋子，那屋子里摆着10个炼药炉，每个炼药炉里都配有2名看炉的小厮。既然是萧荣景安排的人，那都是他手里可信之人。楚妙也就没有将自己要炼毒的事藏着掖着。3个药炉用来炼毒，3个药炉炼奇丸，另外4个药炉用来炼良药。王郎中，你看看哪些适合？世子提前交代过老夫，用左边这3个大鼎来炼毒，右边那3个中鼎炼奇药，剩下的子鼎炼良药。郡主觉得这样的安排如何？最大的药炉可以炼出大量的毒药。好，6个药炉搬到别处，我亲自看管，其余的就需要王郎中帮衬帮衬。到时他会从沙奴市场挑选出1-2个炼毒能手，帮他炼药。另一边，萧荣景进了另一个院子，流光快速现身，单膝跪于萧荣景面前。萧荣景拿出了楚妙昨夜配好的药，放到桌上道：送给太子吃的。第112章，景妙联手强强反击11。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太子吃下楚妙配的药后会是什么反应。听楚妙的意思，这药足以打碎外界对太子赞誉的贤名。流光抬头看了一眼黑色瓷瓶，伸手拿过了药，塞入瓶子里道：主子，宋公子想要见你。萧荣景眼眸一暗，唇角的笑意瞬消失，不见。可是宋公子说知道虎头营的位置和人员名单。流光道。萧荣景沉默了。流光口中的宋公子正是宋凌恒。宋凌恒并不是失踪了，而是被萧荣景的人秘密带回燕京城，此刻就关在一个密室里。萧荣景派了5名府医救治宋凌恒的伤毒，将他软禁在密室内。自出事后，萧荣景至今没有去看宋凌恒。良久，萧荣景起身走出院子，很快消失在了明仪堂。深竹林大宅院，萧荣景走入地下暗室，里面灯火通明，看似像牢房，可里面每日都会有人来打扫，环境还算整洁清雅。一道身形削瘦的年轻男子背对着牢门，面壁而坐。他身穿着白色衣物，左袖空空荡荡，很显然他失去了左臂。萧荣景站在牢门外，眸光没有一丝温度地看着男子，并未开声说话。宋凌恒知道萧荣景来了，可他也并没有转过身子与萧荣景面对面交谈。他垂下头说道：你来了。萧荣景沉默。宋凌恒清楚，从他拿起屠刀对着萧荣景的时候，他们2人的情谊早已不在了。流光已经告诉你我找你的目的吧。宋凌恒说完，自顾自地低笑了一声。我如今在太子和外人眼里是一个失去踪迹的无用之人，也不怕告诉你有关于虎头营的事情。我爹是虎头营副将，楚丞相是虎头营的督促人，虎头营背后的主子是太子殿下。这股势力经皇上的允许，秘密建立起来，用作将来对付你萧家军的。如今已招3万兵马，而这3万人，你可知出自哪里？宋凌恒反问，却并没有得到萧荣景的回应。他知道萧荣景不想跟他说话，他讨厌背叛者，这形同于叛军。宋凌恒也不弯弯绕绕，继续说下去：是太子殿下命人走遍燕国，寻到的余下还活着的杨家军及杨家军的后人。话音落下的瞬间，萧荣景的瞳孔里席卷起狂风暴雨。我爹告诉他们，当年杨家军之所以惨败，是因为杨家军营里出了叛军，而那个人便是你父亲。虎头营里的杨家军便认为，你父亲如今的荣耀是踩着杨家军10万骨血换来的，他们日夜高强度的训练，太子把他们当成一头头猛兽，以一敌百不在话下。萧荣景猛地攥拳，咬了咬牙，想问宋凌恒为什么要加入太子的营地。他明明知道杨家五子及杨将军是怎么没的，可最终萧荣景什么都没问。背叛了就是背叛了，他们已经是对立面。萧荣景转身快步往外走，直至他的脚步声消失在了牢房尽头，宋凌恒才缓缓转过头，望着萧荣景离开的方向，轻声低喃：世子，你要小心，皇室已经容不下萧家了。第113章，太子身患花柳病医。天大亮，天香茶馆，莫红珍下了早朝后，便早早到了茶馆天字号厢房。护卫带来了一名妇人，匆匆走入莫红珍的厢房。那妇人见了莫红珍后，便拿去斗笠，向莫红珍行礼，
民妇见过太子殿下。莫弘真开门见山地说：“平南王是你什么人？”妇人于萧氏不敢有半点隐瞒地回道：“回太子殿下，平南王是民妇那过世的父亲在外收养回来的长子，萧家的养长子。”莫弘真端起茶水品了几口，孤听闻：“你们萧家收养了平南王之后，萧夫人就接连生下了6个孩子。你是家中排行第3的姑娘，也是你们萧家唯一的女子。所嫁之人是于家小商贩，生下一女，如今是待嫁之身。那你的女儿可许了人家？”于萧氏仔细地听着莫弘真的话，知道眼前的是高高在上的太子。于萧氏越听越觉得忐忑，小女怀梦许了人家，不知太子殿下是要小女，那就去解除婚约，把事情做得缜密一些。你再带着你的女儿去平南王府，让平南王帮你做主，把于小姐嫁给萧家大公子。”莫弘真说。于萧氏听到最后那一句话时，整颗心俱颤了一下。他知道平南王现在发达了，但也知理亏。当年他母亲因不想多养一张嘴，把平南王赶出萧家，断绝关系，还将他的族名从族谱里剔除。此事过去了20几年，他们萧家哪一个都不敢跑去攀亲。如今太子殿下竟要他将自己的女儿嫁入平南王府，这他自然是很乐意的。可是，于萧氏一脸为难。站在莫弘真身后的全福太监低斥了一声：“怎么，你一个刁民，竟敢连太子殿下的话都不听？”全福，莫弘真侧头阻止。于萧氏赶紧磕头认错，不是民妇不听，而是实在是民妇不知该如何开口去平南王府。之前民妇也曾想过，可是平南王府的门槛太高了，民妇怕还未见到平南王就被撵了出来。再加上这些年他在于家过得不错，虽不能与大富大贵的平南王府比较，却也可以温风足食，不愁吃喝。女儿于怀梦所许的门户跟于家也是门当户当，于萧氏不想坏了女儿的姻缘，就歇了攀附平南王府的心思。太子殿下有所不知，民妇家母早在平南王年少时将他逐出萧家，从族谱除名。如若民妇这样去，那平南王还会认吗？于萧氏的心跳得很快。若怀梦能嫁入萧家，那才是上乘的婚姻。至于连家那门亲事，放到平南王府面前，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莫弘真很擅长玩转人性，他端起茶杯看了看杯子里的茶水，道：“你从未带你女儿攀过亲，又怎知平南王不肯见你？他若真将你母女2人拒之门外，那你只管在王府门前大闹一场，平南王不可能放任这养父养母的亲生女儿流落街头的。”这于萧氏犹豫了一下，全福道：“富贵险中求，你们于家这些年在生意场上越发难混，连家也只是一个刚起步没几年的商贩子，但平南王府就不一样了。平南王妃可是燕国首富之女，她随便扣一个手指头出来，就够你们于家吃喝一辈子。”于萧氏听到全福的话，双眸里都被金山银山蒙了眼。莫弘真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也不再多说什么，带于夫人下去吧。于萧氏拜别了莫弘真后，莫弘真也从茶馆出来。全福问道：“太子殿下要回宫吗？”“去楚家见一见楚庙。”莫弘真上了马车后，突然感觉下腹之处袭来了一阵阵瘙痒灼热，他眉头一皱，掀开自己的袖子看了一眼，手臂处多了几个红点。第114章太子身患花柳病2。尽管如此，莫弘真也没放在心上，只以为起了什么疹子，打算见了楚庙后再回宫让太医看一看。到了楚家，莫弘真身下的不适并没有缓解，反而比来时的路上更为明显了，不过也还能支撑下去。楚正德知道莫弘真今日会来丞相府，特意在府门前等候。他看到太子的马车时，立刻迎前，亲自为莫弘真掀开马车帘子，道：“微臣见过太子殿下。他回府了吗？”莫弘真一边踩着马扎下马车，一边询问道。而他话音刚落，楚庙所乘坐的马车也刚好到达楚家。莫弘真抬头看向楚庙的那辆马车，很快楚庙与晏荣从马车里下来，二人快步走前，向莫弘真恭敬行礼：“微臣拜见太子殿下。”“奴婢拜见太子殿下。”莫弘真目光淡漠扫过晏荣，最后视线落在了楚庙的身上，语气温和地说道：“进去说。”是。一行人一前一后走入楚家大院，依旧是到楚正德的书房。楚庙对昨晚的事情不敢有半点隐瞒：“太子殿下，微臣是为昨夜的事情特意回来。平南王妃因晏福私闯王府东院的事情十分生气，连面对微臣时，平南王妃都显露出几分怒色，言语中大有要驱赶微臣的意思。微臣不得不弃了晏福，将他送回府上，暗中交由太子殿下处置。殿下放心，平南王妃以为晏福与晏荣是微臣的婢子，并不知是太子殿下派来协助微臣的。”莫弘真听完楚庙的解释，又多瞧了眼晏荣，问晏荣：“昨夜你在何处？”晏荣扑通跪下，低着头，眼底尽是恐慌，回太子殿下：“奴婢昨夜一直跟着浮云郡主配药。”楚庙瞥了晏荣一眼，说道：“微臣昨夜就让晏福与晏荣一同到微臣屋子配新的药方给荣安世子服用，只是晏福并未来，等微臣配好药后，才知道晏福出事了。”
莫弘真嗯了一声，对楚妙的解释并未提出过多的质疑，倒是对楚妙刚才说的药方很感兴趣。你要给荣安世子换新药方？此事正是微臣要向太子殿下禀报的。楚妙说，微臣打算治荣安世子的双手，让他恢复到6、7成，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理，这样微臣便可以得到平南王妃的信任，以便长久地留在平南王府，为太子殿下谋取更多利益。莫弘真眸光炙热地盯着楚妙，过了一会，他才回道：你的想法不错，晏荣，奴婢在，你可要好好协助浮云郡主。莫弘真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敲打与警告。晏荣当下就磕头应下莫弘真的话。莫弘真今日本想单独与楚妙好好处一处，但此刻身上的异常令他非常不舒服。好了，先下去吧。莫弘真道：是，殿下。楚妙与晏荣退出了楚正德的书房。莫弘真倏地起身，这一动下身的炙痛更加明显。他咬了咬牙，起身准备离开楚正德的书房。楚正德正好从外面走入，道：太子殿下，姑不舒服，你去请府上凉衣过来。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对劲，那种炙热又灼痛的感觉让他几乎快要窒息过去。第115章，太子身患花柳病3。楚正德见太子脸色不对，赶紧命身边的人去请府里的马府医。罗管事匆匆赶往松清院，这个马府医每日都会到松清院为老夫人把脉，此刻也应该在松清院的。而楚妙从楚正德的书房出来后，也往松清院去。他快要走入院子时，罗管事抢先一步小跑入院，没一会儿，罗管事就拉着马府医从松清院内走出来。楚妙顿了顿脚步，转头看向行色匆匆的罗管事，眼底幽凉的视线定格在了马府医身上。如果没有记错，这个马府医是林氏从外面请入府，专门管祖母药膳的那位郎中。罗管事是他父亲楚正德身边的管事。且看罗管事脸色与举动，怕是太子那出了事。楚妙薄唇勾起了一抹微不可察的冷意，心中已经了然。看来萧荣锦已经把药送进太子嘴里了，而这个马府医只能说算他倒霉，他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祖母身边的一颗毒牙，还能来个一石三雕。我进去看看我祖母，你就不要跟进来了，在外面等着吧，不会太久的。楚妙对紧随身后的晏荣说道。晏荣看了看松清院，觉得楚妙只是进去看望楚老夫人，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便没有多说什么。楚妙走入院内，看到大厅无人，便朝楚老夫人的房间走去。等他走入楚老夫人的屋子时，楚老夫人已经睡过去了。秦姑姑与宋嬷嬷赶紧向楚妙行礼。楚妙压低声音问道：我来看看祖母。秦姑姑说，老夫人刚服下郡主的药，这会儿睡没多久。楚妙走到楚老夫人面前，坐在她身旁，把手搭在了楚老夫人的手腕，静静为她把脉。老夫人的身体不是1、2日便能养回来，之前因服用马首良的药，耽搁了治疗时间，如今也只能慢慢养。良久，楚妙起身走出屋子问道：祖母近日身子状况如何？秦姑姑回道：近半个月，老夫人一直服用郡主的药方，虽说每日清晨还需要睡上一觉，但白日的3个觉变成2个觉，每次醒来，奴婢看老夫人精神状况都比之前好。之前奴婢总觉得老夫人的觉怎么都睡不够，现在连饭量也见长了。那就好，接下来还要劳心秦姑姑和宋嬷嬷多费点心思，这是新的药，之前服用的方子无需再给祖母服用。他从衣里拿出了一瓶药丸，交给秦姑姑。秦姑姑看了一眼，就赶紧收入衣里。饭后1粒，每日3次，不要忘了，下一次换药便是将这瓶药吃完之后。楚妙道。秦姑姑却觉得一直这样不是办法。郡主，你有所不知，近日夫人不知怎么的，每日到了用药时辰，都会亲自过来一趟，询问老夫人用药之事。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不会太久的。楚妙看了一眼老夫人，又道：我来过的事情，你们不必与祖母说，省得她老人家心里念叨。秦姑姑与宋嬷嬷行了一个礼，送楚妙离开松清院。此刻莫弘真躺在楚正德书房的软榻上，马府医赶到后，细细询问了一番，又替莫弘真查看过身子。当马府医得到莫弘真的准许，褪去莫弘真的亵裤时，马府医脸色当场大变。第116章，太子身患花柳病4。马府医之前是赤脚郎中，接触过不少底层老百姓，其中太子身上这病症，他就接诊过10余例，有男的，有女的，但大多都是男子。若说之前查看太子身子时，马府医还不敢诊断这病症，那么此时在看到太子身上齐诊后，马府医可以断定这就是花柳病。怎么样？莫弘真见马府医脸色异样，眉头不自觉地蹙紧。楚正德站在屏风外面，也问道：马府医，太子殿下身体如何？马府医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而这一举动让莫弘真心头一沉，心情更加烦躁。姑问你如何？太子殿下，奴才先给您开几副药吃一吃，但用药的这段日子，太子殿下不宜行房事，以免传于他人。可马府医不敢说。
以免什么？隔着屏风的楚正德对马府医遮遮掩掩的态度也心生不满。太子殿下得的是什么病症？莫弘真眸光幽凉地盯着马府医，也想让马府医亲口告诉他的病症。马府医额头冒着冷汗，吓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若说别的病症，那等太子从别的太医口中得知自己真正的病因，他就是欺君。可若现在告诉太子，太子得的是花柳病，恐怕他连楚家大门都走不出去吧。左右衡量之下，马府医最终选择前者。太子殿下得的只是普通疹子，这种症状见不得风，一吹风便会成堆起疹。只要这些日子留在屋子里避开风，再服几贴药，便能恢复，殿下不必担心。马府医找回了状态，言语镇定自若。莫弘真眼眸犀利地多看了他2眼，孤得的真的只是普通的疹子。马府医微微抬头，对上莫弘真的双眼，眼中强装淡定，回殿下，奴才不会诊断错的，这就是普通的疹子。殿下方才也说了，是今日一早从宫里出来后就突然不适，那是殿下从室内走出来接触到了风，所以才起了疹子。听到这话，莫弘真暗暗松了一口气，那奴才这就给太子殿下开药。去吧。莫弘真淡淡的说道。马府医从里面走出来，对着楚正德行了一礼，便不缓不慢的往外走。楚正德以为他去开药方抓药熬药，殊不知那马府医从书房走出来后，连自己的衣服都没收拾，就乘坐马车匆匆离开燕京城。刚好这一幕被正准备回平南王府的楚妙看在了眼里，他不动声色地抿了一下唇，上了马车也快速回到平南王府，直奔昭明阁。萧荣景看到他的时候，楚妙因走路走得急，小脸微微泛红，似乎有很急的事。怎么了？楚妙使走了艳容，开门见山地说，去散播太子殿下得花柳病的流言，务必在1天内闹得满城皆知。萧荣景手中的兵书呼一声掉落，猛然坐床榻坐起身，眉眼带着玩世不恭的笑意，药效起作用了。楚家马府医诊断出来的，但我断定他并没有告诉太子真相，所以在从楚家出来后，他乘坐马车从燕京城南门方向离开，逃命去了。你让人去散播，太子殿下留恋花场，身患花柳病，诊断出此病的郎中连夜逃离。一个自称东宫只有一个良地，连个通房都没有，洁身自好的太子却患有花柳病。第117章，太子身患花柳病5。莫弘真自诩完美君子，受天下文人雅士追随，有多少才情了得的谋士是被莫弘真这所谓高尚品质所吸引。此一流言爆发后，莫弘真的一举一动皆会被人放大，君子之名只怕成笑话了。萧荣景像打了鸡血，一脸振奋。他躺在床榻半日，想的无非就是2件事情，一件事关杨家军之事，另一件便是太子吃的药到底是什么药。如今他知道了。萧荣景只觉得楚妙真是妙人儿，妙极了。好姑娘，你别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本世子去办，你安心留在本世子身边，静待佳音。萧荣景把旁边的茶水递给楚妙。楚妙皱眉看了一眼他递过来的茶水，并没有去接。太子的人去给你熬药了，你只有这一会功夫能安排人手，你先喝口水，放心，没有毒的。萧荣景打趣地说。楚妙接过水抿了2口，身后房门被人推开，进来的是刘光。萧荣景将楚妙刚才说的话传给刘光。刘光听完后面色如常，早已见惯了他家世子的手段。交代完后，萧荣景不忘吩咐道，最好能编一首童谣，让街坊小儿唱一唱。说到这，萧荣景看向楚妙，一只手支着额，歪着脑袋问，那世人一定很好奇，太子殿下去了哪家花场染上了花柳病，郡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造几个谣。楚妙轻轻放下茶杯，燕京3大名妓场是太子殿下暗中常去之地，太子为了掩人耳目，经常乔装到那些地方。另外，不要错过了为太子诊脉的那位郎中。谣言散布后，约莫2刻钟，就让那位马府医去见阎王吧。一个用医术谋害他祖母的人，不配为人。而听到楚妙将见阎王3个字说得轻飘飘的刘光，忍不住抬头多看了楚妙2眼。这浮云郡主的路子，跟他们家世子还真有几分想象。萧荣景挑眉，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可以再完善一些？楚妙看向萧荣景，世子请说。太子那只花孔雀那么好面子，在得知自己被人传出染上花柳病后，定会想尽办法否认此事，连同皇帝也会想方设法压下外面的流言。我们不能让此事不了了之啊。萧荣景说道。楚妙眼眸一沉，心中早有盘算，庆雅阁那么多文人雅士，正好派上用途。楚正德会想办法把太子悄悄送出楚家，那我们就让这些文人雅士去丞相府前后门围堵太子，让莫弘真上天无门下地无路。他的药可不是普通的药，药可以让病症迅速现形，让莫弘真痛苦不堪。莫弘真肯定不敢再用楚家的府医，但又因前门后门被学子们围堵，他也无法离开楚家，彼时就只能派他身边的人全服出府入宫与皇上沟通，再悄悄请太医到楚家。但是这还不够，
楚妙眼眸微眯，想起了万贵妃的2个儿子齐王和晋王。晋王是皇家长子，曾在立储之前被人陷害，污了名声。昭元帝很在乎皇家清誉，因此将长子晋王踢出了立储名单。此事一直是万贵妃的心头恨。齐王也跟太子很不对盘，一心想替自己的兄长报复。在全福带着太医悄悄入楚家之前，让齐王识破全福和太医的身份，这样就算众人没有见到太子本人，也会潜移默化地认为太子不洁，染上了脏病，才会偷偷摸摸让身边的人入宫，请太医出宫医治。接下来，我相信齐王殿下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萧荣景听完他的话后，食指挑起他的发，对刘光说：“听郡主的安排，郡主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是。星号，调查一下，追书的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或者是宝妈？第118章，太子身患花柳病6。1个时辰后，燕京的孩童们在大街小巷高唱着一首歌谣，茶馆、摊市、商铺无不在传一件流言：太子殿下留恋燕京3大花场，身患花柳病。文人雅士最好去的清雅诗阁，成了批判太子不洁之行最激烈的地方，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传到了昭元帝那。崔公公将外面的流言告知昭元帝后，昭元帝的脸色都绿了。他咬了咬牙，脸色铁青的反问：“太子患了花柳病？”崔公公战战兢兢地回道：“皇上，兴许只是有心人闹出来的恶作剧，不如问问太子殿下。他人呢？”昭元帝问。听说朝会后便出宫去了。昭元帝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据传太子再让霍太医过来。昭元帝对嫡子的期望很高，没有亲眼见到太子，他不想放弃这个儿子。楚家莫弘真没有等来马府医的药，却等到了一场狂风暴雨。太监全福慌乱地从外面跑入，将外头传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告知莫弘真。莫弘真听完后，脸色难看地扫过自己的身体，言语中带着不敢置信：“花柳病。”楚正德也懵了，他怔怔地盯着莫弘真手背处的红点，这时才反应过来，那马府医之前的反应不对劲，是谁传姑得了花柳病？莫弘真隐忍着身体的不适，从软榻坐起身，眸光阴冷地扫过楚正德。给他看过诊的只有楚家府医，如今过去1个时辰，仍然不见人影。楚正德跪在地上，拱手作揖道：“太子殿下，微臣立刻派其余府医过来为您诊脉。当务之急是要以殿下身子为重，破解谣言。”莫弘真一改之前的温和之态，扬手推翻了面前的小方桌：“是那位府医，是你们楚家的府医在背后散播谣言。微臣这就派人去将马守良抓回来。殿下请先息怒。”楚正德话刚说完，罗管事就走入书房，道：“太子殿下，老爷，崔公公在外头。崔公公说皇上要召见太子殿下。”莫弘真强忍着身上的痛感，咬牙道：“扶姑起来。”楚正德与全福一同上前，把莫弘真从软榻扶起来。莫弘真轻喘了一口气，看向对面的铜镜，他的颈部也慢慢爆冒出一些小红点，病情来势汹汹。他不能坐实得花柳病的传言，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患了脏病。可他现在这副模样，的确很容易让人怀疑。先回宫，只要避开那些臣子，他可以私下里与自己的父皇协商。然而他脚步刚迈出院子，后脚就有丞相府的人来通报：“太子殿下，老爷，府外围着好多从庆雅阁而来的学子，他们不知从哪得知太子殿下在丞相府，都要求见太子殿下。”莫弘真脸色大变，猛地回头冷盯着楚正德。楚正德则冒了一头冷汗：“殿下，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巧合了吗？下套之人摆明了是要将殿下与楚家一块拖下水，来个一石二鸟，损害殿下的声誉。越是如此，殿下越要冷静。”话虽这样说，但莫弘真觉得事情是从楚家传出去的，再加上身子的不适，导致他情绪也不好。姑不会放过你。还有那个府医，你派人将他尽快找回来。是，微臣立刻去安排。殿下先回院子休息，微臣再给殿下找几个可靠的良医，先看看殿下身上的症状。莫弘真根本不再相信楚正德找的良医，他转过头对全福说：“你悄悄回宫请东宫御医来，别被人发现你的身份。”是，殿下。第119章，齐王携言官入丞相府搞事1。齐王府，一群纨绔正围着10余只蛐蛐玩闹嬉笑。王府的郭管事匆匆从外面走入，来到了一名身穿墨绿色青衣的男子身旁，在男子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男子立刻转头，锐利的眸子微微一眯，反问道：“什么时候的事？”王爷，正是1个多时辰，从市井那传出来的，据说给太子殿下确诊的人正是丞相府的府医。那府医知道太子患病，找了个借口逃了。那年轻的男子正是皇帝的第5子齐王莫弘齐。他在听到郭管事的话后，直接撒开了手中的蛐蛐，猛然从地上跳了起来，搓了搓双手，脸上露出了一抹阴沉的笑容，道：“莫弘真那个王八羔子也有今日啊！有这热闹，怎么能少了本王呢？”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齐王冲着那群纨绔拍了拍手。
那群纨绔纷纷抱着区区罐子从草地里站起身，围着齐王问道：“齐王殿下，有什么大喜事吗？”“当然有。”齐王眉头飞扬，双手叉着腰赶道：“莫子昌，你大哥不是年初刚升为言官吗？你现在立刻回去告诉你大哥，太子殿下得了花柳病，此刻就躲在楚家丞相府里，叫他带上几位同僚到丞相府门前一聚，到时本王会亲自带他们入丞相府，质问太子殿下。哦，对了，听说你姐姐被皇后娘娘选中为未来太子妃，花柳病这种脏病可是会传染人的，你可要上点心啊！”众纨绔大惊，他们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太子殿下得了花柳病？天啊！太子殿下那样洁身自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脏病？咱们燕国历来还是第一次听说楚君得这种病。太子殿下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搞了什么脏女人？自己东宫不是有通房吗？这也太不自爱了。那群纨绔们，你一句我一句，无不是在指责太子的过错。莫子昌就显得比这些纨绔激动的多了。他的长姐已经被皇后选中，不日便会下旨昭告天下，太子与他长姐的婚期。如今闹出这种事情来，那长姐岂不是……莫子昌什么话都没说，将怀里的蛐蛐塞给了一旁的纨绔，跑着离开了齐王府。而齐王连身衣物都没换，就叫人安排马车，顺便叫上王府的3名良医，直奔丞相府。到了丞相府后，齐王才知道此事已经闹得满城皆知。庆雅阁学子接到府外，扬言要见太子殿下。这是齐王没想到的，但这样的局面却是齐王想看到的。兄长因那件事情被父皇逐出燕京城，至今不得回皇城。如今风水轮流转，那肯定要往死里转。郭管事掀开帘子道：“王爷，外面人太多了。”齐王薄唇一勾，语气阴恻恻地说道：“人越多越好啊。”他起身从马车跳落，人群中刚好有一人拉着一名身穿便衣的郎中，悄然挤入角落。齐王一眼就认出了莫弘真身边的太监全福，他抬手指着全福的方向，对身旁的郭管事说：“去把那2个贼人给本王抓起来。”第120章，齐王携言官入丞相府搞事2。齐王身后的护卫迅速朝着全福与但太医的方向而去，很快就把2人按在了石狮旁。郭管事也趁此通报：“齐王殿下到。”府门前学子纷纷让开一条通道，向齐王莫弘奇行礼。莫弘奇双手负背，大摇大摆地从学子们面前走过，来到了全福与但太医面前，道：“哟，这不是太子身边的大太监全福吗？还有太医院的但太医，你们俩怎么穿成这样？害得本王差点没认出你们来。”全福挤眉弄眼，希望齐王能隐瞒他和但太医的身份。谁知道齐王直接点名道谢，就差自报自家祖宗了。全福听完齐王的话后，整个人都很不好了。齐王这个蠢猪，祸到临头竟不知醒目。齐王身后的学子听到齐王的话，争先上前询问1、2，是不是太子殿下让人回宫悄悄请太医的？全福公公，太子殿下是不是真的得了花柳病？太子殿下自诩自节，后宫只有1位良娣，因还未娶太子妃，连个子嗣都未有。真若是得了这种病，他是不是要出来给天下学子一个交代？他们感觉自己的高雅情操被太子殿下给玷污了。齐王对学子的质问很满意，护卫将全福与但太医从地上拎起。齐王上前为全福拍了拍脸上的灰，假仁假义地说道：“你们怎么能全福公公下如此重手？快把他松开！本王相信全福公公定会替太子殿下给众人一个交代的。全福，我三哥是不是在丞相府？他身子不适，怎么不多请几位太医？听说但太医擅长的是小儿之类顽疾，霍太医和北太医才更善男子的病症。你怎么不把霍太医和北太医也一并请出宫来？”全福嘴角连抽了几下，他就差把自己脚底的大鞋板拍在齐王的嘴脸上，真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奸人。全福心里对齐王恨极，面上却不敢有半点不敬。齐王殿下，太子殿下今日是染了风寒，才让奴才去把刚好外出探乡的但太医请到丞相府来。但太医是吧？但太医此刻有些懵，但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齐王殿下，微臣之所以穿便衣，是因微臣正准备回乡探亲，刚好碰到全福公公。哎，那真是太劳烦但太医了。这样吧，齐王转头看向自己身后的3名良医，本王来的时候带来了3名本王王府的良医，但太医既然要回乡探亲，那便按计划休沐，以免家中亲人惦念着。全福，但太医，还未等2人反应过来，几辆轿子停在了人群外。一些学子回头往后看，从轿子里下来的正是当朝几位言官，其中一位就是莫子昌的哥哥莫子龙。他刚正不阿的态度令朝中众臣都胆惧，是太子一派。身后还有2名一同晋升的年轻言官，莫子龙为首，快步走向齐王。下官见过齐王殿下。几位大人来得正好，本王正要带良医入府给太子兄长看病，那就一块进去吧。齐王拂袖一挥，转身前脚刚迈入门槛，随后又顿了顿，回头说道：“对了，
本王知道诸位学子很担忧太子皇兄的身体，为了不让诸位学子过度担心，本王准许带5名庆雅阁学子入府。你们谁快来啊！”全福差点跪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齐王就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闯入丞相府。此时，人群中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丞相府的方向。等齐王带人成功闯入楚家后，那道暗影也趁乱迅速潜入丞相府。第121章，齐王携言官入丞相府搞事3。丞相府内，罗管事抹着一把汗，跑入楚正德的院子。老爷，太子殿下，大事不妙了！莫弘真此刻是草木皆兵，整个人处于绷紧状态。见罗管事神色匆忙，他先问道：“又出了何事？”齐王殿下带了3名良医，3名言官在丞相府大门外，扬言还要带5名庆雅阁学子入府。他还当众拿下了全福公公和旦太医。啪！桌上的茶具被莫弘真一把扫到了地上，发出了巨响声。楚正德眼皮子狠狠跳了几下。齐王是燕京的头号纨绔，平时没事做便找燕京那些纨绔游街串巷，倒是没料到他竟在这个时候绊太子一脚。太子殿下，这里不能待了，微臣带你去一个地方，先把今日之事渡过去再说。回头微臣会亲自入宫面圣，与皇上说清此事。至于齐王，等太子殿下身子康复，再慢慢收拾。楚正德眼底涌动着冷意，他是太子一党，自然一心护着太子。齐王跳出来搞事，那楚家跟齐王便是对立。莫弘真浑身发烫，虽然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可身子的强烈不适感让他前所未有的难受。先离开这里再说。莫弘真道：“罗志，扶太子殿下离开此地。”是。楚正德与罗管事一左一右扶着莫弘真走出书房。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齐王带了护卫，再加上庆雅阁学子的配合之下，生生将丞相府大门撞开了。3人刚走到院门，齐王带来的那一党人就把莫弘真、楚正德给堵在了院里。莫弘真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句话还未提上来，那齐王就拱手作揖，一副恭敬姿态向莫弘真行礼：“臣弟见过太子皇兄。”“下官拜见太子殿下。”“草民见过太子殿下。”众人行礼之声在院落回荡。莫弘真扫过围堵在院门前的众人，只觉得头皮发麻，身子也摇摇欲坠。他第一次这么狼狈不堪。齐王见他迟迟没有开声，微微抬眸说道：“太子皇兄，臣弟听闻你身子不适，还有人诋毁您的声誉，故特意从王府挑选了3名良医，为太子皇兄瞧瞧身子。臣弟身后这些人都是臣弟带入府证明太子皇兄清白的人，你放心，臣弟一定不会让舆论继续发酵下去，以免污了我皇家名节。几位良医，还不快过去为太子殿下看看！”不等莫弘真应下，齐王便挥了挥手，让3名良医前去为太子诊断。楚正德看到这副场面，下意识地挡在太子面前，道：“齐王殿下，太子乃楚君，太子的身体如何，还轮不到齐王府的良医诊断。”齐王皱眉：“楚相，你这话本王就不爱听了。听说我太子皇兄名誉受损，都是你楚相府泄露出来的风声，亏得我太子皇兄那么信任，你竟在背地里害他。本王来此一趟，正要拿楚相入宫，与我父皇交代清楚。来啊，把楚相带下去。”齐王府的护卫迅速朝楚正德走去，准备捉拿楚正德入宫。而楚家护卫及太子的暗卫也在齐王府护卫冲过来时，将太子与楚正德护在身后。两方护卫对峙。莫弘真看到如此局面，早已气得暴跳如雷，低吼道：“莫弘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齐王一愣，一副委屈模样道：“太子三哥，臣弟听闻你得了病，第一时间挑选良医到丞相府来，就是为了能洗脱你的清白。臣弟与太子皇兄是兄弟血脉，不会害太子皇兄您的。这些良医都是霍太医带出来的，你不相信臣弟，难道还不相信霍太医的医术吗？臣弟还带了几位言官和庆雅阁学子，有他们在场证明太子皇兄的清白。若是太子皇兄这样藏在人后，只会叫人怀疑太子皇兄是不是真的留恋花场，不慎染了花柳病。星号追书的宝宝都是晚上追文还是早上追文呀？第122章，齐王携言官入丞相府搞事4。放肆！莫弘真深吸了一口气，眸光凌厉严肃，眼中暗藏着杀意，衣袖底下的双手用力攥紧。他发誓，度过此事后，定要废了莫弘齐。孤尊贵之躯，岂容你派人随意碰之？孤若是在你的人手里出了事，齐王可担得起这责任？莫弘真怒斥：无论怎样，他是太子，太子的气势不能被压。莫子龙大步走前，拱手作揖道：太子殿下，微臣等只想弄清楚事情真相，并无心要与太子殿下作对。他们莫家是追随太子，可莫家追随的是一位德才谦卑的贤君，而不是一个表面温润如玉，背地里却淫乱昏庸的假面狐。太子若患了脏病，就证实了太子并非什么洁身自好的贤君，而是一位表里不一的人。如若误诊，他们莫家会更加忠心的追随太子。当然，并不是说一个男人
患了此病有罪。可太子身为储君，就是不能够。燕国众人皆认为，得此病者，子嗣多于夭折，如此便不利于太子为皇室生出健康的子嗣，而嫁入东宫的墨家女也会因此正而遭受磨难。今日他墨子龙不得不管。墨子龙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又道：“还望太子殿下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如就让旦太医及齐王府上的3名良医共同为太子殿下诊脉。”莫弘真身子微晃，心中一横，对，外面都是捏造的。他虽然偶尔会去那些烟花之地，但从不碰非处子之身的女子。他相信自己患的并非脏病。好，莫弘真眸光幽冷地扫过齐王，姑就依你们。很快，大院摆上了桌椅，学子们站在院外，只留太子的护卫及几名良医在院内。最先诊脉的是旦太医，他足足花了2个刻才起来。院子里众人谁都没有立刻询问旦太医结果，接下来便是齐王府良医，3人分别花了1刻钟，并非他们不如旦太医，而是太子此病真是要人命啊！如何？齐王看向自己王府的3名良医，3人中有2人低着头，滋滋嗯。齐王上前一脚踹在其中1名良医身上，本王问你们话呢，太子的病情如何？被踢了一脚的良医吓得跪在地上道：“齐王殿下，下官医术不精，并未看出太子殿下的病症。”齐王脸色一变，看向他身旁的另1名良医：“那你呢？”那名良医同样跪下，声称自己医术不精，也没有看出太子的病症。莫弘真听到那2名良医的话后，暗暗松了一口气。但太医这他倒不用担心，就怕齐王疯了，收买了他王府良医的命，指证他身患花柳症。如今看来，老五还是蠢。这些人若敢说他得了那种病，下场就只有死。齐王气坏了，又朝那跪在地上的良医踢了2脚。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开声的另1名齐王府良医缓缓走到人前，道：“齐王殿下，下官诊断出了太子殿下的病情。”齐王动作一顿，猛然回头看向扶良医。莫弘真也下意识地转头望向扶良医，眉间荡开了一抹消杀之气，似乎在暗暗警告扶良医谨言慎行。扶良医却面不改色地作揖说道：“太子殿下的病症潜伏多时，并非单纯的花柳病，此病传染性极强，病情发展极快，结合着制毒的邪症，通过男女房事传染。若殿下再不好好治疗，身上的红点很快会长成疮口，到时疮口溃烂，难以愈合。殿下当务之急要尽快治疗。”第123章，齐王携言官入丞相府搞事务。扶良医的声音在院内响亮回荡，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入耳，没有人敢漏掉一个字。特别是那些学识渊博的学子们，理解能力比没读过几本书的人强，很快就分解出扶良医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太子的确得了花柳病，只是不是普通的花柳病，太子患的病还结合了其他传染病症，这些病皆是通过男欢女爱传播。太子他跟外面的女子乱搞，搞垮了自己的身体，极有可能连累子嗣。院外的学子们一个个沉默了，这就是他们一直追随、一直引以为傲的储君，原来不过是虚有图表的伪君子。而对于莫弘真来说，此刻他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块大石，脑袋嗡嗡的作响。他小心翼翼维护的声誉，靠着贤、仁、德、自律的高尚品格，赢得天下学子的向往及群臣追随，如今就像一只被人撕开美丽外皮的丑小鸭，让天下人看尽他丑陋的真面目。噗！胸口堵着的一口腥血顿时从莫弘真的嘴里吐出，眼前的晕眩感让莫弘真渐渐失去意识。在他倒下的那一刻，他仿佛看到学子们的唾弃，齐王莫弘齐的嘲笑，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开始。莫弘真被齐王府良医诊断出花柳病的事很快传开，金皇后得到齐王带人去丞相府搞事，气急败坏之下冲入钟粹宫，与正在沐浴的万贵妃打成一团。万氏，你这毒妇，看你生的好儿子，他竟长本事了，敢来算计本宫的皇儿。你以为本宫的皇儿遭此一难，便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吗？本宫告诉你，东宫太子还轮不到你来消想。金皇后冲入浴池里，一把揪住了万贵妃的头发，再不顾往日形象，对万贵妃拳打脚踢。可金皇后忘了万贵妃的出身，在她还未入宫前，可是一名出色的武将。金皇后刚才那一击的确吓到了她，但万贵妃很快冷静下来，反手扣住了金皇后的胳膊，将金皇后猛然从上面拽了下来。砰！啊！金皇后掉入浴池里，昆令宫宫人们皆是吓了一跳，纷纷涌向浴池，想把金皇后从水里救上来。万贵妃命令道：“拦下他们！”钟粹宫的宫人快步上前拦下了昆令宫的宫人，于是两方宫人扭打成了一团。而落到水里的金皇后则被万贵妃扣住脑袋，狠狠地按进了水里，道：“金氏，要说本宫才忍你很久了，你自己儿子品行不端，在外搞出了脏病，怪谁？怪我儿子呗！难道太子身上的花柳病是我儿子传染给他的？太子若不去那些下等地方寻乐子，会身患花柳病？你们母子俩
真是一个赛过一个的亲戚，娶太子妃还要娶燕京城最好的嫡长女，太子若不娶妻，我等所生皇子也不能娶正妻。光凭这一点，你们母子俩就该千刀万剐，害得余下皇子至今未能娶上正妃，传出正统皇嗣血脉。现在好了，你儿子染了一身脏病，还生得出儿子来继续燕国大业吗？第124章万贵妃 vs 金皇后一。六子中，除了长子靖王，次子贤王娶了正妻，其余三子皆未娶得正妃。因为金皇后的强势，让皇上下旨先娶太子妃，再给其余三子许配正妃。他是什么心思，万贵妃还会不知道？金皇后是怕皇子们都娶了正妃，生下子嗣，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所以干脆说服皇上，先让太子妃生下皇长孙，再安排其余皇子婚事。就连靖王与贤王至今都未能生下嫡子，这都是金皇后在背地里搞的鬼。金皇后就是觉得她儿子十分优秀，太子妃必须是最好的，皇长孙也必须是太子先生下来，样样都要站好的。现在好了，彻底打脸了吧？压抑在万贵妃心里的那口气发泄出来后，万贵妃才将金皇后从浴池里拉拽了起来。金皇后倒吸了几口凉气，可她还未缓过劲来，又被万贵妃掐住脖子，抵在了浴池壁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6年前你对我儿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太子落得今日的下场，都是你们造的孽。你这个贱人！金皇后终于缓过神来，她反手掐住万贵妃的脖子。这时，外面传来了崔公公的通报声：皇上驾到。坤令宫与钟粹宫的宫人立刻收住手，跪在地上。而金皇后怒红了眼，并未收手，她用力掐紧万贵妃的脖子，咬牙怒道：那还不都是因为你？你什么都跟我抢！万贵妃冷笑，她脖子微抬，掐着金皇后的手慢慢松开，道：既然你说我什么都跟你抢，那今夜你看看皇上到底护着谁？话落，万贵妃整个身子滑入浴子里。金皇后只顾着眼前的痛快，在万贵妃滑入水里的时候，金皇后借力将万贵妃往池子里压得更深。等到昭元帝走入万贵妃的寝宫时，正好看到这样的画面：金皇后站在万贵妃洗浴的池子里，扣着一颗脑袋，面露狰狞之色。万贵妃身边的老人钟嬷嬷心灵手巧，反应灵敏地哭道：皇上，皇上，您快求求奴婢的主子！皇后娘娘带了一群人冲入钟粹宫，把正在沐浴的万主子按入了池子里。奴婢等想过去劝下2位主子，皇后却命人拦下钟粹宫的宫人，不让奴婢前去救万贵妃。皇上，快救救万贵妃，她在水里有好一会儿了。皇后！昭元帝脸色大变，看着池水里一动不动的万贵妃，再加上今日因太子之事而扰得他心烦意乱，此刻看到金皇后行恶毒之事，昭元帝越发不待见金皇后母子俩。来人，把万贵妃拉上来！昭元帝怒火冲天的命令道。几名太监跳入水里，将金皇后与万贵妃从水里拉开。万贵妃被扶上池子边时，昭元帝脱下龙袍披在万贵妃的身上，抱着万贵妃摇晃了几下。秋灵，秋灵！噗！嗨嗨嗨嗨！万贵妃吐出了几口水，才缓缓醒过来。她睁开双眼，看到昭元帝后，下意识地朝他怀里钻，神色慌乱又委屈地哭诉道：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去陷害太子殿下，臣妾也没有指使我们的皇儿去害太子殿下，臣妾没有。第125章万贵妃 vs 金皇后2。若是老五做错了什么事，就来惩罚臣妾。皇后娘娘若想用臣妾的命来抵太子殿下的事，臣妾愿意，只求皇上放过老五。如若真要罚，求皇上留一口气给老五就好，臣妾没有别的念想。你说什么胡话？昭元帝看着怀里柔弱不堪的万贵妃，忘了万贵妃曾有一身武艺。他搂紧了万贵妃的身子，抬头看向金皇后时，脸上覆满了滔天怒火。皇后，太子的事情与万贵妃有什么关系？皇上！金皇后跪在地上，今日一事原本可以压下来，可齐王却带着几名庆雅阁学子收买他王府良医，故意对外宣扬太子得花柳病的事，辱没了皇家的声誉。这难道没有万贵妃教子无方的过错吗？万贵妃身子一颤，有意从昭元帝怀里挣脱，但昭元帝按住了她的身子，怒问金皇后：太子与齐王的事情，朕会处理。朕问你，朕若今夜不来钟粹宫，你是不是打算掐死万贵妃？臣妾没有。金皇后这才反应过来，方才万贵妃倒入水里是在用苦肉计。她暗暗咬牙，自知理亏。臣妾与万贵妃的确起了一些争执，失了理智，但绝对没有要害死万贵妃的意思。臣妾身为后宫之主，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辱了皇上的颜面。皇上，这些年臣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臣妾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以皇上为主，考虑到皇室的声誉，臣妾怎会不理智到杀害万贵妃？臣妾有错，臣妾不否认，也不会再为自己辩解，求皇上降罪于臣妾。面对金皇后的示软，昭元帝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万贵妃却暗暗眯起眸子，她故作着一脸虚弱，靠在昭元帝的怀中，低声呛咳了几声。
昭元帝的注意力再次被拉回。秋玲，你身子不适？钟嬷嬷跪着走前了2步，道：皇上，万贵妃咳疾快2个月了。钟嬷嬷，万贵妃咳了几声，阻止钟嬷嬷告知。昭元帝蹙眉：你生病了，可请太医了？皇上，嗨，没什么大碍，太医说是伤寒所致，需要慢慢调理，急不得。万贵妃说完，低下头，又连咳了几声。臣妾最担忧的不是臣妾的身子，而是我们的皇儿至今仍未取得正妃，为皇室诞下正统皇嗣，也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其儿成亲，晋王生子。金皇后脸色煞变，这贱人哪壶不开提哪壶。昭元帝的怒火再一次因万贵妃的话而挑起。是他当初蠢的听金皇后的话，说什么为了避免发生夺嫡宫变，皇子们自相残杀，最好先让太子娶太子妃，生下皇长孙后，再为其余皇子娶正妃生子。如今回过神来，末世皇族还未诞下一个嫡正统的皇孙。皇后，后宫之事，朕看你近日有心无力，就让万贵妃协助你一同管理后宫，等选秀时，让万贵妃帮皇后一块给几位皇子选出适合的正妃，退下吧。金皇后深吸了一口气，不敢再反驳。她清楚太子如今的局面很难堪，皇上正在气头上。是。金皇后退下后，昭元帝也抱起万贵妃去了请她。太子之事并没有因为金皇后大闹中翠宫而消停，反而因太子的不洁传言，引发其余有子嗣的后宫娘娘再起夺嫡之心。星号，你们喜欢男女主感情戏，还是虐渣戏？第126章，萧荣景头疼的选秀1。天黑了，刘光带着消息回到平南王府，楚妙正好在萧荣景房里给他诊脉。刘光把今日的成果一五一十告诉二人，齐王府服良医告诉院里的学子，太子染的就是花柳病，此刻燕京城都在传太子殿下因风流快活而染病的事。金皇后得知齐王带人闯丞相府，直接杀到万贵妃寝宫，两人因此大打出手，皇上大发雷霆，夺了金皇后一半的后宫主权，让万贵妃协助金皇后选秀女，为其未娶正妃的皇子选王妃。朝中臣子们分2派，协商太子的事情，一派保太子，一派有意重审太子品性，另立储君的意思。各王府的王爷因太子闹出风流事，对储君之位又蠢蠢欲动。刘光很佩服楚妙这一招，激得四方势力乱起，皇室隐隐有再现夺嫡危机。燕国皇室以人把政，众人以为太子往日所表现出来的仁义君子不过是假面具，这种人又怎么能登顶问君？他们都害怕燕国出一个昏庸无道的商纣王，而萧荣景对此事所带来的效应早已摸透。这一局看似只是不痛不痒的小打小闹，却已经让太子和皇室陷入了另一场危机。如今看到楚妙一脸平静地听刘光阐述，萧荣景很好奇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你想乱了这末世江山？萧荣景从床榻坐起来，与坐在对面凳子上的楚妙面对面。楚妙收回为他把脉的手，道：有何不可？萧荣景细细想了一下，点头说：当然可以。如果这个皇室从根烂透了，那我们为何还要守着这棵腐树呢？楚妙对他这番话有些意外。你有别的打算？有。萧荣景是决心不再效忠末世皇朝，就怕楚妙他有别的想法，与他分道扬镳。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吧？萧荣景反问道。楚妙看着他漆黑的双眸，他的目标就是帮平南王府挡一切灾难。我喜欢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从根烂透了，还守着也是腐烂恶臭的。楚妙开门见山地说道，不管是现在在位的皇帝，还是储君太子，他们都不配再被民拥护。太子如今成这样，平息多年的储君之争，很快会再次被掀起。今日一计不过是个开端，接下来世子要做的就是多备粮，多备药物，多备铁，这些都是打仗必备品。而他要反了墨家。换做别人听到楚妙这番话，早就被吓跑了。然而萧荣景的心情是异常的兴奋，他划开唇角，郑重地说道：我们一起啊！眼下是多事之秋，世子以这副残躯卧病在床，也算是好事。楚妙说道。萧荣景却想到了另一件事情，有子嗣的娘娘们肯定都在动员替皇子们选妃的事情。他盯着眉目秀丽的楚妙，以楚妙的资质，当一个亲王正妃是绰绰有余。楚妙看他盯着自己，下意识地抬手摸自己的脸庞，世子为何这样看着我？要选秀了，皇上还有3个儿子没娶正妃的，此次选秀肯定还会再替晋王、贤王选侧妃。一说到这，萧荣景心里又有些郁闷了，万一哪个不开眼的亲王看中了楚妙怎么办？第127章，萧荣景头疼的选秀2。楚妙低嗤一笑，几位亲王选妃，怎么都轮不上我，世子多虑了。他话刚说完，萧荣景就伸手掌捧着楚妙的小脸仔细端倪。楚妙神情一愣，没想到萧荣景会来这一手，他轻唤了一声：世子。你不差，娇娘。楚妙怔住了，连皇后都差点指你为太子妃，你觉得那些亲王会错过这次机会吗？
萧荣景都算到了，太子是在丞相府出事，那太子与楚丞相之间肯定会发生隔阂，一旦两者间有了间隙，难保他人不想撬墙角啊。他最怕楚家的人利用楚妙再去谋利，他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把他留住，不让他卷入皇室当中？楚妙对他的话哭笑不得，他扒开了萧荣景的手，道：“我知道世子所虑，他们图我先医之名，揽尽百姓民心，想娶我为妃，很正常。娶了我，就可以得到我爹那一派人的支持，有这份野心的亲王，肯定不仅仅只是为了娶我那么简单。可我楚妙不会让自己卷入选秀风波、皇室之争，正是因为他已经算计好了，所以他不担心这个问题。”萧荣景却没有因他这番话而松一口气，想不被选中，除非身上留疤、品行不端，又或是……一说到这，萧荣景扣住了他的手腕：“你该不会想不开，自己毁容吧？”“你说什么呢？”楚妙哭笑不得的拍打掉手腕处的大掌：“我好端端的为何要自残？”看萧荣景焦虑的样子，楚妙也不打算隐瞒他了。他指了指自己眼角的痣：“世子可还记得你初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那番话？我左眼角的痣。”萧荣景的视线轻飘飘的落到楚妙眼角的红痣：“当然记得，长在你左眼角，这是个聪明伶俐、精明攻心的好痣啊。那还有呢？”楚妙又问道。萧荣景支着下巴，好看的瑞凤眼微微眯起，猜透了楚妙的心思。这个痣的位置长得不好，是颗苦情痣，克夫家一生命运多雨，波折多难，不符合末世皇族的选透痣，可惜了。他支着下巴自言自语了一番。楚妙看他那得意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在选秀女呢。所以我说了，亲王选妃轮不上我，是世子多虑了。而且我现在是站在太子一派，又是五品女医官，就算那些亲王想娶我，也要皇后和太子先同意。昭元帝注重皇家名节，又岂能容忍皇子们夺妻的丑事发生？楚妙起身，看夜色不早了，世子该休息了，旁的事情勿要多想。他提起自己的行衣箱，还未迈开脚步，衣箱肩带就被萧荣景拉住。楚妙回头看了看，世子还有事？我可以想你吧？楚妙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流光，发现流光还没离开。流光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地板，当一个透明人。他用力抽回自己的手，尴尬地从流光身边离开，回了雀兰院。此时太子得花柳病一事，成就了几位未娶正妃的亲王得以在选秀中挑选自己满意的贵女为正妃。消息传开后，后宫有皇子的娘娘们都乐得忙于挑选美人画像，燕京贵圈也暗潮涌动，谁不想把自己捧在手心的姑娘嫁入皇室，哪怕是亲王侧妃也好。10月28日，殷素娜有了林家嫡长女林淑妹的消息。第128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一。而殷素也在外出的一个余月里，给楚妙在暗室寻了一处黑宅。楚妙趁着夜深人静，随殷素到了那处宅子，见到了面目全非的林淑妹。林淑妹身边还有一名身穿着黑色杀手服的杀手。殷素向楚妙介绍道：“主人，此人是暗室黑鬼，医术精湛，便是他随奴前往蜀州将林淑妹带回。”楚妙走到床前，看了眼满脸被利器刮出一道道血口子的林淑妹，问道：“她怎么样了？”黑鬼嗓音嘶哑地回道：“身中7箭，手筋被整根挑出，灌了5种剧毒，被埋了半个时辰。若不是遇到本黑鬼，这姑娘早已见阎王爷了。不过如今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就算活下来，下半辈子也毁了。姑娘不是在救她，而是在害她。”楚妙知道黑鬼，他就是暗室有名的邪医，擅长用毒，但他的用金也极高。对了，本黑鬼的用金是很高的，你们准备好了吧？黑鬼反问道。楚妙转身从行衣箱里拿出近日用药换取的暗币，足足有2袋子，都是沉甸甸的。他把偏小袋的暗币放到桌上，黑鬼立刻拿起晃了晃，然后又看向楚妙手里的那一袋，不够。楚妙挑眉看了一眼手中的暗币，道：“我给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一部分你要先帮我把他体内剧毒给解了。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2袋一样分量的用金。他中的是腐尸毒，用不了多久，白骨便会化成水。对方是存心要让这可怜的姑娘消失于世，我就算救活了他又如何？难道你要让他顶着这副鬼面活下去？”黑鬼轻轻拍了2下手里的用金，随后便有意无意地推了几下自己的鬼面面具。楚妙却一脸平静地扫过林淑妹的脸，胸有成竹地说：“她的脸不要会一直这样，你只管帮我救人，余下的事情便不是你操心的。我再给你加1倍的用金，做不做？”“做。”黑鬼伸手抢过了楚妙手里的另一袋用金，拆开袋子，从里面掏出了米粒大小的金子。“有这么好的买卖，不做白不做。你放心，只要到我黑鬼手里的人，没有我黑鬼就不回来的。”楚妙转身离开屋子。殷素跟着楚妙出去。主人，果然如你猜的那样，楚瑶雪顶替了林淑妹的身份，说动了林家人，举家迁入燕京参与选秀。过不了几日，林家的人便会到达燕京城。楚妙冷笑：“那可就热闹了。”
他记得林家那位老夫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亲生母亲林温婉的性子多半是受这位林老夫人所影响。还有别的消息吗？楚妙问道。殷素说，楚瑶雪利用林叔妹的身份向林家的人透露主人你的信息，林老夫人得知后有意让主人与林家嫡长孙联姻。竟有这么好的事？楚妙眼底冷光乍现，他知道林家嫡次孙那分明就是一个傻子。按林老夫人的性格，嫡次孙若不傻，那还轮不到他楚妙嫁入林家呢。因为林老夫人的思想跟林温婉的一样，总会觉得他楚妙在外流浪那么多年，又是村副教养长大，能被他们林家看中是他楚妙的福分。第129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2。只是他楚妙的婚事可不是林氏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林老夫人想点谁就点谁做他的嫡孙媳的，这个对楚妙来说并非什么麻烦事儿。宋宁婉那有何消息吗？殷素回道，因太子的事情，楚相一直觉得是林氏的人搞出来的，累及林氏夫妻2人许久未和睦交谈，楚相一下朝便去宋宁婉院子，晚上回到丞相府后便去丫鬟的住所，听说那个丫鬟已经怀上了楚相的骨血，只是那宋宁婉的肚子也渐渐显怀了。楚妙认真的听着，一切局面都按着他想要的方向去发展着。那墨家有何动静？太子闹出那样的病，以墨家的门风，还会将自己的嫡长女嫁入东宫吗？如今京城风云涌动，夺嫡之争再起，金皇后恐是不能再事事如愿。墨首府以墨家千金身子体弱为由，将墨小姐接回墨家，金皇后为此在坤令宫大怒，万贵妃有意从金皇后手里抢人。楚妙垂下眼眸，眼底是无尽的寒意。帝后离心只是第一步，他从行医箱里拿出2瓶药，交给殷素，拿去药室换成暗币，再去杀奴市场买下听话的杀奴。是。楚妙从暗室出来的时候正好3更天，他匆匆赶回平南王府，为他留门的并不是刘盈，而是萧荣景。在他从平南王府后门走路的时候，萧荣景从门后走出来，扣住了他的手腕。楚妙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见拉着他的人是熟悉的身影时，楚妙低声唤道，世子，随我去一个地方。他带着他飞离平南王府，去了燕京最北的桃林。那桃林布着八卦阵法，萧荣景带着他从阵法里走入另一个世界。楚妙瞳孔微缩了一下，这是桃源谷，萧家妻子的秘密基地，也是楚妙前世费尽心思想要破解的地方。最后这里被太子烧成了灰，萧家第7子便是在这里被烧死的。这里看起来很隐蔽。楚妙看着一直拉着他的手走在前头的萧荣景，这怕不是你们萧家的秘密吧？难道你打算把我带到这里来杀人灭口？楚妙嘴上是这样说，可是前世的火，萧家7郎的惨死却历历在目。他不是没有恻隐之心，只是太子一直在他耳边说，他若不杀伯仁，伯仁便会杀我。他的良心也被一点点撕碎，最后变得一文不值。萧荣景转过头，薄唇噙着一抹笑意道，你是我孩子的娘，我杀了你，岂不是要断子绝孙了？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孩子的娘？楚妙想抽回自己的手，萧荣景把他抓得更紧。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这不是萧家的秘密，这是我和你，我们一家人的秘密。一家人？楚妙猛地揪紧自己的胸口，心脏突然袭来一阵绞痛感，让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上。牵着他手的萧荣景只觉得手里牵着的人儿往下坠，等他回头看楚妙时，楚妙整个人跪倒在了地上。他脸色大变，停下脚步，赶忙蹲下身子，扶着楚妙问，娇娘，你不舒服？星号，我看他有几个追了文不催更，不留脚印的，作者君要剁手了。第130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3。楚妙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在刚才，他觉得心口好痛，痛得无法呼吸。萧荣景看他脸色一瞬间苍白，伸长手臂揽过他的双肩道，娇娘，你怎么了？哪里很痛？楚妙咬了咬牙，强忍了过来。那一阵撕心裂肺的痛终于被他熬了过去。他再次睁开眼，就看到萧荣景满目担忧地盯着他，这双眼睛，这样的眼神，他太熟悉了，是他的阿锦，却又是他不配拥有的阿锦。重来一世，他虽不是他的妻子，可是他对他的感情依旧是那么真诚天真。他揪紧他的衣物，轻喘了一口气道，没事，只是老毛病犯了。老毛病？萧荣景看他一直抓着自己的心口，你有心急之症吗？怎么以前从未听你讲过？需要吃药吗？不需要，1年偶尔会有1-2次，爷爷说只要休息好了就没事，许是我这几日没有休息好。萧荣景听到这番话，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天色，突然有些后悔这么晚了还把楚妙带出来。他打横抱起楚妙，楚妙低呼，我带你去里面休息，这里没有太子的眼线，也没有残疾的萧荣景，你可以做回你自己，天亮前我会带你回去。他言语温柔地说着，脚下的步子却走得很快。
楚妙在他怀里闻着再熟悉不过的气息，想起前世种种，他对他真是狼心狗肺。他抬眸看了看他满是正气的俊颜，心里有好多话想问他，但是又觉得那些前世的纠葛放到现在的萧荣景身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一世他不忍心再去伤害他。他抱着他走入了一处看起来又不完的长廊。楚妙渐渐平复情绪，声音平和地说道：“阿锦，你放我下来。”萧荣景猛然一顿：“你叫我什么？”楚妙听到这话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直呼他的名，阿锦这个称呼几乎刻在了他的骨子里，熟悉到有时候他可以脱口而出地向他撒娇。楚妙愣了一下：“你叫我阿锦？”萧荣景垂头看着他，认认真真地说道。楚妙这才回过神来，他刚才唤他阿锦，只有身为他的妻子才能在私下里这样唤他。他刚才疏忽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了。我有吗？楚妙反问道。你有。萧荣景较真的说道，只有我母妃会这样叫我，我父亲大哥二哥都叫我老三，余下几个弟弟则唤我三哥。你叫我阿锦跟我母妃叫我阿锦不一样，我感觉。萧荣景话音顿了顿，又道：好熟悉，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像前世今生的伴侣。我觉得好听，你以后就叫我阿锦。萧荣景郑重其事地宣布，那神情像个孩子一样，然后继续往前走。楚妙哭笑不得，由他抱着。约莫半刻，他带他走入一处大宅子，那宅子里放满了铁器、粮食、布匹和现成的兵器。楚妙算是明白了萧荣景今晚带他来这的用意了，他是想告诉他，他已经在筹备他们的谋划。娇娘，你看。萧荣景把他放下来。楚妙走进兵器，伸手抚摸冰凉的器具，随手拔出了一把利剑。那锋利的剑锋对上了萧荣景的心脏。第131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4。萧荣景先是一愣，而后低下头盯着那抵在他胸口的长剑，英俊绝伦的脸庞露出了浅浅的笑。你想玩剑吗？萧荣景。楚妙突然很严肃地唤他。萧荣景抬头再次对上了楚妙的双眸，两个人四目相对。怎么了？萧荣景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反观楚妙，他脸上多了一丝凝重的神情。我楚妙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人？楚妙问出这话时，秀丽的脸庞寻不到一丝的表情，而萧荣景刚才挂在脸庞的笑容也渐渐散去。他双手负背，认真地重审这个问题，但他并没有半分犹豫，就告诉楚妙，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之后送你青龙斩，想要跟你生一群孩子，你自然是我萧荣景想要谋娶的女子，我未来的妻子当然是我萧荣景余生不可缺失的重要人物。楚妙的心再一次被他的言语触动，他知道萧荣景做得到，他不是莫红珍那种玩弄女子感情的花花公子，他相信若有朝一日有人拿着他去威胁他，他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换他一命。好，那你给我听着。楚妙手中的剑一直抵在他胸前，但却保持着不伤到他的力度。如果有一天有人拿起剑抵在我的脖子处威胁你，请你不要轻易放下你手中的武器。萧荣景的脸色比刚才还要阴沉。如果有人敢拿着楚妙的性命威胁他，他一定会让那人死无葬身之地。我知道你现在一定会想，若真有那一日，你一定要让那人死无葬身之地。可我说的是认真的。前世莫红珍干过这种事情，楚妙希望两个人可以换另一种方式相处。我不要你为我以命换命，我要的是我和你一起应对我们的敌人。你手里有剑，我手里也有我的武器，我们应该互相配合，而不是轻易放弃自己的命。你能做到吗？楚妙问道。萧荣景没有回应，也没有动作，而是在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在衡量他们的敌人要以怎样的手段去伤害楚妙的时候，他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性命去换楚妙的命。目前来看，萧荣景没有办法预估，他觉得若真有那一日有人碰了楚妙一根手指头，他会掰断对方10根手指，拧断对方的脖子，以此谢罪。须臾，他郑重地回道，如果真有那一日，你我的性命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会杀尽那些人，赔你父皇权。这算是变相的答应楚妙，他不会轻易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他会在他被敌方杀死后杀尽敌人，赔他父皇全路。楚妙放下剑，萧荣景却在他收回剑的那一瞬间，猛然握住了楚妙手中的剑锋，鲜血立刻从他手掌缝里流下。楚妙惊呼：阿锦，你快放手！他走过去，把楚妙抱入怀里，两人手中的剑也掉落在地上。楚妙却很担心他受伤。你受伤了？哎，萧荣景叹了一声，娇娇，我说过我梦见过你，你还记得吗？不止一次。楚妙身子正了正，他只当他是玩笑话，不过那真的不是什么美梦，甚至有点糟糕呢。萧荣景笑着说道，还好只是一个梦。你梦见我什么？萧荣景这样一说，倒是让楚妙有些好奇。萧荣景却陷入了一阵很长的沉默中，他
他梦见了他被削骨如泥，梦见他被人剥下整张脸皮，梦见四肢被砍，装进了酒壶，成了他人的践踏之物，梦见他从一个明媚的少女变成了阶下囚。他在梦里拼了命的杀人，每倒下一位士兵，他离他就更近了一些。最后他屠杀了一座城，终于把残缺不堪的楚妙拥入怀里。第132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5。萧荣锦，你说话，你到底梦见了什么？第一次他只当他是玩笑话，这一次在听到萧荣锦说起此事，楚妙不得不重视起来。他好奇他梦里到底有什么，不能说吗？楚妙等了许久，未等到萧荣锦的回应。萧荣锦突然低嗤一笑，我说了，怕吓着你。吓着他？他经历过生死，被莫红针剥下脸皮，被亲生父母残害，被剁掉四肢装入酒壶里。楚妙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他前世的经历更叫人胆颤的。古人云，若是做了噩梦，一定要告诉身边的亲人，否则会噩梦成真的哦。楚妙开玩笑的说道。萧荣锦眉头顿时蹙紧，语气沉重了几分，不会的。那你告诉我，我在你梦里是什么样的？他仰头看他，发现萧荣锦此刻的表情非常阴沉。楚妙的情绪也被这压抑沉重的气氛带动，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怎么了吗？下一刻，萧荣锦低嗤一笑，说道，你这么想知道，那我还是告诉你吧。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在我的梦里穿着嫁衣嫁给了我，后来我又梦见你怀上我的孩子，肚子可圆可大了。等到孩子出世后，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忽略了我。你说这不是噩梦是什么？楚妙唇角一抽，从他怀里挣脱开，然后解开了自己的腕带，帮萧荣锦包扎手伤。还好只是手掌一条浅浅的口子，压一压伤口，血就止住了。萧荣锦见他不理会自己，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道，我带你去看别的东西，你再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添的。他拉着他的手走入另一个木屋，这个木屋里布置着很大的燕国地形沙地图，其中有好几座城市插着萧家军的旗帜。楚妙一眼发现了规律，问道，你打算利用这几座城来干什么？这些都是富饶之地，我把他们圈出来，各方屯粮铁，还有这面山常年闹匪患，我已经派人暗中端了这个匪地，用来做养兵场地。萧荣锦把他的计划都告诉楚妙。楚妙对萧荣锦的办事速度一点都不意外。娇娘，还需要加点什么吗？萧荣锦问。楚妙瞥了他一眼道，军用方面你比我更熟悉，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很全面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萧荣锦伸出一根手指头，勾住了楚妙的右手食指。我的生辰还有5日。生辰？11月初3，不正是萧荣锦的生辰吗？前世他常年卧病在床，平南王妃怕办生辰宴会累及萧荣锦，就安排全家吃个团圆饭，当是为萧荣锦庆生。而他的心思一直在莫红针身上，哪里时刻记着萧荣锦的生辰。如今萧荣锦一提醒，楚妙倒是想起来了。母妃打算几个兄弟小聚一顿，你有何打算？不能小聚。楚妙当下有了别的主意，你要宴请燕京权贵，包括几位亲王和太子殿下。现在那些人，一来最关心的是太子的事，二来便是有关于你的事情了。无论皇室还是你们平南王府的死对头，又或是中立队，都想知道荣安世子的伤疾恢复的如何，不如就趁此机会大办一场，到了生辰宴那日，你就……第133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6。楚妙踮起脚尖，伸长手臂，勾住了萧荣锦的脖子。萧荣锦下意识地弯下腰，把自己的耳朵凑到楚妙的唇边，听着他细细柔柔的言语。等楚妙说完后，萧荣锦顺势勾住了他的腰身。楚妙一时没有防备，小脸又往前凑近，本就贴着他很近的唇瓣，一下子碰到了他的耳朵。但也仅仅只是一下，萧荣锦就放开了他的腰身，把他扶稳。可楚妙整张脸就像一颗红透的果实，怔怔地盯着他看，没好气地说，那你刚才有没有听进去？听进去了。萧荣锦剑眉微挑，心情愉快地说，你要我今日脾气暴躁一些，喜怒无常一些，而太子便会以为是他的是香伞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以此来放松皇室对我的警惕。太子一定会亲自来一趟。楚妙低垂眼眸，萧荣锦这边也暗暗打着小算盘，太子来就来吧，到时他要好好谋划一下，送他一份大礼，叫他终身难忘。第二天天微微亮，楚妙是在萧荣锦的怀里苏醒的。两人昨夜并未回平南王府，而是要在桃源谷的宅子彻底长谈，后来不知怎地就睡过去了。他赶忙起身推了推身旁酣睡未醒的男人，道，世子萧荣锦。乖媳妇，再睡会。他又做梦了，不过这一次是美梦。他梦见楚妙穿着嫁衣嫁他，他搂着香香软软的小女人入梦。他不愿意醒过来。楚妙拿出一根银针扎在他手臂，萧荣锦猛地睁开双眼，天渐渐亮了。他坐起身，神色镇定又敏锐地扫过四方，
见自己身处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萧荣锦这才放松了警惕。坐在他身旁的楚妙道：“我们怎么睡在这？你得赶紧回王府，我们一起。”“不，今日是你回，我得回一趟长公主府。”楚妙不打算带上艳容。萧荣锦好奇地问：“怎么突然想回公主府？你有事？”楚妙从软榻下来，整理自己身上皱巴巴的衣裙，声音柔和地回道：“算算日子，我娘的娘家林氏族人也差不多要到燕京城了。不瞒你说，林老夫人此次入京是想替她的嫡次孙找一个媳妇，而林家嫡次孙那可是一个真傻子。”萧荣锦脸色一沉，周身立刻荡开了幽冷的气息。“你娘听林老夫人的。”楚妙用力压了压身上皱起的衣物，道：“放心吧，我娘就算想把我嫁给那样的人，长公主和祖母都不会同意的，她做不了主。”萧荣锦注意上了他的小动作，他伸手抓住了楚妙的手腕，看了看皱褶之处，起身就拉着他进入了另一间屋子。他走到一面墙前，轻推墙上的一个把手，墙面顿时发出了哗啦的响声。门后面是一整排女子的成衣。楚妙愕然：“你连女子的衣物也囤？”萧荣锦被他这话逗乐：“这些都是从我母妃的铺子里定制的衣物，是按你的尺码做的，都是你的，你可不要误会啊！我除了你没有别的女子了，你挑个你喜欢的换上，我去给你安排回长公主府的马车。星号有没有团宠皇后重生了的老书友？现在又刷到我世子妃，并且在追这本的宝宝，我看看我和你的缘分有多深。”第134章，我和你，我们的秘密6。萧荣锦走后，楚妙在衣柜前待了好一会儿。这样的柜子他前世也有过，他特意让人清理出一个院子，将那个院子的每一个房间重新打造。每一个房间放置的物品不同，其中就有一间用来打造成衣物间的。他点中的成衣都是独一无二，如令两人身份关系不同，他不能再像前世那样光明正大的为他置办衣物。可楚妙也远远没想到，他会在这隐蔽的地方为他准备这些东西。楚妙承认，他心底最后一道防线崩断了。萧荣锦这个傻子，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有多恶毒，却还天真的傻傻的为他做这些。他在千件成衣里一眼选中了紫蓝裙，这是萧荣锦最喜爱的颜色，可前世的他故意避开与他衣物相同的配色，挑选浅蓝。浅蓝色是莫红珍喜欢的配色。萧荣锦以为他不喜欢紫色，从此他的衣柜里再无紫衣。约莫2刻钟，楚妙从屋子里走出来。萧荣锦站在桃林，身影挺拔的立在溪流旁的木桥前。楚妙捏着裙摆迈过门槛，轻声唤道：“阿锦，我好了。”萧荣锦听到楚妙的呼唤声，下意识的回头看，他嘴角叼着的一朵桃花悄然滑落。楚妙穿着紫蓝云冰裙，不缓不慢地走向他。等到他走近他的时候，萧荣锦才发现楚妙上了淡妆，左眼角下的红痣被他画成了一朵偏紫又带粉色的桃花，与他身上的紫蓝云冰裙色调非常相称。这样的楚妙比往日多了一份娇媚。萧荣锦的一颗心跳得很厉害。楚妙有多优秀，他比任何人都还清楚。若不是他故意压下自己的才华智慧，如今也不会站在这里。你这样子，叫我怎么敢把你带出门？萧荣锦调侃道。楚妙低头看了看裙摆，我穿的不对，还是哪里不好？那我回去换了。他正要转身时，萧荣锦立刻抓住了他的手臂说：“不是，是太好看了，这身衣物很适合你，你喜欢吗？”萧荣锦脸庞露出了温柔的笑。楚妙再次低头看着一身华丽的长裙，点头道：“我一眼就相中了她，好看极了，娇娘的眼光可真好。”他围着她打量了一圈，实在是不舍得把她送回长公主府，但一想到那糟心的林氏，他觉得楚妙回公主府会更好。走，我给你安排好了马车。他揽起她的腰身，飞出桃源谷。而萧荣锦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萧家的长子萧荣启及萧家的四子萧幼卿就从另一个宅子里走出来。二人将楚妙与萧荣锦之间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萧幼卿整张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指着萧荣锦飞离的方向，结结巴巴地对萧荣启说：“大哥，这大白天的，应该不是我见鬼了吧？就当是你见鬼了吧。”萧荣启也看着萧荣锦离开的方向，说：“不管你今日在桃源谷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把它烂在肚子里。”那萧幼卿咽了口口水，能不能告诉娘，三哥他好好的，还跟人家郡主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咱们萧家男儿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萧荣启沉默了片刻，他发现娘近日的举动很诡异，怕是出面了三弟身上。娘他怕早就知三哥是装的。如今萧家局势，三弟与浮云郡主这事难成，除非……第135章林老夫人的心思一。娘一开始就知道你三哥的病情，那位浮云郡主也不是个普通人，她与老三应该是达成了什么协议，老三很信任她。你有一句话没有说错，萧家男儿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此事还需通过娘来替他二人做主，需从长计议。
好好谋划一番。萧荣启的言语中暗藏涌动，他精于攻心谋略，对燕京权贵人脉掌握得一清二楚。浮云郡主代表着太子、楚家走入平南王府，他们萧家应该防。可老三十分信作他，他是相信老三的眼光的。萧幼卿听到萧荣启的话时，搓着肉乎乎的双手，那我去同娘说，可行？萧荣启又警告了一声，今日你在桃源谷看到的事。哎，大哥，我知道了。你别看我一天天没个正形，我知道萧家的根，萧家的隐患，我有分寸的。说完，萧幼卿从衣里拿出了一袋肉包子，一口一个。10月30清晨，楚家林氏带着一众下人在府门前东张西望。楚家的马车停在了府门前，刁嬷嬷从里面下来。林氏快步走向马车，往马车里探了探，发现只有刁嬷嬷一个人下来。他抓住了刁嬷嬷的胳膊，压低声音询问：“二小姐呢？”刁嬷嬷面露难色，道：“回夫人，平南王府的人说，郡主一早就回公主府了。”回公主府了？林氏声线提高，细眉高挑，脸色有些难看。她好歹才是他的亲娘，他连着10天半个月不回来看他这个亲娘，却跑到外人府上去，楚庙这是什么意思？马车咕噜的声音传来，林氏听到旁边的动静，抬头看了看，8辆马车，10几辆拉货车子相继停靠在了楚家门前，那货物上插着林家商行的旗帜，正是从蜀州而来的林家人马。林氏收敛不悦之色，抬手抚了抚鬓发，对刁嬷嬷说：“那就去公主府请二小姐回来，告诉她，她的外祖母来了，她今日必须回府，这段时间最好也在楚家安分待着。”是。刁嬷嬷应了一声后，林氏就笑脸迎前马车，将林家的人从马车里迎下来。林家此次来了10余口人，林老夫人的2个儿媳妇、2个嫡孙、3个嫡孙女都来了。林氏看到林老夫人时，分外亲切地唤道：“母亲、大嫂、二嫂。”林家晚辈见了林氏，也纷纷向林氏行礼。林老夫人握着林氏的手，红着双眼哭了一番，道：“咱们母女俩快有1年没见了吧？你大嫂、二嫂这一路还惦记着那孩子长得像不像你呢？哎，那孩子呢？让我看看。”林老夫人说完，便往林氏身后找寻楚妙的身影。可林老夫人只看到一群下人，她抬手指了指人群，问林氏：“那孩子怎么没起来吗？”说到这，林老夫人对楚妙的影响大打折扣，然后开始对林氏说教：“你这样管教孩子可不行啊，日晒3竿了，哪有人睡到这个日头的？好人家的姑娘这个时候就该起来练琴、写字、作画了。像你大嫂的女儿淑妹，每日起的比鸡还早，所以啊，她弹得一手好琴，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画。”被点名的那林淑妹从晚辈群里走出来，对着林氏行了一礼。林氏被林老夫人说的有些难堪，她抬头看向林淑妹的方向。那林淑妹在蜀州就如楚瑶雪在燕京城一样，是德貌相间的第一人。林淑妹那水灵灵的模样，一下子让林氏想到了楚妙，越想越觉得楚妙给她丢脸了。林淑妹往内一站，无需言语，便体现出了一个大家闺秀的气质。楚妙哪都不是，只会气她，让她成为燕京城的笑柄。第136章，林老夫人的心思儿。姑姑。林淑妹声音轻柔地唤林氏。林氏哎了一声，对优秀的姑娘总是多几分打量，再拿自己培养的2个孩子去对比一下。若是姚雪在，也如林淑妹这般温婉大气，不是楚妙那样的乡野丫头能比较的。淑妹长大了，真好看呀！林氏忍不住地夸赞一番。林淑妹巧言情笑。林老夫人十分得意地握住了林淑妹的手，道：“她呀，比起当年的你来，可是有过之。咱们林家出来的姑娘，哪一个不是顶顶的好？对了，姚雪那孩子啊，小住了10天半个月后就留下信，自己离开了，你可知？”林氏自然知道。楚瑶雪说想出去散散心，林氏觉得如今的局面，楚瑶雪也不能为他争光了，便放他离开。知道的母亲。林氏不想再提楚瑶雪的事，便上前挽着林老夫人的胳膊说：“母亲，咱们入府聊吧。”林老夫人点了一下头。就在林氏准备带着众人入丞相府的时候，一道身影突然从马车里跳下来，扑到了林老夫人的2儿媳妇杨氏身边，大呼大叫：“娘娘，我的媳妇呢？我要媳妇！你说过来很远的地方会有媳妇。”杨氏赶紧安抚自己的小儿子：“好，我们先进去。”林氏下意识地回头看杨氏身旁的小儿子，那就是林家嫡次孙林鸿深。8岁那年高烧烧坏了脑子，林家的人宝贝得很，林老夫人更是将林鸿深接到身边喂养，因此养成了现在这副脸大如盆的大块头。林氏的脸色一下子就不好了，让楚妙嫁给这样的傻子，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而林老夫人听到小孙子在闹，从怀里拿出了一颗糖，给林鸿深道：“乖孙孙，你听话啊，祖母这里有糖，等你吃完糖，小媳妇也就有了。”糖，我要糖。林鸿深接过林老夫人手里的糖，连糖纸都没拆掉，一股脑的往自己嘴里塞。杨氏及下人都见惯了，便任由林鸿深。
林老夫人心情不错的随林氏入府，紧随在后的林淑妹微微抬眸望向林氏的身影，唇角勾起了一抹嘲讽。她不是真正的林淑妹，而是楚瑶雪。她从暗室里找到了邪医黑鬼，花重金让她为自己改造这张脸，变成了林淑妹，然后取而代之。林鸿深就是她送给楚妙的大礼。她在林氏跟前长大，她知道哪怕林氏心里有100个不愿意让楚妙嫁给林鸿深这样的傻子，但林氏还是会照着做。而从她换一个身份回到这里的时候，她楚瑶雪就是林淑妹。进入府内，林氏没有让人去打扰楚老夫人，便在自己的院子布早膳。杨氏一直未见楚妙露面，意识到不对劲，便询问道：“妹妹，怎么迟迟不见楚妙呀？”林氏唇角微僵，看了眼杨氏旁边狼吞虎咽的林鸿深，还未等他回话，林老夫人先说道：“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楚妙人呢？让他一块坐下来与我们用早膳，也好让他跟深深互相熟悉一下。”杨氏看林文婉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略显不悦，妹妹莫不是嫌弃咱们家鸿深，不同意楚妙嫁过来？第137章林老夫人的心思3。林文婉心头一紧，她从小受林老夫人的逼迫，以至于纵使嫁人了，林氏还是怕极了林老夫人的威严。在她听到杨氏的话后，急忙开口道：“不是的，二嫂，妙妙不在府里。”不在府里？林老夫人眉头一皱，缓缓放下了筷子，追问道：“那她在哪里？一大早就让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出门了，不是我说你，你怎么把林家的规矩都忘了？她虽然不在你身边长大，可如今她是楚家二小姐，你就不能再放任她？万一她出去跟什么人鬼混，阿深可不能娶这样的媳妇。你赶紧派人把她叫回来。”母亲，妙妙不在府里，不是一大早出门了。你有所不知，妙妙现在不光是楚家二小姐，还是长公主的义女，皇上亲封的浮云郡主。至于她被封为五品女医官，派往平南王府为荣安世子治伤疾的事情，林文婉并没有多说。她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皇上派她去给男子治病，这对未出阁的楚妙而言，实在不能提。林老夫人的大儿媳妇宁氏一听到楚妙还有封号，两眼顿时发亮。楚妙现在还是郡主啊！宁氏的态度让林文婉在娘家人面前找回了一点面子。她含笑着给林老夫人布菜。长公主无儿无女，见妙妙伶俐，便当着燕京权贵的面向皇上讨要妙妙做义女。皇上又是长公主的兄长，怜惜长公主名下无子嗣，便亲自封了妙妙为浮云郡主。如今还在长公主府，我方才已经让刁嬷嬷去带她回府，过一会妙妙便会回来。母亲，嫂子，先用早膳吧。想来妙妙应该同长公主一块用膳，我们无需等她。哎呀，怎么也没听家里人说妙妙还是郡主。我要是知道，您是斜着眼瞥了瞥林鸿深。他要是知道楚妙还是长公主的义女，皇上亲封的浮云郡主，哪里还轮得到林鸿深这个傻子？宁氏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杨氏知道他心里在打什么算盘。他给自己的儿子夹了一大块的肉，笑眯眯地说道：“儿子，等会浮云郡主回来了，你可得好好表现，对她好，把她当宝贝一样捧在手里，将来让郡主给你生几个大胖小子。”林鸿深只顾着吃，满面油渍地说：“大胖小子，我要生大胖小子。”林老夫人见小孙子胃口大开，心情也极好。而此时的楚妙也正跟长公主一块用膳。长公主看着面容略显消瘦的楚妙，心疼的亲自给她盛羹汤，轻声细语地问：“娇娇，这些日子在平南王府可吃好了，睡好了？平南王妃人好相与吗？”“娘亲，平南王府的人都不是什么苛刻之人，你不用担心我。本宫怎么听说荣安世子现在脾气暴躁，稍有不顺便咬下人，他有没有伤到过你？”长公主问道。楚妙掀开袖子，露出了一轮已经愈合的牙印。长公主扶起自己的袖子，握住了楚妙细白的手腕，看向那轮牙印，顿时心疼地说：“他真的伤了你？本宫捧在手里怕坏的女儿，他就这样待你。”星号，书中哪些人物深入你的心？选一个吧。作者君：平南王妃。原因：萧娘亲富可敌国，好有钱呀。第138章林老夫人的心思4。娘亲。楚妙抽回自己的手，像荣安世子这样尊贵骄傲的人，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心态难免失衡。我们没必要跟一个残疾之人计较，你说是不是？再说，我是医者，不是所有的病患都像娘亲一样乖巧。我们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不能因为对方脾气暴躁就放弃病患。长公主听到这番话，心里既欣慰又心疼楚妙。若是在外有谁欺负你，你定不要瞒着娘亲哦。长公主声音温柔地说道：“我不会跟娘亲客气的。”楚妙笑道，可心里却十分惆怅，这是她不太愿意经常回长公主府的原因。长公主虽是皇室中人，可长公主对她的确好到没话说。虽然这份情感维系在长公主对驸马及早年夭折的女儿的一份寄托上，但这样的寄托可不是谁都能享受。他日她与皇室兵戎相见时，她跟长公主再不可能以母女相称。楚妙低下头，继续吃着碗里的膳食。
这时宫嬷嬷走入，给长公主和楚妙行礼后，说道：“长公主、郡主，楚夫人身边的刁嬷嬷来了，现在就在府外等着。”长公主眉头一蹙，心里有些恼林氏的作为。每一次楚妙回公主府待不上多久，林氏便会派人来跟她抢楚妙。林氏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有说什么吗？楚妙放下手里的勺子，问道。宫嬷嬷说：“她说蜀州林家刚到燕京城，林老夫人十分想见郡主。”长公主听到这话，细眉皱得更深。蜀州林家是你母亲的娘家人，本宫也不多劝你。你想回便用完善就回，你若不想回，也无人敢说你什么。娇娇还是那句话，我现在是浮云郡主，皇上封赏的，我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替娘亲和皇上考虑。我等会就回一趟林家，见一见我从未见过的外祖母。好，本宫会让人给你安排一些礼物，送给林老夫人。在礼节上，长公主自然不想被人拿捏画饼，不过本宫也听说林老夫人年轻时也不太好相处。总之，不必事事考虑着别人。你若在那待得不舒服，就随管姑姑回来，本宫让管姑姑陪你一块去。楚妙起身时，从行衣箱里拿出了一张药方，放到桌上，道：“这是我给娘亲重开的药方，娘亲这段日子就先用我这方子调理身子吧。”好孩子，没想到你到了平南王府，还惦记着本宫的心急。长公主亲自收起药方，送楚妙出府，还再三叮嘱管姑姑定要护好楚妙。楚妙回到楚家时，楚家前院一片欢笑声。她不缓不慢迈过院子，朝着大厅走去。可她还未走入大厅，一道体积巨大的身影突然从她身侧走廊冲出来，一把扑向了楚妙。楚妙眼眸一沉，大步迈入大厅门槛。她只觉得后背袭来一阵凉风，没一会儿就听到砰一块巨响，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声声成年男子的大哭声：“哇，好疼！他打我！娘，祖母，他打我！”第139章林老夫人的心思舞。大厅内原本有说有笑的人，顿时从椅子里站起身，都往外涌。特别是林鸿深的母亲杨氏，第一个从大厅里冲出来，宝贝似的将摔了2颗门牙的林鸿深扶坐起。而那大哭大闹，差点把楚妙扑倒的人，正是林家的傻子林鸿深。他指着楚妙，一边哭一边闹：“娘，他打我，他把我的牙打掉了，你快去打死他，打死他！”楚妙，林氏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听到林鸿深说楚妙打他，他觉得楚妙干得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呵斥道：“你怎么能打你二表哥？我没有打他。”楚妙冷静镇定地站在原地，眼底没有一丝温度。林家人林氏在前世对待他，就如对待一只低贱的狗，从未将他当成人看待。那林老夫人更是好笑了。前世林家也是迁入燕京城定居，林老夫人把她当成丫鬟一样呼来喝去，甚至她还不如林老夫人身边的贴身婢子呢。你没有打她，她怎么会哭？阿深从不说谎的。你看你把她门牙都打掉了，娘，你快管管，这样下去可还得了。杨氏抱着林鸿深，骂咧咧地叫唤着，心里已经把楚妙当成林鸿深的媳妇，自然而然就想借机给楚妙一个下马威。林老夫人看到林鸿深嘴里流出来的血和掉在地上的2颗门牙，也气得不行，哪里还记得楚妙还是郡主的身份？你就是楚妙。林老夫人指着楚妙道。楚妙扫过林老夫人，道：“对，我就是楚妙。”管姑姑看林家的人无视楚妙的郡主身份，心里十分恼怒，正要上前护着楚妙时，楚妙伸手握住了管姑姑的胳膊，暗暗示意管姑姑先不必开声。那林老夫人得知眼前的人就是楚妙后，声势更大：“你娘管不了你了，我这个做外祖母的可不会坐视不管。你打了你二表哥就是不对，我们林家可没有这样的家规。来人，拿我的杖身来，我今日非得让你知道林家的规矩。快拿老夫人的胡头杖！”杨氏不嫌事大，吆喝着让下人去拿林老夫人的杖身。一名嬷嬷赶忙去拿胡头杖来。楚妙冷漠地扫过林氏，红唇勾起了一抹淡薄的弧度，嗓音响亮地说道：“这里是楚家，我姓楚，林家人上门是客，却跑到主人家来立林家规矩，不知又是立的哪方规矩？”楚妙是我媳妇，娘，我要媳妇，让楚妙做我媳妇，你们快把她给我。楚妙话音刚落，那林鸿深就盯着楚妙大声嚷嚷，而林鸿深看楚妙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块肥厚的肉，恨不得将楚妙生吞了。管姑姑听到林鸿深的话，再无法忍受林家人的作为，开声呵斥：“林公子可不要这样看着我们家郡主，说出这等辱人的话。我们家郡主还未婚配于人，再说接陈宴那日，长公主已经同楚夫人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家郡主的婚事不是楚家做主，而是我们长公主做主。当日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都在场，楚夫人是吧？”第140章林老夫人的心思六。林氏神情一僵，猛然看向管姑姑的方向，想起了接陈宴时管姑姑诬陷她的那些话，心中又恼又怒，十分记仇。可碍于她是长公主的人，林氏又不敢拿她如何。现在管姑姑特意点到她，林氏不得不劝阻几句。
在楚妙嫁给林鸿生之前，绝不能让长公主知道林家人的想法，明的不行，那就暗的来。林氏原本还觉得将楚妙嫁给林鸿生怎么都亏了，可看楚妙刚才的态度，林氏已经下定了决心。既然他管不住楚妙，那就交给老夫人去管他，到时叫楚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在林老夫人想回怼管姑姑的时候，林氏快步走向林老夫人，伸手挽着林老夫人的胳膊，将她拉入了大厅，远离楚妙与管姑姑。到了大厅里，林氏回头瞥了一眼管姑姑与楚妙的方向，压低声音给林老夫人说：“母亲，你先消消气。”林老夫人此时的脸色非常难看，在她眼里，就算管姑姑是长公主府的下人，那也是下人。一个下人怎么敢用这样的态度跟她说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刚才说楚妙的婚事还要经由长公主同意，难道你这个做母亲的还做不得主了？自己生的女儿做不得她的婚姻大事，这说出去不得被人笑话。林老夫人面红耳赤地说。林氏皱眉又看了眼楚妙，一只手轻轻地抚摸林老夫人的背，说道：“母亲，楚妙的事情有些复杂，长公主的确很看重楚妙，所以你根本没打算让楚妙嫁给阿深。”林氏的话还未说完，林老夫人脸色一沉，眼中再无半点欢喜之意，气急败坏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当初在信上怎么不提？你要没那打算，我绝不会带着阿深过来受人这般羞辱。”娘！林氏心里急了，她声音比刚才还低。明面上长公主的确是那样说，皇后娘娘与太子也的确在场，但是明的不行，我们可以来暗的。阿深这种情况，若是做出什么事来，皇上也不敢怪罪啊。林老夫人还在气头上，但听到林氏这番话，她眼珠子转溜了一圈。那些暗的手段，她年轻时可没少做过。你是说，林老夫人回头瞥看楚妙，双眸微微一眯，等他们生米煮成熟饭，长公主得了松口答应。林氏讨好的点头应道。林老夫人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所以母亲，咱们现在不跟那刁婆子计较，也必须得沉得住气。林氏低声细语地说。林老夫人轻哼了一声：“我暂时信你的，你可别让我这个做母亲的失望。还有，淑妹是要进宫选秀当太子妃的，这件事情你要给我好好安排。等淑妹当了太子妃，你们楚家也跟着光耀门楣，让楚妙嫁入林家，那是亲上加亲。”林氏听完这段话，心情又不大好了。太子妃原本是她女儿姚雪的，不过老夫人说的没错，淑妹当了太子妃，楚妙嫁入林家，两家亲上加亲，也是极好的事。放心吧，娘，我会给淑妹安排的。说完，母女二人便往走，而楚妙却将那二人的神情语态看得一清二楚。林氏是打算明的不行来暗的吗？第141章，林老夫人的心思期。以林氏对林老夫人的孝敬之心，林氏一定会想尽办法哄得林老夫人开心。而林家现在在她身上动了心思，那明的不行便会来暗的。很好，真是人间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那就别怪他心狠毒辣了。这头，林氏扶着林老夫人从大厅内走出来时，杨氏怀里的傻子林鸿生突然改口说道：“娘，他没有打我，刚才是我自己扑过去，摔在了地上，是地板太硬，他磕痛了我的嘴巴。你叫人把这地砖掀了，他坏坏。”杨氏脸色一变，抱着自己的儿子说：“乖儿子，好儿子，你祖母会给你做主。”林老夫人已经从大厅内走出来，刁嬷嬷走到林氏跟前，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林氏夫人。郡主的确没有打林表公子，郡主刚入大厅，林表公子就摔下了台阶。杨氏心里怒火冲天，他儿子哭得那么惨，就算不占理，他都觉得楚妙不对。可还未等杨氏大骂，林老夫人就一改之前的态度，对楚妙颇为温和地说道：“既然事情已经弄明白，那这件事情就过了吧。我跟妙妙初次见面，的确不该争得面红耳赤，闹出笑话。”娘，杨氏不甘心。林老夫人横眉一扫，呵斥杨氏：“闭嘴！你先带阿深下去看看伤。”杨氏不敢忤逆林老夫人，只能愤愤不平地扶起儿子。但林鸿生不愿离开这里，他转头盯着楚妙，叫唤道：“媳妇，我要媳妇，妙妙是我的媳妇，快把二公子的嘴巴堵住！”林老夫人亲自下命令道：“他这人精着呢，知道有些事情藏着做最好，若是明着说多了，有心人难免提防。”杨氏没有去堵林鸿生的嘴，但林老夫人身边的两个婆子拿出了大包子，塞到林鸿生嘴里。林鸿生这才将注意力放在了食物上，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在杨氏的拉拽下离开此院。等林鸿生被人带走后，林老夫人一副慈祥的神态，上前拉起了楚妙的手，笑道：“妙妙啊，刚才那都是误会，这不，你二舅妈最近给你二表哥相了一位姑娘，准备谈婚论嫁了。阿深就一直惦记着自个的媳妇。你母亲刚才也说了，你的婚姻大事还要询问长公主，我们也不敢随意塞个人过来啊。这位姑姑，你说是吧？”管姑姑脸色很难看，她觉得事情不简单。林家真要是给林鸿生找了姑娘，那刚才为何一口一句楚妙的叫唤？
他觉得林氏肯定又想在郡主身上谋图什么，而此事跟林家表二公子有关。林氏真若是有心把郡主嫁给林家表二公子，那就太过分了。管姑姑态度强硬地回道：“楚夫人，长公主的脾气如何，全燕京的人都知道。郡主若是在楚家出了什么事，长公主绝不会妥协。”林氏嘴角隐隐抽抖，这刁奴！管姑姑，我想刚才林二表公子的话只是无心的，既然误会已经解除，那就请外祖母、舅母们还有几位表姐在楚家住得愉快，住得舒心。楚妙说完，被林老夫人握着的那只手也慢慢的抽回，视线直接擦过林氏头鬓，轻描淡写的扫过她身后站着的林淑妹。星号，你们喜欢感情虐一点还是宠一点？第142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衣。楚妙看向林淑妹的时候，林淑妹也在看着他，两人四目短暂的接触了一会，便互相点了一下头，含笑回礼，却心生各异。林氏看局面控制住，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妙妙，既然回府了，就留在家里小住几日吧。你外祖母在信上提了你好几次。对，留在楚家，陪外祖母讲讲你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林老夫人说完，回头朝着林氏看了一眼，母女二人难得的默契，楚妙都看在眼里。看他们两个这么能屈能伸，楚妙倒也不介意陪他们演一演。我此次回府，本也是打算小住几日，陪陪祖母。既然外祖母刚好赶在这个时候到燕京城，外祖母可要叫我娘带你去燕京逛逛。楚妙抿嘴浅笑，说道。林老夫人笑眯眯地说：“逛燕京的事情以后多的是时间，倒是你这孩子可没少让外祖母惦记着。如今见着了，外祖母怎么还有心思想旁的事情？这些日子我会在你母亲院里小住，你也留在你母亲院里，咱们祖孙俩方便谈话。”楚妙心中冷笑，恐怕不是为了方便谈话，而是为了方便他们按下手段。林氏怕楚妙不肯，在林老夫人说完后，林氏赶忙温声细语地劝说道：“妙妙，你外祖母可想你了，这些日子就依你外祖母的吧。”楚妙看了一眼林氏，回道：“娘放心吧，这点礼数女儿还是懂的。管姑姑，将我的东西搬到我娘的院里。”管姑姑心里不赞同楚妙的做法，她总觉得林老夫人不安好心，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那林老夫人与林氏的说辞又叫人找不到一丝错处。管姑姑只好带着满腔的疑惑，随林氏的人去了蓝景轩。楚正德回府时，得知楚妙回来了，派高管事亲自去请楚妙到书房来询问荣安世子的事情。楚妙走入书房后，规规矩矩的行礼：“女儿见过爹爹。”楚正德因太子的事情，近日心情一直不佳，看到楚妙的时候，眉眼玉色浓浓。荣安世子现在如何？楚正德开门见山地问。他现在急需了解荣安世子的身体状况，好向皇上邀功，稳住朝堂势力。爹爹，近日女儿给荣安世子治的手伤已经有了一些成色，平南王妃见荣安世子可以自己用勺子喝汤药，对女儿也渐渐放松警惕心。平南王对女儿也有了几分好脸色，倒是平南王府的那几位公子，女儿还需进一步了解他们，取得平南王府众人的信任，窃取平南王府的军机要秘，踏入平南王府的秘密军政书库，是太子与楚正德想要的结果。楚正德脸色缓和了不少。楚妙继续说道：“这些日子，荣安世子在服用了太子殿下给的是香散后，脑子有些失智不清，偶尔暴躁发怒。他觉得周围的人都要杀他，连平南王妃有时候都无法近身给荣安世子喂药。他只要女儿在跟前伺候。爹爹，这算不算成功了一半？”楚正德双眸微眯，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很浅淡的笑容。是香散便是会让一个正常人失智暴躁，等我向太子禀明，再派或太医亲自为荣安世子诊断。你要做的是让荣安世子完全只信任你一个，到时候便可以从荣安世子的身上找突破口。第143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2。是，女儿不敢忘了爹爹的叮嘱。楚妙低垂眼眉，一副温顺的模样。他知道楚正德与太子也在半信半疑的用他，才会想着让或太医出宫再为萧荣景诊断一次。不过楚妙一点都不担心萧荣景身体的异样，倒是林家那个麻烦要尽早解决。他微微抬眸，声音低羞地问道：“爹爹，太子殿下的身子如何？”一提到太子的身体，楚正德整张脸又渐渐沉下来。太子的身体已经在慢慢康复中，只是如今朝堂及外面的风评大不如从前。更糟糕的是，他们找到马守良的时候，马守良连人带马车坠崖了。因此有人阴谋论说是太子派人在马守良的马车轮子动了手脚，杀人灭口。太子现在是百口难辩。楚正德沉默了半天，没有回答楚妙的话。楚妙小心翼翼地说：“爹爹，当日为何不让罗管事或者高管事来平南王府找女儿？女儿也是医者，无论是与否，那些病症都难不倒女儿的。娘安排的马府医，女儿一直觉得有些问题。”楚正德眉头顿时一蹙，眼眸犀利地盯着楚妙：“有问题？”楚妙抬头，正眼对上楚正德的双眸，一脸坦荡地郑重点头。然后他从衣里拿出了一张药方，走到楚正德的书桌前，将药方放到楚正德面前。楚正德拿起药方看了看，
药方有什么作用？他看不懂。爹爹，这是马府医开给祖母服用的药方，我问过祖母，这个方子一吃就吃了快1年。起初方子对祖母的病症还有些作用，但服用了一段时间后，祖母的病症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日渐控制不住，经常会有头痛、晕眩、嗜睡感。而这方子是我在查过药渣后便写出来的，这方子有问题。楚正德拿起方子盯着楚妙问道。楚妙说，这方子其实没问题，但是马府医用这方子用了快1年，我不知道是马府医医术不精，不懂得实时辩证，及时调整药方，还是为了偷懒没有调整药方。女儿看祖母身体越发不佳，私下给祖母偷偷调整了方子。秦姑姑说，祖母近日的精神状态比之前好很多。说话间，楚妙又从自己的衣里拿出自己调整的药方，递给楚正德。质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楚正德一定会去查这2个药方，即关注楚老夫人的病，最后将矛头指向林温婉。他会觉得林温婉对太子不满，暗中报复太子，杀人灭口，栽赃给太子殿下。如此，夫妻离心仅仅只是第一步，他还有好几个大礼要送给林温婉。林家人就是将林温婉推向绝路的一个助力。而楚正德在接过楚妙的药方时，神情阴沉无比，半天没有说话。楚妙道：爹爹，如果当时太子殿下生病找到了女儿，女儿一定不会对外泄露太子殿下的病情。对了，爹爹，外祖母带着2位舅母、2位林家姑娘，还有1位二表哥到咱们府上来了。二表哥还当着众人的面说了几句很奇怪的话。二表哥？楚正德眼皮子狠狠跳了几下。林家二公子不是一个傻子吗？第144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3。他说了什么？楚正德对林家这位二公子的印象可不大好。有一年，他随林氏回蜀州探亲，这位林家二公子趁他不备，直接将他推到了林家的莲花池里。之后，他再没去过蜀州，也不曾见过林鸿深。楚妙低声回道：女儿刚从长公主府回来，正在踏入大厅门的时候，那二表哥突然从我左手旁冲出来，差点扑到女儿身上。楚正德倒吸了一口凉气，差点破口大破一句：这疯子，这傻子。幸好女儿躲得快，只是那二表哥也摔掉了2颗门牙。二舅母和外祖母十分生气地指责女儿，说女儿欺负二表哥。二表哥就在2方起争执时，对二舅母说：楚妙是我媳妇，娘，我要媳妇，让楚妙做我媳妇，你们快把她给我。听到楚妙说最后一段话时，楚正德整张脸阴沉可怖，若非他定力好，他早就先捉了。他楚正德的女儿怎么能被这样的傻子亵渎了？但话又说回来，林家那个傻子从未见过楚妙，是谁告诉他楚妙要做他的媳妇？楚正德越想越不对劲，楚妙的婚姻大事可不是林氏一个人说了算，她要嫁给谁是需要经过太子的同意。她如今是不在萧家的一颗棋子，楚正德也暂时没考虑过她的婚姻大事。莫不是林氏瞒着他答应了林家什么？想到这，楚正德双眸微眯。那你母亲是什么反应？娘他拉着外祖母进了大厅，不知说了什么。再出来的时候，外祖母的态度就变了，对我也和善了许多。楚妙道。可这在楚正德看来，事出有妖必有鬼。楚正德摆了摆手，说道：此事我会与你母亲问清楚，不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你先下去吧。是，爹爹。楚妙扶了一个身，走到书房门时，楚妙又停下脚步，回头看对楚正德说：爹爹，听平南王府的人说，11月初要给荣安世子办生辰宴，爹爹不妨去看一眼，到时再决定要不要改一改我给荣安世子的治疗方案。楚正德抬眸看了他一眼，眼底暗涌着诡计，点了一下头。楚妙走后，楚正德也起身走出书房门。高管事走过来询问：老爷，您要出去吗？楚正德道：去松清院看看老夫人。而楚妙从楚正德的书房出来后，路经了方雨院。他放缓脚步，扫过方雨院紧闭的院门，眼中划过了一抹幽凉的冷意。方姨娘，方莲，为了能在楚家立足，曾几次求见祖母。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方莲因求而不得，曾对他的祖母下黑手，导致祖母身体比之前更差。如今他腹中的孩子也有3-2个月了吧？一旦他生下腹中子，他的父亲楚正德就会用他抵宋宁婉的命，换外室一个身份。可他不想再留方莲去害自己的祖母。想到这，楚妙眼底闪过了一丝算计。深夜，蓝景轩的西院灯火还亮着，楚妙坐在妆镜前，手里拿着一个药盅，往里面倒了不少药粉。身后的窗门被人轻轻推开，发出了轻微的咯吱声。楚妙微微抬头，从铜镜里看到了萧荣景的身影。他从外面跳上窗，又快速从窗台上跃入屋门，而身后的窗门在他进入房间后自动关上。一切举动水到渠成，看起来并无半点不妥。楚妙也是见怪不怪了。萧荣景见了楚妙后，心情颇为愉悦地走向他，又要干什么大事？带上我啊！楚妙低头看了眼手里的药粉，你来的正好。他把盅里的药粉倒在了药瓶里，那药瓶里有可溶液体，药粉倒在里面后就化成了无色无味的液体。楚妙轻轻晃了几下药瓶，
随后再将药放到一旁，道：“这个是给林家二公子用的。”第145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理寺。这个药，萧荣景好奇地打开药瓶子，正要闻里面的药味时，被楚妙阻止了。他扣住了萧荣景的手腕，仰头对他说道：“不能闻，这是致幻药水，我加工过的，10者1滴至情，可使男女兽性大发。闻者虽不至于中剧烈情毒，但身体也会有些许变化，对于你现在这副身子不好。”萧荣景额旁太阳穴突突地跳了几下，他刚才闻了一下，并没有什么气味。此时听到楚妙的话语时，萧荣景下意识地拧好药瓶盖，由上至下的扫过楚妙。本世子是个正常男子，不需要致幻药也能兽性大发。楚妙，他哑口无言地盯着他。萧荣景挑了一下眉，低低笑了2声，道：“你以后就知道了。”他嘴角微僵，没好气地说：“办正经事。”你说，他好肉食。今夜林氏让人准备了不少荤食，送往林鸿深居住的南香阁小院。杨氏会在一旁看着他，你不便动手，那就去后厨找机会把药放到林鸿深食用的膳食里。记住了，最大最肥的肉一定是林鸿深吃的。这种事情他也不担心萧荣景会放错，毕竟萧荣景办事向来小心谨慎，对自己要求很高，不允许自己出半点差错。萧荣景将药塞入自己的衣襟内，道：“给他吃了之后呢？你打算把他送给谁？”楚妙红唇微扬，眼中泛着狡黠的光华，浅浅笑道：“我爹的小妾，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在今夜对我下手。等杨氏一走，你就想办法将林鸿深引到芳雨院，这一路别让他碰上女人。”萧荣景一边听一边兴奋地盯着楚妙，这样的坏事多来几趟他都不觉得无聊，甚至他还觉得好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包给我，那你呢？萧荣景虽然知道楚妙很聪慧，但也难免担心那些豺狼对楚妙来硬的，毕竟楚妙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弱女子。我呀，楚妙转头面对着铜镜，拿起一旁的卸妆方巾，将煤炭一点一点卸去。坐山观虎斗，且看他们狗咬狗。南香阁内，杨氏一边手帕子擦拭自己儿子的嘴角，一边叮嘱道：“你慢点吃，你慢点吃，这儿还有。不能吃太慢。祖母说我今夜要吃饱饱，吃饱饱了，我才有力气跟媳妇儿睡觉觉，生小宝宝。林鸿深就算丢了2颗门牙，也不妨碍他大块吃肉。”这时，一名高高瘦瘦、长相平平的小厮端着一头烤乳猪走入屋子。杨氏见此，帮忙把林鸿深面前的盘盘叠叠收拾开，将那头烤乳猪放到林鸿深的面前。林鸿深看到面前的烤乳猪后，顿时觉得自己手里的食物不香了，当下就将手中的烧鹅丢到身后，然后捧着那头烤乳猪大口吞咽。杨氏依旧在一旁叮嘱：“乖儿子，你吃慢点儿，别噎着了。”林鸿深用膳时发出了猪吃食的声音，根本听不进杨氏的话，只顾着美食和美人。林老夫人给他灌输的思想便是：今夜吃饱饱才有力气跟楚妙睡觉生宝宝。他要快点吃，吃完了就可以找楚妙睡觉生小宝宝。刁嬷嬷突然走进来，要杨氏的耳边说了几句话。杨氏看了眼自己的儿子后，便吩咐一旁高高瘦瘦的小厮看好林鸿深，就离开了。那小厮在杨氏离开后，眼底露出了诡异的华光。星号，想怎么虐林大傻子？第146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物。不多时，林鸿深从南香小院走出来，而院里的下人们皆被林鸿深一棍子打晕。此时的林鸿深理智渐渐迷失，他只知道有一道声音在呼唤他。他循着女子的呼叫声，一摇一晃朝着芳雨院走去。守院的2名婆子看到陌生男子朝芳雨院来，下意识地提高警惕，拦住了满脸油迹、面红耳赤的林鸿深。林鸿深嘿嘿地笑了2声，就从身后拿出了棍子，狠狠敲在2名婆子头部。2名婆子没反应过来，便头破血流，晕死了过去。林鸿深提着胳膊粗大的木棍，推开院门，走入芳雨院。芳雨院的下人也不例外，被林鸿深敲晕死过去，还有些当场就被林鸿深一棍子打死了。而芳雨院里住的小主子听到外面的动静后，朝着屋外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小芝、小慧。”外面没有人回应，里面的女子便蹑手蹑脚地从床榻起来。她找到了火折子和灯台，正准备点起烛火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女子转头一看，未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身影，只看到有一道庞然巨物扑向她。下一刻，她就被沉如泰山般的重物死死地压在地上。她闷闷地哼叫了一声，听到了自己肋骨被碾压碎、四肢生生折断的声音。她连一句求救的叫唤都未发出，一口气就咽回了肚子里，浑身的剧痛让她痛苦地瞪大双眼，双瞳再无光彩。而压在她身上的林鸿深力大如牛，他2手撕烂了女子的衣物，褪去自己的衣衫，在女子身上乱拱。好一会儿，他才找到了发泄的原地，然后畅快淋漓地摇曳着笨重的身体，浑然不知女子被他活生生地压死了，而他腹中胎儿也化为一滩血水，悄然从女子身体里流出。林老夫人一家还在谋划着自己的大计，浑然不知林鸿深闯了大祸。林氏为了计划顺利，
让人去把楚妙叫到自己的房间，说是林老夫人要给楚妙见面礼。楚妙就去了林氏房间，进了屋子，楚妙扫过林老夫人、杨氏还有宁氏，倒是不见林家的2位姑娘。也对，他们干那种肮脏的事情，又怎敢让林家2位清清白白的姑娘参与？杨氏看到楚妙，第一个起身，殷勤的迎前，握着楚妙的手说道：“妙妙啊，今日之事，你娘和你外祖母已经同二舅母说清楚了，是你那二表哥贪玩，险些撞伤了你，害我误会你了。二舅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没有放在心上。你跟外祖母和大舅母从蜀州千里迢迢赶到燕京，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要玩得开心，住得开心。”楚妙的嘴儿像抹了蜜一般甜。杨氏听了之后，笑容更加灿烂。今日与楚妙虽然闹得不太愉快，但想到楚妙很快要成为他的儿媳妇，杨氏自然一个劲地往楚妙身上找优点。现在他看楚妙也没白天看他的时候那么糟糕，反倒觉得楚妙宽容大度，若再给他生几个大胖孙子，那就更圆满了。林氏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心里却百感交集。可一想到楚妙搞砸了他的接尘宴，害他近日过得很不舒心，成了燕京城众人的笑柄，林氏便下了决心，要将楚妙送往娘家林氏，让自己的母亲去管教楚妙。想通后，林氏转头对刁嬷嬷说：“去给郡主准备1碗银耳莲子羹。”第147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6。刁嬷嬷扶了一个身，便退下去拿银耳莲子羹。而在刁嬷嬷离开后，林老夫人也面带笑容，从自己的衣襟里拿出了一条有巴掌大、椭圆形的彩色胸坠。那胸坠是用红色的珠子串起，做工十分精致。林老夫人朝着楚妙招了招手，笑呵呵地说道：“妙妙啊，哎，看看外祖母给你准备的礼物，这可是你外祖父生前从致远之地得到，如今也算成了我们林家的传家之宝。你2位表姐都想要，我没舍得给，外祖母就把这串胸坠送给你了，当是见面礼。”宁氏拿眼瞧了瞧，唇角不自觉地抽了几下，表情十分怪异。杨氏也瞥了一眼胸坠，笑容里暗藏着生机。楚妙则含笑，一脸温顺地朝林老夫人那走去。林氏看到这样温顺乖巧的楚妙时，眼皮子狠狠地跳了几下，总觉得这样乖巧的楚妙有些不太正常。多谢外祖母疼爱。楚妙微微弯身，林老夫人就站起身，亲自给楚妙戴上胸坠。在为她佩戴好胸坠后，林老夫人的大拇指在彩坠上轻轻往下掰动，一股很淡很淡的异香从那彩坠里飘出。若是寻常人，这样的香气几乎可以忽略，但楚妙是医者，她的嗅觉又是天生比寻常人灵敏。在林老夫人手中的坠子还未戴在她脖子上时，她就发觉彩坠里面藏着异域的奇香。哎呀，真好看！杨氏表情夸张地赞美了一番，然后也从自己的衣物里拿出了与楚妙胸前坠子相称的7彩琉璃镯子，来到楚妙面前，握住了楚妙的左手道：“这个呀，是二舅母送给你的见面礼，今日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楚妙红唇不动声色的微勾，低下头行了一礼，道：“谢谢二舅母。”林老夫人回头看大儿媳妇宁氏，宁氏不情不愿地站起身，也从自己的衣里拿出了一个镯子，道：“妙妙，这是大舅母送给你的，其实是跟你二舅母给你的镯子是一对儿。当初你外祖母传给我与你二舅母，如今我粗胳膊粗指头，也不适合再佩戴。你娘是从林家出来的姑娘，大舅母把镯子给你，也算是传回给了咱们林家人。”宁氏拼命地暗示楚妙，这镯子有毒，损她贞洁，害她生育。只是在宁氏的疯狂暗示下，楚妙并没有反应过来，她也朝宁氏行了一礼，谢谢大舅母将如此贵重之物送给楚妙。宁氏嘴角又是一僵，看楚妙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恨铁不成钢的孩子，最后只能不甘地坐回椅子。如果楚妙能逃过这一劫，他宁氏一定为楚妙给自己的儿子搭线。他的儿子随父入官场，蜀州的闺阁女子都想嫁的才子，怎么都比杨氏那250儿子强上1000倍万倍。林老夫人看着楚妙带上了她精心准备的饰品，心里越发满意的点头笑着。就在这时，外头传来了刁嬷嬷的声音：“老爷，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林氏听到楚正德的声音，瞳孔微微一缩，下意识地看向林老夫人。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不经楚正德的同意做他计划之外的事情。他知道楚正德一定不会同意将楚妙嫁给林鸿深，所以才想要早点做完，让楚妙和林鸿深生米煮成熟饭。因此在听到楚正德的声音时，林氏心里荡起了一抹恐慌。林老夫人却一脸镇定地起身道：“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吧。妙妙，早些回房休息吧。”第148章，楚妙送林家的大礼7。林老夫人在说话间淡然地扫过2个儿媳妇，然后又看了眼林氏，就这一眼让林氏恐慌的心情平定了不少。楚正德来的正好，他可以借此机会拖住他，让林鸿深与楚妙的事情更加顺利。楚妙给几位长辈行了一礼，准备退下。楚正德正好从外面走入，看到屋子里的一群女人们，附在身后的双手微微放开，对着林老夫人有礼的问候道：“
母亲。林老夫人点了一下头，楚相，老身正准备离开呢，就不打搅你夫妻二人了。对了，林老夫人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女儿林温婉，想到林温婉跟她说的方雨院的事情，林老夫人又道：无论如何，你跟温婉才是真正的夫妻，只有夫妻同心，才能迈过万难。楚正德扫过林氏，客套的回道：母亲教导的是，老身先回去休息了，你们也回吧，有什么事明日再说。林老夫人拿着胡头杖从楚正德身边走过，而楚妙走进楚正德时，也向楚正德行了一礼，唤道：爹爹。楚正德应了一声楚妙从他身旁走过时，罗管事从外头火急火燎地跑入蓝景轩。老爷。楚妙脚步微顿，看向匆匆跑入蓝景轩的罗管事，眼底流光着一抹华光。那原本已经走出屋子的林老夫人及宁氏、杨氏，在看到罗管事神情匆忙地跑入院内后，也停下了脚步。楚正德下意识转身，眉宇紧蹙，什么事如此慌张？方雨院。罗管事跑到楚正德跟前时，已经是满头大汗，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整个人处在一个不能描述的惊恐当中。楚正德还从未见罗管事这般，一旁的高管事更是替罗管事着急。罗管事，方雨院怎么了？是不是方姨娘她身子不舒服？楚正德脚步往前抬。罗管事在慌乱之时，看向一旁的林老夫人，大呼了一声：林表公子打伤了方雨院不少婢子和嬷嬷，冲进方雨院，对方姨娘实施越轨之举。老爷，你快去看看吧，方姨娘好像气绝了。楚正德猛然回头，双目狰狞地瞪看林温婉，脚下已经迈开步子赶往方雨院。而听到与林鸿生有关的林家人及林氏也在反应过来后，快步地前往方雨院。楚妙自然也不例外，他摸了摸胸前的坠子，眼底噙着一抹狡黠的笑意，紧随在众人身后。方雨院内一片狼藉，罗管事发现林鸿生对方姨娘行不轨之事时，已经第一时间命人将林鸿生压住，方姨娘则还躺在原地，身上盖着一袭被子，早已没了动弹。楚正德冲入屋子时，屋内袭来一阵血腥味和男女之事后的腥臭。那躺在地上的方姨娘呈现着目瞪张口的死相，表情极其痛苦。楚正德一步步走向方姨娘，伸手掀开了她身上的被子，可他刚碰了一下被子，方姨娘口鼻就溢出鲜血，可想而知，这个女人已经死透了。林氏是第二个赶到方雨院的人，她走入屋子，看着一地血水，心突突乱跳，一脸不敢置信。老爷，方姨娘她怎么样了？我去叫府医过来为方姨娘看看。第149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包。楚正德没有说话，但他的背影足以震得林氏胆颤心惊。后头赶来的林家人看到被压倒在茶桌上的林鸿生时，不满地对下人大呼小叫：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表公子？快住手！娘，救救我！他们掰我的手掰得好痛痛。林鸿生浑然不知自己闯了大祸，在他看到杨氏和林老夫人赶来后，向二人耍着小孩子脾气。杨氏冲到下人面前，对下人又打又骂，林老夫人更是拿着胡头杖敲打楚家家仆的腿和胳膊，要他们放开自己的孙子。宁氏则站在一旁看戏，反正这又不是他的儿子。而后头赶到的楚妙走入房间，正巧看到了杨氏与林老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理取闹。楚妙清楚正事不在这里，而是在方姨娘的身上。他急步走向楚正德身旁，看了眼死相极惨的方姨娘，蹲下身子道：爹爹，让我来替方姨娘好好检查身子吧。女儿毕竟是女医，很多府医不方便检查的地方，女儿可以为方姨娘检查。楚正德微微抬头，眼底尽是红血丝，他重重点头道：好好检查，仔细检查。是，爹爹。楚妙拉过旁边的屏风，挡在方姨娘的身边。楚正德已经走到茶室，坐在窗台前的软榻上，脸色阴沉的一言不发。林氏急得像锅里油炸的蚂蚱，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那原本扣押着林鸿生的家仆，因为林老夫人和杨氏的胡搅蛮缠而松开了手。此时林鸿生靠在杨氏的怀里，嗷嗷大哭。林老夫人更是气急地指责楚家的家仆，当然他怪罪的还是楚正德的人那样对待他的孙子。你们楚家是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们吗？三更半夜像押犯人一样的压着我孙子，林温婉，你可得给我好好管管了。林老夫人面红耳赤地怒斥楚正德。林氏脸色红得欲滴血，她不敢多想，都知道方姨娘被折腾得有多惨。这个时候林家不说话是最好的。娘，你少说两句。林氏心烦意乱地说。林温婉，你什么态度？我可是你娘，你不帮着你外甥，还这样跟你娘说话。林老夫人心里恼得不行，她在蜀州当惯了皇太后，当地老百姓都要敬重她，到了燕京城也没改变那唯我独尊的想法。此刻看林氏这样与她说话，林老夫人便心生一把怒火，整张脸可用青面獠牙去形容了。杨氏抱着林鸿生哭怨：我的儿啊，你怎么被打得那么惨，脸都被打肿了，看来楚家不待见你啊。林氏紧蹙眉头，左右为难。就在这时，楚妙从屏风里走出来。
众人回头看向楚妙，只见他左手垫着一块手帕，帕子上包着一块血肉团子。楚正德看到这一幕，倏地从软榻站起身，道：“那是什么？”“爹爹，这是从方姨娘身上留下来的未成型的胎儿。”林氏身子一晃，方姨娘是楚正德从外面带回来的女人。不过林氏并不知道，这方莲就是宋宁婉身边伺候的丫鬟。方莲肚子里的孩子对楚正德和宋宁婉都很重要，能不能把宋宁婉带回楚家，就靠方莲的肚子了。如今好了，方莲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了，这完全打破了楚正德的计划。楚正德一眼都未看林氏，问道：“他怎么样了？”楚妙将血团子放到林氏面前的茶桌上，摇了摇头道：“方姨娘9根肋骨粉碎性碾压断，四肢严重骨折，背脊断裂，断裂的肋骨扎破了内脏，导致方姨娘当场暴毙，死得极其痛苦，但也走得很快。看方姨娘的伤势，应该是承受了超出她所能承受的重物，导致身体多处被粉碎性破坏。”楚正德听完，表情阴森森的转头看向林鸿深肥厚的身子。第150章，楚妙送给楚家的大礼酒。方姨娘身娇瘦小，林鸿深足有200-300斤。楚正德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把方姨娘活生生压死的，但他能想象得出方姨娘死前的绝望与痛苦。想到此处，楚正德的脸隐隐有些扭曲。林文婉还是第一次看楚正德这副表情，他自知今夜闯祸了。老爷，我会给方姨娘好好安葬，至于孩子，我们还可以在那几房妾室。林氏的话刚说完，林鸿深就冲着楚妙的方向嚷嚷道：“娘，我还要跟楚妙妹妹睡觉觉，她把我伺候的好舒服，我照着娘说的做。我跟楚妙妹妹是不是很快就会有小宝宝了？可是我还想要，你让楚妙妹妹再陪我睡觉觉。”杨氏脸色煞变，下意识地捂住了林鸿深的嘴。林老夫人也在听到小孙子的话后，脸色有些不自在。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事情拿到明面上来说，的确不太好。不是说对楚妙不好，而是对他林家不好，传出去那得被人说成什么样。而楚正德也终于在听到林鸿深的话后，恼了，怒了。他拿起旁边的盆栽，恶狠狠地砸到地上，起身怒吼：“林文婉，你给老子说清楚，你们在暗中谋划什么？想怎么对付我的女儿？”林氏被他的举动吓得捂耳大叫了一声。楚妙则一脸茫然地看了看林氏，然后又看看林鸿深及林老夫人和杨氏，脸色也非常难看。二表哥为何3番2次说要我做他的媳妇，现在更是说出这般折辱人的话来？到底是二表哥无心之举，还是有人教他如此说的？娘，我才回楚家不到半年，二表哥怎么对我怎么就如此上心？老爷，妙妙，那都是你二表哥无心的言语。他杨氏一直捂着林鸿深的嘴巴，导致林鸿深动怒了。他一把推开了杨氏，打断了林文婉的话，一脸嗤笑地看着楚妙：“是娘和祖母说的，娘说我今晚要吃饱饱，再去楚妙妹妹的房间睡觉觉生小宝宝，祖母会给楚妙妹妹传家宝，让楚妙妹妹也喜欢上我，跟我生好多小宝宝，以后楚妙妹妹就是我的，小宝宝也是我。”林氏听得一愣一愣，也被林鸿深的一番话快吓死过去，于是顾不得那么多，就急忙上前捂住林鸿深的嘴巴，不让他再说下去。而楚妙在听完林鸿深的话后，立刻将脖子上戴着的彩坠子从颈部拿下，一把丢开，正好丢在了楚正德的脚下。楚正德低头一看，他下意识地捡起了林老夫人送给楚妙的胸坠子。这时楚妙还在急急忙忙地拿下杨氏与宁氏送他的手镯子，放到了一旁的小方桌上，神色惊恐地看向林老夫人，眼中噙着泪意。我方才就觉得这坠子和镯子很是奇怪，戴上之后异香阵阵，如今听到二表哥这样一样，外祖母和2位舅母送的东西，楚妙也不敢再要了。爹爹，你要替女儿做主啊，不管林二表哥是有心这样说，还是无心这样说，这传出去女儿的名节还要不要了？第151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时。说话时，楚妙已经是满脸泪水。楚正德攥紧了手中的珠坠子，咬了咬牙，将坠子递交给高管事。高管事，拿出去让人验一验，还有那2个手镯，给我验清楚了。林老夫人与林氏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特别是林氏，在看到高管事拿走胸坠子和2枚手镯时，林氏的唇瓣微微起开，想说点什么，最后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管事将3样东西拿走。楚妙低下头抹泪，眼底冷意战现，但很快被他收敛。楚正德管理下的虎头营里人才辈出，验那3样东西还是小事。林老夫人狡辩道：“那不过是寻常之事，给孩子的见面礼。阿深他从小脑子就被烧坏了，他的话你们也能信？还是你们楚家根本瞧不起我林家，想借此机会赶我们出府？你们放心，我林家不会一直赖在这里，我们这就走。”啪！楚正德重重拍桌，他的脸阴沉可怖，眼中带着浓浓的杀气，优良的看过林老夫人，走之前先把今夜的事情给我算清楚。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在那些东西上动手脚？杨氏说道。楚正德深吸了一口气，别开脸，不与一群刁妇辩论，他只相信自己的人。很快，高管事带着一名身穿着黑衣的男子走入屋内，
那黑衣男子恭敬跪在楚正德面前，双手捧着高管事刚才拿走的3样饰品。楚正德垂眸盯着黑衣男子身上的饰品，道：“可有问题？”回相爷，此3样物品出自西域，饰品中的彩坠里暗藏香包。黑衣男子从里面掏出了一个精细的白色药包，藏在了彩坠里面的孔雀眼里。若不是内行人，根本无法找出这药包。黑衣男子继续说道：“这药包里放有西域药人自制的控情香，可令佩戴者嗜睡、入梦、放松情欲，想要与男子交合。而这2枚镯子里的药物成分是有催子、孕育子嗣的偏方。”说到这，黑衣男子从衣襟里拿出了一把3角刀，他用3角刀在镯子上划了一刀，镯子立刻流出红色的药液，滴在了地上，散发出很浓郁的药香。楚妙下地的捂鼻子连连后退，豆大的眼泪从眼眶里落下，颇有些绝望地看向林氏，情绪非常激动。娘，这件事情你是知情还是不知情？你知道外祖母给我的东西里放了西域的控情香吗？还有2位舅母的手镯，我楚妙1位与人婚配，2位嫁为人妇，你们送我这样的镯子，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二表哥说的全是真的？你们想利用这些东西让我跟二表哥成事，再让我嫁给二表哥不成？楚正德的眼皮子狠狠暴跳，倏地站起身，一巴掌扇在了林氏的脸上。啪！啊！林氏踉跄了几步，还未从刚才的一巴掌反应过来，他的头发就被楚正德揪住了。林文婉，你害死我的孩子，害死了芳莲，你还想害我女儿失去名节，嫁给你林家的傻子，你真是疯了！还有这个傻子！楚正德此刻理智全无，转头又朝着林鸿深重重踢了一脚，杀猪般的惨叫声顿时从林鸿深嘴里传出。啊！第152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11。林鸿深整个人重重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自己的裤裆，哇哇大哭，肉眼可见的鲜血从他的血裤里流出。林老夫人和杨氏看到林鸿深身下的一滩血水时，皆是吓得目瞪口呆。阿深，阿深，你怎么样了？快让娘看看伤着哪了。杨氏瞧着林鸿深按压着的地方不对劲，赶紧走过去，拿开他的手，扯开裤头一看，当看到裤裆里血肉模糊的一片，杨氏险些没晕死过去，随之传来的便是一阵嚎叫：“娘，阿深的命根子呀，竟被毁了！”林老夫人身子一晃，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面容愤怒地怒斥楚正德：“楚正德，不就是一个妾室？你当初可是答应过老身，此生绝不会纳妾，否则老身怎么可能把温婉嫁给你？如今你飞黄腾达了，我孙子什么都不懂，睡了一个女人怎么了？就是让楚妙做我孙子的媳妇，那也是合情合理。”哗啦啦，楚正德掀了茶桌，也不想再跟林老夫人多说，就指着林文婉吼道：“林文婉，这里面有你的主意吧？楚妙婚事什么时候由得你一人做主？楚妙要嫁给谁，也不会嫁给林家这个傻子。今夜你要是不将他们弄出府，明日我就休了你。”对楚正德来说，他过去再怎么不正视楚妙这个女儿，楚妙也还是从丞相府出去的嫡小姐，沦为一个傻子的妻子，这是要叫他楚正德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吗？虽然林氏没有正面回应他有没有参与这场谋划，可楚正德太了解他的性格，他事事听从林家老夫人的，今夜又碰巧在一个屋子，他不相信他一点都不知情。而林氏在听到楚正德要休了他时，心里自然慌了。老爷，林文婉，这可是你出的主意，是你在信上说可以把楚妙嫁给阿深，我才会带着阿深从蜀州赶到燕京来。你说等生米煮成熟饭，长公主也没办法阻止，只能答应这场婚事的。林氏在心虚之余，正想撇清自己的关系时，林老夫人当下就说出实情，将林氏想说的话堵在了喉咙里。楚妙听完林老夫人的话后，泣不成声。为什么呀？她攥紧了帕子，泪流满面的一步步走向林文婉，质问她：“娘对我到底哪里不满？要这样把我推进火坑？你就算真的动了把我嫁给二表哥的念头，可只要你与爹爹好好商量，得到长公主的允许，正儿八经的明媒正娶，女儿绝不会反抗父母的安排。但是你竟然用这种手段，让二表哥先毁我身，玷污我名节，再将我许给二表哥，你就算要作践一个下人，也用不着使这般手段。更何况我还是你的女儿，你的亲生女儿啊！”林氏看着他含泪的眸子，脚步下意识地往后退，转头看了看身后的林家人，他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地位，若是他被休出丞相府，楚正德很快就会迎娶新人进门，再生孩子，而他回到林家后，事事都会被哥嫂压一头，那当然还是做丞相夫人更好一些。所以在娘家人和夫家，他今夜必须舍弃一个。第153章，楚妙送给林家的大礼12。他略显心虚地扫过林老夫人，下一刻便下定了决心，转头哭道：“老爷，我之前的确动过心思，可是见了洪深后，我就改变了主意。我没想到洪深病得那么严重，连个自理能力都没有。妙妙现在是五品女医官，婚事由不得我一人做主，我怎会去害她？老爷，今夜之事我会妥善安排好。芳莲和她的孩子都死了，我可以再给老爷那几房妾室，孩子肯定还会再有的。可今夜之事若是传出去，
对妙妙和咱们楚家都不利。老爷，你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林婉婉，林老夫人脸色大变，没想到林氏会突然倒戈。娘，阿申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不能为了让阿申娶上媳妇，就这样对待妙妙。阿申他是你孙子，可妙妙也是我的女儿，人都有私心，我自然希望我女儿嫁的夫君是人上人。今夜之事，娘做的实在过分了。你，林老夫人活了几十年，还是头一次被自己的女儿这样质问。她抬手指着林氏，气急败坏的拧了半天。林氏只顾着挽回楚正德的心意，保住自己在楚家的地位，一心在楚正德身上。他想着先稳住自己的地位，再去哄林老夫人也不打紧。老爷，你要相信温婉，楚妙是我们的女儿，我不可能这样害我们的女儿的。林氏走到楚正德身边，拉住了他的衣角。楚正德恶狠狠甩开林氏的手，转头对楚妙说：妙妙，你先回清福院，以后有什么事情来找爹爹，旁人的话你无需听，只需听爹爹的。楚妙低头抹泪，声音略有些嘶哑的回道：是，爹爹。临走前，楚妙抬头看向林氏，眼里尽是质疑。林氏对上楚妙的双眼时，心里没有多少底气，他总觉得楚妙的眼睛里藏着一把刀。今夜之事实在是太巧合了，林鸿生怎么会跑到方雨院去？许久未踏入他院子的楚正德，又怎会在今夜出现在他的蓝景轩？林氏心里虽有疑惑，但却说不出个缘由，就觉得很多事情只要沾上了楚妙，就会变得特别邪门。楚妙对着他扶了一个身，便在管姑姑的搀扶下走出方姨娘的房间。而身后林老夫人与林温婉的争执声却还在继续，连杨氏也加入了骂战。楚妙垂下头，一边走一边静静地听着林氏的辩解，唇角划开了一抹嘲讽的笑意。原来为了自己的地位，林温婉谁都可以背叛。他低估了林老夫人在林温婉心中的地位。楚正德不准林家的人再留在丞相府，所以林氏连夜给他们在客栈订好厢房，又匆匆赶回丞相府求得楚正德的原谅。而楚妙从方雨院出来后，就回了清福院。此时清福院旁边的芙蓉阁还亮着灯，一道倩丽的身影坐在窗台前绣着帕子。楚妙从芙蓉阁院门走过时，那坐在窗台前的女子微微低头看了他一眼。女子红唇微勾，脸上挂着一抹诡异的神情，看到楚妙时，冲着楚妙点了一下头，便关上了窗门。楚妙脸上没有多少表情，但是心中却有了路数。很好，楚瑶雪，你以为换一个身份回来就天衣无缝了吗？林家人很快会败落，到时你这个抢来的林家嫡长女的身份只会成为你的污点。第154章，萧荣景想娶楚妙为妻一。楚妙回到了清福院后，并未让人点燃灯烛，他屏退所有下人，就连管姑姑也被他叫了出去。管姑姑以为他今夜受到了惊吓，不敢多言，便默默地守在院外，一刻都不敢离开，生怕再出什么意外。殊不知，楚妙坐在铜镜前，盯着铜镜里的自己，默默地回忆着前世的过往。林鸿生是有妻子的，前世他早早与萧荣景定了亲，所以林氏并未将主意打到他头上来。林老夫人利用钱财优势，在燕京找了一位低官户，用钱买了那户人家的一位庶出。只是那庶出嫁过去不到半个月，就被林鸿生给玩死了。之后林老夫人又给这小孙子买了几个通房，无一例外都被林鸿生糟蹋死了。不过林家的人对他构不成什么大危险，倒是那楚瑶雪看起来是准备拿林家给自己铺路，在萧荣景的生辰宴上，他定会有一番作为。他倒有些想看看楚瑶雪嫁入东宫后看着太子歌舞成群的模样，这可是他两世的执着啊。这时身后传来了几声动静，楚妙回头去看，就见萧荣景不知何时从窗外跳入房间，此刻正缓缓关上窗门。楚妙起身道：你还没走？萧荣景摸了摸自己的脸，一头倒在了罗汉床上，随手拿起了放在小方桌上的茶水，一饮而尽。楚妙走近他，对他的举动早已习惯，夜色不早了，有什么事情过几日再说，你先回。他突然坐起身，伸手又摸自己的脸。楚妙这才发现萧荣景有些不大对劲，他拿出火折子点亮了烛火，借着旁边微弱的灯火，又多瞧了眼他的俊颜。萧荣景脸颊两边泛着明显的绯红，楚妙伸手试探他的额温，指尖立刻袭来一阵炙热。他神情微变，捧着他滚烫的脸，很是担心地问道：萧荣景，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你刚才去哪里来？是不是有谁伤着你了？快告诉我。那一阵阵熟悉的药息侵入萧荣景的气息时，萧荣景体内的玉兽叫嚣的厉害。他深吸了几口气，调整自己的呼吸，宽大的手掌握住了楚妙的左手手腕，呼吸急促的回道：我没受伤，就是可能你的药太厉害了。什么药？他刚才只给过他换情药。萧荣景背着他干了什么惊天举动？我就是好奇，放到林鸿生吃的烤乳猪里时尝了一小口，我想我应该中了一点点小毒，没事，我可以自己调节好，你让我躺回。萧荣景比划了几下，可是他的言行不一，嘴里说没事，手却紧紧地抓着楚妙的手腕，不愿松手。楚妙真是又急又气，
他配给他人的药物从来都不是轻药，都是往重了放。楚瑶雪如此，太子如此，林鸿生更是如此。他明知道那是什么药，还跑去尝了一口。楚妙有点怀疑萧荣景他是故意的，他语气凉飕飕的质问：“真的只是好奇才去尝那一口？”“真的。”萧荣景此时已是满头热汗，“不骗你。”“那好，我去给你拿解药，你藏好了。”楚妙从他大掌里用力抽回自己的手，正要转身的时候，萧荣景突然从身后抱住了楚妙。第155章，萧荣景想娶楚妙为妻2。楚妙身子僵在原地，头微微低垂，望着腰上有力的双臂，背后的男人侧着脸贴在他的手背，炙热的气息不时地喷洒在他的衣物，余温透过衣裙质烧着他的肌肤。萧荣景是动情了，但他并非失去理智，相反，他现在很理智。经过了林鸿生此事，萧荣景觉得只有把楚妙早日娶回平南王府才是最好的出路，否则皇室、林家人又或是楚家的人便会隔三差五打楚妙的主意。娇娘，嫁给我。萧荣景嗓音略有些嘶哑，而楚妙在听到萧荣景这句话的时候，心跳得很快很快。他是认真的，只要你愿意，我有办法让太子点头同意此事。我们两人的障碍从来不是皇室。娇娘，我想让你成为我的人，用世子妃的身份光明正大的走到阳光底下，让世人不敢再轻易的拿捏你。我是认真的。萧荣景重重的吐出最后5个字来。楚妙丽在原地久久未动，萧荣景也没有逼迫她，而是抱着她静静的倾听她的心跳声。不知多久过去，楚妙掰开了腰间的双手，转身面对着他：“萧荣景，你当真非我不娶？”萧荣景抬起头，看着站在面前的楚妙，薄唇微抿了一下，下一刻就伸手拉住楚妙的胳膊，将她拽入怀里。楚妙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随之而来的便是那微凉的薄唇附在她的唇瓣上，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萧荣景的温度从唇齿间传递他全身，惊得他忍不住缩起了身子。他翻身将她抵在罗汉床榻，可是吻却点到极致。他害怕吓到了楚妙，他轻抬俊颜，很肯定地说：“非你不娶。”楚妙盯着他的双眼，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萧荣景能从他的双眼里看到对未来的惶恐以及一些未知的害怕。他与他十指相扣，发自内心的吐出真情：“我用10分真诚与欢喜非娶你不可。如果你也有1分的喜欢我，那就嫁给我。没有人会比我萧荣景更珍惜你顾娇娘，我可以拿命来保护余生的你。”楚妙抬手捂住了萧荣景的唇瓣，不许动不动献出自己的性命，除了你父母兄弟，没有谁值得你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另一条生命。可你是我爱人，我们是一体的。楚妙鼻子一酸，萧荣景这个傻子怎么还是跟前世一样，自认为枕边人是他最亲近的爱人，却不知他楚妙是一条毒蛇。他脑海里回荡着临死前萧荣景跟他说过的话：来生不做楚家女，萧家妻。这一世他一直遵循自己的心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面对萧荣景的时候，他犹豫了。他对萧荣景没有恨，可到底有没有爱，有没有欢喜，连他现在都说不准。他只知道听到萧荣景的消息，他会忍不住去打听；听到他受伤了，他会担心他的身体；听到他种种不好，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糟糕。萧荣景松开了他的手，坐起身道：“没事，我多的是时间等你。”他起身要离开楚家，楚妙从身后唤他：“阿锦。”萧荣景回头看他，英俊的容颜上挂着浅浅的笑容，剑眉微挑：“你说。”“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愿意嫁与你为妻，此生不负。”第156章，萧荣景想娶楚妙为妻3。楚妙下定了决心，既然躲不掉这个男人的两世倾心，那就遵守心意。而萧荣景在听到楚妙说的那一句此生不负的话语时，快步往回走，将楚妙拉入了怀里，炙热的大掌扣着他的后脑勺：“此生不负，顾娇娘。”两人相拥了很久很久，直到天色越来越暗，萧荣景才离开楚家。回到昭明阁时，萧荣景被坐在床边的一道身影吓了一跳。那道暗影旁边还立着2道牛高马大的人。没一会儿，屋子里的烛火被点燃，萧荣景这才看清了坐在床榻上的人，正是他的母亲平南王妃。萧荣景神情一愣，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鼻梁骨，扫过平南王妃，又看向点燃烛火的长兄萧荣启和吃货萧幼卿，道：“母妃，大哥，你们怎么都守在这儿，都不睡觉？”平南王妃由上至下的打量萧荣景，眼神十分怪异，言语试探性的说道：“看来浮云郡主的药不光治好了你的手伤，还治好你的脚伤，连脑子也好了，这样母妃就放心了。”萧荣景薄唇微扬，眼中竟是抹不去的蜜色。这世上唯有楚妙有这样的本事。然而平南王妃话锋一转，从床榻上站起身，缓缓走到萧荣景身旁，一只手轻轻地抚过萧荣景的衣袖，道：“但咱们家祖传家规，也不会因萧家子弟身受重伤
就特别对待。如若萧家子弟在外玷污女子的声誉，却又不敢担起应有的责任，母妃也只能大义灭亲，将你交给宗族处理，以儆效尤了。萧荣景唇角的弧度突然僵了，他什么时候在外面玷污别的女子？这时他眸光幽凉地扫过萧幼卿，萧幼卿一脸心虚地抬头看向别处。桃源谷的事情是他跟平南王妃说的，但他也是得到了大哥的允许才说的。再说睡了就睡了，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可他怎么觉得三哥的眼神有点毛骨悚然？萧幼卿心里又怂又心虚。萧荣启看了眼萧荣景与萧幼卿，抿嘴轻笑，说道：“三弟，你打算如何安排浮云郡主？”萧荣景见眉蹙得更深，大哥知道什么？我们亲眼看到你跟浮云郡主两个人。萧幼卿竖起了两根大拇指，对对碰。但是当他对上萧荣景的视线时，萧幼卿耸得不敢再说下去，两根大拇指也乖乖地缩回袖子里。平南王妃却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用那样看你四弟，得亏你四弟跟我说桃源谷的事情，否则我还不知道你竟是如此人面兽心、不负责任的禽兽。”萧荣景，他干了什么禽兽之事了？他怎么就被自己亲娘骂得如此不堪？浮云郡主那样帮你，你把人家当成什么了？偷偷带到桃源谷偷吃，回来了也没听你说起此事。如若不是你大哥和四弟亲眼看到，你是不是打算藏着掖着？平南王妃一脸愤然地骂他。萧荣景抬手抚了抚额，原来是此事。平南王妃坐在椅子上问：“你这是什么态度？萧荣景，我是没把你教好啊！你闯了大祸了，你还不自知？浮云郡主是什么身份？你也敢这样玩弄她？我娶她为妻，让你给她当婆母如何？”第157章，萧荣景想娶楚妙为妻4。平南王妃被萧荣景的话噎住了。你说什么？萧荣景回到床上，3下5除去鞋袜，倒在了自己的床榻上，脑袋枕在了双手手臂处道。他答应嫁我为妻，此生不负。既然母妃也知道我与浮云郡主的事情，那儿子就没有什么好瞒着的了。你要娶浮云郡主？平南王妃颇有些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想到萧荣景这棵铁树要开花了，平南王妃心情亢奋不已。此节7度，那杜晨大师所说的结语就是楚妙了。他起身在萧荣景面前来回走动，双手不自觉地交握紧，一边来回地走着一边说：“好啊，浮云郡主可是有福之人，你能娶到浮云郡主，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看浮云郡主也是极好相与的人，只是……”他突然停下脚步，脸上的笑容又渐渐消失。萧幼卿不解地问：“母妃只是什么？”平南王妃叹了一声：“只是她是温婉的女儿，林温婉那样憎恨我，她会同意把浮云郡主嫁入平南王府吗？还有皇室的人，他们肯楚妙嫁给阿景吗？这些都是大问题。但是阿景已经玷污人家清白，就必须得娶。”萧荣景眼皮子跳了几下，他那不是玷污，他是两厢情愿。再说他真的什么都没干。萧幼卿这个蠢货到底是怎么跟母妃说的？萧荣启看平南王妃一脸苦恼的样子，笑道：“母妃，想必此事三弟已经深思熟虑，早已有了对策，不如就近等着好消息。”平南王妃瞥看萧荣景，越看越觉得萧荣景不靠谱。萧荣景说：“我打算在我生辰那日大办一场生辰宴，到时宴请燕京权贵、太子殿下及几位亲王，但凡想参与我生辰宴的人都准许入府。我是让你想办法娶了浮云郡主，你竟还有心思大办生辰宴。”平南王妃没好气地说。萧荣景眼眉又突突跳了几下，他的傻白甜母亲有时候是真的够傻。母妃，我办生辰宴就是为了娶浮云郡主。萧荣景抬眸看着平南王妃，言语慢悠悠的倾吐。平南王妃顿时来了精神，办完生辰宴，咱们就可以办一场隆重的婚宴了，是这样吗？没错。那好，这件事情交给母妃来办。浮云郡主喜欢什么礼物，我去准备。平南王妃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给萧荣景过生辰。萧荣景揉了揉眉心，他的生辰不应该问他喜欢什么礼物吗？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漂亮的衣物和首饰，回头母妃让人准备一个院子，里面都放小姑娘的东西，看看浮云郡主喜欢什么。平南王妃在憧憬未来，甚至她在考虑等萧荣景和楚妙的孩子出世后，要给孩子准备什么好玩之物。长子萧荣启劝道：“母妃，如今事还未成，这件事情还是往后推一推，等两家亲事定下，母妃想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此事不宜明目张胆，反遭小人算计，不利于浮云郡主与三弟成亲。”我知道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但我得是先规划一下，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平南王妃伸手掖起萧荣景身旁的被子，语气温和了不少：“你身子还未好利索，母妃就不打扰你休息了。”萧荣景嗯了一声，目送三人离开屋子。待房门关上，一道暗影从黑暗之处走了出来，跪在萧荣景面前：“主子，找到虎头军营的确切位置，名单上的人员还有8个活着。”
第158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一。萧荣景指头微动，问道：“是谁还活着？”杨瑞光和杨贤父子俩如今是太子手下的干将，杨家军的后人都只相信这父子二人。其中杨贤还培养了一批女将，是打算用作日后投入各国的细作。属下潜入虎头军营时，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属下本想探营看看，但杨瑞光的人十分警觉，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在那个营地。属下只好在外头观察了2日。有专人往那个营地送食物和医用药物，属下猜想那秘密之地里应该是住着什么人。刘光将查到的东西一五一十地告诉萧荣景。萧荣景眉头微微拧了一下。杨瑞光与他的父亲平南王是同辈，当年杨瑞光是杨家军第9支队伍的将领，而他父亲平南王则是副将。北进平山一战，以杨瑞光为首，突营前往平山救援被困的杨家子弟。具体的情况，他的父亲从未告诉过他。平南王每每提起此事，情绪总会十分激动。送食物、送医用药物，不一定是什么重要的大人物，也有可能是囚犯。太子秘密救回杨家军余兵，又偷偷建立另一支军队，本就不同寻常。他不能用正常的目光看待那个秘密营地，派几个死士入营，无论什么代价，都要探出那个秘密营地。是。刘光离去后，萧荣景倏地坐起身，他觉得他有必要再见一次宋凌恒。地下密室，萧荣景出现在宋凌恒面前的时候，宋凌恒并不觉得意外。你想问什么？宋凌恒知道，除了杨家军的事情，萧荣景绝不会再踏入此地。他这人就是如此，谁背叛了他，在他这里就没有原谅2字。萧荣景开门见山地问：“南校的虎头营里有一个秘密营地，是不是？”宋凌恒的眼中并未有多少震惊之色。是。那里面住着的是谁？宋凌恒摇头道：“我只知道虎头营里有一个秘密营地，只有太子、楚相和我爹有权利进入。守秘密营地的虎头军对外十分警惕，我试过用我爹的令牌入营，都被拒之门外。他们不光认脸，还认手令，貌似他们还有口令，而他们的口令并非固定的，很难有人能光明正大进入那里。不过我觉得，既然他们看得那么紧，那秘密营地里的人或者东西，一定是对太子很重要的人或物。他们既然在暗中谋划要拿下萧家军，那里面的东西必然对萧家无利。”这是宋凌恒的分析。但宋凌恒担心萧荣景派人潜入那里而暴露身份，又劝说了几句，世子不要贸然找人冒充进入那里面，一旦他们发现口令对不上，冒充者只有死的份。你认识杨瑞光和杨贤吗？萧荣景问。宋凌恒摇头，杨家军的人基本不与除了太子以外的人接触和交流，特别是那个杨瑞光。那你可知北进平山一战，杨瑞光的第9支杨家军为何只有他与我爹还活着？这是萧荣景一直想寻找的答案。第159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2。然而宋凌恒却也无法为他解答。我爹没告诉过我，但是隐隐有些传闻。什么传闻？北进平山两岸峡谷，杨家第9支杨家军被困，是以你的父亲平南王、虎头军营的小辈谈论起此事来，都为此咬牙切齿。宋凌恒道。萧荣景垂下眼眸，似乎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临走时，他没有与宋凌恒道别，而是转身快步离去。萧荣景回到平南王府时，天色微亮，可他却一夜无眠。他满脑子都在谋划2件事情，一件是有关于杨家军的事，另一件则是楚妙。最后他找到了可以让2件事情同时进行的法子。另一边，楚妙这一夜也没怎么睡，于是早早起身去松清院看望楚老夫人。秦姑姑见楚妙来了，快步迎前道：“郡主，你今日这么早，老夫人还未到点。不碍事，我进去守着祖母，等她起来一块去佛堂，一块用膳。”楚妙朝着楚老夫人的屋子走去。昨夜守夜的是宋嬷嬷。楚妙走入房间时，就听到内室传来了老夫人的声音。秦姑姑听到声音，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这怕是老夫人又梦见大小姐。秦姑姑口中的大小姐，正是楚老夫人的女儿楚真。楚妙放轻脚步，来到楚老夫人的床榻前，守在床尾的宋嬷嬷向楚妙行礼。楚妙嘘了一声，便轻轻地坐在楚老夫人身边，一只手握住了楚老夫人苍老的手。真儿。楚老夫人闭着双眼，一遍一遍地唤着楚真的名字，眼角流下豆大的泪珠。楚妙用帕子为楚老夫人擦拭脸庞的泪痕。这时楚老夫人醒了，她睁开双眼，大概是还沉浸在梦中，令楚老夫人一时没有回过神来。她有些迷茫地看向四周，又像是在找寻熟悉的身影。最终楚老夫人眼中的光芒又一点一点熄灭了。再看向楚妙时，楚老夫人已经敛去了所有的痛苦，唤道：“妙妙，你来看祖母了。祖母又梦见姑姑了。”这是楚妙第一次在楚老夫人面前提到楚真。楚老夫人心头微缩了一下，楚真这个名字是她不愿在人前提及的，就连楚正德面前，她都不想多提2个字。可现在楚妙唤楚真一声姑姑，让楚老夫人的委屈与怨顷刻间爆泄而出，
眼泪收不住的流下，哽咽的说道：“是啊，又梦见你姑姑了。”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呢，一言不发，什么也不说。楚老夫人指着妆台：“10几年过去了，我屋子里的东西从未变过，他也总喜欢跑到我屋子来，叫我给他梳头。他的梳子我都给他保留的好好的，可是他却先走了。妙妙，祖母悔啊！祖母真的后悔把她嫁到远州杨家，她也愿我把她送到远处，可是她不懂我的煞费苦心。”楚老夫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这还是楚妙活了2世后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祖母讲述起楚真的婚姻。没错，楚真所嫁之人正是远州杨家长子杨中坚。杨家军前往北辽阻外敌之时，他的姑姑楚真也随父上战场了。听说他与杨中坚被北辽捉拿，杨家的人为了不让他受敌军屈辱，在他被俘时用万支火箭引爆了他身上的火药，最后无尸可收。第160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3，落得无尸可收的下场，才是楚老夫人的心结。他捶胸顿足，痛苦不堪的哭诉。楚妙心疼的抱紧楚老夫人，温柔的安抚：“祖母，哭出来就好了，不要一直闷在心里，往后有妙妙陪你，妙妙会陪你。”楚老夫人的脸靠在他的肩膀上，泪如雨下的继续说道：“新帝刚继位，你姑姑尚无婚配，燕国有国规，但凡未许配于人的闺阁千金，皆要入宫当秀女。新帝对你姑姑又有几分奇赏？你姑姑天真单纯，无欲无求，她觉得嫁给谁都好，却偏偏不知后宫如战场。而我也自以为让她嫁给杨家长子是最好的选择，没想到她出嫁日便是我与她母女缘尽时。”说完，楚老夫人泣不成声。楚妙的心里也不好受，她无声地抚摸楚老夫人的背，等到楚老夫人安静下来时，又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她与秦姑姑一块将楚老夫人扶回床榻，亲自为楚老夫人净脸、擦手、掖好被子。等楚老夫人睡熟后，楚妙才起身到桌前给楚老夫人重新调整药方。“秦姑姑，之前的药无需再用了，我会重新给祖母调整方子。”“是。”“近日老夫人的膳食也要多上点心，这一份是我给祖母写的膳食单，有静心养息、调理身体的功效，一定要按我写的来给老夫人食用。”他把膳食单交给秦姑姑，药方留着自己拿到明医堂炼成药丸，再送回松清院给楚老夫人服用。秦姑姑下去准备膳食，楚妙与宋嬷嬷陪着楚老夫人，一直到楚老夫人再醒来。楚老夫人抓着楚妙的手说道：“妙妙，你一直陪在祖母身边。”秦姑姑见楚老夫人醒了，让人将膳食送入屋子。楚妙端起莲子粥，吹走热腾腾的雾气，说道：“孙女说过会陪着祖母，就会陪着祖母你。往后余生没有姑姑，但有楚妙，祖母可否为楚妙活一次，撑起身子来看着楚妙嫁为人妻，生儿育女，将楚妙护在怀里，为楚妙梳好看的鬓头。”秦姑姑与宋嬷嬷听到楚妙又提到姑姑2字，皆是心头一悬，生怕楚老夫人又情绪大动。然而哭过后的楚老夫人却能坦然去面对楚真的过往。她笑看着楚妙说道：“老身也浑浑噩噩的过了10余年，妙妙都这么懂事，我怎么能再像小孩一样？祖母不是小孩，祖母是我可亲可敬的祖母，是楚妙的天。”楚妙舀起一勺粥，喂到楚老夫人唇边：“祖母，孙女为你用膳，祖母乖乖张嘴。”“好。”楚老夫人一口一口的吃。楚妙手里的那一碗粥很快就用完了，精神也好了不少。楚老夫人带她走到梳妆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了银梳看了2眼，最后又把那银梳放回抽屉，拿了另一把崭新的梳子给楚妙梳了一个双平鬓。楚妙抚摸鬓发，笑道：“祖母的手真巧，等你出嫁时，祖母亲自为你梳新娘鬓头。”楚老夫人扶着楚妙的鬓发，想起她这些日子去的地方，楚老夫人忍不住多问了一句：“荣安世子可安好？”第161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4。楚妙神情一顿，透过铜镜看向楚老夫人，她并没有犹豫多久，便告诉楚老夫人如外界传的那般。楚老夫人笑了几声，便让秦姑姑和宋嬷嬷都退下，屋子里只留下祖孙2人。当真如外界传言那般？楚老夫人也看着铜镜里的楚妙，语气凝重地问道：“妙妙，祖母老了，但是眼睛还看得见，祖母能看得出来，你对荣安世子的事情很上心，萧家的处境，祖母也看得一清二楚。自古功高盖主的家族就没个落得好下场，今日这屋子里只有咱们祖孙2人，咱们推心置腹。你告诉祖母，你去萧家想做什么？”楚妙心头大惊，原来祖母都知道，可祖母到底是自己心里清楚，还是从楚正德那听到了什么？楚妙转过身子，仰头望着楚老夫人，她那双老眼锐利分明。祖孙2人一时谁都没说话。楚妙信任楚老夫人，但是她不能向祖母透露有关于萧荣景的消息，也无法告诉祖母她与萧荣景的计划。她垂下头，双手搭在楚老夫人的双手处，道：“那祖母心里是怎么想？你认为祖母去萧家想做什么？还是祖母知道什么？”楚老夫人双眸蒙上了泪光，走前了一步，把楚妙的脑袋抱入怀里。之前去福林寺，荣安世子曾派人护送祖母到福林寺，
也曾护送你到福林寺山脚下，那时候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祖母觉得他为人也不错，若是有缘，你与他倒也算是良缘。如今祖母也不知他变成哪样，若如传闻那样，祖母也是有私心的。萧世子到底是如何弄伤的，谁也说不清。萧家如今的处境也绝非表面看到的那样风光，你去了，那就是龙潭虎穴，当然眼下也是大富大贵。祖母，楚妙听到这番话，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你先别说。楚老夫人把手轻轻地放在她唇边，听祖母说。楚老夫人握紧了楚妙的双手，道：祖母也知道，当下燕国再不是燕帝在世时的鼎盛，朝中佞臣当道，迫害忠良。楚老夫人的话再一次让楚妙震惊，她以为重活一世的她看得很通透，因为曾经经历过，可却从不知祖母才是那个最通透的人。楚老夫人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了玉灵簪递给楚妙，祖母不会阻止你做任何事情，如若有朝一日需要拿起利剑，才护得住想护的人，守得住想守的家业，祖母绝不会成为你的障碍，但祖母希望你不要成为他人手中的棋子。说完，楚老夫人就把银书塞入楚妙的手里。楚妙也在听完老夫人的最后一句话时，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崩溃地哭了。祖母，她握紧银书，抱紧楚老夫人的身子，哭成了泪人。原来最知她懂她的人是她的祖母，若她前世多听听祖母的话，多关心关心祖母的身子，多点心思明辨是非，又怎会沦为他人手中的棋子呢？这把簪子有很特别的意义，如若你要进宫就戴在身上，它不能护你一世，却也能护你一时。第162章，萧荣锦为娶楚妙而谋划5。楚妙低头看了看，正是之前被卓嫣然抢走的玉灵簪。楚老夫人从楚瑶雪手里要回簪子后，便一直收着，如今再回到楚妙手里，楚妙的心情十分复杂。这玉灵簪是楚真生前戴的，但也是昭元帝还是亲王时送给楚真的。那时九子夺嫡闹得十分火热，昭元帝不敢明目张胆娶她楚真为妻，只能暗中私授楚真这些信物。等昭元帝登基时，楚真已经嫁给了杨家长子，这簪子自然就由老夫人收着了。现在老夫人再次把玉灵簪给他，摆明了是想利用昭元帝对楚真的一丝不甘和念想，庇护他。楚妙捧着簪子，连点几下头：祖母，我记住了，如若有朝一日需要拿起利剑，才护得住想护的人，守得住想守的家业，楚妙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保护想护的人，守住想守的家业，绝不再做他人棋子。楚老夫人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伸手再一次将楚妙搂在怀里。祖孙二人相拥了许久，一直到日光正午，楚妙才从松青院走出来，直接回自己的清福院。只是在路过芙蓉阁时，正好碰到林氏从芙蓉阁内走出来。昨夜的事情闹得有些严重，今日一早，林氏早早起来为楚正德更衣，却被楚正德拒绝了。他连碰都不想让他碰，可想而知，林氏昨夜根本没睡好，还把眼睛给哭肿了。楚妙，林氏现在看到楚妙，就像看到了仇人一般。他把昨夜的事情追究在楚妙的身上，若不是楚妙当着楚正德的面说那些话，林家的人也不会被赶出去。林氏冷着脸，面容颇有些狰狞：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种？早知把你接回来，会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还不如让你死在外头。你现在飞黄腾达了，看不上楚家，也看不上林家了，还留着这做什么？楚家可招待不起你这样身份尊贵的郡主。楚妙也是刚哭的，眼眶略有些红。在林氏怒不可遏地骂他时，楚妙拿出自己的手帕，轻轻抹了抹眼角，嗓音委屈地唤道：娘，楚妙又做错什么了？这一句话直接堵得林氏一时找不到话来。是不是楚妙昨夜没有如娘所愿，陪二表哥睡觉生小宝宝？林氏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忍不住地羞红了脸，抬手指着楚妙：你一个姑娘，怎能说出这等不知廉耻的话来？娘都敢跟林家的人一起谋划这等不知廉耻的事来，还怕被人说吗？燕京权贵的人都知娘是知书达理的贤惠贵妇，若是叫人知道我的亲娘竟与人合谋，要将我嫁给一个傻子。闭嘴！这是林文婉最后的遮羞布了。就算世人都说她两个女儿再怎么不是，可她还是丞相夫人，这个身份就足以让她高人一头。这时，站着林淑妹身份的楚瑶雪从里面走出来：姑姑、表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解不开的误会啊？林氏回过头，握紧了现在的楚瑶雪道：她若是有你一半懂事，我就不用像现在这么操心了。姑姑、表妹也挺好的，你莫要这样说表妹。楚瑶雪说话时，不时地看向楚妙，还真是将自己完完全全地融进了林淑妹的壳子里。楚妙想到被殷素就和黑鬼救回来的真正的林家大小姐，她下意识地抬手抚了抚鬓上的玉灵簪，轻轻抬眸看向楚瑶雪道：大表姐，听说我姐姐瑶雪之前去过林家，不知她离开林家的时候，可有留什么话给我的母亲和我这个妹妹啊？第163章，萧荣锦为娶楚妙而谋划6。楚瑶雪不动声色地笑道：倒是没有，只说要出去散散心，带着她的2个丫鬟就离开了蜀州，
表妹很关心阿雪吗？楚妙低下头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又抬头看向眼前的楚瑶雪，说：当然关心啊，自从我姐姐离开后，我娘整日对她牵肠挂肚。说到这，楚妙看向林氏，林氏也愣住了，她什么时候对养女牵肠挂肚了？对她而言，楚瑶雪不过是一个废子，她能主动离开楚家，对林氏也算一种解脱，她不用再另外解决楚瑶雪这个麻烦。但楚妙的话却叫林氏摸不着头脑。娘，你说是吧？楚妙挑了一下眉，问林氏。林氏嘴角有些僵，面部表情不太自然，若他当着身旁的人说他才没有，就显得他太过无情。他拉着顶替林淑妹身份的楚瑶雪说道：是啊，他就没有留下什么信给你带回来。楚瑶雪眸光淡淡的扫过林氏，拉着自己的手回道：没有。林氏心里很敷衍，嘴上却多说了几句，也不知阿雪在外面过得如何。娘，你不用担心姐姐，我前2日收到了姐姐的信。楚妙嘴角噙着笑，左眼角的红痣微微上扬，视线若有若无地扫过楚瑶雪，又道：姐姐说她很快就会回楚家跟娘和大表姐相聚。真正的楚瑶雪听到这话，猛地看向楚妙，脸色微不可察地变了变，脱口而出地问道：阿雪什么时候给你寄的信？我怎么不知道？楚妙一副惊讶的样子，反问道：我姐姐给我信，大表姐为何要知道？莫不是我姐姐也给过大表姐信，大表姐忘了还有这一回事，所以漏了我姐姐的信？楚瑶雪唇角微扯，衣袖里的那只手微微收紧，强作镇定的笑道：这几日我随母亲和祖母赶路到燕京，兴许真的有人送过信，但不知落到何处了，我回头叫人找找。姑姑，你不是说要带淑妹去看看老夫人吗？我正好有小礼物要孝敬她老人家。对，走吧。林氏也不想再与楚妙多谈，只冷冷地看了眼楚妙后，便拉着楚瑶雪从楚妙身旁离开。大概是楚瑶雪做贼心虚吧，在从楚妙身旁走过时，楚瑶雪又停下脚步，回头问道：楚妙妹妹，阿雪有说何时回楚家吗？楚妙红唇带笑，也回头对楚瑶雪说道：有啊，说是在选秀前会赶回来，具体什么时日，我姐姐并未详说。大表姐很想我姐姐吗？楚瑶雪也扯开一抹笑，自然。说完，楚瑶雪就从楚妙身旁走过，只是她脸上的笑容一瞬间荡然无存。楚妙为何会在她面前提起她？她根本就没给楚妙写过信，又为何要当着她的面说她给楚妙写过信，还说要赶在选秀前回来？知道那件事情的人都被她处置了，就连品梅、品霜都成了孤魂野鬼。如今的林淑妹怕也被腐尸散化为一滩死水，楚妙不可能算得到。楚瑶雪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可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最后，楚瑶雪动了一个念头，楚妙这个人是留不得的。第164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妻。楚妙回清福院拿了自己的行衣箱后，就直接回平南王府。他刚踏入昭明阁，就听到里面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几个家仆从里面抱头跑出来，个个面色如灰。最后一个出来的正是萧幼卿，他嘴里叼着一块肉，面带苦涩的捂着自己的屁股，火速从里面冲了出来。萧幼卿看到楚妙回府了，如看到了救星一般，直奔楚妙：郡主，你终于回来了，你快进去哄里面的祖宗吧，他今日醒来就乱发脾气，早膳不吃，药也不喝，差点把我英俊帅气的脸挠花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脸，指尖上的食物残油拍在了脸庞，可他浑然不知，只觉得楚妙回来了，嘴里的烤兔子也香了。楚妙扫过萧幼卿这个吃货，忍不住的提醒道：四公子还未到饭点，不宜食用过多肉，特别是肥腻的，容易拉肚子。萧幼卿动作一顿，低头看了看手里拿着的烤全兔，再看看楚妙，可楚妙已经从他身旁走过，进入了房间。萧幼卿不信那个邪，因为他经常这么吃，也不见得身体不舒服，便没把楚妙的话放在心上。而楚妙走入萧荣景的屋子时，就看到满地狼藉，这很符合萧荣景近日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的人设，还真是为难了萧荣景从一位翩翩公子变成现在这般疯批堕落的形象了。楚妙一脸镇定地走到茶桌前，先放下自己的行衣箱，顺手搬起了摔倒在一旁的椅子，对外头守着的下人说：进来把这里收拾一下。下人们战战兢兢地走入屋子，将摔碎的异物倒在一旁的桌椅都清理好。这时叶蓉从外面走入，手里端着刚熬好的药，见楚妙回了平南王府，叶蓉快步走前行了一礼，说道：郡主，你可算回来了，奴婢熬了4碗汤药都被世子打翻了，你看看这一碗。他低头扫过手里的药，随后又看向内室。叶蓉在萧荣景手里遭过殃，现在熬好药都是叫下人端去给萧荣景服用，他则在一旁看着。可谁知今日萧世子疯了，他熬的几碗药都被他打翻了，还险些烫伤了他。楚妙道：你放下吧，等会我亲自为荣安世子服药。叶蓉赶紧把药放在楚妙的衣箱旁，然后就守在楚妙的身后，想亲眼看着楚妙把药喂下去。这是叶蓉的任务，她必须每日亲眼瞧着萧荣景喝下他熬的药。楚妙端起药碗，
走到床榻前，道：“世子，该喝药了。”萧荣锦挪动身子，脑袋歪歪斜斜地枕在堆起的被褥上，慢悠悠地抬起手指着晏荣道：“本世子要他来喂。”晏荣头皮发麻，像见了鬼似的指着自己：“世子要奴婢喂药？怎么不能？”萧荣锦反问：“当然，能。”晏荣心里是有几分阴影的，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萧荣锦会干出什么变态的事情来，但又不得不听从。他走到楚妙身旁，接过了楚妙手里的药，跪在床榻前舀了一勺，手颤巍巍地把勺子喂送到萧荣锦的唇边。他已经做好了萧荣锦再次打翻药碗的准备，然而萧荣锦却乖乖地喝下了勺子里的药。第165章，萧荣锦为娶楚妙而谋划8。晏荣悬着一颗心，一勺一勺地喂，见萧荣锦真的没有要发脾气的意思，晏荣才暗暗松了一口气，亲自将一碗药都喂完，然后起身行了一个礼，就端着空药丸走出了房间。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萧荣锦双指抵在自己的腹中，用力往内按压，刚才喝进去的药水全部吐出。楚妙淡定地捧着盆栽接下了萧荣锦吐出来的药水，随后又镇定地从药箱里拿出给萧荣锦配的药丸，塞到他嘴里。两人的举动十分默契。楚妙见他服下了药丸，问道：“听说你一早就在闹？”萧荣锦躺回床榻，双手放在胸前，漆黑的眸子紧盯着楚妙，笑道：“有一个地方唯有萧家人才能踏入，我今日带你去走走，回头你让晏荣那个蠢女人向太子透露那个地方，等会到了那里，我会给你一份东西，你让晏荣那个蠢货带出去，送到太子手里。至于说辞，应该不用我教你怎么说了吧？唯有萧家的人才能踏入，这是重点。”萧荣锦这是在为娶她而谋划中。据他所知，萧家的秘密之地就是西魁书阁，那里是萧家妻子和平南王取悦柏书的地方，也是存放萧家军事机密之地。当初他也是在嫁给萧荣锦1年后才得到了西魁书阁的钥匙，可就算他有钥匙，也必须要先知会萧家人。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西魁书阁供奉着一批杨家军的牌位，萧家对西魁书阁的把控很严谨，太子也是从他口中知道西魁书阁的存在。最后他把叛国信送入西魁书阁，导致萧家被抄家。萧荣锦为了娶她，要亮出自己萧家的底牌，什么地方非得只有萧家的人才能踏入？楚妙心里知道，但表面却试探着。萧荣锦坐起身，挑眉看向轮椅，道：“你把轮椅推过来，我带你去看，到时你就知道了。”楚妙没有犹豫，起身给萧荣锦推轮椅过来。萧荣锦自己坐上轮椅，道：“按我说的走。”好。楚妙推着萧荣锦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晏荣正伏在房门前听墙角。当然，该听的他听了，不该听的自然不会给他听。晏荣见房门打开，立刻恭敬的行礼道：“郡主，世子要去哪里？要不要奴婢来推世子？”一记幽冷的目光狠狠地落在了晏荣的身上。晏荣对上萧荣锦这杀神的眼神时，吓得把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萧荣锦声音冷冰冰地说：“离我远点。”楚妙对晏荣说：“世子要出去散散心，我推世子到院外走走，你别忘了给世子熬汤药，午膳后要准点服用。”说完，楚妙就推着萧荣锦从晏荣面前走过。这一路，萧荣锦将他引到了平南王府最西面，这里已经没有下人过来，也不会有下人敢跑到西院来，但总有人冒险暗中跟随。到了西魁书阁时，萧荣锦微微侧头看向后方，道：“那个女人跟来了，要不要紧？”“不要紧，也就今日她能跟到这里。”楚妙从他的话音里听出了另一层意思，萧荣锦是故意放晏荣进来的。第166章，萧荣锦为娶楚妙而谋划9。萧荣锦拿出钥匙递给楚妙，道：“最短的那把钥匙，你去开。”楚妙看到那梅花头的钥匙，心情五味俱杂，但还是接过了萧荣锦递过来的钥匙，走到书阁前，开启那把沉重的大锁。锁解开的那一瞬间，也自动从门栓上掉落。楚妙拿开大锁，转头看向萧荣锦。萧荣锦道：“把门推开，推我进去。”楚妙把锁放回原位，把钥匙交还给萧荣锦后，推着萧荣锦走入书阁内。等两人都进入书阁后，楚妙又将书阁门关上。萧荣锦道：“书阁的隔音很好，我们在这里谈话更保险，你想不想参观这里？”书阁大厅只是普通的茶间，一张八仙桌，10几张椅子排列有序。楚妙环扫过四周，其实他想告诉他，他来过，而且很熟悉这里的每一个环境。突然一只手搭在楚妙的手背，他掌心的温度传渡到他的肌肤，令楚妙回过神来。他看向他，这里好像不是我该来的地方。桃源谷你都去了，这里也一样是作为萧家的人可以踏足的地方。说完，萧荣锦就站起身，牵着他的走从左侧小门进去。廊亭两侧一眼望去是排序整齐的杨家牌位。再次踏入这里，看到杨家中列的牌位时，楚妙心里还是十分震撼。他记得萧荣锦第一次带他来这里的时候，他被这些牌位吓得脸色苍白的。如今
更多的是感慨。10余年过去，又有几人还会谈起杨家军呢？这些楚妙故作什么也不知，一脸震惊地问，看起来都是杨氏家族的牌位。这一条长廊走到底，都是杨家军的牌位。萧荣景说，我既然想娶你，就不想隐瞒这些。你看到的牌位都是当年在北辽几近全军覆没的杨家军，这只是一部分，也我爹花了10几年时间收集到的杨家军死亡名单中无尸可收的人。10万杨家军死剩下不足5000人，纵使活下来的杨家军也无完体。这些过往，楚妙是知道的。萧荣景带着他走到了远州杨家父子6人的牌位前，那正是柯氏的丈夫和儿子的牌位。杨将军的旁边还设立有柯氏本人的灵牌，底下便是他们的5个儿子。东院住着的那个女人便是杨柯氏，世人都以为她死了，她也以为自己疯了，便整日装疯卖傻度日。萧荣景握紧了楚妙的手，看着柯氏给自己立的灵牌。那为何？楚妙指了指柯氏的灵牌。萧荣景说，这是杨夫人要求刻的，你可知杨家最小的孩子多大吗？楚妙回头看他，此时的萧荣景表情凝重，整个气氛都变得十分压抑。还未等楚妙回答，萧荣景就伸出手说，我爹说起来他的时候，总是用着笑脸，用最轻松的语气跟我说，他才11岁，刚好到我胸口，他个子矮矮小小，健步如飞，军中没几个人能跑赢他。北辽的川池镇被敌军围攻时，他身边只有130个残兵，他把大部分兵力分出来，疏离川池镇百姓，被敌军活捉，砍去了双腿。第167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时。楚妙能听得出来，萧荣景说到后面的时候，语气也变了，沉重、压抑、悲绝。敌军并未杀他，他们想利用5公子胁迫杨家长子许氏知道自己的命运，在被押入敌军军营后，杨小公子吞食自尽。可纵使他死了，敌军依旧不放过他，他们带着杨小公子的尸身，兵临万木城，当着800杨家军和杨家长子，砍其头颅，当众剖腹。杨柯氏收回的那3具尸身里，其中1具便是他的。萧荣景抬手指着杨家5子牌位，杨忠兴，何其讽刺啊！杨家5子间，义、勇、诚、兴没有躲过新帝的猜忌，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朝廷的算计之中。当年的杨家，正如现在的萧家一般，威名远甚，深受百姓拥戴。萧荣景的父亲为了报北辽6城之败，时隔1年后，重振新兵，杀回北境，一点一点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城池和军魂。可是当年的杨家军又何尝不是这样拼命地守护燕国的江山？楚妙下意识地攥紧了萧荣景的手，虽然不知道萧荣景为何突然跟他说这些，带他来看杨家牌位，但他能感受到萧荣景对燕国朝廷的提防。皇帝不喜欢平南王用杨家的旗帜，才有了现在的萧家军，是吧？楚妙道。萧荣景转过头，薄唇微微上扬起，俊颜虽带着笑容，可是眼底却一片荒凉。现在我明白了，皇帝给萧家至高无上的荣耀，拥兵20万，不过是想建立一支以他为中心的军队。可是他没想到，他在位期间兴起的军队也如同当年的杨家军一样，震慑四方，盖过了他这个皇帝的风头。于是他急眼了。楚妙接过了萧荣景的话，萧荣景点头，看着眼前的杨家军牌位。萧家军是从杨家军分化而出，我父亲一直秉承杨家军的军魂，以忠、诚、勇，亦为萧家军的军训，也是我萧家军小支队的军旗旗号。娇娘，在没有遇到你的时候，我相信我父亲跟随的君主没有错。后来翁山的事情彻底打破了他对皇室的认知，再到宋凌恒亲口告诉他真相，他悲痛过，伤心过，他很难过杨家落得那样的下场，全是因为新帝继位，需要新鲜的血液巩固他的地位。到如今他清醒，仅是一夜间，他们萧家所有人都附上了阴郁，世人捧了他们为神，君王却要杀他们。他猛地将楚妙搂入怀里，紧紧地抱着，仿佛恨不得将楚妙整个人融入自己的骨血里。是他楚妙带给了他守卫家族之心，这一次他不为国而战，他为他萧家而战。阿锦！楚妙靠在他怀里，轻声的呼唤，你说你要给我一样东西，交给太子的是何物？萧荣景松开了他，拉着他道，跟我来。他带着他继续往深处走，走到了另一个院子，推开那里的房间门，屋子里面摆满了书籍。他走到其中一个书架前，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发黄的纸，递给楚妙。楚妙接过那张发黄的纸，还未打开，却已经知道那是何物。这也是他前世偷偷从萧家书架上拿走的杨家军在北辽的作战图，最后却成了平南王被世人唾弃的罪证。第168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11。楚妙的手有些轻微的颤抖，没一会儿，他就打开了一张图纸。这张图纸是平南王在北辽战乱后养伤时亲自画下，上面有杨家5子如何败下来的推测原因。其实也是平南王不愿接受事实后，急着寻求真相的草图，却被太子以平南王早有谋划，和敌国串通，
谋害忠烈杨家军为由构陷平南王。萧荣景知不知道这份草图将会成为太子手里的一张把柄？楚妙猛然抬头看他，这太冒险了，太子肯定会拿这张草图来大做文章，置你们萧家于死地，我们不能这么做。我知道。萧荣景双手放在楚妙的肩膀上，如果不这样做，又怎能让太子信服我们萧家还有值得他去掏空心思的东西？这样他才会舍得把你完完全全送入萧家，做我最亲近的人，谋取更多他想要的东西。更何况，他垂眸看着他手上的图纸，他一定会将这份图稿交到那个人手里，而那个人一定会出现，我要见那人一面。那人？楚妙眉头微拧。杨家军的幸存者杨瑞光，虎头军营的将军。萧荣景说道。楚妙脸上划过了一抹震惊。杨瑞光，他是太子身边的左右手，也是带兵抄了萧家的一支军队将领。你想利用这张图稿将杨瑞光引出来，见他一面？对。萧荣景含笑道，你不必担心这些东西会危害到萧家，该考虑的我都考虑好了，不会有问题的。他修长的指尖轻轻捋过楚妙的黑发，我还要娶你为妻，和你子孙满堂，我可舍不得英年早逝。楚妙低嗤一笑，刚才压抑的气氛有了一些缓和。那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去办，保证让你如愿见到杨将军。两人在西魁书阁待了足足1个时辰才出来。楚妙将人推回昭明阁后，就回了雀兰院找来晏荣。晏荣给楚妙行礼，楚妙道，我长话短说，你给我听仔细了。楚妙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张药方和一块出入平南王府的令牌，放到桌上，拿着药方带着本郡主的令牌出府，去连安堂乔装一下，进宫找到太子殿下。我手里有一样很重要的机密，要快点送出王府，送到太子手里。楚妙又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信封和一张白纸，他快速在白纸上写下要对莫红珍说的话，再用药水将纸上的字化掉，变回一张干净的白纸。他把萧荣景交给他的手稿和自己写的信一同塞入了信封，再将信封好。注意安全，速去速回，别露馅了。楚妙道。晏荣双手接过，道，是。正好他也有秘密要告诉太子殿下。晏荣离开雀兰院后，萧荣景从帘子后面走出来，透过窗望着急切离去的晏荣。正事办好了，该办他的私事了。他快步走向楚妙，道，我娘问我你喜欢什么礼物，她要给你准备一个院子的新婚礼。楚妙嘴角一扯，忍不住抬手揉了揉眉心。我如果说不用，那他会把我揍得很惨。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坐在我床头，兴师动众地问我和你的事情。我和你的事？楚妙一脸不解地回头看萧荣景，我和你有什么事啊？我也觉得咱们清清白白的是不？可是第169章，萧荣景为娶楚妙而谋划12。楚妙见他神神秘秘，欲言又止，忍不住转身面对着他，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萧荣景的表情。可是什么？你和我在桃源谷那一夜，好巧不巧被我大哥和四弟撞见了。你不知道，我那四弟是个大嘴巴，回来就跟我母妃说起此事，而且越描越黑，竟把我说成一个吃光抹净不负责的小人。萧荣景转身就躺在了罗汉床上，脑袋枕在了双臂，一条腿架在旁边的椅子上。楚妙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终于理顺了萧荣景的话。他的意思是，他跟他在桃源谷独处的一夜，被萧荣启和萧幼卿正好撞见，二人误以为他们两人发生了什么。楚妙脸颊一热，走到萧荣景面前问道，那你解释清楚没有？我母妃不相信我，所以你就没好好解释了。楚妙哭笑不得地问。萧荣景挑眉看他，薄唇勾起了一抹高深莫测的弧度。我觉得解不解释都一样，再过不久你我便是夫妻，既然他不相信我，那就算了。楚妙真是快败给萧荣景了。平南王妃会怎么想他？他们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个很随便的女子。他没好气地走过去，将她脚上搭着的椅子踢开。萧荣景的腿快速缩回，身子也利索地坐起身，抓住了楚妙的手道，你生气了？我可没那么小气。说完，男人就将她拉拽入怀里。楚妙的头枕在了他的臂弯，他微微愣了一下神，看着英俊绝伦的面容，伸手抚摸他的脸道，阿锦，你相信前世今生吗？他花了很大的勇气，才敢在他面前提到前世。他想告诉他，他真的不是他的好姑娘，他原本就是太子手里的棋子，甘愿为太子谋得萧家的罪证，陷他于不义。从一开始就是真相，只是他又回来了。如果他告诉他，他们的结局曾经那么不堪，那萧荣景还会愿意吗？萧荣景还不知楚妙内心的变化，在他抚着他的脸庞时，萧荣景也把自己的手掌贴在他的手背处，道，相信因为你的梦吗？楚妙反问道。萧荣景嗯了一声，你是不是觉得很无稽之谈？在楚家第一次见到你之前，我已经先梦到你了。你这里有颗红痣，我梦里的新娘左眼角也有一颗红痣。初见你时，你让我感到很亲切，想拥护；再见你时，你让我萧荣景有了目标。若在这之前，有人问我将来想娶个怎样的女子为妻，
我可能想象不出我妻子应该是怎样的，但你出现后，我萧荣锦的妻子就有模样了。你觉得这还不够神奇吗？梦里寻千回，原来竟是眼前人，这难道不是前世的元今生续？楚妙看着萧荣锦，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一直以为他的梦只是一个玩笑罢了。那你可曾梦见过梦里人血洗满门红？楚妙反问他。萧荣锦的眼睛里透着一丝亮光，也反问道：那你会吗？楚妙沉默了。他做过，但这一世他不会。可是他不会这3个字像刺一样卡在他喉咙里，因为做过，罪痕是不能因他的重生而抹灭的。最后他也问他，也是最后一次问他，那你还敢娶我为妻？大概是气氛太凝重了，萧荣锦轻嗤一笑，握紧了贴在他脸庞的小手道：我说过，若你前世欠我，就跟我儿孙满堂，不给我生一群子子孙孙，我下辈子下下辈子还找你，这一世我们好好过。星号催更呀，不然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催更。第170章，我带你去见一个女人一。楚妙听到这番话，伸手搂住了萧荣锦的颈脖。以后我不会再问这些问题，也不会再往事摇摆，我们有一条新的路程需要走，我们需要好好谋划未来，为我们的孩子谋一个太平盛世。萧荣锦薄唇勾起，抚着他眼角的红痣道：对，这才是我的娇娘。我不知道你的梦里如何，但往后我的梦里都是你我携手共创盛世的繁华盛景。楚妙调整好自己的心情，说：艳荣差不多该回来了，你先回昭明阁吧，我们今夜还有别的事要做，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见一个女人。女人？萧荣锦挑了一下眉。楚妙低咳了几声道：你不要想歪了，到时你就知道。夜，暗室怀宅，楚妙带萧荣锦见殷素，而殷素身边多了20多位杀奴。殷素道：奴从杀奴市场买下了他们，为主人办事，这些人都是奴以前的部落，或是数一数二的杀手界出身的，可信可用。楚妙一眼瞧见了前世跟在太子身边的娇奴，他之所以被称之为娇奴，是因为他天生患有一种病，身体长有娇灵，而这娇灵被杀手组织炼化，形成铜墙铁壁，后被莫弘真派去刺杀萧家军将领，娇灵在一次次的刺杀中脱落，他的寿命也因此缩短。最后一次，他被派去刺杀靖王，被靖王活剥了全身皮鳞，送回到莫弘真身边，死得奇惨。可不得不说，他是一副好盾。娇灵，萧荣锦一眼认出那娇奴身上的娇灵已经被炼化了，一片娇灵底10块盾那么坚固，若做你的护卫，我放心。抬起头来我看看。楚妙道。娇奴抬头，除了脸没有娇灵，其余地方都长满了灵，那就留下来做我的护卫，不过不能叫娇奴了，就叫殷娇，女娇的娇字。奴谢主人赐名。殷娇恭敬行礼。他们这些杀奴，若是10日内没被人买走，就会被送回基地处死。楚妙便是他们的再生父母，没有哪个杀奴不忠诚于新主人。还有你。楚妙伸手指了指殷娇身后跪着的瘦小男人，也是太子前世买下来的短跑高手，他偷盗技巧炉火纯青，留在我身边，至于其余杀奴，我会分别派任务给你们。是，主人。杀奴们异口同声地回道。萧荣锦看着好施命令的楚妙，心情十分兴奋。这样的楚妙真是又美又狠又飒爽。那个女人呢？杀奴们退下后，楚妙询问林淑妹的状况。殷素说，醒来过，毒已经解得七七八八，但情绪很不稳定。黑鬼在她醒来后拿了一面镜子给林姑娘。楚妙眼皮子狠狠地跳了几下。这黑鬼损招百出，他仿佛天生就是以捉弄人为乐。林淑妹的脸都被毁成那样了，黑鬼还拿铜镜给林淑妹，真是造孽。进去看看，我要亲自跟他谈一谈。楚妙去了另一个院子，手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抓住了萧荣锦的手掌。萧荣锦低头看了一眼，薄唇不自觉地勾起。他的娇娘越来越有做他媳妇的自觉性。而楚妙刚迈入房间，就看到林淑妹被绑在床头，黑鬼将那张被毁尽的脸涂满她的药膏。林淑妹痛不欲生，挣扎尖叫：杀了我，快杀了我！第171章，我带你去见一个女人二。她在干什么？萧荣锦也发现黑鬼不正常，当然他床榻前的女人更不正常。楚妙没好气地朝黑鬼走去，抢夺过了他手里的药膏，闻了闻，这里面用的成分是各种驱虫，而药膏上面还有一条条白色的虫子在蠕动。黑鬼见楚妙到来，笑呵呵地站起身，指着楚妙手里的药膏说：这可是我亲自研制的无痕美颜膏，这些虫子可以吃掉他脸上的腐肉，还有这些黑色的药膏则是有去腐生剂的作用。你看他都这样了，不如就死马当活马医，万一我把他的脸治好了呢，到时我就可以将这药膏高价卖出。楚妙咬了咬牙，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命令殷素把他给绑了。是，主人。殷素上前把黑鬼拖到了靠背椅上，找来绳子捆住了黑鬼。黑鬼挣扎道：绑我干嘛啊？我这是在为医学界做贡献，像这位姑娘这样子也是生不如死，倒不如拿来给我做实验。
楚妙将药膏递给萧荣景，道：“帮他涂上。”啊，别！黑鬼吓了一跳。萧荣景接过了药膏，走到黑鬼面前，扬眉一挑，就拿出了匕首，劈开了黑鬼的面具。黑鬼尖叫了一声，露出了曾经被烧伤而留下严重烧疤的脸，惊恐地盯着萧荣景手上的药膏，道：“公子手下留情，这药膏，看你这张脸，怕也需要多来一点。来，本公子帮你抹上，去腐生肌。”说完，萧荣景就挖起一大勺药膏，涂抹在了黑鬼的脸上。那边，楚妙已经替林淑妹收拾好脸上的药膏，被罂粟背到另一个房间。此时的林淑妹依旧是一心求死，她嗓音极度嘶哑地说道：“裘姑娘，给我一把刀，让我去死。”楚妙拉过了一张椅子，坐在床前，道：“等我把话说完，如果你还想死，我不会再留你。”林淑妹有气无力地靠在床榻，问道：“可否知道姑娘是何人？毕竟你救了我一命，我此生无以回报，只能来生给姑娘做牛做马了。”楚妙道：“本人燕京楚相狄二小姐楚妙，父亲是朝廷左丞相楚正德，母亲蜀州林氏。”林淑妹身子猛地一颤，眼中的光一点一点亮起，由上至下的打量起楚妙，不解地问道：“你阿雪的妹妹，楚家刚寻回来的二小姐楚妙？”“对。”楚妙道：“你是楚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来救我？可是你我之前从不认识。”林淑妹心中有很多疑惑。“那现在你我就认识，而且我很久之前就认识你了，蜀州第一才女，第一美人，就如我姐姐楚瑶雪在燕京的风头一样，多才多艺，风头无限。如若不是这一次变故，林小姐会有一个不错的夫郎，往后的人生美满如意。可惜在你回外祖家时遭遇刺杀，劫匪并未劫你财色，却只要你性命，毁你容貌，你可知是何人做的？”楚妙道。林淑妹攥紧双拳道：“我一个闺中女子，从不与人结仇结怨，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要这样害我。楚小姐，可否指路一二？”楚妙静静地看着她，摆放在大腿上的双手微微动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楚瑶雪。”第172章，我带你去见一个女人三。楚瑶雪？怎么可能？他跟楚瑶雪没有利益冲突，他为何要害死自己？楚妙知道他不相信他的话，但事实就是如此。你觉得他跟你没有利益冲突，他没有理由害死你是吧？那你好好想想，楚瑶雪去林家这些日子，他是不是像个影子一样跟着你，与你同住一间房，共用膳食，一起沐浴，还要时不时让你教他你拿手的琴曲，又或是你最擅长的舞蹈，更甚至拿着你写的诗词反复练习，说是想向大表姐你学习学习。楚妙微眯起双眼，心里暗暗推测，楚瑶雪想要顶替林淑妹，就必须要学会做好林淑妹，这些日常举动是楚瑶雪必修之课。如今楚妙跟林淑妹说这番话，倒让林淑妹想起了楚瑶雪与她形影不离的日子，她眼睛里的光也一点一点的明亮起来。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林淑妹心里存在太多疑惑，楚妙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是你派人要害我？林淑妹对楚妙多了几分警惕。楚妙对林淑妹的反应并不惊讶，一个经历过生死的女人，如果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那她就白救她了。楚妙冷静地回道：“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自然不是楚瑶雪告诉我的，而是我推算的，因为没有谁比我更了解楚瑶雪。可仅凭这些，叫我如何相信你？你救我又有什么目的？我如今人不人鬼不鬼，你救我又有什么用处？”林淑妹是个聪明人，楚妙若对她无所图，又岂会花这么多心思把她救回来？楚妙也不想跟她拐弯抹角，我救你当然有我的目的，你这张脸我能治，但是有一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你不能完全相信我之前，我不会用你，自然不会白费心思给你治脸，因为不是我把你害成这样。说完后，楚妙站起身，背对着林淑妹说道：“11月初5，我会带你去一个宅子，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楚瑶雪她图谋什么。这2日你先好好休养。”楚妙快步走出屋子，林淑妹眼神复杂地看着楚妙，只觉得楚妙这个人好生厉害，推算人心，步步为棋。楚妙回到萧荣景那个房间，黑鬼已经被萧荣景糊了一脸的药膏，痛苦地哀嚎着。楚妙看了一眼，道：“阿景，我们走。”“好嘞。”萧荣景把最后一点药膏糊在了黑鬼的鼻孔，原本就被火烧的只有一个鼻孔的黑鬼，顿时鬼哭狼嚎。萧荣景从屋子里出来后，快步追上了楚妙，问道：“你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那个面目全非的女人？真正的林家大小姐林淑妹。”“林淑妹。”萧荣景一字一句地念着这3个字。那楚家那个是冒牌货，楚家那个林淑妹是楚瑶雪，她利用林淑妹把自己变成林家大小姐，再把林淑妹害死，顶替林淑妹的身份回到燕京，她对太子可真是真爱。楚妙眉头挑了挑，萧荣景一下子明白了楚妙的计划。难道你想把真正的林淑妹变成楚瑶雪，送回楚家？阿景可真聪明，我不光要把她送回楚家，还要让林淑妹嫁给太子做我的棋子。以太子现在的情况，不会再以什么贤君之名招揽群臣，
我估摸着选秀那日，皇后会把能拉拢的权贵之女都收入东宫，跟万贵妃抢人。我在这个时候把顶替楚瑶雪身份的林淑妹送入东宫，可再适合不过了。第173章，人生如戏，戏如楚妙一。你觉得呢？楚妙回头反问他。萧荣景大掌扣在楚妙的后脑勺，妙也。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楚妙眼眸一沉，我答应林淑妹在你生辰那日带她入王府看看情况，到时假扮成林淑妹的楚瑶雪一定会像花孔雀一样围绕着太子转。没问题，到时我让刘光把人接入王府，妥善安置好，让他看清楚楚瑶雪的真面目。夫人还有什么要交代？萧荣景双手负背，心情颇为愉悦地说着。楚妙抬头看他，最后一件事情，生辰宴那日，太子或者其他亲王必定会派杀手行刺你，试探你的功力是否还在，到时你多派些人手暗中保护你，别让自己受伤了。我想的跟夫人想的一样，到了那日，我隐卫会不在王府暗处，暗中保护你我。楚妙脚步一顿，回头看他，保护你我？我说的是保护你。萧荣景薄唇抿了抿，唇线却微微上扬，在别的亲王眼里，你医术高明，治好了我的手伤，而我这个荣安世子也只信任你一人，他们想要杀你，不也是理所当然吗？特别是万贵妃，你以为她会猜不到你是太子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这只是其一点。其二，我从不相信太子会完完全全的信一个人，若他动了将你嫁入平南王府的念头，必定还会再出一招，试探人心。他会为了试探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当着我的面连同你一起刺杀。如若你对我而言只是医患关系，你觉得作为正常人，我会不会为了救你而付出自己的性命，或者动用自己的内力去救你？楚妙前思后想，觉得萧荣景所说的话很符合太子的性格。你说的对，不过我有殷郊做护盾，我不会让自己受伤，也不会成为你的负担。萧荣景扣紧他的手，放在唇边道：我要你毫发无伤。楚妙抬头看了看夜色，天色不早了，明日一早，楚家定会派人来传我回府见太子一面，我得好好准备一下。萧荣景搂着他的腰身，飞向夜幕。日从树梢悄然攀升，楚妙刚用完膳，就收到楚家那边来人请他回去的消息。他提着行衣箱，坐上了楚家的马车，可却并不是回楚家，而是去了一个很隐蔽的宅子。楚正德在那处宅子大门后等候着他。楚妙走前向楚正德行礼：爹爹，你让人送入东宫的东西，太子已经过目了，太子就在里面亭子里等你，他有重要的事情要与你商量，你快去吧，别让太子久等了。是，爹爹。楚妙拎着行衣箱，顺着楚正德所引的长廊一直往深处走去，就看到一座八角亭子。莫红珍身穿一袭墨色长袍，双手负背立在亭子里，眺望远处。楚妙迈着小碎步快步走入莲池亭子，声音里带着许久未见的激动还有担忧：太子殿下。莫红珍回身，楚妙这才看清莫红珍脸上戴着面具。也对，自从爆出太子得了花柳病后，莫红珍的日子恐怕很不好受吧。他不光要承受心理上的打击，还要承受身体的痛苦。楚妙不用多瞧，他那张脸便知道莫红珍的脸不大好看。他下在莫红珍身上的药，不养个3-5个月是完全退不掉的。殿下。楚妙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星号，宝宝们好给力，但我还要继续求催更，求催，花1秒时间点一点。第174章，人生如戏，戏如楚妙2。他欲言又止，然后又上下打量莫红珍，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担忧和牵挂，手里拎着的行衣箱轻轻地放在了石桌上，道：殿下，外面的传言我都知道了，可我不相信殿下是那样的人，定是有心之人陷害殿下。若是殿下信得过楚妙，那就让楚妙为殿下看看身子可好。莫红珍听到这番话，心里十分欣慰，对待楚妙也多了一丝温柔。你相信姑就好，姑的身子已经没什么大碍，你无需担心。看来太子殿下还是信不过微臣。楚妙垂下头，略有些失落的模样。莫红珍朝他那走前了一步：怎么会？姑若是不相信你，就不会把你送到萧荣景身边。现在你是姑最信任的女子，至于姑的身体，公有公规。自从那件事情后，姑的身体就有指定的太医诊治。再说，姑真的没什么大碍了，楚妙妹妹不必牵挂姑。倒是你昨日让艳荣送到姑手里的东西，让姑在父皇面前驳回了一局。父皇他现在十分关心萧家，你跟姑说说，萧荣景昨日带你去的地方。太子殿下先坐下来，我给你好好说说。楚妙拿出自己的手帕，铺在了石凳上。莫红珍扫过石凳上的青竹纹手帕，坐在上面。楚妙这才说道：昨日荣安世子突然跟我说想看书，便叫我推他去书阁。他一路引我到了一处叫西葵书阁的院子，我瞧那院子靠西，挺偏僻，路过很长的走廊，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到了西葵书阁，里面布满了柏书，我推着荣安世子到一处古书架前，他就让我帮他找几本名为《杨家剑法》《杨家枪法》《北辽杨家军》的书籍。之后他便在那里面看了整整1-2个时辰。
我给太子殿下带的那张图纸，便是从古书架的书籍里找到的。我悄悄抽走，从西葵书院里带出来，不过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险些被荣安世子发现了。说到后面，楚妙的身子隐隐有些颤抖，像是真的受到了惊吓。莫弘真下意识地伸手轻拍楚妙的肩膀，安抚道：“别怕，你成功的把他带出来了。那份图稿对姑很有用，你干了一件大事。”真的？楚妙从惊吓中露出了欢喜的笑，只要对太子殿下有用，就算冒再大的风险，楚妙也愿意。莫弘真看着他越养越娇嫩的巧颜，初见楚妙是在楚家，那时候他刚被楚家的人接回丞相府，大概是在外颠沛流离，刚回楚家的楚妙看起来又瘦又小，皮肤也不似现在这般白皙细腻，扔在人堆里也不算太起眼。如今的楚妙俨然养成了大家闺秀的模样，那张脸百媚生娇，含苞欲放。一想到要将楚妙送给萧荣景，莫弘真心里一阵惋惜。可是比起自己的大业，牺牲楚妙的终身幸福是必然的。妙妙，莫弘真温柔地唤他，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殿下，何事？你只管吩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萧家，拿到萧家更多秘密情报，让萧荣景更信任你，姑与你父亲商议，把你嫁入平南王府，做萧荣景的妻子。楚妙脸色霎时一变，猛地往后退了2步，眼眸中散发着一抹不可置信。第175章，人生如戏，戏如楚妙3。仿佛深受打击，喉咙哽咽地问：太子殿下要将我嫁给荣安世子，可是太子殿下之前说过，只要楚妙，姑不会忘了对你的承诺。就算你嫁给萧荣景，等萧家倒下后，姑一样会纳你为妃，到时与你携手共看这燕国盛世山河，只属于你我的。莫弘真这样的楚妙感到很满意，他不愿意，就证明他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他，就能被他操控，做好一颗棋子。他越不愿意嫁入平南王府，对他越有利。楚妙一下子软倒在石凳上，可我若成了荣安世子的妻子，殿下如何能再接受如此肮脏的楚妙？太子殿下，我可以想办法让荣安世子完全信任我，我可以完成太子殿下交给我的任务，求太子殿下莫要把楚妙嫁给荣安世子。楚妙！莫弘真的声音严肃了几分，楚妙的哭声也戛然而止。他抬头看向对面的莫弘真，莫弘真语气缓和了一些，道：如果是之前，姑多的是时间慢慢收网，可如今不同，你不知姑现在的艰辛，因为姑的身体原因，朝中重臣兵分3派，那些曾经忠于姑的人都是势利眼，要么倒戈，要么选择中立。姑是储君，急需要你帮助姑在父皇面前稳住东宫地位，燕国的子民才能安稳。如若姑退出东宫，那其余亲王还会安分守己吗？你愿意看着姑退出东宫吗？不愿意，不愿意。楚妙眼眸含泪，连连摇头。只你一人不愿意，可如今多的是人想把姑拉下水。你昨日让晏荣送入宫的图稿，姑交给父皇后，父皇对姑的态度有所缓解，姑也向父皇献计，要把你指配给荣安世子。正好平南王妃也想替荣安世子寻一世子妃贴身照顾她，姑觉得唯你最合适。姑不放心别的贵女嫁给萧荣景，姑只信你一人。妙妙，能否答应姑？楚妙一边抽泣，一边拿出帕子擦拭脸庞的泪水，缓了好一会儿后，才点点头道：楚妙愿意，只要殿下稳住东宫之位，让百姓安居乐业，楚妙做什么都愿意，只是太子殿下。说到这时，楚妙低下头，用手帕捂着唇，极度哽咽地说：待殿下帝业功成时，莫忘了楚妙。不会的。莫弘真暗暗松了一口气，言语尽是蜜糖。你是帮助姑的功臣，姑背后的女子，姑绝不会忘了你。楚妙看了他几眼，最终趴在了行衣箱上嚎啕大哭。莫弘真心里五味俱杂，留在亭子陪伴了他许久，可他的心终究是石头做的，眼里只有他的前程帝业，哪里管得了人前人的伤痛？今生没有，前世更没有，不过是一场戏罢了。只不过这场戏，他楚妙不再是他手中的棋子。莫弘真起身，没有再去安慰还在伤心欲绝而哭泣的楚妙，便走出亭子。楚正德迎前行礼道：太子殿下。莫弘真回头看了一眼八角亭，道：好好安慰他，让他早点整理好情绪回平南王府。是。莫弘真走后，楚正德踏入亭子，坐在楚妙对面，好言劝道：太子殿下已经跟我说了要将你许给荣安世子的消息，楚妙，你身边楚家女应该要明白肩上的担子，儿女情长的事情等功成后，太子殿下自不会忘了你，爹爹也会在背后协助你。楚妙眼底闪过了一抹冷意，抬头后却又变了一副表情，抽泣道：爹，女儿知道了，女儿只是想到要嫁给那样的男人，有些难过罢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太子殿下要你调整好情绪，早些回平南王府。荣安世子生辰宴那日，皇后娘娘会亲自到平南王府宣你与荣安世子的婚事，你可不要露出什么不愉快，让荣安世子看出端倪。是，爹爹。第176章，
人生如戏，戏如楚妙似。楚妙又擦擦眼角的泪水，温顺乖巧。楚正德看了之后，心里微微动容。不管怎么说，楚妙都是他的亲生女儿，他这个父亲总要安慰安慰。他伸手轻拍楚妙的手背，若不是荣安世子去翁山剿匪伤了身子，京城多的是规格千金想要嫁给他。就算现在他伤了腿，无法站起来，燕京还是有不少世家想把女儿送入平南王府。不管怎么说，平南王府总归是个不错的世家，那平南王妃还是首富之女，你嫁过去不光是世子妃，钱财方面也会比别的女子宽裕许多。楚妙渐渐平静下来。楚正德见自己的话起了效果，于是又来一波洗脑。如今太子殿下不光需要人，还需要大笔的银钱拉拢权贵，你能懂我意思吗？爹爹，你是说我嫁给了荣安世子后就能得到他们的财，这样我就能利用这些钱财帮太子殿下建立功业，对吗？楚妙反问道。楚正德点点头，对。此时的楚妙已经平复了心情，他起身扶了一个身道，爹爹，女儿知道了，女儿不会让爹爹和太子殿下失望的。你能这么想爹爹就放心了，爹爹送你离开宅子。好。楚妙上了马车，并没有立刻回平南王府，他去了名医堂，从里面拿了一些药，再回王府。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出去的这一个时辰里，外头都在传平南王妃将自己名下的铺子几乎搬空，送回王府。据说那些布匹、成衣、金银首饰以及一些昂贵的古董，都是为荣安世子娶妻所准备。当然，这只是做给外人看，实则平南王妃是特意为楚妙选的。外人看了分外眼红，一些世家贵族们也在暗暗谋划，想从自己家中挑选女儿嫁到那副道流油的萧家做世子妃。楚妙回到王府后，最先碰到的便是刚从茅房里出来的萧幼卿。楚妙看他脸色不佳，多问了两句：“四公子，你这是怎么了？”萧幼卿捂着肚子说：“借您吉言，我拉了一晚上。”说完，萧幼卿又觉得想进茅房，于是转身就往茅房钻去。萧幼卿身边的小厮手里拿着一沓手纸跑过来，大呼道：“四公子，手纸手纸！”楚妙哭笑不得，他叫住了小厮：“你等等。”小厮转身对着楚妙行了一个礼：“浮云郡主。”楚妙将行衣箱放在一旁的座椅，拿出纸和笔写了一张方子递给小厮，道：“赶紧去抓药吧，抓了药放3碗水，熬成1碗给你家公子喝下去，便能药到病除。”可是我家公子不愿意喝药。小厮一脸为难：“那怎么行？再这么下去可要出人命的。”楚妙扫了一眼小厮手里的手纸，道：“这样吧，你先去弄药，等熬好了药端过去，手纸回头再送，他会喝的。”楚妙说完，转身就回昭明阁了。小厮低头看了看左手拿着的手纸，再看看右手拿着的药方，便转身先去找府医要药材。至于萧幼卿，他喊破了喉咙都没等到手纸。第177章妇道流油的平南王妃一。那边楚妙刚到昭明阁，就发现院外守着几个嬷嬷看护院门，燕荣被护院挡在了外面，暂时不得入内。楚妙走近询问：“燕荣，你怎么站在院外？药可送进去了？”燕荣见楚妙回来，诉说道：“郡主，王妃突然让人看着院子，不让奴婢进去，药倒是被王妃身边的单嬷嬷端进去了，也不知道世子喝没喝。我去看看。”楚妙走到院门前，守院的婆子说：“郡主回来的正好，世子刚才发了一通脾气，只让郡主一人进去，王妃已经在里面劝慰世子了。”楚妙狐疑地皱了一下眉，这萧荣锦只要闹事必有事。他回头对燕荣说：“你先不必在这里守着了，我先进去看看世子。”说完，他也不管燕荣听没听进去，就走入昭明阁。当进入萧荣锦的卧房时，楚妙被房间里布满的布匹、成衣、首饰，还有一沓沓的银票震惊到了。他不是没有见过这般富裕奢华之物，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趁他不在的时间里，将这些东西都搬回王府了。平南王妃清点物品时，看到楚妙从门外走入，笑盈盈的上前挽着楚妙的胳膊道：“来，你瞧瞧，还缺什么？还缺什么？”问他。他有些迷茫的转头看向萧荣锦的方向。此时萧荣锦坐在贵妃椅，他侧着身子躺，一只手扶着脑袋，另一只手拎着一串刚从外的运送回来的新鲜的葡萄，姿态恣意洒脱，却又不失贵公子的尊优，眉宇间尽显温和。楚妙仿佛又看到了初见他时那洒脱不羁的少年郎。这样的萧荣锦无疑是最放松的。平南王妃见萧荣锦只顾着吃，没好气的上前一脚踢在了萧荣锦的脚背。萧荣锦刚要塞入口的葡萄顿时掉在了地上，他索性也坐起身，走到楚妙身边，牵起了楚妙的手道：“娇娘，你看看还缺什么？这些都是我娘为你准备的。”楚妙眼皮子狠狠地抖动了2下。平南王妃看着萧荣锦与楚妙十指相扣的手，总觉得儿子轻浮了，上前又一巴掌打在了萧荣锦的胳膊处，自然而然地拉过了楚妙的手，满脸温柔地笑道：“娇娘，
我就跟着阿锦一块叫你娇娘，你不会介意吧？阿锦这孩子对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们萧家绝不会亏待你，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这些东西只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等你和阿锦成婚后，还有别的礼物。成亲后，若是阿锦欺负你，你就来告诉我，我就是打断他狗腿，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萧荣锦扶额，下意识地收紧了2条腿。楚妙则是哭笑不得，解释道：“王妃，我跟世子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世子只是……我知道，都是阿锦那孩子动了歪心思。你放心哦，我们萧家绝不会亲继儿媳妇，也不允许阿锦成亲后纳妾，以后他就只有你一个妻子。”平南王妃笑眯眯地对楚妙说。说完后，他又恶狠狠地瞪了眼萧荣锦。星号莫红针，书追完了，你催更了吗？第178章，妇道流油的平南王妃2。楚妙没脾气的抬手揉自己的太阳穴，他知道平南王妃安氏的性格，她一向与人温和，待人宽厚，特别是对待几个儿媳妇，她做到问心无愧。尤其对她楚妙更是视如己出。摆放在她眼前的衣物、首饰和银票，不过是她为她准备的冰山一角，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平南王妃手里握着的财富。直到她楚妙踏入萧家，一点一点挖出了安氏妇道流油令人眼红的家底，皇室彻底容不下萧家。手握重兵已被皇室忌惮，手握财富那已经威胁到了末世皇族的地位。起码末世皇族是这么想的。你看看，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布帛，什么款式的首饰，还有这些银票，都是我给你的。若是这些东西你都不喜欢，那你可以拿着银票去外头买，咱们家啥都不多，就这些黄白俗物，任由你挥霍。平南王妃把一沓一沓的银票塞进楚妙的怀里，楚妙连退了2步，低头看了看怀里的银票，道：“王妃，够了，这些身外之物其实有几样佩戴就很好了，富贵加身，难免遭人眼红。”他把银票摆放回箱子里去。萧荣锦点头，认可楚妙的说法。你看，我说的跟娇娘说的一样吧？你这样大手大脚，难免遭人眼红。这一次，平南王妃倒没有反驳萧荣锦，她扫了眼四周的珠宝首饰和衣物，小心翼翼地问楚妙：“我只是偷偷拿回了一小部分，也不是什么绝品，这样也会遭人眼红吗？”楚妙与萧荣锦同时点头。而平南王妃认为的冰山一角，在他人眼里，恐怕是一辈子都挣不到的财富。这可真是财大气粗、妇道流油的婆婆呀！平南王妃严谨了不少，她再一次看过四周，然后指着衣物道：“那就把衣物留下吧。阿锦过2日要办生辰宴，再挑一样镯子或者珠串也行，然后挑一样耳坠子，一样颈链子，这应该不会引人注意吧？”楚妙顺着平南王妃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对于不识货的人来说，的确不太会引人注意。可是来参加萧荣锦生辰宴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特别是那些富人千金们，闲来无事专门研究吃喝穿戴，如何讲究搭配法，会看不出萧家的新品。他还未成为萧荣锦的世子妃，就已经先穿戴上萧家的东西，这让太子怎么想？他马上摇头，遏制了平南王妃这个想法，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女衣袍，道：“王妃，世子的生辰那日，我就穿着这一身女衣袍陪在世子身边，无需富贵加身，首饰环绕，否则我与世子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功亏一篑。”就算楚妙回头看向萧荣锦，他知道他什么都跟王妃说了，萧家的人也都清楚自己在末世皇族的处境，也没有藏着掖着，而是开诚布公的说道：“以后你也不可以暴露自己的家底财富，保持现在这样便好。起码他们只是觉得王妃手里有点底，而不是富过了皇家。”平南王妃也不是个傻子，一听就听出了楚妙的话外之音。母妃，听到娇娘说什么了吧？萧荣锦挑眉道。平南王妃叹了一声：“哎，那岂不是委屈了娇娘？我不委屈，若能将银票换成可以保护萧家的盾，财富才是长久的。”楚妙真诚的希望萧家能度过灭门之灾，这一次他会陪他们一起走。平南王妃却很感动楚妙为萧家设想，她上前握住了楚妙的双手，道：“阿锦是前世修来的福分，能得娇娘芳心。”楚妙微怔：“前世啊？”第179章，妇道流油的平南王妃3。楚妙抬头看萧荣锦，心里五味杂陈。他想告诉他们，才不是萧荣锦前世修来的福分，而是他。这些东西搬也不是，那就留在我的院子，弄到偏房去，等娇娘成了我的世子妃，再慢慢挑着用。不等楚妙多想，萧荣锦就扯开了话题。平南王妃很赞同萧荣锦的话，轻拍楚妙的手背，说道：“那我就把这些东西留在这，你自己处置，不要跟我们客气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平南王妃越看楚妙越发满意，她瞥了一眼萧荣锦，指了指床榻，道：“你回去躺着吧，没有娇娘的允许，不许起床。”萧荣锦嘴角一扯，不情不愿：“这里没有外人，回去躺着。”平南王妃强势的命令道。楚妙抿嘴轻笑，说道：“世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躺着安全一些，燕荣一直在外头守着。”萧荣锦叹了一声：“我怎么觉得
母妃不是娶媳妇，是在嫁女儿。他一边嘟囔，一边走到床榻，乖乖地躺好。平南王妃掩嘴而笑，没有多打扰二人，便让人将东西搬到偏院。等人都走后，萧荣景抓住了楚妙的手，关心地问道：“见到太子那只花孔雀了？”“见了。”“他怎么说？”萧荣景第一次那么关心莫弘真的想法，这关系到他跟楚妙的未来。楚妙抿了抿嘴，端起了一旁的药水，倒到窗外的莲池里，再把窗户关好，空空的药碗放回原位。萧荣景心急的又问道：“娇娘，太子殿下说什么了？”楚妙深吸了一口气，盯着萧荣景，很想知道。当然想。那我就告诉你吧，太子准备在你生辰宴那日，让皇后指婚你我二人，而我爹不光想谋权，还想让我从萧家这儿谋财，为他自己铺路，也为太子巩固好如今的地位，拉拢人脉。萧荣景听到这番话，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着。这两个人怎么想的那么美，把我们娇娘当成傻子一样耍？楚妙垂眸苦笑，偏偏他前世对这二人百依百顺，最后落得齐废人亡的下场。你放心，我嘴上应了他们，但我知道要怎么做。林淑妹的事情你可安排好了，她会是一颗对我们很重要的棋子。西葵书院旁边的观澜院有一处3层高的小楼，我母妃准备在观澜院对面的竹镜台举办生辰宴，到时将她安置在观澜小楼的3楼飞云轩，她可以揽进竹镜台。萧荣景眼眸微眯，眼中尽是谋算。楚妙说道：“要叫人守着她。”“我会的。”萧荣景扣紧楚妙的手，与他十指相扣，道：“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功亏一篑，我很期待今年的生辰宴。你想要什么？我准备一份礼物给你。”说到生辰宴，楚妙觉得自己好像从未给他准备过生辰礼物，可对于萧荣景而言，楚妙就是最好的礼物。他抬起了握紧他手的那只手，食指指了楚妙，俊逸的容颜露出了温柔的笑：“把你许给我，就是我今年生辰最好的礼物。”说到这，他将楚妙拉入怀里，薄唇贴在他耳畔，炙热的吐息轻柔的话语拂过他的耳畔：“我要预定明年的礼物，我想好了，明年我们生个女孩。”第180章，齐王当众求娶楚妙一。楚妙只觉得耳朵痒痒的，他伸手推开他，顺势从他怀里站起身道：“你可想得真美，我只说准备今年的礼物，可没叫你预定明年的礼物。既然你想不出，那我就自作主张替你准备，保持一个神秘感吧。”说完，楚妙就拿起药碗，快步走出房间。萧荣景百般无聊地看向窗，再等等，以后有了楚妙，他的日子会越来越有趣。11月初3，东宫，全福已经替太子束好了腰带，小心翼翼地问道：“殿下，您要亲自去平南王府？奴才听说齐王殿下也会去参加荣安世子的生辰宴。”莫弘真一听到齐王，脸色就如冰雪一般，阴沉可怖。他看了看镜中的自己，脸上的红点并未完全消退，这也促使他的近日性情大变，情绪时常暴躁，无法自控。为什么不去？姑难道要在东宫躲一辈子吗？他越想看姑出糗，姑越要让他知道姑才是太子，靖王那个废物这辈子都没机会了。他想替他那废物哥哥报仇，也要看有没有能耐。自以为是的狗东西。莫弘真从全福手里拿过了面具，戴在脸上，便出宫前往平南王府。巧的时候，莫弘真的马车停在平南王府门前时，齐王府的马车也刚好停靠在太子的马车旁。莫弘真还未下马车，就从旁边听到了熟悉的呼唤声：“太子皇兄，你也来参加荣安世子的生辰宴啊！”全福嘴角顿时一抽，暗暗瞧看莫弘真。莫弘真虽是戴着面具，可全福能感受得到来自于莫弘真的寒气。面具底下的那双眼睛在告诉全福，太子不想看到齐王，可偏偏齐王就是喜欢撞上这枪口来。太子殿下，是齐王。全福低声说道。但他的话音刚落下，马车的帘子就被人从外面掀起，一张对莫弘真来说厌恶透顶的面孔赫然映入他眼眸中。那掀开帘子的人正是齐王莫弘齐。齐王笑着露出一排牙，一副恭敬有礼的模样，向莫弘真作揖行礼：“臣弟见过太子皇兄，近日许久未见太子皇兄，武帝想念的紧啊，不知太子皇兄的身子恢复的如何，还要不要紧呢？”面具底下的面容瞬间变了色，若不是莫弘真还有一张面具遮盖，那满是红点的脸怕是都能吓坏了全福。全福开声劝告道：“齐王殿下，太子殿下好得很，今日是荣安世子的生辰宴，不知齐王殿下给荣安世子准备了什么礼物？”狗奴才，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当初就是你这个蠢货耽误了太子皇兄回宫治疗，如今害得太子皇兄只能面具示人，不敢以真面目见人了。齐王知道全福想替太子岔开话题，可他偏不让，逮着这么好的机会，他又怎么肯放过？莫弘真胸腔积攒着一把火，但他还算有理智，并没有在外面动怒。武帝，谨言慎行。是，臣弟受教了。臣弟今日到平南王府来，还想向太子皇兄讨要个人。齐王眉头一挑，往马车前凑了凑：“那楚家二小姐，也就是姑姑收的那个义女浮云郡主，你不要了吧？臣弟看上了她，
想向楚丞相讨要他做臣弟的齐王妃。莫弘真猛地攥紧了拳头。莫弘齐，你在找死！第181章，齐王当众求娶楚妙2。楚妙是他的人，太子又岂能容忍齐王染指？更何况楚妙一直在他的计划之内，他绝不能让齐王破坏自己的计划。但是太子知道齐王的性格，你越不给他的东西，他越想要。莫弘真隐忍下了怒火，语气平和地说道：你想娶谁，用不着跟姑说，不过就算是娶亲王妃，也还得与让母后与父皇商议，等父皇首肯再按礼节娶亲，武帝可不要鲁莽行事，免得惹父皇不快。齐王听到这话，摆了摆手道：放心吧，太子皇兄，臣弟娶妻是娶回去给父皇生几个皇孙，绝不是有心玩弄女子，更不会把自己身体玩出什么毛病来的。臣弟要先去给荣安世子送礼，就先告退了。内含完太子的齐王往后退了一步，就进入了平南王府。面具底下的莫弘真整张脸阴沉无比，全府也十分愤怒地说：太子殿下，齐王殿下，他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你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莫弘真深吸了一口气，调整好自己情绪，便下马车。金皇后的凤辇刚好停在平南王府，莫弘真快步走向金皇后、母后。金皇后透过窗纱，大老远就见齐王半个身子搭在太子的马车旁，不知叨叨了什么话。他下了凤辇，看向自己的儿子，心疼地说：刚才本宫看到齐王站在马车旁，他是不是又说了什么？莫弘真眼眸微沉，眉宇蹙紧。全福赶紧上前，压低了声音向皇后告状：回皇后娘娘，方才齐王一直在明里暗里讽刺太子殿下的身体，还声称看上了浮云郡主，想娶浮云郡主为齐王妃。金皇后脸色霎时一变，想到自己儿子这些时日在皇上面前忍气吞声，受尽委屈和屈辱，现在竟还要被齐王这样的纨绔子弟讽刺，金皇后就怒火中烧。她下意识地把手搭在莫弘真手背，道：此事母后定不会坐视不管，也绝不会让那母子俩逍遥太久，你且先忍着。莫弘真并没有应下金皇后的计划，道：母后，儿臣与老五的恩怨，儿臣自己解决，眼下不是处置他的时候，多事之秋，还是不要让有心人抓住把柄。我们要做的事。他犀利的眼眸瞥向平南王府，楚妙不能嫁给老五，母后入府后，第一件事就先宣懿旨赐婚楚妙和荣安世子。本宫出宫之前已经跟你父皇确认了一番，你父皇同意你的提议，所以就算齐王想娶楚妙，也得问问你父皇同不同意。金皇后暗暗得意，她留着楚家还有用处，是绝不会让齐王娶走楚家女。莫弘真点了一下头，就没再多说什么。准备与皇后一同入府时，楚家的马车正巧赶来。林氏带着林家2位姑娘林淑妹和林淑慧从马车里走下来。顶替林淑妹身份的楚瑶雪在看到久未见面的莫弘真时，却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楚瑶雪的心突然就跳得很快，这个她日思夜想的男人此刻就站在她面前，她却不能与他相认，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重新认识彼此。林氏带着2人向皇后与太子行礼：臣妇见过太子殿下、皇后娘娘。民女拜见太子殿下，给皇后娘娘请安。楚瑶雪姿态端正的行礼，让莫弘真与金皇后一眼发现她的独特之处。星号：楚瑶雪，好好催更呀，不然我就长命百岁。第182章，齐王当众求娶楚妙3。楚瑶雪自小泡在诗书情画中，被林氏熏染成知书达理的贵女，如今就算换了身份，她自小被培养出来的书香气息，自然而然地盈于周身。林家2位姑娘站在一块，那楚瑶雪与林淑慧的气质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打前些日子太子被人诬陷，闹出花柳病，损伤了名誉后，金皇后就不再以挑太子妃的身份去看待每一位贵女。如今只要品貌不错，家世背景不差，金皇后都想替太子招入东宫，不想白白便宜了万贵妃。楚夫人，这位是……金皇后抬起手掌指了指楚瑶雪的方向。林氏转头一看，见金皇后特意问起楚瑶雪的身份，心里有了几分眉目，笑道：回皇后娘娘，这位是臣妇娘家哥哥的长女，蜀州第一才女林淑妹。蜀州第一才女？金皇后眼底光芒微闪，往前走了一步。她记得林氏的娘家家底丰厚，这位姑娘又出自林家，哪怕林家在燕京不算什么权贵士族，那也是富裕之家。太子现在不光要有权，还需要钱财支撑，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金皇后觉得林家姑娘合适。林淑妹啊！金皇后由上至下的打量林淑妹，看起来真是个乖巧伶俐的人儿。楚瑶雪微微扶了一个身，面带娇羞又不失礼貌的浅笑。金皇后面对这般低调不急于在她面前表现的林淑妹是十分满意的。不错不错。金皇后说完，已经有不少贵妇带着各自的女儿们从马车里下来，纷纷走到金皇后面前，给金皇后和太子行礼。金皇后的视线也从楚瑶雪身上收回，看了看四周，见燕京贵圈都来得差不多了，她没有忘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她拂袖说道：平身都别在平南王府门前站着。
说完，以金皇后为首进入平南王府，林氏跟在金皇后身后，楚瑶雪走在太子的身后侧。在他踏入平南王府时，楚瑶雪忍不住抬头看了看莫弘真的背影，心里的思念与爱慕倾尽而出。他既心疼太子近日的遭遇，又害怕太子不喜欢林淑妹这个身份，心里难免有些惆怅。可楚瑶雪不知道，在他踏入平南王府的时候，一双眼睛就死死地盯着他。此人正是被安置在观澜小楼的真正的林淑妹。林淑妹不敢置信地看着那张与自己被毁容前一模一样的脸。这个时候，她还没搞清楚那个顶替着她的脸皮跟在贵女群的女子是何人，但她清楚，她回不去了。她情绪激动地跪坐在地上，双手搭在了刘盈的胳膊处，道：“我要见楚二小姐，我要见她，我要见楚妙。”刘盈语气冰冷地说道：“浮云郡主现在没空见你，郡主说，你若有何问题，可以直接来问我，郡主知道的，我都知道。她是谁？她是何人？”林淑妹指着门窗的方向。刘盈看向跟在莫弘真身后的楚瑶雪，道：“浮云郡主说，那个拥有着与蜀州林家大小姐一样面容的女子，真身便是燕京丞相府楚家嫡长女楚瑶雪。楚瑶雪是楚瑶雪害我，她为什么要害我？”林淑妹双手搭在自己的脑袋处，大概是深受打击，林淑妹直接被气晕了过去。第183章，齐王当众求娶楚妙嗣。昭明阁，刘光将观澜小楼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禀报。楚妙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箱，刚为萧荣景服下药丸，对于刘光禀报的事情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萧荣景问他：“现在要去见他吗？”“不用，等你的生辰宴结束后，我们再回暗室怀宅见他。这是我要的东西，今夜去暗室之前就要准备好。”楚妙拿出了一张方子，交给萧荣景。那方子都是治脸之物，萧荣景是看不懂药理，直接拿给了刘光，送到明医堂，让王府医今日就准备好，傍晚再送回王府来。是。刘光接过了方子，离开了。而刘光刚走，平南王妃便让单嬷嬷到昭明阁。单嬷嬷道：“世子，郡主，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到府上了，王妃已经在竹镜台招呼。”楚妙起身，推着轮椅走到床前，道：“那我们也赶紧过去吧。”萧荣景站起身，坐到了轮椅上。楚妙推着萧荣景走出昭明阁。竹镜台那边人声鼎沸，一团喜色。今日的重头戏在荣安世子身上，不少盯着世子妃位的贵妇们一个劲地往平南王妃面前凑。金皇后与太子镇定地看着四周的贵女。这时，两道身影从对面的长廊缓缓过来，那正是身穿着女衣袍的楚妙和萧荣景。贵妇们的声音渐渐小了不少，一个个盯着楚妙，就像在看仇敌一般。楚妙以五品女医官的身份近身伺候萧荣景的事情，在燕京城内人尽皆知。贵妇们心里暗暗打着小算盘，若真让自己的女儿嫁入平南王府，绝不能再让这个浮云郡主随便进出世子的房间，他们还要让自己的女儿们盯紧了自己楚妙。没多久，楚妙推着萧荣景走到了竹镜台内，二人来到金皇后与太子面前，异口同声地给金皇后与太子行礼。金皇后扫过楚妙与萧荣景，脸上露出了浅淡的笑容：“免礼吧。”“谢皇后娘娘。”二人回道。金皇后眼眸含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荣安世子在浮云郡主的照料下，看起来气色好了不少。听说荣安世子的手被浮云郡主治好了，如今自理倒是没什么问题。方才本宫也一直在听平南王妃说起浮云郡主的事情，还有荣安世子的婚事，本宫倒是瞧着浮云郡主与荣安世子郎才女貌，佳偶天成。”众人听到此番话，纷纷一愣。金皇后继续说道：“本宫有意替浮云郡主与荣安世子牵红线，这不，出宫之前，本宫向皇上征求意见，皇上也觉得本宫说的有道理，便让本宫做主，今日无论如何都要替荣安世子择一良配。本宫觉得世子非浮云郡主莫属，平南王妃，你觉得呢？”平南王妃微微抬起身子，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回头瞥看楚妙的方向。她心里自然已经乐得开花，但是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到位的。她一脸惶惶不安地回道：“回皇后娘娘，臣妇对皇后娘娘的安排自是满意的，就是不知浮云郡主肯不肯嫁给我。”楚妙作揖俯身，也回道：“微臣楚妙能得皇后娘娘赐婚，是微臣之幸。”金皇后很满意楚妙的答复，她点了一下头，宣布道：“好，本宫。”母后，母后！呼唤声突然打断了金皇后的宣旨声。齐王从对面的长廊跑过来，到了金皇后面前，道：“母后，儿臣也想娶浮云郡主为齐王妃。”第184章，齐王当众求娶楚妙武。金皇后表情一僵，太子的脸色也不大好看了，而平南王妃更是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心里急恼的不行，这傻缺玩意从哪儿冒出来了？至于那坐在轮椅上的萧荣景，眼底波澜不惊，可心中却隐隐升起杀意。还未等众人回过神来，齐王便盯着楚妙，满脸倾慕的表情，向众人、向皇后也向楚妙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母后，
儿臣还未娶亲，浮云郡主也是清清白白的嫡女，按理来说，做儿臣的齐王妃是绰绰有余的。更何况，儿臣早先听闻浮云郡主的先医之名，知她的善心，如今再见真人，儿臣一见倾心，正好今日众人皆在，儿臣求母后成全儿臣对浮云郡主的爱慕之心，给儿臣与浮云郡主赐婚，让儿臣早日与浮云郡主成亲，给皇室开枝散叶，生下皇室血脉，也替太子皇兄缓解了五子嗣的压力，求母后成全。话落，齐王扑通跪下，一脸真诚地向金皇后拜了拜。当场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地面对这样的场面，齐王这是在当众挑衅皇后娘娘的威仪啊！他还借着求娶楚庙之名，又暗搓搓地内含太子五子嗣，可想而知，太子的脸色好看不到哪里去。金皇后就更不用说了，她已经很克制自己的怒火了，可那双眸子像一把刀，仿若要将齐王给凌迟了。她暗暗攥紧双拳，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看向楚庙。一家有女，万家求，可见浮云郡主宅心仁厚，连齐王也折服在浮云郡主的善心下。但是说到这时，金皇后看向萧荣景，继续说道：“今日是荣安世子的生辰宴，本宫将浮云郡主许给荣安世子，也是与你父皇和楚丞相商讨好决定的。荣安世子的父亲平南王这些年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而荣安世子又因前去翁山剿匪伤了身子，如今成了无法行走的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齐王贸然说出这番话，恐是要被天下人误以为齐王有心作践功勋之家，连个未婚妻都要与商级之臣抢夺，此举实在非我皇家之意。”金皇后说完，太子暗暗松了一口气。齐王若还要求娶楚庙，那就是与功勋之家过不去，与燕国百姓过不去。以平南王在外的威名，齐王怕是要被老百姓的口水淹没。然而，让金皇后没想到的是，齐王今日就是来跟他作对的。齐王委屈地回道：“母后，儿臣只是想娶一个齐王妃，没有了浮云郡主，难道母后就不能再另寻其他贵女给荣安世子做世子妃？那墨家姐姐知书达理，袁家姐姐练得一手好剑，王家妹妹也识得要领，不论哪一位贵女挑选出来，都可以成为荣安世子妃。儿臣就是想不通，为何偏偏是浮云郡主？浮云郡主一位与荣安世子成亲，二位有婚配，儿臣怎就求娶不得？还是母后根本无心为荣安世子赐婚，没有了浮云郡主，你就想不到别的贵女赐婚于荣安世子，才将如此大的罪名扣在儿臣的头上？儿臣可没有不敬平南王之意，儿臣只是想娶王妃罢了。”金皇后眉头隐隐一皱，对齐王是真的厌恶到了极致，正如他那该死的母亲万贵妃，总要逮着机会恶心一下他。第185章，齐王当众求娶楚庙六。而齐王口中所说的墨家、王家、袁家几位千金，正是他替太子相中的，打算在选秀当日揽入东宫。所以金皇后当然不会将这几位千金赐给萧荣景。她强压着心中怒意，面上露出了浅淡的笑意，道：“老五，本宫做到这，可不怕一些人乱嚼舌根，搬弄是非的。本宫是奉你父皇的旨意，为浮云郡主与荣安世子牵线，难道你要抗旨不成？”齐王微微抬头，儿臣自是不敢抗旨。好。金皇后看向楚庙，你既然那么喜欢浮云郡主，本宫也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如若浮云郡主也倾心于齐王，那今日这圣旨本宫替你们挡一挡，回宫后本宫会跪于正前殿前，求皇上降本宫一个抗旨之罪。浮云郡主，方才齐王所说的话你也听到了，齐王倾心于你，想求娶你为齐王妃，你可愿？金皇后眯起双眸，双眸犀利地盯着楚庙。楚庙一副惶恐的模样，跪在一旁回道：“回皇后娘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微臣的婚事既是父亲所定，又是皇上赐婚，微臣不敢离经叛道，忤逆孝道，一切听从微臣父亲和圣意，求皇后娘娘莫要为难微臣一介女子，微臣从未萌生抗旨之意，微臣也不敢拿楚家几百口人命任性为之。”楚庙的话说完时，面具底下那张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莫弘真对楚庙还是很有信心的。金皇后不等齐王再开口，便起身宣告：“好，今日本宫奉皇上旨意，赐荣安世子与浮云郡主，则良辰吉日结为夫妇。”话落，在场众人异口同声的贺喜，萧家人更是一脸感激的谢圣上赐婚。金皇后听着众人的贺喜词，再看看满脸阴笑的齐王，她眼底只剩下阴凉。宣完旨后，金皇后没有多逗留，她与太子先离开了平南王府，只因不想再因齐王而事情有所变化。眼下这样的安排就是最好的。至于齐王，他若还想再求娶楚庙，那就自己进宫与皇帝说去吧，到时龙颜大怒，也殃及不到昆令宫和东宫。然而金皇后这样的想法很快就会被推翻。金皇后母子俩离开后，齐王也自觉无趣，送上礼物后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此时一直没有开口发言的萧荣景，眼眸阴冷地看着齐王离去的背影，眼底充斥着浓浓的杀欲，薄唇勾起了寒凉的弧度。他以身子不适为借口，
提前离开了竹镜台。楚妙则被林氏身边的刁嬷嬷叫走了。林氏沉着脸走出了竹镜台，来到观澜院旁的亭子，转身质问：刚才皇后娘娘给你机会，你为什么不选择齐王殿下？你嫁给齐王，好歹是齐王妃，再不济也不用去伺候萧家那个废物。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长公主若是知道了，定会后悔当初收你为义女。林氏觉得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没抓住，是楚妙不识趣，蠢。楚妙站在亭子的台阶下，绷着脸道：爹爹说了，日后我的事情只要经爹爹同意便好。方才皇后娘娘当众说，这门婚事是皇上与爹爹商议做决定的，我不敢忤逆了爹爹的意思。娘若是想让我做齐王妃，可以现在马上回家找爹爹商议，让爹爹入宫求皇上改变圣意，让我楚妙当齐王妃。你星号齐王，本王是来送人头的。第186章萧荣锦的报复一。林氏脸色微微一变，这些日子因为林鸿深的问题，楚正德与他的关系越来越恶劣，他甚至在下朝后直接不回府，而是在外待到夜黑才回。当然他也迟迟没有再给楚正德纳妾。方莲死后，林氏以为可以借着以前的手段慢慢驳回楚正德的心，到时他再调养身子，再替他生个一儿半女。谁知他渐渐不归家了，现在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欺负他。林氏忍不住心里泛酸，委屈了起来，但是他的骨气不允许他在楚妙面前流泪。他埋怨地说道：你少拿你爹来威胁我，今日这事又岂是我能左右？楚妙反驳道。林氏怒对：那皇后娘娘都说可以让你选择，而且她还未下达圣旨，既然齐王喜欢你，你就可以直接选齐王。你如今倒好，选一个残废，我林文婉怎么会生出你这么蠢的女儿？楚妙听到他嫌弃厌恶的话语，红唇微微一勾，微侧过身子道：我蠢？那还不都是你生的？与其在这里管我，还不如管好自己。林家的人一直在燕京城，只怕是要拖了母亲您的后腿啊！保不齐下一次会叫娘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爹那的态度这么明显，可别最后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了。说完，楚妙不想再跟林氏秀智商，他转身就往外走。林氏心里不甘愤怒，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走到今日这地步。明明在楚妙还未回楚家之前，他的家庭和睦美满，还有一个聪慧漂亮的女儿。自从楚妙来了楚家后，他就觉得楚妙克了他的运势，让他事事不顺。楚妙，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给我站住！林氏看楚妙离开，大步从亭子里冲出来。与此同时，潜伏了许久的黑衣杀手也朝着亭子的方向射出如雨般的箭。林氏啊了一声，吓得蹲在地上，然后往石桌底下爬去。而遇到危险的楚妙则被暗中保护他的2名杀奴护着，那飞射向楚妙的箭皆被殷娇的身躯隔绝。他衣物底下的灵盾就像坚硬无比的盾牌，把飞来的箭都弹飞了出去。当然还有一波杀手已经围攻萧荣锦，此刻离楚妙不过10几步之外。刚才放箭的杀手也从暗中冲出，对准了楚妙和萧荣锦打杀，特别是追击萧荣锦的那一批杀手，几次暗箭差点刺中萧荣锦，让楚妙看得心惊胆战。流光护着萧荣锦，影卫们击退了杀手，刺杀场面还算是有惊无险。这儿离竹镜台还有一些距离，因此并没有惊动竹镜台的宾客。可是在杀手被击退后，亭子里传来了林文婉的尖叫声：啊！血！楚妙回头一看，只见林文婉的脸多了一道10指长的伤口，鲜血划过了她白皙的脸颊。林文婉仓皇地跑到莲池前，从水中倒影查探自己脸上的伤。当看到自己脸上又长又深的伤口时，林文婉失声大叫：啊！我的脸！扑通！林文婉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当场昏了过去。而楚妙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林文婉，便朝萧荣锦走去，问道：你有没有受伤？我没有，你怎么样？萧荣锦问楚妙。楚妙摇头说：我没事。萧荣锦点了一下头，看向晕倒的林文婉，他看起来受了不小的惊吓。脸受伤了，能不被惊吓到了？第187章萧荣锦的报复2。你既然没事，那我先去看看他。毕竟谁也不知道太子的人会躲在哪里，暗中观察他们。他若是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太过冷漠，只会让太子怀疑。萧荣锦嗯了一声，他正好在筹谋一件事情，打算今晚就做，不方便与楚妙说，他要自己亲手解决。萧荣锦被流光推走后，那些倒在地上的杀手尸身也被影卫快速拖走，楚妙则将林文婉送回楚家。刚下马车，楚正德也从马车里下来，楚妙快步上前行礼。楚正德看他头发略显凌乱，衣物上还沾了血迹，眉头不由一皱，问道：你不是在参加荣安世子的生辰宴吗？怎么这副模样回来？楚妙眼眶微红，眼角还挂着一滴泪珠，道：爹爹，女儿和荣安世子遇到刺客了。刺客！楚正德脸色微微一变，突然想起太子之前说的一句话，顿时明白了那句话的意义。那你有没有受伤？荣安世子怎么样了？荣安世子从翁山回来后
就生性多疑，倒是在生辰宴时也派了不少暗卫保护他，女儿就在他附近，所以荣安世子的隐卫也及时赶到女儿身边，才没让女儿受伤。女儿衣物上的血不是女儿的，是娘的。说到这，楚妙抽泣了起来，娘的脸受伤了，娘看到脸上的伤口，当场昏过去了。女儿已经为娘处理好了伤。楚正德一听到林氏的脸伤着了，先是皱了皱眉，而后便让下人把林氏从马车里扶下来，送回云锦轩内。刚好林氏苏醒了，他看到楚正德站在床前，这些日子的委屈与苦楚顷刻而出，从床榻坐起身，双手抱住了楚正德的胳膊，哭诉道：“老爷，你回来了，妾身知道妾身做的太离谱，惹得老爷对妾身失望了。妾身向老爷保证，日后林家的事情，事先问过老爷，绝不会再自己擅作主张。老爷以前那样疼妾身，怎么忍心冷落了妾身？”老爷坐在茶间的楚妙冷冷地听着林温婉的话语，这个以退为进的法子，楚正德还挺受用的，只是他低估了男人的心。他早已在外面有了女人，比林氏还要温柔、年轻，还有了4、5个月的身孕，怕是用不了多久，楚正德就会把那个女人名正言顺地带入楚家。不过他楚妙不允许那个女人进楚家门，所以还得劳烦他这位母亲出面解决，到时才是他林温婉跟楚正德决裂的时候。楚正德轻拍林氏的背道：“你受伤了，现在养伤要紧。”“是，妾身知道了。老爷，你是不是要把楚妙许给荣安世子？”一提到这个话题，楚正德表情严肃了几分，还未等楚正德开口，林氏就劝说道：“齐王殿下也想娶楚妙为妻，他还当众向皇后求娶楚妙。老爷，楚妙的婚事已经定下，不会再改变，你好好为楚妙准备嫁妆。我知你不喜她，但她再怎么样都是你的女儿，别被人觉得你这个做母亲的不待见自己的亲生女儿。”可是林氏仰头看楚正德，看到楚正德那严厉的眼神，到嘴的话又生生咽了回去。他手里握着的现银大部分送回了娘家，这些年他在燕京的生意越做越不错，比蜀州娘家人的生意还要好。林老夫人说了，等林淑妹入了东宫，要准备最丰厚的嫁妆给林淑妹带去，那些都是他给林淑妹准备的。第188章萧荣锦的报复3，有什么问题吗？楚正德看林氏欲言又止，眉头皱得更深。林氏自然不敢说自己手里的嫁妆以前是给楚瑶雪准备，现在是给林淑妹准备，就是不曾考虑过楚妙的。就算有，那也是一小部分。再说他也不知道楚妙突然要嫁人，还是嫁给自己的死对头安氏之子。光是想到楚妙未来的丈夫是安氏的儿子，他就觉得膈应。没什么。想到林淑妹今日的表现，林氏又拉紧了楚正德的手：“老爷，今日一早，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见过了淑妹，似乎对淑妹的印象很不错。你也知道淑妹这个孩子，她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若是能把淑妹……皇后已经有了太子妃人选，就算你想送林淑妹入东宫，她也不可能成为太子妃，就连侧妃也不可能。”楚正德一眼看穿了林氏的心思，林氏的确有这心思把林淑妹送入宫当太子妃，可谁知道楚正德一番话就堵死了他的心思。太子殿下不是很信任老爷您吗？若是借着丞相府的名头，让淑妹从我们楚家嫁入东宫，林温婉，你还敢提信任2字？楚正德想到马府一，心头一把火莫名的被拱了起来。太子如今失利，是谁搞出来的？你请的那个蹩脚郎中差点害惨了太子，你以为皇后娘娘是傻子，任你愚弄？我告诉你，从马守良搞出那些事之后，皇后与太子就不再考虑楚家女，你就是能找出10个聪明伶俐、知书达理的林淑妹，她也不可能成为太子妃。林氏被这样对的，感觉很没面子，心里的怒火也隐隐要发作。楚正德也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手，道：“你给楚妙准备好嫁妆，皇后娘娘要选谁当太子妃，皇后会决定，你少再插手管这事。最重要的是，别再坏她好事。”临走前，楚正德又看了眼林氏脸上的伤，眉头又隐隐皱了起来。林温婉真的变了，变得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美丽、大方、温婉、体贴人心。她变得功利，眼里只有娘家人和她自己，完全不替她这个丈夫着想。可宁婉就不一样，她愿意为他付出性命，去怀肚子里的孩子。楚正德现在看林氏，就像在看一个怨妇一样。刚好楚正德刚才的眼神也清晰地映入林温婉的眼中，可还未等林温婉回过神来，楚正德就扔下了一句话：“你好好把脸上的伤养好。”说完，楚正德就离开了房间。而林温婉坐在床榻上，惊魂不定。是啊，楚正德刚才看她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弃妇，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丈夫该有的眼神。他以前从未用这种眼神看她。他难道在外面有人了？楚正德走后，楚妙从茶间走进来。林温婉本就心情不好，现在看到楚妙出现在她的房间，她脸色更加阴沉。你怎么在这？我刚才一直在外面，是我把娘送回府的。楚妙扫过林温婉脸上的伤，爹让你把伤养好，娘就不必操心旁的事了。嫁妆的事情
我会给你准备，你可以走了。林文婉拉起被子，躺回床榻，不想再与楚妙交谈。楚妙轻轻地嗯了一声，临走前送了他一番话：娘要爱惜自己的脸，毕竟外面漂亮的、年轻的、能生养的女子多的是，不是每个男人都经得起年轻小姑娘的诱惑的。万一有心人有意勾引，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儿。女儿先回平南王府了。楚妙扶了一个身，转身也离开了云锦轩。留在房间里的林文婉气得面色铁青，但楚妙的一番话也给林文婉敲了一个警钟。楚正德怕不是真的在外面有了女人。第189章萧荣景的报复4。昭明阁夜色，萧荣景回到了昭明阁后就没有再出来过。流光从黑幕中飞落，前窗而入，把拿到的东西双手递上，道：主子，东西拿到了。齐王今日在王府闹的事情，被皇后娘娘捅到皇上那去，皇上知道后大骂齐王，齐王因此心生不快，出宫后就到醉仙楼喝花酒。属下回来的时候，齐王正准备回王府。萧荣景站在剑架前，手里拿着自己的飞云剑，手中帕子将利剑擦得通亮。半晌，萧荣景才开口道：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人去做，本世子自己来。他手中利剑瞬间回了剑鞘，走到刘光身边时，从刘光手里拿过斧头。那斧头是萧荣景让刘光准备的，还是崭新的斧头？随后，萧荣景又戴上了鬼脸面具，从窗飞离昭明阁。办正事之前，萧荣景还特意跑到了雀兰院，推开楚妙那间卧房的窗门，来到他身边。他的手指被温柔地抚过楚妙细腻的脸颊，眸光温和地看着熟睡的人儿。楚妙不知是不是在做梦，在萧荣景的手背抚他脸颊时，他唇角露出笑，梦中一语唤道：阿锦。萧荣景应了一声然后对熟睡的楚妙说：乖乖的，等我回来。他收回手，从来时的窗离开。窗门缓缓合上，萧荣景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夜幕中。此时空无一人的街道，夜间迷雾四起，一辆马车从浓雾中快马奔来。突然一道身影从高处飞落，那人手中的斧头一招砍掉御马护卫的头颅，马继续往前奔跑。半靠半倚在马车里的齐王并不知危险临近，他打了一个酒嗝，整个人浑浑噩噩沉在纸醉金迷中不知清醒。外面的人掀开帘子走入马车车厢内，齐王迷迷糊糊地抬头看了一眼，便抬手指着那人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站在本王的马车里，给本王滚出去！2个字还未说完，齐王就被推倒在地毯上，脑袋重重地磕在了坚硬的椅脚上。齐王大怒，他今日心情本就不好，现在被人这么对待，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被挑起，猛然转身怒道：你！砰！话还未说出口，那人一脚狠狠地踹在齐王的脸庞，齐王吃痛的又摔回地上。这时男人拿出别在背后的斧头，那斧头上还滴着血，血珠一颗颗的掉在齐王面前的毛毯上，无法晕染开。这也让本就喝醉的齐王酒醒了几分。他摇晃了几下脑袋，瞪大双眼盯着地上的血珠，然后顺着血珠掉落的方向缓缓往上移动，就看到一把泛着杀意的斧头亮在他眼前。齐王吓得双手往后一撑，面部朝上盯着鬼脸面具男，手却悄然地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呵斥道：你是谁？你可知本王是何人？是不是有人派你来杀本王？对方给了你多少佣金，本王给你双倍。话刚说完，齐王就抽出自己的匕首刺向鬼脸男人。与此同时，鬼脸男子手中的斧头也星号。萧荣景，你们说砍哪里？第190章萧荣景的报复5。惨厉的叫声也瞬间传出，那只挥向齐王的斧头以他膝盖为节点，砍下了齐王的双腿。大量的鲜血汹涌地喷溅出，洒在了鬼脸面具男的黑衣和面具上。齐王在剧痛之下早已松开了手中的匕首，双手扶着疼痛难忍的大腿，看着被砍去的2条小腿，痛苦不堪地惨叫着：母妃，救命啊！快来人！好痛，痛死他了！可是无论齐王怎么叫喊，都无法止住身体的疼痛。然而鬼脸面具男子并不想就这样放了他，他丢开了斧头，提起齐王的2条腿，抬脚往齐王的裤裆处狠狠踢踹去。齐王的嘶叫声更加惨烈，他在挣扎时用力撕扯下了鬼脸面具男子穿着的黑衣布料，然后便晕厥了过去。鬼脸面具男也从马车里走出来，将手里的2条腿丢向黑暗，一群黑狗如饿狼一般扑向那双被砍下来的腿，狼吞虎咽。此时夜色正浓，鬼脸面具男子回头扫了一眼马车，身后血水从马车内溢出，溅滴在了石路上。不远处传来打更人的声音，男子双腿一电飞离此地。等到打更人走近时，地上石路的沟壑上铺满了血水，还有一颗头颅歪歪斜斜地倒在路边。打更人吓了一大跳，赶紧去衙门报案。等官府的赶来时，才知道那辆马车的主人是齐王。庄大人一脸惊恐地掀开马车帘子，
看到躺在血泊中已经失去双腿的齐王时，他身子剧颤，脸色苍白的转身大呼：“快入宫！”另一边，萧荣锦办完了事，回到平南王府的时候，楚妙睡的正是香甜时。他已经换下了那一身血衣，丢掉了鬼脸面具，洗去一身血腥味，安安静静的坐在楚妙身旁，替他剖额前碎发。那额部还有一条之前他自己划伤没有完全消退的疤痕，但是并不影响美观。萧荣锦抚过那道疤痕，楚妙翻了一个身就抱住了萧荣锦的胳膊，动作娴熟又充满着对他的依赖感，嘴里低喃着：“不走了，不走了。”萧荣锦很好奇，他到底做了什么梦？于是他搂着他一起入梦。至于被萧荣锦砍掉双腿的齐王，此刻就不好过了。庄大人连夜把他送入宫中。万贵妃得知齐王被人砍掉双腿，不省人事的消息后，差点晕死了过去。在他接到齐王时，齐王有了一些意识，他满脸恐惧，慌异地抓住了万贵妃的手，语无伦次地诉说道：“母妃，有人要杀我，他要杀我，我梦见太子砍我的腿，他拿斧头砍我，我好痛好痛。母妃，我为什么好痛？太子要杀我，他报复我，母妃救救我，救救我，他要杀我，他要杀我。”齐王情绪激动，下意识地抬起头看看自己的腿，衣摆底下空空荡荡，再无那可以走动的双腿，只看到一片血水。齐王看到这一幕，不能接受自己无腿的事实，痛苦地啊了一声，便晕倒在了万贵妃的怀里。万贵妃抱着自己的儿子，心疼又恼恨地尖叫：“啊，我的儿啊，母妃一定不会放过伤害你的人！来人啊，把齐王送往东宫，再通知皇上。还有。”他眼底杀意浓浓，语气冷重了几分：“皇后到东宫来质问。”第191章萧荣锦的报复6。娘娘，下官从齐王殿下的手里找到了这块布，还有斧头跟鬼脸面具。下官猜测这块黑布就是凶手穿在身上行凶的衣物。庄大人不敢对此事有半点隐瞒，他清楚万贵妃家族的势力。万贵妃看向官兵手里捧着的斧头、鬼脸面具，还有一块黑色的布料，想到自己的儿子刚被人用斧头砍下双腿，他恨得直咬牙。那齐王的腿呢？庄大人抹了一把冷汗，凶手将齐王殿下的腿扔给了街道的流浪狗吃了。万贵妃只觉得脑袋一阵晕眩。一旁的钟嬷嬷伸手扶住了几乎摇摇欲坠的万贵妃，道：“娘娘，你可要撑住啊！齐王殿下还等着娘娘替他找到凶手，将凶手绳之于法。”万贵妃脸色苍白的转头看了看躺在担架子上早已不省人事的齐王，用力的咬了一下自己的唇瓣，唇部的刺痛让他清醒了几分，道：“对，本宫不能就这么倒下，去东宫给本宫搜。”东宫，太子刚躺下，外面就传来了万贵妃的怒喝之声：“给本宫搜，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还未睡熟的莫红珍顿时被万贵妃的声音惊动，她猛然睁开双眼，问守在帘帐外面的全福：“外面搜什么？”全福也不知外头发生了何事，只看到窗外有不少宫女、太监的身影匆匆忙忙的掠过，好像是万贵妃的声音。全福道：“奴才出去看看。”莫红珍揉了揉眉心，这万贵妃搞什么鬼？大半夜不休息，竟敢闯姑的东宫闹腾，父皇把她宠的真是无法无天了。全福也觉得太子说的有理，之前因靖王的事情，万贵妃失宠了一段时间，近日万贵妃复宠，势头又渐渐压过了皇后，如今更是在3更半夜闹了这么大的动静来。全福刚走到殿门前，殿门就被外面的人先撞了开，门板瞬间撞在了全福的鼻子上，导致全福很快流下了鼻血。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捂着被通红的鼻子连连后退。万贵妃，你怎能擅自闯太子殿下的寝宫？万贵妃阴沉着脸，径直地走入宫殿内。东宫的护卫们早已将万贵妃和万贵妃的人包围起来，只是没有太子的命令，再加上万贵妃近日复宠，无人敢碰万贵妃一根手指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闯入太子的寝宫，束手无策。万贵妃走入太子的寝殿后，面色阴沉地坐了下来。莫红珍也在听到帘帐外面的动静时，让人伺候更衣，戴上了面具，这才走出卧房。殿内，钟粹宫来了不少宫人，排列在宫殿两侧，来者气势汹汹。莫红珍自问近日没做什么得罪万贵妃的事情，倒是她的蠢儿子齐王，今日还来给她找不痛快。那万贵妃搞这么大的架势，是想干什么？万贵妃，你这是何意？莫红珍双手负背，眉宇紧蹙。万贵妃由上至下的打量莫红珍，最后她的视线定格在了莫红珍脸上戴着的面具，冷笑了一声：何意？亏得太子殿下还睡得下去，人人都说太子殿下是贤君，品德高尚，为人本善，却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屠夫。他的言语中尽是讽刺，使得莫红珍听完万贵妃这番话时，面具底下的脸异常难看。第192章萧荣锦的报复期。他攥紧双拳，情绪有些恼怒：万贵妃，你见了姑不行礼便算了，如今还当着姑的面口出狂妄，如此犯上。啪！
万贵妃怒火冲天：“是我不尊你吗？太子，你干了什么好事？你倒是忘了，姑干了什么？”莫弘真一脸不解。万贵妃正要发话，让人把齐王带上来时，外头传来了通报声：“皇上驾到，皇后娘娘。”万贵妃听到昭元帝到来，倏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快步走出了福华殿，来到昭元帝的面前，当即就跪下行礼：“臣妾叩见皇上，皇上要为臣妾和老五做主啊！老五他被人伤得好惨。”他声音带着哭腔，哽咽，本就通红的眼眶落下了泪珠。昭元帝也是听闻齐王身受重伤，才匆匆赶到东宫。他弯下身子扶起万贵妃，道：“你先起来，朕已经带了太医过来给老五治伤。”不！万贵妃哭得撕心裂肺，不愿起身。她双手搭在了昭元帝的胳膊处，梨花带泪的哭道：“这次不一样，治不好了，治不好了！若是不能替老五揪出凶手，把其绳之于法，臣妾今夜便先替老五渡忘川、越黄泉，在九泉之下等他。求皇上一定要替我们的老五做主啊！”万贵妃把脸依附在昭元帝的衣袖上，哭得伤心欲绝。金皇后看不惯万贵妃这般做作的样子，道：“万贵妃，齐王身受重伤，你带人到东宫来做什么？”万贵妃心中的怒火瞬间被挑起，她猛然抬头怒视金皇后，歇斯底里地说：“你们母子俩干过什么？你们心里还不清楚？皇上，臣妾让人把老五抬上来给你看看。”来人，将齐王抬过来。万贵妃看向钟粹宫的宫人，很快齐王就被2名太监用担架抬到了殿外。他断腿处的伤口已经止住了血，包扎好了，工人还拿着一袭薄薄的被子盖在齐王的身上。昭元帝和金皇后看到齐王的时候，只觉得齐王脸色苍白如纸，气色暗淡如死人。万贵妃跪着走到齐王面前，伸手抚摸齐王的脸庞，心疼地唤了几声：“齐儿，齐儿，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父皇来为你做主了。”齐王不省人事。昭元帝看向一旁的太医问道：“齐王伤在哪了？要不要紧？”负责给齐王包扎伤口的太医们跪在地上，其中一名太医回道：“回皇上，齐王殿下失血过多，危及生命。”“他伤在哪了？”昭元帝追问道。万贵妃转身，伸手捏住了被子的一角，当着昭元帝和金皇后及太子的面，轻轻掀开了覆盖在齐王身上的被子，只剩下半截腿部的腿，赫然暴露在昭元帝和金皇后的面前。金皇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眼眸猛地瞪大，她以为伤在了要害之处才会失血过多，却怎么都没想到是失去了双腿。昭元帝更是被惊吓得变了脸色，他指着齐王的腿问道：“齐王的腿呢？”万贵妃听到这样的问话，心里更疼更难过，她哽咽地说：“皇上，齐王的腿被街道流浪的恶犬给吃了。”第193章萧荣锦的报复吧。吃了！昭元帝声音猛然拔高，脸上的表情隐隐抖动，很显然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时，一名太监快速从东宫后花园跑出来，跪在地上。万贵妃转头看向那名太监，这正是他钟粹宫的人。太监怀里还抱着一团黑色的衣物，他先是给昭元帝、金皇后、太子一一行礼，而后拿出怀里的衣物，向万贵妃汇报道：“贵妃娘娘，奴才刚才在福华殿后花园后面的假山背一棵大树底下，撞见了一名宫女在烧这件衣物，还有一封书信。”衣物？书信？莫弘真下意识地看向太监手里捏着的一小片信，还有那充斥着血腥味的黑衣。他不曾派人去烧过信，也不曾烧过什么衣物，那这些东西是？拿来本宫看看。万贵妃先伸手过去，从太监手里夺过了黑色的衣物，仔细瞧了瞧，找到了衣物上的破口。这个破口少了一块布料，而面料的质感与庄大人交给她的那一块碎布一模一样。随后，万贵妃又摊开被烧的只剩下一角的信。当万贵妃看到信上简短的内容时，她的眼眶再一次镀上了血色，愤怒喷井而出，拿着信和衣物瞪看莫弘真，质问道：“太子，证据在此，你还有何话要说？”莫弘真盯着万贵妃手中之物，眉头深深蹙起道：“这不是姑的东西，父皇，万贵妃这是栽赃。这是什么？给朕看看。”昭元帝也皱紧眉宇，从万贵妃手里拿过了信。那信上写着：“晋王已到关。”信只有5个字，但是谁都知道晋王被皇上召回燕京参加选秀，那晋王要回燕京就必须路经关州。而这封信虽然只留了5个字，但只要动脑子猜一猜就知道，信开头写的是晋王已到关州。昭元帝看完信上的5个字，沉着脸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太子，下一刻又垂眸盯着万贵妃手里的黑衣，问：“那这件衣物又跟老五有什么关系？”皇上，你听庄大人说，是庄大人发现琪儿的，也是庄大人把琪儿送入宫来，庄大人手里还有别的证物。万贵妃机遇泣不成声。庄大人拿着斧头、面具，还有那一片黑色碎布块，呈到了昭元帝的面前，道：“回皇上，这把斧头、面具是微臣从齐王殿下的马车里找到的，而这块碎一块，则是微臣从齐王殿下手里拿出。微臣猜测，
这定是凶手在残害齐王殿下的时候，齐王殿下从凶手身上扯下来的衣片。昭元帝额旁青筋突突的跳起，金皇后也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扑通一下也跪在昭元帝面前：“皇上，你且不能听他人一面之词，太子怎么可能干这种残害兄弟的事情？再说，他怎么会蠢到在这个节骨眼去害老五？这定是有心人故意诬陷太子。”皇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万秋林和齐王联手，让我儿把自己双腿砍断，再制造这件血衣放到太子的后花园，诬陷太子吗？万贵妃面目略显狰狞道，双肩因激烈的情绪而剧烈的颤动着。她怒视金皇后，从自己的头鬓抽出了御赐的金钗。第194章萧荣景的报复酒。昭元帝看到这一幕，眼眸里的光芒微闪了一下，下一刻就见万贵妃将金钗抵在自己的颈部，撕心裂肺的哭道：“天地为证，今夜之事若是我万秋林一人策划，诬陷太子，就让我万秋林被皇上打入冷宫，惨死在冷宫，死后不得轮回。我已不求齐王恢复原样，我只求将伤害我儿之人生生世世受人谴责，不得好死。秋林，你快把金钗从你颈部拿开，切莫伤害自己。”昭元帝慌了，万秋林是多么骄傲的女子啊！当年晋王之事，万秋林说不理他，便再也不理他。他可是皇帝，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可偏偏万秋林长着一身反骨，可这样骄傲的女人，竟然起这般毒誓来为自己的儿讨要一个公道，这让昭元帝不得不对太子起了质疑之心。万秋林并未放下手中金钗，她早已泪流满面，哪里还是往日骄傲反骨的万贵妃？此刻的她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昭元帝捏着那一片未烧干净的信，眼眸凌厉地扫过莫红针，道：“把烧衣物和信物的工人带过来。回皇上，奴才找到那太监的时候，他就一头撞在假山自杀了。”从火盆里夺回衣物和信物的太监向昭元帝汇报道。昭元帝看莫红针的眼神更加阴寒。金皇后见此，心生寒意，皇上这是相信了万贵妃的话。皇上，就算信物和这些所谓的证物都是从太子的东宫查出来的，人也在第一时间自尽了，也不能代表这就是太子派人干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人想挑拨臣妾与万贵妃的关系，而砍掉了齐王的双腿，再栽赃给太子的呢。话音刚落，齐王就从噩梦中惊醒，他从担架上滚落，一直在喊：“三哥，三哥，三哥，不要杀我！母妃，救救我，救救我！有人要砍我的腿！啊，我的腿，我的腿！三哥不要！”齐儿，齐儿！万贵妃听到齐王痛苦的嘶叫声和满地打滚的身子，爬过去抱住了齐王。齐儿别怕，母妃在，母妃在，你父皇也在。你若是清醒着，就告诉你父皇，你今夜遇到了谁，是何人砍了你的双腿。金皇后在听到齐王大喊三哥不要杀我的话时，表情霎时大变。莫红针的脸色自然也好看不到哪去。而昭元帝看到齐王受到莫大的惊吓，浑身瑟瑟发抖的卷缩在万贵妃怀里时，心疼了。齐王再怎么没出息，也是他的骨肉，现在被人残害成这样，他作为父亲不可能无动于衷。昭元帝走进万贵妃，刚好齐王艰难的转头看向莫红针的方向。可当齐王看到莫红针脸上戴的面具时，再一次失控的大叫：“啊，不要杀我，不要过来，母妃救救我，太子要杀我，他要杀我！”昭元帝脚步一顿，心疼、悲愤、恨意在心头搅动，他猛然回头怒视莫红针，然后拿起手中的一截未被烧掉的信，冷喝了一声：“太子！”莫红针扑通跪下：“父皇，儿臣不曾做过这些事情，如若父皇一定要降罪儿臣，儿臣愿意受死，但儿臣不认罪。”星号注：齐王在本文人设并非善类，被处理的芳莲也并不是善茬，只是我习惯人渣出场被女主先按死。追读过团宠皇后重生了的部分旧书友应该清楚，我写文路数部分圣母心泛滥的读者，没必要踩着2点指责作者三观不正，上升到本人。踩到雷了就弃文，大家好聚好散，不要一边追一边骂，作者的心玻璃渣做的，扎心。第195章萧荣景的报复时。万贵妃听到这话，哈哈哈的大笑，好一个宁死不认罪。她转过头冷冷地看着莫红针：“你以为这样就能把自己撇干净吗？证物从东宫搜出来，你们狡辩，现在齐王做噩梦都梦见是太子要杀他，你还抵死不认，是不是真要让皇上亲眼看着你砍掉齐王的双腿？你们才觉得这才是人证物证。”金皇后倒吸了一口凉气：“万贵妃，你闭嘴！”万贵妃抱紧了自己的儿子，那张脸虽是被泪水铺满，却丝毫不减她的傲气：“你最没资格在这里说话，因为失去双腿的是我的儿，我的儿。如若你们敢再对晋王下手，我万秋林绝不会饶过你们母子俩。请皇上做主，如若太子还能继续逍遥法外，就请皇上赐死臣妾母子，以免齐王被断腿之事流传出去，污了太子殿下的贤君之名。但若皇上能为老五讨一个公道，臣妾这辈子给皇上做牛做马，绝不会再忤逆皇上。”金皇后眼前一阵晕眩，
万秋林这件蹄子是要逼迫皇上废太子不成？皇上，就算此事太子嫌疑最大，可也需要再好好调查，而不是仅凭着万贵妃一哭二闹三寻死，就将太子打落地狱。皇上，金皇后跪着走到昭元帝面前，伸手搭在昭元帝的胳膊处。然而昭元帝却一脸厌恶地甩开金皇后的手，回头看了看莫弘真，道：朕会派大理寺好好查清楚今夜的事情，至于太子，即刻启程前往皇陵，没有朕的召回，不得再回燕京。金皇后整个人重重坐在地上，将太子打发到皇陵，远离燕京，那不就等同于废除了太子吗？虽然皇上没有明说废除太子，可不过是一道圣旨的事情。一想到这，金皇后直接晕死了过去。可她不知道，万贵妃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比起将太子赶出燕京，她还是更希望齐王是一个健全的人。这一夜注定是个不宁静的夜。天才刚亮，太子前往皇陵守灵的事情就已经传遍燕京。昭元帝不想传出兄弟自相残杀的消息，所以暂时压下了齐王双腿被断的事。天微微亮，楚妙睁开双眼时，就见萧荣景躺在身旁，他轻推了他一下，唤道：阿景。萧荣景睁开双眼，握住了楚妙的手，道：你醒了？你怎么睡在这？你昨晚……楚妙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血腥味，而这股血腥味不像从他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倒像是……你昨晚去哪了？楚妙问道。萧荣景下意识地抬起自己的胳膊嗅了嗅，我身上还有味吗？有。楚妙伸手揪住他的衣襟，又闻了闻，还有一点点，不过若是旁人的话，闻不出来。他学药理的，鼻子也很敏感，当初爷爷教他学医，就是因为他有这份超常人的技能。萧荣景忍不住地捏他的鼻子，这狗鼻子真灵。楚妙拍打掉他的手，谁的狗鼻子呢？我的。他改成捏他细腻的脸颊，满脸宠溺地说：你是我的狗鼻子。他扯下脸颊的手，坐起身问道：那你昨夜去过啊？这血腥味是何人的？萧荣景知道聪明如他，而他从杀奴市场买回来的杀奴们也很快会把消息传递给他，便亲口向他交代。他清了清嗓音道：我把齐王的腿砍了喂狗。第196章楚妙借刀杀人一。楚妙双眸微眯，脸上的表情渐渐阴沉下来，并没有阻止萧荣景这个做法，因为比起萧四公子前世的悲惨结局，齐王只是断一双腿，太便宜他了。前世萧幼卿的未婚妻卓嫣然并未嫁入萧家，萧卓两家因为一些事情闹得十分不开心，因此解除了卓嫣然和萧幼卿的婚事。之后卓嫣然便转身嫁给了齐王，而萧幼卿也在跟随军队外出时遇见一名女子，两人情投意合，萧幼卿很快便将那女子带回王府成亲。可这齐王似乎天生就与萧幼卿不对盘，又或许因卓嫣然曾与萧幼卿有过婚约，竟在萧幼卿娶妻当日派了一群盗匪劫持了新娘。新娘受尽凌辱而死，萧幼卿自此意识消沉，他带着新娘尸骨远离了燕京。而这些事情都是事后太子亲口告诉他的。皇帝的几位儿子都像极了他，心狠手辣，只是你啊，也不怕万贵妃起疑心。楚妙没好气地说，他手掌支撑着头，手揪住了他的衣带，将那粉色的带子缠在他的指尖，俊颜邪魅一笑，挑眉说道：他想夺我妻，还想与你儿孙满堂，我不能忍。楚妙嘴角一扯，从他手里拽回自己的衣带，那你砍了齐王的腿之后栽赃给了太子，真聪明啊。萧荣景竖起了大拇指，对他好一番夸赞，天下皆知皇室已赐婚你我，我想就不必请太子来吃喜宴了吧，皇上把他送去了皇陵，一时半会回不来了。楚妙听到这番话，忍不住地笑了一声，萧荣景，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萧荣景抬手搭在他的腰肢上，将他搂入怀里，亲了亲他的额。这时门外顿时传来了晏荣的敲门声，郡主。萧荣景听到晏荣的声音，眉头猛地一蹙，既然莫弘真走了，那接下来就要解决晏荣了。他抚了抚楚妙的额，低下头，在他光洁的额部重重地吻了一下，然后翻身下了床榻。楚妙见他要走，伸手抓住了萧荣景的手，道：我会找一个机会把他处理了。萧荣景薄唇浅笑，我先回院子等你，母妃今日肯定会有所行动，为了你我的婚事。说完，萧荣景就离开了他的房间。楚妙起身开门，晏荣红着眼眶走入房内，主动关上房门，跪在了楚妙的面前道：求郡主，求太子殿下，听说皇上因一些事情迁怒了殿下，将殿下打发到皇陵，那你求我又有何用？楚妙反问：这是圣意，难不成你要叫我入宫求皇上？奴婢没有这个意思，奴婢是说长公主那么疼爱郡主，皇上又很疼爱长公主，若是郡主可以让长公主入宫求皇上替太子殿下说情。晏荣，楚妙打断了晏荣的话，你有没有问过太子的意思？万一我这么做反倒坏了太子的好事，到时追究下来是谁来抵罪？晏荣抬头看他，可是不是还有楚丞相吗？郡主的父亲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
就算长公主不能求，那也总能求丞相大人。楚丞相，呵，他可是太子一党，太子落难，身为太子的党羽，又岂会好到哪去？晏荣真是自寻死路。我可以试试，但不能保证能成功。这当中牵扯的利益，你但凡动点脑子就能想清楚。楚府和太子是一条船上的，太子有难，等同于楚家的大树倒了。楚妙嘴上这样说，可心里并未打算那样做。既然晏荣这么牵挂着太子，倒不如借着他这份在意，送他上路呢。他走到晏荣面前，伸手挑起晏荣的下巴，循循善诱道：最重要的还是要搞清楚太子殿下为何会被送到皇陵，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盲目的求助，你懂吗？晏荣听到这番话，脑子仿佛一下子开窍了。奴婢知道了，奴婢想要出平南王府。好，你去吧。晏荣起身后便匆匆离开了平南王府。楚妙望着晏荣的背影，眼眸微微一眯，眸光里杀意纵横。既然萧荣景开了头，那就让这末世皇朝翻涌得更加猛烈些吧。他转身找到了纸和笔，给楚正德写了一张字条。第197章，萧家妻子皆在一。晏荣这样一去，是回不来了。楚妙的字条里写着，晏荣要替太子报仇，恐会牵连楚家。楚正德对于现在得来的权势地位都十分珍惜，又岂会放任一个婢子毁了他在燕京的地位？如今太子落难，齐王断腿，晋王、贤王被昭元帝重新召回燕京城，皇权风云涌动，局势在动，谁也不敢保证莫弘真还能当几日太子。楚正德前世虽是一心跟着太子，那也是因为太子的地位一帆风顺。可若太子迟迟无法回燕京，楚正德怕是要易主则全，这晏荣放在他身边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让楚正德去处理晏荣，让他自己去跟太子解释吧。他把信条交给殷郊，便给自己收拾了一番。踏出阙兰院时，细微的阳光洒在他清丽的脸庞，暖阳拂过他细腻的肌肤。他今日出门没有带行衣箱。楚妙准备与萧荣景再去福林寺。到了昭明阁，屋子里传来了平南王妃还有萧家几位公子的谈笑声。楚妙走入屋子时，萧家的6个养子和平南王妃以及屋子里伺候的下人们纷纷转头看向楚妙。这一波场面让楚妙定在了原地，一时间愣住了。平南王妃见今日的主角来了，起身走向楚妙，笑着拉住楚妙的手道：娇娘，我们正在商量你和阿锦的婚事，阿锦觉得这个月挑个好日子直接成婚稳妥一些，我心里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只是不知娇娘可愿。他拉着楚妙一边往屋内走，一边温和得体地说道。楚妙看向半靠半躺在床榻的萧荣景，萧荣景并未立刻开声，而是在等着楚妙的回答。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最重要的还是要楚妙的意思。而楚妙的视线也从萧荣景身上收回，看向了那站在床榻两侧的萧家6子。这些都是萧家俊的遗孤子，平南王收回萧家，当做自己的亲儿子养大。除了长子萧荣启和4子萧幼卿居住在王府外，其余萧家子皆随平南王住在萧家军军营。平南王妃见楚妙看他6人，笑盈盈地说道：他们啊，都是阿锦的哥哥和弟弟，长子萧荣启你见过的，老4萧幼卿你也见过。说到这，平南王妃看向其余人，对他们说道：还不快报上姓名来，日后娇娘可是我们萧家的一员，你们小的要尊称她一声嫂子，做长的也要像保护弟弟一样护着我们萧家的娇娇媳。平南王妃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楚妙的心，她眼底水光潋滟，心头泛着酸涩感，看着一个个鲜明朝气的男儿们，楚妙百感交集。我叫萧荣安，是萧家老2，日后郡主可以随3弟唤我一声二哥。身穿将领战甲，身形高大魁梧，小麦色肌肤的男子先上前了一步，他抬手一揖，以将士之礼向楚妙行见面礼。楚妙看着他，轻轻地点了一个头，声音有些涩，又隐忍着前世的苦楚，唤了一声二哥。一声二哥让平南王妃喜笑颜开，萧荣景的眉眼渐渐展开笑意。这一声二哥便是给了平南王妃最好的答复。第198章，萧家妻子皆在2。老3是萧荣景，老4是萧幼卿，2人自然无需再介绍。老5萧成望明面是一名武将，但他自己私下里却拥有着不菲的私业，家财万贯也不为过。目前萧家的人暂时还不知萧成望手里握着的财富，皇室自然也不清楚萧成望真正的实力。所有人都觉得萧成望文不如长子萧空气，武不如2子萧荣安，在军中资质平平，太子和皇上自然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同样穿着士兵的战袍，士兵兵阶不如2子萧荣安，他只是军中的一名士兵中的上士。可他不卑不亢，浑身散发着超群的自信，容貌清朗秀气，声音响亮的自我介绍道：在下萧成望，在家中排行第5，我萧家有幸娶得郡主过门，那成望就先在此提前唤郡主一声三嫂。该我了。老6萧展博匆匆上前，他手里还牵着5岁大的老7萧玉哲。萧展博与萧玉哲是亲兄弟，老6今年8岁，孩子的年纪，个头却到了楚妙的肩膀。
他笑容灿烂地走到跟前，又紧张又结巴地介绍道：“嫂子，我叫萧展博，我在家中排行第6，这位是老七。我自己会自己介绍。”老七发着奶音，气鼓鼓地打断了老六萧展博的话，然后上前了一步，露出了纯真的笑容，奶声奶气地说：“姐姐，我叫萧玉哲，我今年5岁了，我会拿剑杀敌，将来要做一个大将军，保护我想保护的人，以后姐姐也是玉哲要保护的亲人。”楚妙看着站在自己眼前半大点高的萧玉哲和老六萧展博时，眼眶不受控制地泛红了。小七未能等到成年，却真正的担起了他所说的那一句话：“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把恶魔的他当成了亲人。太子带兵抄家时，萧荣景的士兵遗落了小七，最后小七留在了萧家。那年小七才8岁，就如小六那么高点的个子，他手里拿着平南王刚赐给他的玉折剑，护在他身前。太子就像看小玩物一般逗小七，他用言语羞辱小七，无父无母，妄图挑拨小七与萧家，利用小七去对付在逃的萧荣景。小七无动于衷，将萧家的信念传承下去。太子便碎了他手里的玉折剑，划破小七身上的战袍，抢走了小七手里的萧家军军旗，一点点撕了他的信念，就是不杀他，不伤他。楚妙以为自己求莫弘真，莫弘真就会饶过小七，可是莫弘真派人抓起了他楚妙，利用他楚妙的这条贱命威胁小七。他让小七撕了萧家军军旗，将还未死透的萧家军一件一件捅死。他还让小七把他楚妙的四肢和剥下来的脸皮以及挖出来的双眼亲自送到萧荣景的手里。自此小七蒙上了莫大的阴影。小七是活着离开了燕京，但是听莫弘真说小七也疯了，杀人不过点头地。莫弘真诛杀了小七的信念，让小七胜似死人。他想像大将军一样护住他这个嫂子，却谁都没有护好。第199章，萧家妻子皆在3。楚妙不知不觉陷入了前世的种种，忆起了那矮小的身影挡在他面前的画面，梦境也一点点拨开前世的悲痛与悔恨。小七还是那个小七，那么纯真善良。他在自己的抱负和志向，他以平南王为榜样，以护百姓家国为信念。是他碎了他们萧家七郎的梦，毁了萧家满门。楚妙不自觉地从椅子里站起身，缓缓走到小七面前，蹲下身子，颤抖着手轻轻捧住小七稚嫩的小脸，眼眶里的泪珠也在他没意识到的情况下落在了脸庞。萧荣景、萧家其余儿郎、平南王妃及屋内嬷嬷、婢子们皆是看着落泪的楚妙，不知楚妙是为何而落泪，又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特别是萧荣景，他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消失。他从床榻坐起身，目不转睛地看着楚妙，脑海里回荡着楚妙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可曾梦见过，梦里人血洗满门红？你也不怕只是亡你全族的孽缘？你看上对家的女儿，就不怕将来娶了我毒害你萧家满门？他一遍一遍地提醒他。萧荣景不曾放在心上，他觉得他看到的顾娇娘与他所说的那一个心狠毒辣的女子不一样。可现在楚妙的反应让萧荣景意识到，楚妙所说的那一世一定历经了很多苦楚。那他跟小七之间又发生过什么？姐姐，你怎么哭了？小七瞪大双眼，皱了一下眉头，伸手擦去楚妙脸庞的泪水。楚妙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落泪了。他赶紧低下头擦拭脸上的泪水，匆匆地站起身，看了看屋子里的人，擦着眼泪红着眼眶轻声笑道：我太感动了，我从未想过以后会有这么多亲人爱我护我，让王妃和2位哥哥及弟弟们看笑话了。平南王妃松了一口气，她还以为萧家几个孩子让楚妙哪里不舒服。萧家没有恶人，阿锦的院里也没有不三不四的通房妾室，你不必担心以后的日子会很难。你与阿锦成亲后，王府由你说了算，他若是犯了错，你想打折他腿，我和平南王绝不多说半个字。平南王妃伸手抚了抚楚妙的背。老四萧幼卿笑眯眯地瞥了一眼萧荣景，道：娘亲说的对，三哥若是欺负你，你跟我说也行，我帮你打折他的腿。一记冷光狠狠地甩落在老四的身上。老四再回头看萧荣景时，脖子顿时一缩，改了口道：你找娘亲找大哥都行，再不行你可以找我爹，三哥怕我爹。楚妙被萧幼卿逗笑了，他调整好了情绪，看向萧荣景说道：婚事就按世子说的办，待我进门后更加方便照顾世子。平南王妃开心地握紧了楚妙的手，好我这就去准备给楚家下聘礼，与你娘不必与我娘商量。楚妙打断了平南王妃的话，道：王妃可去松清院找我祖母做主。回头他想到了长公主呢。第200章，萧家妻子皆在4。长公主是他的义母，把她当成女儿看待，还口口声声说要给她准备嫁妆。他不贪她那份嫁妆，有些东西却不是他一句话就可以切断。还未等楚妙继续说下去，平南王妃便先说道：我知道你也是长公主的女儿，那我就让荣启和他爹亲自去公主府下聘，两边一起下。
谢王妃事事为楚妙考虑，不是下聘不下聘的问题，这件事情还是我亲自回公主府与长公主说。楚妙说完，低头看了看脚边的小七，小七有空吗？我想去福林寺一趟。我有空呀，我当然有空。小七童真的笑了起来。你要去福林寺啊？平南王妃看向萧荣锦和其余萧家儿郎，那正好，我也打算去福林寺给你与阿锦祈福，让大师给我选几个日子，看看何时适宜下聘，何时适宜婚嫁，那就让老二、老四、老五陪护，再派些护卫及暗卫，安排婢子嬷嬷一道去儿，可好？看到平南王妃热情的模样，楚妙笑着点点头，自然是好的。没有被平南王妃点到名的萧荣锦有些吃味了。我陪娇娘一块去。萧荣锦瞥了一眼放在一旁的轮椅，有些无奈，有些憋屈。看来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得在外面适应做一个废人。娇娘说可以去，你就可以去；他若说不能去，那你就在家中休息吧。我会派护士保护娇娘，以你现在这副躯体，出去怕也是个累赘。平南王妃瞥了眼萧荣锦，屋子里的嬷嬷、婢女们暗暗笑了一声。萧荣锦眼皮子跳了2下，小七奶声说道：“我也能保护姐姐。”楚妙抿嘴一笑，说：“世子也有许久没出过府了，就当是出去散散心，也利于世子身子康复。既然这样，那就一道去吧。我下去叫萧管事准备一下。你看看阿锦这还要准备什么？我们就先不打扰你和阿锦了。”平南王妃轻拍楚妙的手，便叫走了下人和几个养子。人走后，房门关上，房间里只余下楚妙和萧荣锦。萧荣锦冲着楚妙招了招手，嗓音低沉唤道：“娇娘，你过来。”他刚才对小七的反应，让萧荣锦不得不重视楚妙最内身心最恐慌的过往。楚妙走到萧荣锦身边，坐在他身旁：“怎么了？你刚才哭了？”他应了一声，便低下头揉了揉左眼，只是没想到我在萧家的地位如此被人看重。不是。萧荣锦眼眸犀利地望着面前的女子，道：“可以与我说说你的那个前世吗？我想知道前世里我的结局，你的结局，小七的结局，还有我2位哥哥、几位弟弟。”楚妙深吸了一口凉气，眼中光华像破碎的琉璃，闪烁不定。萧荣锦握紧了他的手，给足了他信念，道：“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我的娇娘。我现在想听，你可否告知？”他能感受得到，刚才他面对小七的那一瞬间是痛苦、愧疚、悔恨。他想深入他的内心，更好地了解楚妙这个人，坚强的、脆弱的，他都想知道。